穿越到古代，还变成2岁半的小奶娃，看手握物资空间的我，如何带领全家一起开荒致富？人怕壮，民就怕壮，全村人都让我当村长，就连城里的知府都惊呆了。你说什么？就连黑河村的野狗吸得比我都好。大丫，你怎么可以踢我的肚子？玉柳，你没事吧？我的肚子刚被踢了一脚，好痛，该不会要小产了吧？我的儿呀，你说是谁踢你？指了指台阶上的身影，众人抬眼，只见台阶上站着一个小奶娃。眼前这位孕妇叫李玉柳，是镇上书院夫子的闺女。因为霍仲年写得一手好文章，得夫子赏识，就把亲闺女下嫁给他。霍老太对这门亲事很骄傲，也比较偏心。你这个哒哒哒的，看看你做的好事。清一色古装，什么情况？怎么会出现在这里？还穿越成了一个农家小奶娃了。虽然感受到物资空间还在，可穿越过来的黎生心中却没有半点喜悦。上一世经历过痛彻心扉的背叛，此刻的他心如死灰，连一丝一毫重新开始的欲望都没有。娘，大丫这么小就踢我肚子，你说她会不会是被人唆使来着？叶氏，快给老娘滚出来！你生的这个哒哒哒的闯了这么大的祸，还在那躲着做什么缩头乌龟呢？此刻屋内走出一个畏畏缩缩的年轻妇人，看都没看小奶娃一眼，直接走到霍老太面前，一声跪下。眼前这个是叶氏，是当年胡搅蛮缠进了霍家门，后来生了大丫，结果大丫1岁多还不开口说话。从那开始，霍老太从心底就厌弃这对母女。娘，玉柳妹子能为霍家能为相公开枝散叶，我高兴都来不及。我哪一日不是好生伺候着，就怕出一点差错，此事真的与我无关呐。你说无关就无关了，真是有什么样的娘就有什么样的闺女。当年你死乞白赖赖在霍家不走，多年来就生了这么个哒哒哒的，霍家养着这么一个又聋又哑的赔钱或已是做善事，不成想他竟敢谋害没出生的幼弟。霍家没有这种歹毒的小贱胚子，今日就逐你母女滚出我霍家门。娘，大丫是大丫，我是我呀，我没有犯错，你不要赶我走。我对相公的心天地可见，从见他的第一眼起，我就认定了他，离了他我也不想活了。求娘给我一条生路，让我继续留在霍家，我愿意给霍家做牛做马，我愿意一辈子伺候你们。这件事还真是闺蜜心巧。瞧那副不值钱的样，这要是我闺女，我指定把他们粪坑里淹了。行了，说这些也不怕乡亲们笑话。你想留下可以，但大丫的事我做不了主。一旁的霍仲年垂眸，掩盖住眼中的得意之色。谢谢相公，谢谢相公，大丫做了错事，是卖是寡，只要娘一句话。这是亲娘说的话，这女人也太狠心了。这哒哒哒的自然是卖掉，若能卖个3-2两银子，也不枉霍家对她的养育之恩了。霍家婶子，大丫是你家的亲生骨肉，卖掉不好吧？可不是，娃娃做了错事，教训一顿就成了，可不兴卖呀，卖掉亲孙女，说出去也不好听吧？咋的？留着让他败坏霍家的名声和风水？我家仲年以后可是要当举人的，留着这个哒哒哒的，岂不是被同僚笑话？你们一个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心疼他，谁领回去养。准！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了。同情归同情，领回去是不可能的。眼下这光景，大家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我领。哟，叶氏，你瞧瞧谁来了？你不是不认这闺女了吗？今日怎么还管起我家的闲事了？一个40来岁的妇人从人群里走了出来，一旁的叶氏低着头，却不敢抬头看妇人一眼。在这瞅了好一阵，今个儿我算是小刀拉屁股，算是开眼了。不就是霍家想卖孙女又死要面子，演了这么大一出戏吗？哼，今日这戏名不如就叫做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大伙认为如何？人群中一阵哄笑。若是你说啥？我说你家是吊死鬼打粉插花，死不要脸，想卖娃娃又怕人戳脊梁骨，硬是给娃娃安个罪名，说什么谋害幼弟。我呸！你家把人当傻子呢？谁看不出你们一家子在做戏扯谎？现在大伙都在跟前，你倒是让娃踢踢看，他是咋踢的？他咋踢得到的？洛秋月眼神唰的一下扫过去。那个李氏，你过来说道，还没一个狗脚高的小奶娃是咋踢到你肚子的？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人在做天在看，扯谎小心生儿子没屁眼。李玉柳眼见形势不妙，用眼神向一旁的霍仲年求救。岳母，哎，可别这样，咱受不起。咱长话短说，这个娃娃你家不要是吧？行，我叶家要。你要那可不行。
那你刚才明明说谁要谁抱走，怎的又不行了？合着你是吃黑豆长大的，一天到晚净放屁！霍老太直接被骂得老脸通红。总之不能给你，他姓霍，生是霍家的人，死是霍家的鬼，他要死也只能死在霍家。再说了，你早就不认自家闺女了，这丫头与你叶家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呸！你这老货真是屎壳郎打哈欠，一张臭嘴。说到底不就是想换银子吗？你是不是穷疯了？这细麻杆一样瘦不拉几的小崽崽，能卖几个钱？你懂个屁！怎么着也能卖个2两银子。大伙瞧明白了吧？这是早就打听过行情了，想卖亲生骨肉不是1天2天了。霍家真是郎中卖棺材，死活都要钱。为了2两银子，连脸面都丢进粪坑不要了，我都替他们骚得慌。洛氏，你好意思跟我提脸面？是谁家教出来的闺女看上男人就走不动的，舔着脸非赖上我家种年？当年在我家门前求着跪着，我心一软就放她进了门。如今我悔死了，如若不是你家这个哒哒哒的，我家怎么会生出这种丢人现眼的哒哒哒的？行了，又把大伙当傻子，你这臭毛病能不能改一改？你怎么不说说当年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将我家的积蓄全都卷走，去孝敬讨好你这个好婆婆的事？你家没花1文钱就多了一个自带嫁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大丫鬟，你还觉得亏了是不？你这个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老货，少在我眼前装，当心老天看不下去，一个雷把你劈得四仰八叉的。此刻黎生一个没忍住，直接笑出声。好在大家的注意力都在主战场上，没人发现他。人群中突然一道因火急火燎的传来。谁要卖娃娃？不能卖娃娃呀！老霍家的，咱黑河村可还没有卖儿卖女的先例。仲年，你是要参加科举的人，此事你要3思啊！李正书，百善孝为先，我家是我娘做主，我作为儿子说话不管用。李正转而看着霍老太，这娃娃你不想要，给人叶家抱走多好，你矫情啥？李正说的有道理，要我说嘛，让叶家抱回去是最好的。给叶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霍家将他养到1岁半，耗费了不少银子，想要人就要给2两银子，否则想都不要想。李正脸闻言脸都黑了，洛秋月眼睛都瞪圆了。这霍老太也是真狠，要若是这才迷出2两银子，还不如直接要他的命。你说你花了2两银子来养他，真是阎王出告示，鬼话连篇。咱村谁不知道你家3天2头欺负大丫？你啥时候把他当人看了？这要问你那好闺女，生下来一滴奶水都没有，都是霍家1日3餐用米油养活的。我都快被气笑了，还1日3餐米油呢？娃娃小身板瘦的跟病猫似的，嘴巴都干得裂开了，只怕连水都不给喝吧？你真是光屁股拉磨，转着圈不要脸！你直接说要2两银子行不？别弯弯绕绕搞这些花里胡哨的，我都快吐了。随你怎么说，一手交钱，一手交人。霍老太眼皮一翻，索性干脆不装了。这小丫头不哭不闹躺在地上，看起来确实不怎么聪明的样子。这么一皱巴巴瘦唧唧的领回家养不养的活且不说，单说拿2两银子给这老家伙，我就不甘心。虽是这么想，他扭头一看，还是咬牙决定。罢了，就当上辈子欠他的。行，2两银子我出了。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你真愿意出钱？不然呢？让我眼睁睁看着你这烟杂老妖婆把它卖了，再被什么人一锅煮了吃了。延安，回家拿银子。啊什么呀？快去拿！娘真叫我去拿银子？我没听错吧？叶延顺呆呆点头，好像是没听错。你掐我一下。下一秒，叶延安嗷的叫出声。你还不快去！洛秋月恨不得一巴掌拍在2个傻儿子的脑瓜上。去！可是娘，银子藏在哪？洛秋月一愣，大意了，被这老女人气糊涂了，差点暴露小金库位置了。等着，我自己拿。你们看着丫丫，莫让她又被人欺负了。来丫丫，我来抱你。这身体真不给力，哪怕是成年人穿过来的，软件设施再好，但硬件跟不上，也就别想活出个成人样。说话总该没问题吧？他想说不要，结果小舌头完全不止，一不小心吐出一个大大的口水泡泡。两兄弟看着吹泡泡的小奶，瞬间被萌翻了。你看丫丫会吐泡泡，她真的好可爱。大哥，我也要看。等到了我家，到时长出肉，就更招人喜欢了。7，一群大傻子，不过一赔情火，养他还不如养只牲口。话没说完，大地抖了3抖，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一道火光炸开，霍家的宅子瞬间被夷为平地。
穿越到古代，还变成2岁半的小奶娃，看手握物资空间的我，如何带领全家一起开荒致富。人怕壮，民就怕壮，全村人都让我当村长，就连城里的知府都惊呆了。你说什么？就连黑河村的野狗吸的比我都好。爷啊，快救命！老太，快拿你家的水灭火！家里没水了，你们快救救我儿子！霍大娘，那边有个尿壶。躺在叶延安怀里的小奶娃伸出小手手，指了指墙角边的尿壶。霍老太听闻，顿时燃起了希望。儿子，娘来救你了。叶安，你等等！你不要过来啊！老天爷，这到底是咋回事？这是要亡我霍家了？好好的房子，一眨眼的功夫说没就没了。什么东西有这么大的威力？这是天雷呀！看来是霍家要卖马，老天爷都看不下去，来个天雷给霍家降罪。人在做天在看，原来世上真的有天道存在。要是老天垂怜，给我们下场雨吧。丫丫，这是老天爷在为你出头呢，你快磕头感谢老天爷。叶延安对小奶娃轻声道，结果小奶娃膝盖刚一碰上地面，天空又有天雷炸响，吓得他一头扎进叶延安怀里。观音菩萨、如来佛祖、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各路神仙，让你们背锅真是对不住了。那要是我丢的，我不是故意的，请原谅我吧。炸弹是丫丫利用空间偷偷丢的，原本不想丢的，可是老太婆骂的话竟然跟前世那对背叛她的人骂的一样，她实在不能忍了。这是咋了？谁干的？放心，不是我们干的，即使想干，也没那个实力。不早说。李正，银子带来了，麻烦做个见证。今日若是收了这2两银子，大丫就是叶家人了，你可想明白了？就是这个哒哒哒的惹的祸，就是他害得霍家被没皮，他就是个扫把星，就是个小祸害，我今日非要抽他一顿。看着暴跳如雷的霍老太，众人无奈只能将他拦住。仲年，你确定不要这个闺女了？我说过我做不了主。既如此，那这以后娃娃就归叶家了，你可以接走了。等等，还请李正写个断亲书，大丫从今日起归了叶家，就是叶家的娃娃，与霍家斩断了一切关系，不管以后是贫穷还是富贵，都与霍家无关。霍家以后见了我家这丫头必须礼让3分，若还是跟以前一样辱骂殴打，莫怪我洛秋月无情。今日霍家收了你这2两银子，那对大丫的生养之恩就是一笔勾销了，自然不能再跟以前一样对这丫头。笑话，我霍仲年岂会跟一个小孽障纠缠不清？你说谁是孽障？有种再说一遍，不要以为你是读书人我就跟你客气，以后再敢这么说丫丫，看我不把你揍成猪头。咦，什么味道？他身上什么味儿？钻他老娘的夜壶了？你怎么又骚又臭的？李正将断亲书交给洛秋月，差点没绷住，挥手道：“带娃娃回去吧。”丫丫，到家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这歪歪扭扭的李白院子，家徒四壁，真是老鼠见了都摇头。脑包。奶娃娃的眼睛瞬间瞪大，一个熟悉的身影的名字让他脱口而出。上一世黎生毕业后，在一家地质勘测单位上班，在那里他认识了老包，两人一见如故，结为师徒。老包待黎生如亲生女儿一样疼爱。后来黎生的物资空间被自己的丈夫一家知道后，还被软禁起来，沦为他们一家疯狂敛财的工具，彻底断了跟外界的联系。只有老包觉得事情不对劲，多次报警。可是黎生的丈夫那时候已经有钱有势，最后丈夫的父母找人将老包毒打一顿，还弄瞎了他的眼睛。恰巧眼前这个男的也是个瞎子，让他误以为他的恩师也跟着一起过来。脑包，你也穿越了吗？丫丫，你怎么哭了？谁是丫丫？竟然连声音都一模一样。脑包。丫丫从叶延安怀里钻出来，迈着小短腿走向那个给过他无限温暖的人。虽然外貌跟老包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原本世界的老包是个爱笑每日精神十足的人，而眼前这位却像个大冰块。这一定是平行世界里的老包，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这辈子我一定好好偿还你，我会治好你的眼睛，这辈子就让我给你养老。哪来的娃娃？让我看看你眼睛肿么了。起开！丫丫不要啊！老爹他的眼睛是触碰不得的逆鳞，是全叶家所有人的禁忌。叶延安、叶延顺瞬间把心提到嗓子眼，下一秒叶不为抓住他的后颈，将他像小猫一样提溜了起来。他其实并不想哭，但毕竟这还是装在一个幼小的躯体里，身体不受控制的哭了起来。脑包松松。爹，丫丫说你凶，到底怎么回事？娘，还是你自己过来说吧。走进来的洛秋月低头在自己男人面前扭扭歪歪，一副准备在老师面前挨训的样子。叶不为声音虽然轻了，但隐约透着几分宠溺。丫丫一脸不可置信，这还是那个跟人在外面撸袖子对人是同一个人吗？
再磨，鞋就破了。丫丫就是那个不争气的生的，今日霍家要将它卖了，我一时瞧不过，就买回来了。老爷你是不知道，像这种嫩嫩的奶娃子，若是被人买了去，下场就是一锅肉汤。今日若不留下它，行了，我知道了。家里还有多少余粮？多一张嘴能养活吗？这是你该操的心吗？我会让你们饿着，跟着我哪会有苦日子过？黎生这时却是伸出小手指，指了指露出天空的破屋顶。一旁的叶延安却是秒懂，哈哈娘，丫丫都在笑你吹牛。这丫头看着倒是一点都不傻，屋顶不碍事，破了更通风，反而凉快。如今不下雨，也不用担心会淋湿啥的。阿爷阿奶，二叔三叔，偶们飞来呢。你们爹娘呢？在后面。两个娃娃说完就去墙角的蚂蚁洞捉蚂蚁去了。不一会，老大叶延平和媳妇云娘背着背篓进来，云娘将篓子里拿出一包粮食，两人均是满脸愁容。干啥丧着脸呢？娘，大事不好，粮食价格暴涨了，镇上不少粮铺都关门了。今日花了大力气才抢到这20斤玉米面，我估摸着这天下要乱，我想着明日再去镇上一趟，将家里余钱都换成粮食，家里有粮，心里才踏实。话音一落，叶家人都沉默了。没钱了呀？娘，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有个小金库。钱财来得慢，去得却快，一眨眼功夫就没了。啥意思啊？哥，娘的小金库用在这了。叶延安指了指奶娃，叶延平这才发现家里多出个小奶娃。叶延安把经过讲清事情原委后，叶延平沉默了。阿平，别像个小老头似的愁眉苦脸，天塌下来有高个顶着，笑一笑。虽说这么说，可一想到家里马上就要揭不开锅，一大家子要挨饿，他就笑不出来。既然丫丫是叶家人了，我跟延平一直想要个女儿，让我和延平认她做闺女，可以不？我倒是没意见，就是不知你爹怎么看。我没意见，快把他弄走。大家这才发现，小奶娃不知道什么时候又爬到他身上去了。丫丫，我是囊亲，以后你就是爹娘的小乖宝了。丫丫，我是爹爹，以后有爹爹保护你，再也没人敢欺负你了。多好的孩子啊！如果不是大姐实在太不像话，我本该是舅舅才对。如今家里多了一张嘴，更要想法子才行。爹娘，他刚刚脱离了上一世那两对猪狗不如的爹娘，现在无端端的又多出来一对。一想到这，小奶娃嘴巴就算一脸哭得伤心欲绝。不要喊，爹娘都好可怕。乖宝宝莫哭哦。娘亲，他是谁？这时自己两个儿子叶小文、叶小武也围了上来。这是你们的妹妹。我有妹妹了，我有妹妹了。4岁的叶小文开心地跳了起来，3岁的叶小武瞅着云娘的肚子。哇，娘亲的肚脐真厉害，偶才捉了2只蚂蚁，妹妹就生出来呢。穿越到古代，才变成2岁半的小奶娃，看手握物资空间的我，如何带领全家一起开荒致富？人怕出名猪怕壮，全村人都让我当村长，就连城里的知府都惊呆了。你说什么？就连黑河村的野狗吸得比我都好。妹妹，我是哥哥。哥哥，我不要哥哥。我来抱，你去厨房煮些稀饭，这娃娃可能是饿了。你抱得不舒服，我来。闭嘴，别哭了。好，脑包，这个家有脑包，我勉强先待着看看。开饭了。餐桌子上，每人面前放着一碗野菜糊，而丫丫得到特殊优待，吃的是米粥。小文、小武被粥香吸引着，频频往他碗里瞧。云娘看着两个儿子，心里顿时有些内疚。小文、小武，妹妹是因为太小吃不了野菜糊糊，只能吃粥了。没事的，娘亲，我们都长大了，大米粥给妹妹吃，让妹妹快些长高高。真乖。如果眼前的这些人知道我的秘密后，前世的噩梦还会不会再重复一遍呢？老包如果知道我的秘密，也会跟其他人一样利用我吗？不，老包一定不会。脑包，包包。爹，丫丫好像特别喜欢你。什么包包的？他是不是要吃包子？阿姨，妹妹系要你抱抱呢。呢，妹妹说脑包，意思就是阿爷你是全家最老的，妹妹要最老的人抱抱。你说的真好，下次别说了。你抱一下，先让云娘好好吃完饭。在我的记忆中，公公总是冷冰冰一个人待着，很少说话，脾气也不怎么好，除了有时候能听得进婆婆的话，就连小文、小武平日里也不怎么敢亲近她。怎么现在
却能耐着性子任由丫丫搓磨了。很快，吃完的其他人都出去了，每个人的碗都干干净净，因为成了小奶娃。糙米煮的粥，黎生却是难以下咽，尽管肚子一直在咕咕叫。可惜家里没有鸡蛋，要不然蒸个鸡蛋羹，丫丫一定爱吃。听到这话，丫丫小手就他也不想如果注定还是被背叛利用的结局，那还不如现在就摆脱了。随后就一个又一个鸡蛋变出来交给老包，使得叶不韦脸色变得极为不悦。脑包，那你们今日到底买了多少鸡蛋？说啥呢？鸡蛋金贵着呢，我们买啥不好，哪里会去买鸡蛋？这怎么会有这么多鸡蛋？我操！不是你们买的。我和延平不舍得买鸡蛋，鸡蛋太贵了。老叶，你干啥了？刚刚这里分明没鸡蛋的，这鸡蛋哪里来的？难道不是你们给丫丫的？那他还一个劲往我手里塞。丫丫，嘻。紧接着小奶娃小手在众目睽睽之下，又一个圆溜溜的鸡蛋滚出，而云娘还有洛氏两人却是更大的。你们怎么了？没事，我一定是眼花了。那我也眼花了。发生何事？老叶，丫丫他手心会下蛋。是真的。眼见不幸，洛秋月就将小奶娃的小手交给到叶不韦手上。现在小手是空的，对吧？丫丫，变个鸡蛋。话音刚落，叶不韦手上就多出了个鸡蛋。变完这些，小奶娃还是觉得他们一定会和以前的亲人一样利用他，或者就是以古代人的见识，将他当成妖怪。不管这次是迎接我的是什么，请你别再护着我了。好抱歉，我还是没能报答你的恩情，脑包。回过神来，叶不韦似乎感受到什么，习惯了冷冰冰说话方式的他，这时说话却带着一丝温柔。我在。随后叶不韦抬头，声音透着严肃和决绝。我是瞎了没错，但我的心不瞎。你们说这些鸡蛋跟丫丫有什么关系？不明所以，洛秋月却是瞬间明白过来。当然没关系了，这是我小金库里面的钱买的。一旁蒙圈的云娘也是瞬间明白。对，娘把银子给了我瞒着延平买了这些鸡蛋，想着给一家人好好补补。你们这是肿么了？鸡蛋明明是我变出来的呀，你们为什么不激动不兴奋？怎么不跟前世的家人一样，让我再多变一些呢？你这奶团子，你倒是不傻，还聪明的姐。若是在霍家露这一手，等等，霍家的那道天雷不会跟丫丫有关吧？俺爹娘，你这小奶娃不会是神仙下凡吧？丫，我不管你是谁，但你如今只是小娃娃，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显神通了？娘亲胆小又没本事，害怕保护不了你，你就乖乖做娘亲的小宝宝，跟哥哥们一起平安长大，好不好？话说到这，云娘竟带着一丝哽咽，眼前这个家都穷成这样了，他们还不让她变东西出来。看着云娘含泪的眼睛，她心里瞬间被感动到有点抖。这个女人看起来柔弱不堪，但说出来的话杀伤力好强，弄得我都有点想哭了。行了，今日的事就我们三人知晓，记得烂在肚子里。我知道的，我连延平都会瞒着。今日第一眼看到丫丫，我就真心喜欢。既然认定了这个闺女，我一定会竭尽全力去保护她。就是老天送给我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闺女，不知是何用意，但自己真的能做到吗？一旁的洛秋月也是看出了她的担忧。你放心，还有我们呢，不管是福是祸，我们一家人都在一起。既然是叶家的闺女，就该换个名字了。从现在起，她就不叫丫丫了，就叫叶九林吧，有取9天甘霖之意。好名字，大旱3年，人人都盼着天降甘霖。谢谢阿爹，这名字取得真有福气。再取个小名咋样？胖丫、嘎妹、猪娃、狗宝这样的，好养活。小名就叫小九吧，一长长久久。小九会不会太普通了？老叶，要不叫鸭蛋也成。小九，小九好。说起来，这丫头正好是叶家的第9口人。行吧。小九，喜欢你的新名字吗？七七，有没有人听到我肚子在咕咕叫呀？我好想吃鸡蛋羹啊！小九想吃鸡蛋。对了，我刚才说，要是有鸡蛋就能做鸡蛋羹，然后小九就……我来数数看，拢共有几个鸡蛋？今日镇上鸡蛋2文钱一个呢。真的，这钱财说去的快，没想到来的也快。今日没了那2两银子，眨眼功夫这不就补上了吗？
你这没良心的王八蛋，你这挨千刀的龟儿子，老娘这辈子是做了什么孽，摊上你这个铁石心肠的臭男人。秋月，你答应过我不说粗话的。老娘今日偏要说，有本事你把我休了，夜不为你就仗着老娘稀罕你，所以你吃定了我。今日要不是小九，我差点都忘了你当年的样子。我知道和我在一起是委屈了你，可你也不能这么作践自己呀。胡说，和你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觉得委屈，倒是我委屈了你。我没觉得委屈，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换一个活法？叶不为顿时心疼地抚着他的鬓发。好，以后我会努力地活着。这家人真的很不错呢，那我以后也会对你们好的。霍家真不是人，你看小九瘦的只剩一把骨头了，到处都是伤。这不就遭报应了吗？一道天雷下来，把他家劈得一干二净，老天都在替咱小九儿出气呢。一说到这想起小九的秘密，芸娘顿时就有些不敢看着叶延平。你快歇着吧，明日还要早起。好，霍家人真是脑子有包，这么招人喜欢的娃娃都不要。可不是，多亏咱娘让咱捡到宝了。芸娘，我明日想上山一趟。哎，咱一块去，多挖些野菜回来。不，我的意思是去野熊岭。你说啥？芸娘，今日买回来的粮食撑不了几日，眼下家中没有余钱，以后的日子不能没有着落。我是家中长子，我必须要挑起这个担子。芸娘害怕吵到孩子，只敢红着眼压抑着情绪。那你也不能去野熊岭啊！10里8乡谁人不知，野熊岭是吃人的地方，这么多年来就没有敢进去的人，你怎么敢有这种想法？没有你，我和3个娃娃怎么活？可你相公不是一般人，别人做不到的事，你相公没准能做到呢。不行。平日里一向温柔可人的芸娘，此刻却是一脸的坚决。你不许去，一定还有其他法子，即使得死，也要死在一起。芸娘，相信你家相公一回，我向你保证，一定安然无恙回来。好，那你就去。那我明日天不亮就出发。我能不让你去？你本事大着呢。野熊岭对你来说就是一碟小菜。那我去跟爹娘说说，让他们也高兴高兴。说着说着，芸娘就有些生气的就准备朝外面喊：别，要是被娘知道，只怕腿都要打断。那你还要去吗？不去了。此话当真？当真，我几时骗过你？刚才确实有这想法，但现在没有了。咱冒不起这个险，天无绝人之路，总会有其他办法。实在不行，大不了咱一家子逃荒去。芸娘盯着他，见他一脸诚恳，提起的心便落下了。她了解这个男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谎。对不起，芸娘，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骗你。哟，今日是众年来打水，难得回趟家，理应为兄嫂分担一些。在这个旱灾比较严重的时候，每家每户水的分配都是固定的。霍家和叶家都是8口人，之前都是打2桶水。霍仲年还是像以往一样打完水就打算挑走。一旁李正突然开口：“这是何意？”从昨日起，你家只有7口人了，以后记得少打1个人的水。好的，李正叔，我记住了。临走时，看到叶延安的时候，甚至还点了点头，仿佛昨天的事情不曾发生过。只是在转身的那一刻，脸上浮现出阴郁狠毒之色。哼，这哒哒哒的也配喝水？李正这个老家伙，你给我等着，等我科举高中后，看你还敢这样对我。延安，见到你哥了吗？没有，怎么了？芸娘顿时急得满脸色苍白。你哥不见了，一定是去野熊岭了。什么？野熊岭？小九惊得一身汗，醒来后才发现是一个梦。突然听到院子芸娘他们的吵闹声。这个搅屎棍，他是要气死我这个老娘。今早寅时中，我听到阿平房门响，他应该是那时走的。现在是卯时中，离他出发不过1个时辰，现在追上去便可阻止他。阿爹，只怕难，大哥力气大，脚力快，走路像飞一样，黑河村就没人能比得过他的。就在大家还在担心怎么办时，叶不为则是缓缓起身说道：“老叶，你……”一旁的小九眼见他们说的跟他梦里的，顿时吓得哇哇大哭。爹爹喜呢。小九，你怎么哭了？你刚说啥？一旁的叶小文连忙吞吞吐吐解释：“妹妹她说爹爹喜了。”小九，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大老虎吃爹爹。小九说爹爹被大老虎吃掉了。相公，别急，小娃娃可能是胡说八道呢。
洛秋月虽嘴里安慰着芸娘，自己却心急如焚。小九的神通他是见识过的，现在突然这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小九一定是做了噩梦，你们这么紧张做什么？马上出发，但需要一个人给我指路。爹，你在说啥？爹已经多少年没有出过院门了，而且他一个瞎子怎么去追大哥？我跟你去。叶延安突然意识到，对这个瞎子老爹，他的了解好像少得可怜。一旁的小九也举起急呼呼道的小手。哦去，妹妹说她去。小九，脑包包包。小九就这样坐上叶不为的后背，两只小手手一把薅住了叶不为的脑袋，给他指了指方向。脑包借边。老小九，阿娘，刚才那人真是我爹。小九出手了，延平是不是就不会被大老虎吃掉了？娘，你跟我透个底，其实我爹是江洋大盗，对吧？被仇家弄瞎了眼睛，才躲在黑河村的，怪不得从不出门，原来是怕被人认出来送官府吃牢饭。娘，我没猜错吧？要不然像我爹这样风采绝伦的男人，怎么轮得到你捡漏？轮不到我是吧？捡漏是吧？叶延安都什么时候了，你非要屁股眼儿拨惯，作死！老娘今日非得抽死你！你别跑！叶延安见势不妙。娘，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乱说了，你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过那个梦后，我对爹爹所在的方位一清二楚，就好像开了定位导航一样。他发现叶不为的听力很厉害，每听到附近有人后，速度马上就慢下来。小九，下面可是有人。答是爹爹。小九点头，一旁叶不为还是不确定的又问：看清楚了，是你爹爹？是的。好家伙，这只野猪个头不小，像这样的庞然大物，必须挖深坑，需要在坑底插上削得尖尖的木签，看来工作量要不小。叶延平也顾不上休息，甩开膀子就准备开挖。此时，一声虎啸如蓬地惊雷，是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老虎。再见了，爹娘！再见了，云儿！爹爹，这一定是人死前的幻觉。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叶不为唰地抽出一柄剑，冰冷的剑光以雷霆之势劈向老虎。看着一脸淡定的叶不为，叶延平的下巴快要掉到地上。爹，这人是我爹，伤到没有？还能走不？爹，你真是我爹？爹，你是神仙吗？小九，我们走。这么冷漠，是亲爹没错了。爹，小九，等等我。爹，小九，我带你们去一个好地方。叶延平说的好地方是指他来的时候发现了一处绿草如茵的山坳地带，里面横倒在地的腐木长满了肥嘟嘟的墨，树上成片的蘑菇挨挨挤挤，灌木丛中橙红诱人的野果压满枝头。哦七，小九想吃果果？是的。小九真的好软萌可爱，就连如冰块脸的老爹都被他征服了。说实话，确实是比男孩子招人喜欢。好嘞，等着，爹爹给你摘果果去。原来早上的梦就是预知梦，这是给我多了一个金手指的意思呀。那是不是代表以后我就能趋吉避凶，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了？突然，小九被一丛绿油油的野菜吸引了目光。没看错的话，那是野生的西洋菜。以前搞地质勘测的时候，老包就教过他不少野外生存的知识，比如在大山野岭中如何寻找水源和食物。西洋菜喜水，是一种生长在水里的菜，而这个地方虽然植被茂盛，但却没有水流经过。西洋菜怎么长得这么好的？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地方之前是有水流经过的，现在之所以看不到，是因为干旱时间太长，地表水变成了地下水。小九恍然大悟，他突然想起来，刚才在半空中飞的时候，野熊岭的主峰远远看着是一个顶部环形的山脉，环状的地形最容易贮存水源，所以这处山坳就是之前清泉流经的地方。继续沿着山坳下山，没准能发现地表水，即使没有地表水，也一定有地下水。小九，怎么了？脑包，借你有说。血，
哪里有血？阿平，你过来看看，小九是不是受伤了？叶不韦顿时紧张起来，叶延平把他抱起来检查一遍。小九没受伤，他应该是说我身上有血。为什么小宝宝说一个话就这么难？为什么水要说成血，哥哥要说成的，爹爹要说成的？突然有点想念小文、小武哥哥了。现在想想，他们还是很不错的翻译。算了，等回家后再找两哥哥翻译。很快，叶延平进野熊岭的消息传遍了黑河村，倒不是叶家人主动往外说，因为有不少乡亲看到了突然出门的叶不韦，忍不住跑来叶家打听。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传来，不用看也知道是霍老太来了。我就说吧，那小傻子是灾星，可你偏不听，这下家里出事了吧？我昨日说了的，进了我家门就是我家娃，若有不长眼的还乱喷粪，我就大嘴巴子呼死他。看来有人找抽来了。你这人怎么好赖不分？我是替你不知，昨日我本要把它卖给人牙子，可你偏把它当成宝，非要自个儿买了去。你也不想想看，他要是个好的，我会容他不下。若是咱丑话说在前头，你可别想着把那丫头退回来，以后有你哭的时候。我很忙，别惹我骂你行不？你家房子修好了，吃的还剩多少？连大裤衩子烧的半条都不剩了吧？昨夜一家子光着大腚怎么睡的？有闲工夫来管我家的闲事，不如把自家裤裆里的屎擦干净了。霍老太自知不是对手，你忒粗鲁了。我家是读书人家，不跟你一般见识。大伙儿只当我心狠手辣卖这个大大大的，却不知道这大大大的有多晦气。你们也看到了，叶家昨日买了它，今日儿子就出事。这大大大的就是灾星将士，谁要谁倒大霉。在我家还好一点，中年是文曲星将士，还能压一压他的晦气。叶家就不同了，大伙就瞧着吧，叶家以后还有的哭的。老嫂子，这丫头真这么邪门？千真万确，我家中年的功课平日里哪个夫子不夸？都说他艺考必中，可去年科举愣是没考上。我找大师算了一卦，卦象上一清二楚，说这大大大的是灾星转世。众人惊惧不已，在他们黑河村，他们都是很信算卦卜凶吉的。看来也不能怪霍家。哎，灾星转世谁扛得住？叶家可真是倒霉透了，买了个灾星回来给自家降灾。突然，外面一阵闹哄哄，一大群人像是疯了一样大喊大叫。叶延平回来了，还猎到了一只大老虎。叶延平猎大老虎，我看是被大老虎吃掉了吧？进了野熊岭就没人能走出来。其他人虽然没敢说出来，但其实心里也是这么想的。大老虎也不是说猎就猎的，也不知道谁家的娃娃在胡说八道。娘，我回来了。相公，听到大老虎三个字后，他们又惊又怕。直到这一刻，洛秋月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地。不是说灾星将士带来祸患吗？怎么叶延平不但活生生回来了，还猎到了一只大老虎？老天爷啊，这老虎少说也有300斤吧？我看不止，怎么着都有400斤。延平，这大老虎真是你猎的？以前就知道你力气大，就不知道你这么厉害。不是说野熊岭有果打墙，进去就走不出来吗？延平，你是咋出来的？可惜虎皮破了，不然单单一张虎皮就能值100两银子了。这虎皮就破了一条口，也值不少钱，卖个几10两不成问题。老虎浑身都是宝，虎皮什么的哪一样都值钱。叶家这次算是发了。他们跟在做梦似的，谁能想到事情转变得这么快？上一秒还在同情人家准备吃席，没想一会儿功夫就变成无尽的羡慕。一旁的霍老太眼里却是快气冒烟了，一声不吭转身就走。老霍家的这就走了，咋不给大伙瞧瞧？今儿脸打得痛不？只怕都打肿了吧？乡亲们呢？不是我说你们，你们刚才都被那老霍牵着鼻子走了。他说那些编排小玩的话，不过是为了给自个儿洗白，你们还真信？家人们，谁懂啊？这霍家就是心眼多，差点就被他骗了。俺也一样。你们有没有发现，不到2亿的功夫，霍叶两家变化挺大？一句话，霍家倒大霉，而叶家却开始走运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他们本一直羡慕霍家有个读书人霍仲明了，但现在更羡慕叶家有个打虎大力士叶延平。为了不暴露身怀武功的秘密，叶不韦还有小九是跟着叶延平后脚进来的。对对，大丫咋会说话了？霍家不是说他是哑巴吗？大家瞬间又明白，这又是给霍家忽悠了。这下大伙看清楚了吧？霍家说的话就没几句真的。各位，这是我家的小九，大名叶九林，以后大家叫他小九便可。好，记住了，小九真是好名字。
哇，家人们，谁懂啊？怎么瞎子能长成这样？真是没天理！特别是一些妇人，红着脸看了叶不为一眼，又忍不住偷偷再看第二眼。洛秋月黑着脸将叶不为一把扯进房里。这个臭男人真是麻烦。小九没说错，我去的时候，老虎正要咬阿平。我就知道小九说的是真的。如果今日不是你去的及时，阿平就……洛秋月想想就心里一阵后怕。如果昨日没有将小九带回来，恐怕今日的叶家将要面临怎样的景象？延安家里的篱笆要重新修高些，篱笆门也要做起来。我可受不了自己的男人被偷窥。爹娘，现在离天黑还有一段，我想着将老虎运到镇上卖了。第一次猎到这么好的东西，我已经等不及了。哥，我跟你一块去。好。叶延平将老虎放在板车上，为了不打眼，就用了草席盖在老虎身上。老虎是看不到了，但觉得怪怪的，像里面躺的是。哥，我腿断了，拉我去镇上找郎中吧。亏你想得出来，这样确实不觉得怪了。叶延安拿块布条往大腿上一缠，整个人往草席上一坐，大家被逗得哈哈笑。我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忘了，算了，小孩子就是麻烦，想起来的时候再说吧。干旱这么久，大家都是挖野菜度日，一下子拥有这么多新鲜脆嫩的野菜，这简直跟做梦一样。小九真是一个小福宝。阿顺，把这些送到李正家去。昨日在霍家的时候，李正帮了不少忙，感谢一下是应该的。好的，娘。李正妈伯，我娘让我送些野菜来。李正一家正在吃饭，看到绿油油的野菜很是惊喜，拉着要留他吃饭。叶延顺推辞几句就走了。经过霍家的时候，正好霍仲年从里面走出来，看到他后对他使了个眼色。叶延顺会意，走到僻静处等着。书没烧掉，运气好，装书的包袱放在厨房里。想看？你想看哪一本？自己选。虽然你娘跟我家交恶，但我作为读书人，自然不跟妇人一般见识。你这话不对，我娘不是无缘无故要跟你家交恶的，而且昨日我看得清楚，你明知你娘卖孙女这事不对，你却没有任何阻拦，你口中说做不了主，实则是放任纵容。我没上过学，不知道书院里的夫子是如何教你道理的，但我觉得你昨日有些过分，令人失望。听完叶延顺这番话，霍仲年的笑瞬间凝固在脸上。交友应选志同道合之辈，你我好像不是一路人。我今日在这等你，就是想跟你说一声，感谢你之前借书给我，我以后不会找你借书了，告辞。霍仲年连忙一把拉住他，解释道：别啊，你误会我了，昨日我真没有纵容的意思，我也知道我娘不对，但我就是怕我娘，我不敢对她说出半句反对的话来。真的，绝无虚言。叶延顺叹了口气，心想：其实我也怕娘，所以也不能怪霍仲年，霍仲年肯定不是坏人。坏人怎么会这么热心借书给我看？实不相瞒，你爱看书，整个黑河村我也就爱跟你说话。你选一本看看，下次等我从书院回来还给我就行。延顺，你看看这本，这个地方你怎么看？叶延顺也是从几本书中挑了一本，低头看了起来。每次借书还书的时候，霍仲年总是问他很多问题。低头沉思的叶延顺不知道，此刻的霍仲年看着他的眼神里满是怨毒和嫉妒。真的不明白，明明有那么多的鸡蛋，为什么不让大家一起吃？好像不爱用我变出来的东西。娘，那我用小文小武的旧衫给小九改一身衣服。那2只皮猴的旧衫早就破得不成样了，还改个啥？过2日去镇上卖蘑菇木耳，到时扯些花布回来，给小九做新的。芸娘亲了亲小九的小脸蛋。好，到时把小九打扮起来，一定可爱极了。大哥二哥，你们可算回来了。阿顺，你咋还没睡？这时芸娘也走了出来。我让爹娘去歇着，可他们非要等你们。爹，您快去歇着吧。事情顺利吗？叶延平压抑住激动的心情，从怀里掏出银票。顺利。哎呦，有钱了！卖了多少银子？300两，这么多。叶延平还以为还是在夸他，一脸心满意足。我的这位老主顾是镇上数1数2的大户人家，人家说了，像这种野味有多少他收多少。如今都有多少人家里揭不开锅了，怎么他还有那么多钱？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呗。洛秋月这时一声不响将银票收起来，温柔地笑着：阿平呐，娘的好儿子，这回你立了大功，娘准备好好奖励你。娘，你别这么说话，我好不习惯。再说了，都是一家人，这么客气干啥？叶延安看了一眼叶延顺，两人不约而同默默往后退了10几步。突然洛秋月嗓音一变：芸娘，关门算账。算什么账？娘，我累了一天，
歇绝去了哈。溜了。啊，是，给老娘拦住他。好嘞，好嘞。都说患难见真情，好啊，你们两个。兔崽子，别以为你娘老了就收拾不了你，谁给你的狗胆子进野熊里？你不想活，当年就不该钻老娘的肚子。老娘怀胎10月生出你这么一个坑货，你这个孽障，明知道进了那地方就会落得个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下场，你存心想气死你老母，今日不抽死你，老娘不信落。我也是想着家里粮食不够，这才兵行险招的。所以你就去送死，想着给家里省口粮。要不我跟你爹先去死，给人省更多。云娘，你快帮忙劝劝啊！叶延平向自家媳妇求救，云娘温柔一笑，顺便给她的婆婆递上一根擀面杖。娘，用这个打才痛，他就是个大骗子，把我耍得团团转。娘，这回一定要给他长记性，看他还敢不敢了。假的吧？云娘，你不会这么狠的。叶延平身痛心更痛，而叶延安站在一旁不嫌事大的煽风点火。娘，你总说大哥忠厚老实，而我偷奸耍滑，现在看出来了吧？我受了多少冤枉，背了多少锅。咱家主意最大的人是大哥啊，看把他能的，都赶进野熊岭了，居然偷摸着去，好歹也叫上我，害得都没看到老爹飞来飞去杀老虎的样子，血亏。好啊，叶二狗，之前没看出来你挺会拱火的呀。嘿嘿，是你对不起老弟，我在先。所以说，打虎亲兄弟，你却一个人。说到这里，叶延安突然意识到不对，连忙一把捂住了嘴。叶延顺看了看他二哥，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默默进房关上门。叶延安，你说啥？你这个说人话恶狗屎的狗崽子，你跟叶延平一样，都是来讨债的，老娘跟你们拼了！第二天，负责挑水的叶延安慌里慌张地跑回来。不好了，村里的古井水位下降了，李正决定每家每户用水减半，今日咱家只有1桶水。被突然出现的飞禽吓了。啥东西？李正，这可咋办呢？田里的秧苗本来就半死不活的，如今水少了，今年怎么熬得下去？眼瞅着就是秧苗抽穗的时候，这可如何是好啊？今年看样子要颗粒无收了，老天这是不给咱活路啊！事已至此，先往好处想。现在至少还有1口水喝，好过那些水都没得喝的村，只剩逃荒一条路。莫要抱怨了，天灾之下就没有日子好过的，都回去，该干啥干啥，日子还得照样过，别自个儿乱了阵脚，老天爷总会给咱留一条活路的。妹妹，哥哥带你挖蚂蚁洞去。大家今天怎么了？哥哥不洗脸就算了，早饭都不吃吗？娘，大半桶水全部浇下去了，一滴都不敢浪费，可还是不够，即使全家一口不喝，只怕也就不毁秧苗。那你说咋办？总不能眼睁睁看着秧苗就这样死了。目前这个情况，浇秧苗吧，秧苗不一定能活到结穗的时候，可不浇吧，又不舍得放弃那一丝渺茫的希望。我想起来了，那件特别重要的事，脑包水。叶不为一愣，小九怎么又说咸了？妹妹说的是水。云娘以为小九渴了，倒了小半杯冷开水过来，结果小九小手直摆了摆，拉着小文小武一顿英语书听。妹妹说她有重要的事要跟你们讲。咋的？爸爸拉裤上了？哥哥，你瞧阿奶说的啥？气死小孩了。放心，交给哥哈。你们大人真是的，一天到晚就知道巴巴。我们小娃娃操心的是大事。妹妹说她知道哪里有水。真的？难道小九昨夜又做梦了？大哥，你不知道，之前小九梦见你呗。所以在山里那时候，小九是想告诉我那里有水，只是我当时没听懂。小九，我们走。不过小孩的一句戏言，老爹还当真了。阿平，一起去。好的，爹。爹，我也想。不，你不想。阿平在昨日摘野果的地方汇合。小九，这里真能找到水？是的。阿爹，我看这事悬得很。爹，你想想看啊，都说水往低处走，咱村地势比这里低多了，那么深的古井都没水了，山上又怎么会有水？要不我去打个猎，至少不白来一趟。急什么？这地方要是有水，我把名字倒着写。老爹就是太宠小九了。得的，这里挖。刚开始叶延平心不在焉的拿起铲子不想挖，他想打猎去，本想随便应付这些，结果挖着挖着，土壤竟然越来越潮湿，他顿时乐了，一股清泉从地底冒了出来。爹，真的有水。阿平，记得以后名字倒着写。
爹，你都听到了，我们咋知道小九这么什么？小九，你告诉爹爹，你咋知道这里有水的？你知道你立了多大的功劳吗？找到水源以后，田里的秧苗就有救了。爹，我再去挖点野菜，今天就不打猎了，想快回家分享这个天大的好消息。又是挖野菜，就不能来点肉肉吗？小九一听就急了，小手手一挥，一只鸡扑腾着翅膀飞向叶岩，被突然出现的飞禽吓了一跳。啥东西？哈哈哈！今日行大运了，白捡一只鸡。看来这个方法可行也，只是一只鸡会不会太少？家里那么多人，一只鸡也不够吃呀。小九想了想，突然间10几只鸡扇动着翅膀朝朝往飞，寂静的山坳像海边的机场。爹，有件事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下鸡雨了。哎呀，我信。燕平，哪来这么多鸡？你这是掏空野鸡窝了吧？嘿嘿，运气好，我总不能跟别人说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延平，你这运气也太好了，昨日才猎到老虎，今日又搞到这么多鸡，全村的运气都被你一个人用完了吧？可不是嘛，这么多鸡你家咋吃得完？不如见者有份，让大伙也打打牙祭。对呀，反正你这么会打猎，这些对你来说不过手到擒来的事。叶延平被围在中间，挠着头，一时不知该怎么办。倒不是小气，他是舍得分享，但他也知道这种事情一旦开了头，以后就会刹不住车。阿平在那杵着干啥呢？还不给老娘滚回去！有些人真是狗掀门帘子，全凭一张嘴。王大麻子，说见者有份的是你吧？对呀，咋了？我估摸着阿平这一趟收获不少，给乡亲们尝尝鲜不是应该的吗？应该的，凭啥呀？凭你脸大嘴馋不要脸！王大麻子，不是我说你，你家回回吃肉的时候咋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的，缝都不留一条？你倒是也让大伙见者有份尝尝鲜啊！自家做不到的事到我家就成应该了。真是蝙蝠身上插鸡毛，不知道自己是什么鸟。嘴巴想成点好的事不去茅坑啊，里面多的是，管饱。还有你大嫂子，咱聊聊。是你说我家延平打猎不过手到擒来是吧？我没有其他意思，就是说延平有本事，有本事就活该被你们这些人拦路打劫呗。一个两个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啊！打猎那么容易，你倒是让你家儿子去啊！野熊岭既没关门又没上锁，你一日去10趟也没人拦着。别怪我没提醒你，山里有恶鬼，专吃不要脸的。我操！还有刚才谁说阿平用全村的运气来着？我看是他是憋下的东西，王八蛋！秋月，别拦着我，我还没掰扯完呢。一个个是莲藕托生的吧？心眼全让他们占光了。哦，就他们聪明，当老娘是傻的是不？老娘今日不发威，他们明日就要顺杆爬着蹬鼻子上脸。小九见洛秋月气得直喘，伸出小手手摸了摸他的脸。没事哈，小九，阿奶就吓吓他们。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咱不惹事，但也不能怕事。这些人就是属黄瓜的，欠太，不能惯着他们。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凶巴巴的女人了。今日这鸡也是你变出来的吧？阿奶一眼就猜到了。惨喽，你都知道是我变出来的了，那这鸡全家还吃得成吗？小九，你变出这么多，是想让咱全家都吃上对不？小九连忙点头。你是不是总在想，为啥有那么多的鸡蛋，却不让全家人一起吃？因为阿奶担心呐，你是天上的仙女下凡尘，可如今到底是个凡人不是？万一你变出来的东西要用你的福报来交换，那咱宁可不要。原以为他们不用我变出来的东西，是害怕这些东西来路不明，给他们带来麻烦和祸患。但现在我懂了，叶家真的不一样，他们即使快吃不起饭了，还是不愿使用我的赠与，仅仅只因为不想让我受到伤害。说真的，来叶家这几天是我2世以来过得最快乐的时光了。阿奈，哎呦，阿奶的小酒保哦。就算是平日大大咧咧的洛秋月，此刻的心也快化成一滩水了。阿奈，不要怕。小九是想让阿奶不要怕吗？是的。小九变东西出来，对小九会有不好的影响吗？没有影响的。那阿奶就听你的，不能让小九的好意白费了。阿奈，棒！终于肯用我的物资了，真是不容易呀。走，小九，跟阿奶杀鸡去。哥，真的是小九，他指着那地儿让你挖，一挖就能出水。
小九，能不能告诉二叔，你咋知道那地方有水的？知道就知道，问什么问？娘，我咋一日挨3顿打嘞？我是捡来的吧？滚去杀鸡去！有肉吃，几只？你想几只？怎么着也要2只吧？咱家9口人，1只的话，味都没尝到就没了。叶延安，你又飘了是不？你当鸡是大风刮来的，1只鸡不够你吃是不？要不你干脆把我炖一锅吃个够。我错了，1只就1只。阿奶，阿奶的小九，阿奶在嘞。细鸡啊，妹妹说4只呢。小九是说要4只鸡吗？呐。小九说完，全家人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乐村乐身上。那就4只，小九说啥就是啥，听小九的。小九，要不以后二叔跟你混好不？去，谁要你这呆瓜跟着了？哥，这个家看来是不需要我了。二弟呀，看来你没听过一句话呀。啥话？老大闯，老三惯，老二受气倒霉蛋。阿平，山里找到水源的事，你去跟李正说一声。爹，我明白的。延平呢？你家今日已经挑过水了？我不是来挑水的，我和我爹今日在山里发现了一处泉眼，我正打算进山去挑水呢。山里有水，在哪儿？对现在的黑河村来说，水就是命。如果山上真的有水，那全村就有救了。真的？大伙若不信，跟我一起走一趟不就知道了？这么说，咱村有救了。延平，我跟你一块去，我这就回去拿水桶。那水源地在哪？有多远？在野熊岭，不怎么远，估摸着20-30里地。野熊岭20-30里地？咋了？那地方不是野熊岭最深处，没啥危险的，而且20-30里地又不远，个把时辰就走到了。众人一时间无语的看着他，表情充满了一言难尽。叶延平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们咋了？这样瞅着我干啥？20-30里地，你说你只用个把时辰，可我们2个时辰都未必走得到。而且那里是野熊岭，没准又跳出一只大老虎，只怕水没打到，人就没了。那你们还跟我一块去打水吗？叶延平也不想再打击大家，他身上是有力气多的用不完，但他真不知道区20-30里对别人来说这么难。咋去？出动家里的青壮劳力，一来一去花上4个时辰。打水就花上整整1天，家里的农活谁干？而且担着水桶一晃一荡，到家的时候桶里还能剩下多少水？万一遇上个野兽啥的，只怕小命都折进去。远水解不了近渴，那处水源也就对延平你一个人有用。看来我们是无福消受了。对呀，我还以为老天开眼了呢，不成想还是没活路。对不住，我以为这是个好消息，没想到会给大家带来了更大的失望。延平，感谢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没人怪你，要怪只怪大家不像你力气大走得快。看着乡亲们那亮起来又暗下去的眼神，心里顿时难受。他恨不得一个人就能把全村的水都担回来。不好了，古井不出水了。黑河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所有人都从家里跑出来，来到打谷场集合。乡亲们，最后一口井也干了，咱黑河村只怕要完了。你们舍得咱村完吗？当然不舍得，可又有什么法子？各位先静一静，听我把话说完。叶延平在野熊岭找到了水源，今日他从山里担水回来，不少人都看到了。换句话说，黑河村还没到无路可走，咱还有希望。李正的意思是让大伙跟着叶延平进山打水吗？野熊岭是有水源没错，但那地方不是谁都敢进去，20-30里地也不是说走就能走到的。可不是，村里大部分人家都做不到。李正此刻眉头紧锁。我打算组织村里的强壮劳力，由叶延平带队，每日专门进山打水，打来的水供全村饮用。安全问题大家不用担心，相信有延平在，野兽来了也不怕。只是田地里的庄稼肯定是保不住了，今年不会有任何收成，大伙心里要有数。家里的劳力去打水了，全家的生计咋办？既然庄稼都保不住了，农活肯定就没得干了。为了填饱肚子，全村都上山挖野菜去，挖到的野菜分一部分出来，给这些出了劳力的人家。你们犹豫啥？不然你们说咋办？眼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是我唯一能想出来的让全村都活命的法子。你们要是觉得这个法子不可行，那就只剩一条路，逃荒去。听到这些村民顿时心头一紧，这些年他们听说了不少逃荒的事，那些人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而去的，哪一个不是一不小心就死在路上了？脑包你搜。李正还有一个办法。延平他爹，你有法子？他一个瞎子能有什么法子？延平爹，你且说说看。
李正刚说的组织人上山打水，这确实是一个办法，但解决不了长久的生计问题。田地里没了收成，野菜也有挖光的一天，到时候总不能光靠喝水活命。听到这，李正脸色顿时有些不好看。这个弊端我也知道，我刚才也说了，眼下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好过全村明日就集体逃荒去。可若按李正你的法子，等到全村人耗光家中的银子和余粮的那一天，那时用来傍身的银钱和粮食都没有了，逃荒路上更是必死无疑。那照你的意思，眼下就要逃荒去？眼下就逃荒？不行，我们不去。李正，你别听一个瞎子胡扯，我们只听你的。弟呀，叶家有个叶延平，不用担心墨水没粮，跟咱情况不同，叶家就不用来凑热闹了。叶不为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人，他知道个啥？吵什么吵？能不能听我家老爷把话说完？一群不知好歹的东西，竟然骂我的男人，真是狗眼看人低。各位，我家阿平一日可进山3、4趟，打回来的水能让庄稼喝个饱。我们确实可以不掺和，但老爷既然开口献策，难不成是吃饱了撑的？他是为了咱村，为了你们，你们不感激就算了，还要恶言恶语攻击他，你们还是人吗？老爷，跟我回去，他们逃荒也好，饿死也罢，跟咱无关。众人自知理亏，顿时不敢吭声了，而且他们不敢得罪叶家，因为如今还需要叶延平带着他们找水源。延平娘话糙理不糙，确实是这么回事。大家刚才是激动了些，我代表大家赔个不是。延平他爹，你不要生气，你接着说。眼下我们需要水，不仅仅是饮用，还要救活庄稼。一劳永逸的办法有一个，其实大家都知道，那就是挖山开渠，引水进村。叶不为的话瞬间让全场的人们瞬间炸锅。挖山开渠，做什么梦？不可能！你当人人都像你家叶延平一样力大无穷，20、30里的山路，几个月都挖不完。等水渠挖好，咱早就饿死了。你们将事情想得太复杂了，挖渠引水确实不容易，但远远没有你们说的那么难。敢问李正，黑河村的青壮劳力大概有多少人？咱村一共有206户，青壮年劳力怎么着能有400人左右。好，那我给大家算笔账。水源离黑河村20、30里远，也就是说最远距离大概是5000丈。请问各位，一个青壮年劳力一天能挖多长的水渠？水渠嘛，不用挖多深多宽，一个劳力一天怎么着也能挖个10来丈。很好，一人一天10丈，400人一天就是4000丈。由于在路上要花不少时间，我打个折扣，只计3000丈。你们发现什么问题没有？发现了，咱需要挖的水渠长度是5000丈，全村一天最少就能挖3000丈，也就是说，不到2日时间，水渠就能挖成。棒棒！众人顿时瞠目结舌，他们好像听明白了，又好像没听明白。不到2日就能挖好水渠，引水下山了。也就是说明日上山开挖的话，最迟后日就能引水下山了。这是上天听到了我的祈祷，给我派接班人来了。庄大狗子终于可以撂挑子。怎么霍家的劳力没来？李正，这次挖渠我家就不参与了。老霍家，这是你一个人的主意还是全家人的主意？当然是全家的主意。我闺女嫁在隔壁景湾村，她自家院里就有一口井，我要用水，去我闺女家担就行了。霍大年，你可想好了？咱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家不参与挖水渠，到时山上引来的水，你家可一滴都不能用。而且我昨日就说过了，这是咱村家家户户都要参与的大事。你家选择退出，就是不把自己当成黑河村的人了。李正，你就不用为我家操心，水我自会去闺女家打。黑河村我很快就会搬出去，我家中年媳妇说了，等中年考上秀才，就让全家搬到镇上去住。既如此，那我没话说了，希望你不会后悔。李正说这次全靠自觉，如果听到谁偷懒的，他也不强求，直接让人退出，回村跟霍家为伍。其实大家这回都想明白了，要想活命就要速战速决，所以很多村里年龄够的也自觉过来帮忙。而另一边的叶延平自己前，一只手铲子在他手上快落出，速度快得惊人。你们见到叶延平没有？怎么不见他来挖水渠？人家本来就不用挖，水源是他发现的，大伙的安全也要他保护，指不定在哪个树荫下睡大觉呢。可这不是没有野兽吗？那他岂不是啥都不用干？那也没办法，谁让人家本领大，你不服气都不行。
不好意思啊，我想着我力气大，一个人可以多挖些，没想到让你们误会了。延平，是我们误会你了，你就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叶延平擦了擦汗，也不与他们计较。水源就在前面，快去喝吧。延平，刚才是我们不对，如果不是你，我们只有渴死的份。其实即使你啥都不干，我们都应该感谢你，我们就是嘴贱，你别放心里去。就在这时，半山腰上突然响起一声悠长的狼嚎，令人毛骨悚然。不好！密林里一群狼早就盯上了村民们。叶延平不是说没有野兽吗？这次我们被叶家害惨了，我们快没命了。他倒是躲起来了。谁说我躲起来了？延平，你终于来了！大家像看到救星一样，不少人手忙脚乱的就要往山下跑。叶延平死死盯着前方。大家不要动，落单必死无疑。那咋办？跑也不能跑，只能等死不成？叶延平咬牙，我自然会尽力，但这是狼群，想活命的话，你们也做好搏斗的准备。说话之间，憋足劲的狼群一跃而起，村民们被吓得齐齐闭上眼睛。接着一道寒光闪过，便是狼群惨烈的哀嚎声。大家睁开眼睛，只见叶不韦手中握着一把长剑站在他们面前。爹，你终于来了！大家没事吧？有没有受伤？没有人回答他，只是呆呆地盯着他，连眼睛都忘了眨。说出去谁信？一个瞎子一剑杀死了10几只狼。都说叶延平厉害，看来叶延平的爹更厉害。而这时山下的村民也听到狼嚎，知道上面出事了，但却没有人赶上来。而挖渠的队伍本就是从山上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村里很快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而被狼群吃掉的人数从最开始的10来人，谣传到了上百人。都说了，野熊岭不能随便进的啊，横竖都是死，我宁愿饿死渴死也好。早知道会这样，就不该进山挖渠的。我的儿啊，你可不能有事啊！大家不要慌，这个消息不一定是真的。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咋能跟没事人一样？你儿子那么有本事，咋任由野兽伤人，也不会护着点大火？他儿子说不定躲起来当缩头乌龟了。都是因为你儿子说山上有水，大伙才会进山挖渠的，都怪你儿子。要不是你家男人让进山挖渠，就死不了这么多人。要是我家儿子出事，我就跟你拼命。怪他作甚？怪叶家作甚？要怪就怪我，是我做的决定。我是一村之主，要错也是我一个人的错。你们要骂就来骂我，要拼命的只管找我拼命。咋的？都怪起我了？我家老叶和3个儿子都在山上，我有说啥吗？我知道你们担心家里人，心里急。你们刚才的话我先不跟你们计较。我之所以不慌，是因为我相信我家阿平，有他在，不可能出这么大的事。100多号人被狼吃了，打死我也不信。说完，这时大伙才想起杀死大老虎的叶延平，不少人眼神顿时出现了松动。都安心等着，我到亲眼看到的那一刻，我都不相信他们会出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回来，本是有气无力的李正站起来，跳脚骂得奋起。是哪个龟孙传的谣言，说100多人都没了的？你出来，看老子的鞋板抽不烂你那张破嘴！娘，大哥怎么还没回？延平娘，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事？怎么着也该回了，不会真的出事了吧？等着，还等个啥呀？这20个人只怕是回不来了。李正呢？如此也算是万幸。之前说100多号人都没了，可把我吓得魂都没了。哎，真惨啊！幸亏我家没有参与挖渠，不然我家大年指不定也回不来了。想到我大儿差点被饿狼吞掉皮肉骨血，我就忍不住发抖，活活被咬死。你说那该多痛啊！够了，老霍家的，你不说话没人当你哑巴。我这不是担心大伙吗？看大伙急得魂都没了的样儿，我是真心疼。你这是心疼？谁听不出你在幸灾乐祸？我今日不把你这一肚子坏水的老货嘴巴打烂，我就不是洛秋月。秋月，你又讲粗话了。他们回来了，他们没事。哎呦，我的牙！霍老太被激动的人群撞倒，2颗黄牙从嘴里蹦了出来。黑河村今日上山409人，下山409人，一个不缺。满山都是狼嚎，你们咋一点事都没有？10几只恶狼，却无一人受伤，这简直就是奇迹！多亏了叶家父子，是他们杀掉群狼，救了咱。叶家父子，延平爹也杀狼了，是真的。延平爹，你这是真人不露相啊！竟然瞒了大伙几10年，到底是为啥啊？有那么好的本事，怎么都不见你出门？咋这么多话？把狼给叶家送回去。
这些狼虽是我和阿平杀死的，但算全村挖渠时所得，如何处理但凭理政安排。众人顿时惊喜不已。你的意思是这些狼归全村？是。那感情好，10几只狼全部炖了，全村都能打打牙祭了。听说狼肉可香了，没想到八区还有这么大的意外收获。看着那些喜形于色的脸，洛秋月板着脸冷笑一声：“这事我不同意，狼是我家杀死的，你们凭啥白捡好处？刚才那些指着我鼻子骂的，你们咋有脸吃我家的狼肉？”秋月，我知道你让我不计较，但是他们不配。你们没下山的时候，他们谣传死了100多号人，一群人围着骂我一个，说是叶家害得他们丢了性命，要我偿命，说如果没有叶家提出挖渠，就不会有人上山。试想今日你和阿平要是没把人带回来，咱叶家会是什么下场？既如此，秋月，那就听你的。是哪个混账说那种话的？挖渠是大家商量好的事，出了事咋能怪叶家？延平娘，那些都是一群没脑子的货，你别气。哼，之前他们围攻我的时候，不见你们说一句公道话，怎么现在哑病突然就治好了？脑包，教训他们，他们欺负阿奶。本人少时确实学过几日功夫，但并不是有意隐瞒，只是因为当年受过伤，这辈子都不能用武。今日情急之下，为了护住大家奋力一搏，已然受了不轻的内伤。延平爹，你没事吧？伤得重不重？乡亲们，没事就好。爹，您没事吧？您别吓我呀，爹。这一路上咋就没发现爹受伤了呢？此时叶延平哭了，洛秋月更是哭得伤心欲绝。老叶，你咋这么傻？你为啥要搏命救他们？这是一群没良心的豺狼啊，不值得你如此啊！我们有良心的，我们会一辈子都记得延平爹的救命之恩。我不信你们这么说，不过因为你们毫发无伤，但凡少了一块皮一根毛，都会怪叶家保护不力。李正，明日挖渠我家就不参与了。今日算是白送给村里4个劳力，明日山上是狼是虎都与叶家无关。水渠下来的水，叶家保证一滴不用。你们这是干啥？我家不缺柴。延平娘，这是向你认罪赔礼的。别，我可受不起这么大的礼。我是个爽快人，事情再掰扯就没意思了。你们想叶家进野熊岭，但叶家实在不能去，不是故意为难大家，实在是责任太重，我们担不起。延平娘，我们真的知道错了，我们不会再让叶家担责任，万一真有啥事，绝对不会怪到你家头上。话是这么说，但我家都是实在人，若山上真有什么危险，还是会搏命救你们。我家不为已经为你们受了伤，我实在冒不起这个险。大伙都回去吧，你们不要逼我了。众人顿时急了，这些年他们为了求雨，不知道跪了多少次，但像这样集体跪下来求人，还是第一次。你就救救大伙吧，不然大伙真的没活路了。延平娘，你可怜大家，咱不能去桃花啊！跪，谁不跪啊？一跪就换来免费保镖，哪有这么好的事？这时，三小只也恰好从房里出来。阿奶，你为啥跪着昂？不是只有错事的小孩才会罚跪吗？好家伙，外面除了李正阿爷，其他人全都跪了。看样子是全村都做错事了。哥哥跪，我也跪。阿奶，起奶。小九乖，这么小就懂得心疼人。阿奶没事，跪着呀，好过被人家逼着上梁山。众人面露羞愧之色，他们确实只能这样了。全村人决定，今日无论如何都要跪到洛秋月的原谅为止，不然全村人注定要去逃荒。哎，我是孝顺的宝宝，也陪阿奶受苦吧。小九在洛秋月后面找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地面，然后双膝一弯跪了下去。刚跪下，只见天空突然一个大炸声，大家顿时脸色发白。这样的艳阳天咋会不停打雷？天有异象，是不是要有大事要发生了？我好像发现了一件很好玩的事。为了证明事情的真实性，他决定多来试几遍。只见天上的雷像是配合的似的，大家都注意力都在诡异的雷声上，没人注意到洛秋月背后的小身影。而一旁的叶延安和叶延顺两人下巴掉到地上。我突然明白全家人为啥都对小九言听计从的原因了。合着除了我俩，家里其他人都知道小九是神仙。真是上天的警示，不能存自私自利之心啊！延平娘，大伙真知道错了，也知道这事儿怎么着都是叶家吃亏，你就当做善事，给子孙积福好不好？积福。这句话让洛秋月心中一动，因为小九的神通总是让他心里不安稳。他和芸娘总担心上天哪天会把小九召回去。叶家确实应该多行善，给小九积福，让他能平安长大。行了，都起来吧，明日还要上山挖渠，省些力。你这是同意了？
不同意能咋办？我只是一时气不过，现在也消气了。说到底，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伙走上绝路。但我希望你们记得今日说的话。记得的，记得的。谢谢你，大人有大量。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啥条件？你只管说。我家小九儿身子骨不好，我寻思着托大家的福，给他吃百家米，穿百家衣，到时要去各位家中讨要米和布。还以为多大的事呢，哪需要你亲自去讨要，我这就回去寻一块花布，抓一把米送过来，用我老陈家的，保证小九长命百岁。我老张家的也一样，小九用了无病无灾。陈跟张这两个是谐音，寓意着成长。做百家衣的都喜欢去这两个姓氏的人家讨，因为听起来紧。眼见事情解决了，大家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有好些日子没到镇上去了，如今糙米几文钱一斤了。今日我和芸娘去了趟镇上，粮食已经涨到12文了。3文钱一斤的糙米涨到12文了，这简直是明卡。即使水的问题解决了，离收割还有2个月的时间，这2个月的空档咋办？这几年大旱已经将家底掏空了，哪里还有银子去买这么贵的粮食？家里有余钱的，尽快去镇上买粮食，这粮价只怕还要涨。买不起啊，太难了，活不下去了，咋就盼不上一日好日子呢？说啥丧气话？2个月后就有新粮了，这2个月即使啃树皮吃土也要熬过去。加油干，争取在天黑之前挖通水渠。我看行，今晚回去就能好好冲个澡了。咋跟娘们一样只记得冲澡？哇，今晚要枕着我家的田埂睡，亲眼看着秧苗姑姑喝饱水。就在大家都以为胜利的曙光近在咫尺的时候，突然遇到了意外，完全挖不动。试一试能不能砸烂？不行，手都震麻了。附近的人都围了上来，大家合力一阵清理，将方圆3、4丈的地面都清了一遍。这块巨石终于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看着像山一样的大石头。叶延平无奈苦笑，我也办不到，解决不掉，那不是意味着这几日白干了？老天爷，你是故意捉弄大伙的吧？李正，你快出个主意。眼下除了改道，别无他法。改道谈何容易，只怕到时白忙一场，还是无用功。实在不行，以后我每日带大伙上来挑水。什么洗澡，什么看秧苗喝水，都只是一场梦。如今梦醒了，就不该想着与天斗，只是一群蝼蚁，什么都改变不了。认命吧，爹爹。爹，小九，你们咋来了？延平爹咋不在家里歇着，小心身上的伤？终究还是不放心，来看看。劳烦你了，受伤了还惦记着大伙，只是这几日算是白忙活了，水渠还是挖不成。延平爹，你有那么大的本事，会不会有办法？小九扒拉着小短腿走到巨石上，凑近看了看，怪不得砸不烂，原来是花岗岩。之前搞特制勘测的时候都是用的钻机，可这里没有机器，只能靠人力，很显然是搞不定的事。脑包，偶来，你来。都九，小九是想让大伙都走吗？是的，都九。那大伙都早些回去歇着吧。我和我爹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法子。下山的时候点着火把一起走，野兽怕火不敢靠近的。众人闻言默默散去。叶延平让李正也回去，可李正不同意，非要留下来商议。脑包那里。小九要去哪边吗？1、2、先去，都去。小九伸出小手，指了指包括自己在内的4个人。李正吃惊，小九咋这么聪明？这么小的娃娃就会数数。不过现在天黑了，那边有大老虎，专吃小娃娃，可不能去。好，一起去。叶家宠这孩子真是宠到没边了。那你们去吧，我就不。李正的话没说完，手臂被叶不韦一拉，接着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飞了起来。跟着叶家这么刺激的吗？老命都快给他吓没了。你爹不是受了内伤吗？咋还能飞呀？我爹回去只怕要吐血。吐血？这么严重？那还飞个啥呀？他又是要干啥？这还要给小九捉小鸟玩？都啥时候了，还有这心情？要我说，不能太由着娃娃，惯坏了以后不好找婆家。这时，只见小九小手一挥，一声巨响，山坳里火光冲天，大地一阵剧烈的震动。啥情况？这场面怎么跟霍家被雷劈时那么像？只是威力好像更大一些。难不成？李正说着，突然就走到叶不韦面前。原谅小人有眼无珠，神仙在上，请受小人一拜。误会，我不是什么神仙。没误会，您就是。我不是。您刚带我们来那么远的地方，不就是为了不被碎石砸中吗？你见过眼下的神仙吗？
还别说，真没有。两束灼热的眼神突然转向叶延平，叶延平慌得双手直摆。不是我，真不是我。你们就瞒我这傻老头子吧。拢共就4个人在场，不是我，不是你，不是他，那会是谁？难不成是小九？哈哈哈！等等，好像是小九在大石头那里看了又看，提出让所有人都离开，然后叶不为才带着几人去山那边躲避的。这时，李正想起霍家被雷劈，还有叶家近日的种种际遇，还有刚才小九的那一挥手，所以小九才是。小九只是普通的小娃娃。李正，你刚才也说了，这是神迹，凡夫俗子还是不要妄自揣测的好。是，天机不可泄露。我懂。庄大狗子，你犯了大不敬之罪，知道吗？你刚才还说小九长大后不好找婆家的话。听见炸响，路上的村民急急忙忙折回来，看着碎成渣渣的石头，大家呆住了。大伙，这是天雷，这是上天在帮黑河村，还愣着干啥？快挖呀，今晚就能通水了呀！叶家是大功臣没错，为了感谢叶家也是应该的，但李正对小九的态度为啥那般谄媚？通水了，有水了，好甜好清的水。老霍家的，你不能用水缺里的水。大家心里一激灵，齐齐看向霍家的田。只见霍老太拿着一把锄头，鬼鬼祟祟站在田埂处。我就是来看看。那你拿着锄头干啥？不就是想挖缺口放水到你家田里？我这不是瞧着大家田里的水都满了吗？满了也轮不到你，投机倒把的祸害。这时李正走过来，当日说的清清楚楚，你家不挖渠就不能用渠里的水。怎么，你当我说话是放屁？李正呢？这水不是用不完吗？都是一个村的乡里乡亲，今日你帮我，明日我帮你，非要弄得这么生分干啥？实在不行，明日让我家大年去山上再补挖几锄头，把水渠再修好些，这样总行了吧？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我看你是豁牙子靠墙，卑鄙无耻。一道中气十足的声音不负众望的出现了。咋回事？如今的人都这么不要脸了？啥事说嘴打嘴，现世现报，说的不就是你这种人？不肯挖渠的是你，阴阳怪气的是你，想着白捡便宜的还是你，咋哪都有你呢？你脸咋那么大呢？我看你是扒了皮的癞蛤蟆，活着讨人厌，死了还吓人，哪凉快哪待着去。今儿是大伙高兴的日子，你别出来蹦跶，膈应人。若是得罪我对你有啥好处？大伙看着点渠里的水，别让人钻了空子。不是我心狠，而是不能开这个先例。这回我若松口了，下回就有人跟他一样，以后村里再想叫人做事就难了。最重要的是，霍家竟敢那么埋汰小神仙，让他受了那么多苦，简直是离大谱。咋还不歇着？大晚上的把眼镜熬坏了。我寻思着把百家衣快做好，给小九穿起来，心里踏实。这么多？咱小九真是好福气，寻常人家做百家衣，哪能收集到这么多家的？村里除了霍家，每家每户都送不过来了。小九的百家衣上应该有全村的福气，少了一家就是遗憾。我明日去问问叶延兰，看他到底是咋想的。小九怎么说也是他的骨肉，他怎么连旁人都不如？行了，问他干啥？依我看，霍家就是个没福气的，他家的布我都不稀罕要。我才刚报上，都没捂热，你就抢？你报小文小武。天这么热，报个啥报？哥，是我们不够可耐。胡说，主要是妹妹太可爱。那也稀罕。小文小武出来玩喽，那边有好多人在挖野菜，我们也一起去吧。突如其来的热情邀请让小文小武有些懵，之前从来没有人主动找他们玩的。你妹妹好可爱哦。别上手啊，我妹妹很爱干净的。虽然被说了，但金宝银宝也不忙。李正交代过要对叶家的小九好，所以他们一早就过来找他玩了。小九，我是金宝哥哥，我是银宝哥哥，我们一起去玩好不好？好的。你俩没吃早饭吗？你家还有早饭吃哇？现在谁家不是一天只吃一顿，挨到中午再吃？小文小武想着自家最近天天都是鸡肉鸡蛋管饱，莫名有些心虚。小九慢悠悠走到金宝银宝面前，小手指着两人的肚子。大大，肚肚饿不过哥哥习惯了，饿着饿着就不觉得饿了。金宝银宝不好意思的笑，而小九给他们指了指不远处的灌木丛。大大，那边看看，那边有啥？阿爷说了，只要是叶家小九说的话都要听。哦，好多蛋！不一会，金宝银宝兜着满满一都蛋出来了，有大大的鹅蛋、鸭蛋，有白白的鸡蛋，总之种类多到他们数不过来。
哪里有蛋？不许抢，都给我留着！在哪捡的？快说！那边。眼前叫霍小虎，是霍大年的儿子，也是霍老太唯一的孙子。平日里蛮不讲理，最喜欢欺负人，还不许别人还手，不然他霍老太就会去别人家门前跳脚打滚。哪里有蛋？我咋一个都看不到？你们是不是耍我？等小九反应过来后，发现自己倒顾着小短腿就准备跑，他也不知道自己为啥听到霍小虎的声音后，他心里就没来由的害怕。大丫，你给我站住！把你捡到的蛋全部都给我，全部！大丫是谁？咋这么倒霉？小呢？霍小虎，你要干嘛？哎呀，了不得！小傻子如今都有帮手了。她是我妹妹，你不准说我妹妹。好了不起哦！之前一日被我欺负3回的小傻子，如今还被人护上了。既然你们要护着他，那正好，把你们捡的蛋都给我，不然我就打死他。你凭什么？霍小虎，你咋老欺负人，还讲不讲理了？咋了？你们也愿意当这小傻子的帮手？不要以为你阿爷是李正，我就不敢打你。我很快就会跟着阿奶进县城当少爷去了，到时你们这群小乞丐连给我提鞋都不配，都给我让开！哼，坏淫！这时小九从几人中间钻了出去，直接站在霍小虎面前。小九，你不要过去！你们瞧见没有？就算他如今是叶家的人，但我让他过来，他就乖乖的过来，可听话了，是不是啊，大丫？只见小九的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他，透出一股寒意，看得霍小虎心里直犯怵。隐隐觉得这丫头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快把蛋交出来，不然打得你们满地爬！逮你！叶小文几个愣了。小九啥时候去捡的蛋？霍小虎得意极了，早些交出来不就行了？今日心情好，暂且放过你这小傻子。大大九肥嘎，那我们回家去了。哥哥，小九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啊，是有点傻乎乎的，被霍小虎欺负成那样了，他还傻了。不过他长得那么可爱，傻一点也没啥。这是咋了？被谁欺负了？我们没保护好妹妹，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妹妹被霍小虎欺负。两兄弟仰天大哭，眼泪像雨点一样砸在地上。他们觉得自己太弱了。洛秋月弄清事情经过后，哭啥？不就霍小虎把小九的蛋抢走了吗？去要回来不就行了？小九扯着他的袖子，小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小九不让阿奶去，那可不行。阿奶不能看着小九被霍家的兔崽子欺负了。说着一把抱起他，几人直奔霍家而去。结果走到半路上，就听到霍家传出惊天动地的喊叫：蛇啊，好多蛇！小虎，你咋了？小虎，你快醒醒啊！洛氏，你给我出来！干啥？我可没空陪你玩。把你家那个扫把星叫出来，就是你家那个哒哒哒的害得我孙儿。你敢打我？打的就是你，你个嘴贱的老货！我警告过你不止一回了，你咋就不长记性？全村都知道小九是我的命，你这老货胆敢跑上门来骂，不就是老鼠舔猫鼻，找死！说完还是不解气，洛秋月紧接着又是一记耳光甩过去。杀人了，叶家杀人了！这是咋了？洛秋月一言不合就打人，我的老腰只怕是摔断了，我起不来了，好痛！哎呦！以前只知道他骂人厉害，没想到还会动手打人。这时人群中的霍家大媳妇姚氏冲进来，抱着霍老太悲悲切切的哭。娘，你咋被打得这么惨啊？娘，你可是咱家的主心骨，要是有事，一大家子咋活呀？老大媳妇啊，娘只怕是不行了，娘放心不下你们，你们一定要顾好家里。延平娘，这就是你不对了，老霍家的年纪大，受得了你一顿打。老霍家的是讨厌了些，但你不能动手打人呐。老天爷啊，还有没有天理啊？叶家仗着他们家有人会武，欺负香菱横行霸道啊！姚氏瞅准机会就嚎啕大哭，知道叶家不好惹还敢来，谁想作死我就成全谁。这老货找上门来骂小九，我给了2耳光。咋了？我觉着打轻了，狗咬断魔的，自己犯贱送上门来挨锤，我不打他天理不容。那些刚才说我不该动手的，你们自己要做孬种与我何干？我今日把话放正，他敢骂我就敢打。
你家那个大的把蛇蛋给小虎，害得小虎吓晕过去。我妈妈咋了？才不是，是霍小虎自己从小九那抢的蛋，不是小九给的。对，是霍小虎自己抢走的，我们都看见了。这时金宝银宝拉着李正过来了。小虎，你为啥抢小九的蛋？我没有，是大丫主动给的。你骗人！你非要小九把蛋全都给你，不然就打死他。我们都可以作证。你们都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混账！这么多人指认你抢了小九的蛋，你不但不认错，还敢出言威胁，是谁将你纵得如此无法无天？李正，我家小虎从来都不说谎的，这些娃娃是故意往我小虎身上泼脏水。对，他们一个个全都嫉妒我，阿奶，他们全都欺负我。霍小虎缩在霍老太怀里，顿时装出一副小可怜的样子。我可怜的乖孙样，阿奶今日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你放心，阿奶就是拼出这条老命，也要给你讨回公道。今日谁作证都没用，天王老子来了，都是有人用蛇蛋来谋害我家小虎，我不过来讨一个公道，就被毒打一顿，腰都打断了。李正，你要为我主持公道，不然我就去县衙击鼓鸣冤。看来洛秋月今日是被讹上了，惹了个大麻烦上身。众人一时无言，刚才那些打抱不平的恨不得扇自己鸡嘴巴。啊！救命！突然霍小虎哇的叫了一声，一只金色的小蛇飞出来，直直落到霍老太肩膀上。霍老太被吓得忘了腰断的事，惊慌失措的从地上爬起来。大家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这是神蛇，在金蛇面前，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都不可说昧良心的谎言，做有违良心的事，否则会遭灭顶之祸。大禹国一直流传金蛇的神话，传说在很久以前，君王昏庸残暴，百姓苦不堪言。这时，一只遍体金色的蛇出现在金銮殿上，从此国家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金蛇看了一眼跪着的村民，又将目光对准了霍小虎，被那碧绿的眼睛一瞅，顿时面色如土。蛇神饶命！我再也不敢说谎了，但确实是我自己抢到的，不是别人给的，我错了。小虎，你……霍老太正要说话，金蛇将脑袋凑了过来，眼里射出的寒光让他身处冰窖一般。我就是故意来找茬的，就是想了他家几两银子，他家卖了老虎又卖了狼，银子多得很，我就想敲一笔竹杠，故意惹恼他。今日不管他动不动手，我都来上他，我错了，求蛇神饶命。蛇神大人，求求您放过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您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不要再吓我了。蛇神大人莫不是嫌地上脏？小金蛇矜持地点了点头。快为蛇神铺路，秋月你家离得近，快去拿布，一定要干净的。这块布是买来给小九做新衣服的。哼，稀有的。伴随着凶凶的小奶音，一只小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金蛇甩到一旁的泥地上，洛秋月和芸娘差点没晕过去。我脏了，我不干净了，这该死的人类幼崽！我的布在哪？在哪？稀有的，不给你。金蛇怒意汹涌，快如闪电的飞向小九。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中，小九伸出小手手，精准无比的掐住了金蛇的七寸。到底咋回事？我只不过在找主人的途中睡了一觉，醒来后就来到这个脏兮兮的地方，还被这个小屁孩轻轻松松拿捏了2回。这要是传出去，我的蛇脸往哪里搁？不行，今日必须挣回脸面。等等，这股熟悉又让人沉迷的甜美气息，怎么是从这个小奶娃身上散发出来的？所以说，他就是……蛇头蓦地抬起，一人一蛇，四目相对。这香香甜甜的奶香味，主人身上的味道比之前更好闻了。哎呀，咦，竟然被蛇亲了！这只脏蛇太过分呐！小九一脸嫌弃的用2根小手指捏着蛇尾，将金蛇丢进水里。好舒服，好喜欢，我又干净了。这真是蛇神认主。金蛇似乎是回应他的猜测，脑袋轻易的在小九手上蹭来蹭去。小九小手一拍，金蛇顿时乖乖趴下，众人目瞪口呆。小九这丫头连蛇神都敢打，她到底是啥来头？小九，快把蛇放了。好的。神女，小九一定是神女。你们弄错了，小九不是什么神女，她只是普通的小娃娃。咱黑河村有福了。李正心里乐开了花，但表情却很严肃。神女即使有神通，但到底只是个小奶娃，求天求地，最后还是得靠自己，不要等着天上掉馅饼。赞同，都说世间有神，但神也不能救所有人于水火。老霍家的腰不痛了，就问你后悔不？神女可是你亲自卖给叶家的。后悔？
笑话，一个小屁孩被当成神女，只有蠢人才信。我跟你们说，那蛇来的蹊跷，是福是祸还未可知。主人弄痛卷卷了。哼，谁是你主人？你就是卷卷的主人呀！小九一时间惊呆了，这蛇竟然能听到我的想法。蛇，你能不能不要跟着我？我不是你的主人哦。你在这，娘亲和阿奶都怕你，他们都不敢抱抱我了。主人，你不要卷卷了吗？呜呜呜！原来卷卷只是一条没人要的小卷卷蛇。卷卷的蛇命真的比蛇胆还苦，卷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还不如自爆蛇胆死了算了。你别哭了，你很可爱，一定有人要搭。只是我不想养蛇。小九想着自己之前也被人嫌弃来着，不禁有些心虚。金蛇一听哭得更厉害。主人，你都不养卷卷，谁养卷卷啊？你是不是忘了你本身是啥了？我本身还能是啥？不就一穿越过来的现代人吗？还能是蛇不成？总之卷卷就要跟着主人，哪都不去。卷卷吃很少的，还可以做主人的金项圈，还可以做金发簪呢。有了卷卷，主人会是全村最好看的仔仔哦。这时屋外远处有人喊：老霍家的大年被人打了。霍家得罪了神女，果然遭报应了。家人们，谁懂啊？这一天天的，看不完的热闹，吃不完的瓜。霍大年被景湾村的人打得鼻青脸肿，挑着空桶哭丧着脸回来了。这几日他都去隔壁景湾村打水，他亲妹子家就有一口井。这次大旱，除了妹子家的井没干，其他的井都干了。其实他妹子家的井早就被村里征用，变成了公用的，但因为霍大年是井主人的亲戚，大家一开始都没说啥。但随着霍大年一日3回往外挑水，景湾村的村民不乐意了，特别是他们得知我们黑河村挖了水渠，有用不完的水之后，现在的水这么珍贵，外乡人挑走一担，景湾村就少一担。娘，他们说打水可以，1担水要用2斤粟米去换。1担水2斤粟米，他们怎么不去抢？那是我闺女家的井，我用咋了？我这就去景湾村说理去。亲家母，不劳你去了，我来了。郑姐，你自家的井，你咋都做不了主，还让大年被人打成这样？还真是对不住。为了你家每日这几担水，阿香在村里求爹爹告奶奶说尽好话。你不心疼自家闺女，我却心疼我家儿媳。我早就劝你儿子跟着村里挖掘，可他不听。这次被打，说实话我心里咋样？说实话，我心里一点都不难过，甚至还觉得有点痛快。全村人都挖掘，就你家不挖，莫不是脑袋被驴踢了？阿香让我带话，他自个儿有3个儿子1个闺女要养活，别在明里暗里拖他下水了。那个赔钱的大的，你还是跪着去求你们理政吧。以后大家还是叫小九，不要叫神女，这是叶家人的意思，也是神，也是小九的意思。金蛇喜欢小九，不能说明小九就是神女，还请大家不要神化一个不到2岁的小娃，他其实什么都不懂。不叫就不叫吧，我们在心里叫。进入正题，今日让大家过来是有要事相商。乡亲们，就是外面乱了。今日叶家去镇上，很多粮铺、商铺被砸被抢了，乱民到处烧杀抢掠，还与衙役们交上了手。我今日还出去打听了，各个村的水井都挺不了几日，大家都没水没粮还好说，可偏偏就咱们有用不完的水，1个多月后还能收粮，不用想就知道多惹人眼红嫉恨。过不了几日，一定会有人来抢水，再过1个月，他们一定会来抢粮。李正的一句话，瞬间就让大伙齐齐变了脸色。不能被他们抢啊！保卫黑河村，不能让乱民进来。所以我跟延平爹商量过了，决定从现在开始，村里要组织护卫队巡逻，不论日夜，都不得让外村人靠近一步。巡逻队不是非得是青壮劳力，所以10岁到50岁之间的妇人小娃都成。发现有可疑情况，弄出动静让村里听到就成。叶延安，你负责登记。李正，这些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妇孺，让他们当巡逻队咋行？对啊，要去也是我们这些汉子去啊！急啥？你们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咱村迟早会是别人眼中的肥肉，到时苍蝇会来，豺狼虎豹也会来。若被联合夹击，即使全村1000多口人全部出动，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只剩被屠村的份。这回大伙也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顿时惊惶不安。李正，那咋办？建城墙。黑河村如今口子大开，
谁都可以进来瞎晃悠，只有建好城墙，做好防御，咱才有胜算的可能。从明日开始，只要是青壮劳力，每日都要出半天工在村口筑墙，到时找叶延平登记。我同意，必须建城墙，将豺狼挡在外面，进不来。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眼下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如果什么都不做，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乱民抢掠的对象。这时李正还特别点了名：老霍家的加入吗？不加入就搬出去吧。加入，肯定加入。我家除了仲年2口子在镇上没回来，其他所有人都加入。大年去造城墙，其他人巡逻。霍老太一反常态，极力支持。这回这么积极，是想用村里的水吧？我看可不单单是水，镇上都不安全了。我看他那个靠山不一定靠得住了。景湾村不让他打水了，再加上如今镇上乱了，2个亲家都靠不住了，他不低头才怪。上回是我不对，这回我将功补过。你加入可以，但一码归一码，水渠里的水还是不能用。那怎么行？不给水用，我全家不就渴死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水渠是全村挖出来的，即便我是李正也做不了这个主。你想用村里的水，就要亲自登门给每家每户赔罪。只要有一户人家不同意，你家就不许用水渠的水。嗨，我上门给大伙赔罪，我先给大伙跪下了。明日一早我会挨家挨户上门赔罪。看到霍老太直接跪在大家面前，大伙一阵叹息。说到底都还是一个村的，始终还是狠不下心。老霍家的大伙心善，不想与你多计较。水渠的水可以给你家用。好，那感情好。我话还没说完，你家一天只能用1担水，多的一滴也没有，全村都监督着，你别想耍滑头。李正，1担水哪里够？你要是嫌少，可以不要。要，我要。此刻霍老太的脸比哭还难看，看着霍老婆子那吃瘪的模样，村民们心里顿时就舒服多了。李正英明，就该这么干，做错了事就该付出代价。次日，全村人在叶家的带领下行动起来，大人们在村口挥汗如雨地砌起了围墙，小娃娃们也没闲着，各自都拿着铲子挖野菜。自从上次捡蛋后，他们每天都提着篮子来这里碰运气，可再也没有惊喜出现。这一世一定要保证物资是用在真正需要的人身上，同时不能让人生出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心思。我不想用物资养出一堆混吃等死的懒虫。离上次捡鸡蛋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小九看了看清澈的水渠，打算放一些鱼进去让村民们吃上肉。突然耳边传来一个声音，紧接着就将他被抱到怀里。丫丫，我是娘啊，都怪娘没用，保护不了你。自从你走后，娘没有哪个晚上不哭的，娘好想你啊，娘是爱你的呀，丫丫。我并没有原身的记忆，因此不知道叶妍兰之前到底怎么样。但那天的表现来看，这个超级恋爱脑不可能是个好母亲。见小九皱眉看着自己，叶妍兰立马换上讨好的笑脸。丫丫，听说你是神女，你能不能保佑你父亲或仲年科举考试万无一失？你可是他的亲生骨肉，他要是当了大官，自然不会亏待你这个女儿的。小九正想将这奇葩女人推开，小金蛇比他更快一步袭向叶妍兰。丫丫，我是你娘，金蛇咋还咬我？我下次再来看你。真是服了，脑包落秋月那么好的人，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女儿？等叶妍兰走远后，小九往沟渠里放了几十条鱼，然后对着远处的小文小武喊：大大，这边。金宝银宝也在旁边，一听这边这个词，心里就激动起来。几人立马跑过来，其他孩子也都聪明，也跟在后面过来了。上次小九也是这么说，然后让我们就捡到了好多蛋，拉好多鱼，好大的鱼，一家一鸡。好，一家一只，听小九的。必须让黑河村每家每户今晚都吃上鱼。当然，霍家就算了。就这样傍晚，整个黑河村难得的炊烟四起。之前每家每户一天只吃中午一顿，晚上不开火。如今因为小九的原因，全村都烧了锅，炖起了鱼，整个村里都飘着鱼香。我要吃鱼，我要吃鱼，他们都有鱼吃，为啥就我没有？我是中途去的，可蓄水池里一条鱼都没有。等回家后，池里又有鱼了，那些后面去的人也都领到了。我得到消息后又去了一趟，结果连一片鱼鳞都没见着。不中用的东西，一条鱼都搞不着，让小虎馋成这样。稀饭熟了，小虎饿了先吃点吧。阿奶，我不吃稀饭，我就要吃鱼，只吃鱼。
叶氏，你给我滚过来！那怎么了？跪下！你这个没用的哒哒哒的，让你去跟你那亲生的哒哒哒的亲近亲近，你却连这点事都做不好。若不是你把他得罪了，咋就小虎一个人连余影都没见着？那不关我的事啊！你必须去跟叶家搞好关系，尽快把哒哒哒的要回来，不然我就让众人休了你。之前在村里籍籍无名的叶家，如今如有神助，成了所有人羡慕仰望的对象，而我们霍家却正好相反。如今谁都敢上来奚落嘲讽两句，凭啥？你必须把那哒哒哒的要回来。小九长大了，可以自己吃饭呢。哇，妹妹好棒棒哦！好厉害，不愧是叶家的娃娃。小九明显没料到吃口饭就能得到所有人的夸奖，不禁心里甜滋滋的，而且明显他也很吃这套。好香啦，主人，给卷卷也来点。我自己才吃了2口呢，才没空喂你。当然，除了小九，其他人目前都听不见卷卷的声音，但他们都看得出来他想要小九喂食。蛇神难道也吃凡间的食物？蛇，我喂你吃。卷卷不是谁都可以喂的。蛇神大人，这是您的，是去好了刺的。金蛇倨傲的瞟了一眼尾巴，撒娇似的扫小团子。主人，你喂我。我自己还得埋头忙干饭呢，没空理你。嘤，没人爱卷卷，卷卷是一只好可怜的小蛇神，你自己欺啊！小团子奶凶的瞪了瞪他，小金蛇只好委屈巴巴的自己到小碗前。啊，好烫，舌头都快烫没了。你要记得呼呼呢，炖蛇。啊，卷卷是第一次吃熟食。小九无奈，只能嘟着小嘴对着他碗里的鱼肉呼呼吹了2口气。真的不烫了，每吃1口都对着碗里呼呼一下。听说皇宫里有益寿园，王公贵族没事就喜欢看动物，之前不懂，现在懂了。你们怎么不吃？今日的鱼味道很好。他感觉今日的饭桌安静的出奇，家人们突然同情的看着他，而一旁的叶延平却是难过的看向叶不韦。阿爹，我一定要治好你的眼睛。瞎操什么心？爹，我们都是这么想的。上次卖老虎的那300两银子，用作给爹你治眼睛再合适不过。对，行了，吃饭。叶延安帮腔，叶延顺也点头，而洛秋月却似乎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哥，你打我干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在打蚊子？我也想不明白，之前是家里穷看不起郎中，如今有这么多的银子，为啥不治眼睛？有没有一种可能，爹娘知道这个病治不好？不可能，咱爹今日是几10年来第1回出黑河村，说明以前根本就没有出去找过郎中。有没有一种可能，娘根本就不想把爹的眼睛治好？你们想啊，倘若爹的眼睛好了，第一个最想看到的人会是谁？小九，爹最宠小九了。除小九之外呢？娘。而这时叶延平、叶延顺齐齐叫出声，面露惊恐。答对了，爹最想见到的就是娘。你们想想看，咱爹的才貌说百里挑一不过分吧？要是他看到自己的娘子长相一般，举止粗鲁，他会咋想？娘会让这种不幸的事发生吗？你们也觉得我说的好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我就知道我没猜错。一道阴恻恻的声音悠悠响起，叶延安笑着回头，待看清身后的人后，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娘的好瓜，来，让娘好好看看这个可爱的小脑瓜里面装的是啥子宝贝。哥，救我！我好忙，我给小九打蚊子去。啊，帅！我也是，我给小文、小五打蚊子。娘，我错了。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根本没错？啊，真的吗？真的，是我错了。你过来，我保证不打死你。娘，你就原谅我吧。别叫我娘，我不是你娘，你是老娘从粪坑里捡回来的。捡到你的时候，你脑壳里、嘴里就全是屎，不成想长大了还是一样。你快找你亲娘去，老娘不要你了。爹，快救命啊！娘要打死我了！我可是为了你才得罪娘的，我可是你的头号崇拜者啊！秋月，叶不韦的身影出现，让洛秋月手上一顿了顿。叶延安面上一喜，果然关键时刻还得靠老爹。给你倒好了洗澡水，打孩子嘞，辛苦了。叶不韦说完，转身就又回屋了。叶延安，继续叫啊，喊破喉咙，最好把你亲生爹娘也叫过来。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世？咋呀？没啥情况吧？
没有，连只耗子都没看到。说完，突然围墙外传来一阵吱呀吱呀的轻响传来，大伙集体噤声，蹲在围墙后警觉地往外面看，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往村口而来，应该是来偷水的。别急，先看看，不要打草惊蛇。黑河村还真在建城墙，这帮龟孙怎么突然变聪明了？难不成是发现水被偷了？管他个球，让他建，他们白天建，老子晚上拆，敢防着砸，那就谁都别想有好日子过。动作快点，今晚干一笔大的，先把蓄水池给他偷干，再踹倒他的墙。他们刚开始行动，突然一大群女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有的拿锄头，还有的拿着茅坑里的粪瓢，将他们团团围住。进偷水贼啦！大伙快来啊！晚上竟然还有人守着，他们是金龟村的。各位黑河村的兄弟姐妹，实在对不住，我们真不是偷水贼，也就是听说黑河村的水多的用不完，就想着来借用一点以解燃眉之急，还没来得及通知大伙一声，就被发现了，误会，天大的误会！借？谁会在大晚上的借东西？你们当黑河村是傻的？说这种话你自己信吗？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不知哪位是李正，能不能借一步说话？一群偷水贼，没资格跟老夫借一步说话。你且说实话，这是第几回来偷水了？为首男子故作吃惊，第几回？没有的事，今晚就是头一回啊！你扯谎，你们明明不是第一回来偷水，还说今晚要干一票大的，掏干我们的蓄水池，踹倒我们的围墙，还说你们不好过，谁都别想好过。这帮狗崽子太歹毒了，他们自己没有水，还想拉我们一起死。巡逻的妇人们把刚才听到的都复述了一遍。黑河村的人一听，瞬间都气炸了，但为首的男子哪里肯认？是你们听差了，都是十里八乡的老熟人，我们咋会说这种混账话？谁跟你们是老熟人？快滚！再不滚就打死你们！我们是真心实意来接水的，村里水井干了，家里的老人孩子实在熬不下去了，人心都是肉长的，黑河村不能见死不救啊！可怜可怜我们吧！为首的男子带着祈求的眼神，让大家心里顿时难过起来。一群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汉子，如果不是逼不得已，谁又愿意给人下跪？实在是可怜啊！是啊，要不就给他们一些水吧，反正我们村也有多的。愚蠢，自己都火烧定眼了，还想做老好人。今日若是开了头，以后还有安宁日子过。此刻为首的男人心里恨极了，但面上却继续哀求：各位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今晚若是弄不到水，就有不少人要渴死，你们忍心吗？不要扯这些有的没的，你可以怨天怨地怨朝廷，唯独怨不了黑河村。黑河村不欠你们的，请回。对，我们村井干的时候，可从来没想过要出去偷水。我们村今日有水，也是我们经历千辛万苦上山挖渠挖来的。偷水贼，滚出去！这时村民们都开始驱赶他们。金贵村也知道再多说也无用，只得默默挑起水桶走了。看着他们落寞的背影，黑河村有人小声哭泣：太可怜了，就是给一桶水也好啊，让他们空着手回去，我的良心好痛。行了，大牛他娘，二愣他婶，不要以为大家忘了你们娘家是金贵村的，真觉得良心上过不去，可以把自家的水分给他们用。他们还没走远，要不要我帮你们喊一声？听到洛秋月这么一说，觉得人家可怜的两位突然哭声戛然而止。假仁假义，想糊弄谁？黑河村的龟孙，这笔账你爷爷记住了。黑河村的村民们被气得情激愤，马上冲出去揍人。等出去，那伙人一溜烟跑了。正好人气，开个会。咱村已经被人惦记上了，这回来的是一个村，下回说不定就是几个村。记住，他们是狼，咱们是羊，要想活命，必须比狼还要狠上几分。如今水就是命，咱村现在有水，不代表以后一直有水。有些人刚过上几天舒坦日子，就开始翘尾巴。我看你们是嫌自己命太长。听到这，刚刚带节奏的那两人顿时低着头，眼神闪躲。第二天天没亮，全村集合了青壮劳力，继续筑城墙。叶延平三兄弟还有洛秋月都上阵了，叶不韦也去了。虽然他不能筑墙，但村长要找他商量很多事。叶家今日只剩芸娘，突然一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芸娘，他来干啥？难道是因为小九？什么？你抱了他？谁让你抱他的？你这么紧张干啥？村里不管是哪家的小孩，我都喜欢抱一抱的，何况我就是小九的亲娘，抱一抱自己生的闺女又咋了？你闭嘴！谁都可以抱他，就霍家人不行。从你们决定卖掉他的那一刻起，他就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以后不许来我家，更不许接近小九。
不然我跟你拼命，听到没有？弟媳妇，你这人咋这样？我是小九的亲娘，这个事实你是改变不了的呀。我也没其他意思，就是有时候想娃娃了，毕竟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不是，我忍不住看一看抱一抱，对幼你没影响。芸娘被气得二话不就抓起过来一个警报。你滚不滚？弟媳妇，村里不是都说你最是贤惠文静吗？合着你是装出来的？阿平不喜欢粗鲁的女人，他知道你是这样的吗？芸娘一句话都不想多说，学着洛秋月的样子一个劲往前冲。叶妍兰吓得转身就跑。你这个疯女人，我好不容易回一趟娘家，哪有弟媳敢这样对大姑姐的？我要去告诉阿平，让她认清你的真面目，让她休了你。我操！1、2、3、4、5、6，小九，你要我们几个陪你玩吗？呐，从今以后你们就是我的马仔了。哇，小九可是小神女，能被小神女看中，这是多大的荣耀！小九，我是黑锅，我是铁头，我是大鼻涕。小九，你咋不选我？我也想陪你玩，你选我吧。停！我妹妹选出来的这几个人，都是那天证明霍小虎抢蛋的。你们其他人也捡了蛋，咋不出来给我妹妹证明？孩子们羞愧又踌躇地站在原地，顿时鸦雀无声。你们都散了吧，不用担心，真有好东西，不会落下你们的那份。想跟我妹妹做朋友，先学会做个好人。为啥哥哥看起来不一样了？今天的哥哥好帅啊！小五，你已经不是1、2岁的娃娃了，你要变强，做一个能让妹妹依靠的大哥哥。小九，娘的小九儿。这时芸娘急忙跑过来，小九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芸娘搂进了怀里，就往家里跑。小文、小五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小九关切地摸了摸芸娘的脸，眼睛探究地看着她。谁欺负娘亲了？小九，娘亲问你，昨日叶妍兰是不是抱了你？小九连忙点头。芸娘又忐忑地问了问。那小九愿意让他抱抱吗？我才不愿意。看着小九摇头，芸娘脸色才缓和了些。小九不喜欢他。呐。那小九喜欢娘亲我吗？稀饭。小九毫不犹豫地回答，顿时让芸娘泪如泉涌。娘亲，你咋了？谁欺负娘亲你了？小文、小五，你们记住，以后不能让霍家任何一个人接近妹妹。是不是霍家想抢走妹妹？小文虽然年纪还小，但也马上明白过来。眼见芸娘点头，2小时瞬间气炸了。不行，妹妹是我们的，谁也不许抢走妹妹。哼，那个坏女人，当初卖了我，现在又想抢回，没门！这事你们怎么看？我住霍家隔壁，以前经常看见小九被霍小虎欺负。霍家那个老太婆也不是好人，为了小九的幸福，不能让霍家抢走小九。从现在开始，我们全部盯着霍家，看他们到底想做啥。好。此时城墙那边，叶延平正在埋头干活，抬头一看，看到叶妍兰走来，没有理会，低下头继续干活。奥腾，一边去，别妨碍我干活。叶延平眼神愠怒，又带着几分痛苦。他是叶妍兰带大的，只要是有关童年的回忆，其中必有叶妍兰的身影。只是如今，他不知道如何面对眼前这个人。阿平，连你也不认我了吗？我是最疼你的阿姐啊！当年爹娘不在家，家里只剩最后1把米，我可是一口都没吃，全都让给了你啊！你到底想说啥？阿平，阿姐错了，我做了傻事，如今悔不当初。霍中年的心思不在我身上，霍老婆子还经常打我。那也是你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我不怨旁人，只怨自己。我好想爹娘，好想弟弟们，当初我咋那么糊涂？阿平，你能不能原谅阿姐？我真的好孤独啊！听到这，叶延平只能压住眼里的酸涩。你要是真知错，就该去求爹娘的原谅。我这不是怕吗？阿平，娘下回再骂我的时候，你能不能帮我说句好话？娘没骂你，娘已经好久很久都没有提过你了。延平没抓了。围墙那边突然有人喊，叶延平也没有过多逗留，转身走，只剩叶妍兰正在原地，好久都没回过神来。叶延平回家后，这时芸娘从厨房里端来一大盆绿豆汤。哪里来的绿豆？话音刚落，洛秋月和芸娘的眼神瞟过来，之前厨房水桶里多出不少，吓得他们心惊肉跳，生怕对小九有不好的影响，硬是养着不敢吃。黑河村有水，但我却选择了自保。没有人能明白我心里有多矛盾和煎熬。
为了黑河村，我只能选择无动于衷。要是有罪，就让上天降罪到我一个人身上。如果是你们，你们会咋办？我实在没有两全其美的法子。李正自从拒绝金贵村后，每晚睡着都做着噩梦，但他没有其他选择，肩上的责任让他不得不这样做。突然门外咚一声闷响，把李正吓了一跳。谁？刚走出院子，眼见小九就端着一个小碗哒哒哒的跑过来，小手努力抬高，把小碗端到他面前。这一刻，李正看着碗里盛着的绿豆汤，一个没忍住直接哭出来。他懂了，他的选择没有错，像是在神奇面前找到慰藉的委屈小孩。小九，谢谢你啊。李正，进屋吸一些再走啊。不了，有事要忙。李正，这是给大伙喝的。哪来的绿豆还有冰糖？我们怎么不记得有种过绿豆？更别说这金贵的冰糖。咋那么多话？都干活去，能喝的时候叫你们。延平殿为啥要他们停下？城墙要抵挡住攻击，光靠这一面泥砖墙是远远不够的。接下来要在墙的内外侧基土斜夯，再在上面接着建第二层。延平殿，你咋懂这么多？黑河村毕竟不是城池，建一面墙还不够，哪有真建城墙的？家人们，谁懂啊？这规格也太高了吧！大禹朝时局不稳，若有一日天下大乱，饿殍遍地，黑河村作为唯一的乐土，面对的敌人旗帜乡民，黑河村会成为唯一的乐土，还会面对更强大的敌人。是我格局不够大吗？我咋觉得是天方夜谭呢？这样的穷山恶水之地能成为乐土？你们快看，前边乌压压的人咋都往咱村来了？此时站在高处的人叫了起来，立正脸色一变，快抄家伙，抢水的来了！金贵村不但没偷到水，还被抓个正着，差点挨揍。这群人回去后动了坏心思，到其他几个村又睡了一番，联合3个村的青壮年劳力直奔我们黑河村而来。黑河村的，没想到吧？你爷爷这么快就回来了。李正沉着脸站在最前面。金贵村、韩家湾、白塘村、李家铺，你们是土匪吗？你们的李正何在？老夫要去县衙告他们。抓李正，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你去告。我们今夜是自己来的，与我们的李正无关，都是乡里乡邻。我们也不想把事情做绝，只要你们答应积水，我们就不会为难你们。我认得你，你爹就是白塘村李正。你说你爹不知道，我不信。回去告诉你爹，不是黑河村不愿意给，而是水刚好够用，给了你们，我们自己就活不成。别听他的，他们挖了蓄水池，拨的就是水，把他抓起来打一顿，啥事都没了。庄李正，我们今一搞出这么大的阵仗，不是来和你商量的。你今一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你们村的水我们要定了，是乖乖投降让出水源，还是让我们打一顿后再让出水源，你们自己选。他是谁？这人力气好大，能有多大？一起上！叶延平拿着木棍从人群中一路捅死，其他村的村民在他面前丝毫没有还手之力，没一下的功夫，地上就倒下一大片。想进黑河村，除非从我身上踩过去。最近家里伙食好，力气多到用不完。这帮龟孙既然自己找上门，正好可以过过瘾。后面的人吓得腿都软了，有的已经背着受伤的同伙灰溜溜逃了。这人太恐怖了！不了，我们这就走。咋就走了？我瞎说是不是狠了点？延平真是好样人，好小伙，真是好小伙。奥田，你是黑河村的英雄，阿姐为你骄傲。看着叶延平被大伙团团围住，叶延兰这时大叫着挤进来，拉着他的胳膊不撒手。突然有人问：叶延兰，叶家认你了？当然了，我本来就是叶家的闺女，打断骨头连着筋。你干啥扯谎？爹娘还没认你，我也不敢认你。奥田，你就帮阿姐尝尝试好不好？有你这个弟弟撑腰，霍家才不敢再打我。听他这么说，叶延平心地一软，便由着他了。经此一役，黑河村威名远播，一时之间再也没有人敢来找麻烦。10几日后，城墙建成，黑河村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有城墙的村落。李正和几个老人站在田间，今年的收成只怕好不了。没啥好抱怨的，比起那些颗粒无收的，咱村已经是老天庇佑了。眼瞅着小九一天天长好了，叶家确实费了不少心思。小九之前在霍家跟只病毛一样，来到叶家后一天一个样，不但长得胖乎乎的，还越发活泼可爱，简直到了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稀饭饭，小九真聪明，这可不就是饭饭吗？李正乐了，接着又忍不住叹息，可惜今年的稻子煮不了多少饭饭。为什么？
因为他们跟小九以前一样，口渴了没人给水喝，肚肚饿了没人给吃的，长不好了收成就不好，收成不好就没有饭饭吃。藕跟他们可不一样，藕如今长得可好呢。不过这2日空间多出来了营养液，不知道这个时候再用会不会晚。突然，小九小手一挥，一个装满营养液的小桶出现在李正面前。李正慌忙左看右看，见没人注意到后才松了口气。小祖宗爱显神通也要藏着掖着点，这是啥？呵呵，长饭饭。小九，喝水也多长不了饭饭，我抱你回家去。小九指指营养液，再指指道子。李正显然没听明白，小九没办法，只能往自家拿着水瓢浇田。抽水器的谷子不需要太多水，不过这块田正好是叶家的，小九要浇就让他玩玩吧，反正1桶水坏不了事。第二天，李正跟往日一样来到田间，见叶家的田埂上站着一大群人，一个两个不干活，围在人家田头干啥呢？李正，您快来看，叶家又出稀罕事了。咋回事？李正的眼睛瞬间瞪大。叶家的稻子一夜之间咋抽出了这么多的谷穗，而且还是别人田里的5、6倍。叶家是外来户，分到的不是良田，咋突然就长出这么好的庄稼？咱去请教延平延安，叶家的田一向都是他们兄弟俩照看的。对，让他传授一下经验，让咱们一起沾沾光嘛。一旁的李正突然想起什么了不得的事，扭头就往叶家跑。我这个蠢蛋，小九昨日已经给机会了，我硬是没摸出来。这是咋了？你跪着做啥？李正叔，没事的，你不用管我。莲，你们不原谅我，我就会一直跪下去。女儿就算跪死在叶家门前，也无怨无悔。你这个大的是不是疯了？家里一摊子事堆着不做，非要死皮赖脸跪在别人家门前，不回去是吧？你这大的连婆母的话都敢不听，今日我非教训你不可。而屋内听着外面的打骂声，叶延平有些急了，坐立不安地看着洛秋月。洛秋月头也没抬。干啥呢？娘，后老婆子在咱家门口打呀姐，我觉得是在打咱的脸。阿姐，谁是你阿姐？我就觉得她可怜，听说霍家人总打她。你想为她出头？你这孩子咋好了伤疤忘了痛？当年他把家里给你娶媳妇的银子偷走了，差点害得你娶不到媳妇，你忘了？洛秋月看着自己这个老实儿子一脸无语。娘，他最近找我好几回，说他后悔了。我看他那样子，也的确是知错了。这么多年过去了，要不再给他一个机会吧？你这人就是太实诚，你当他真是为了悔过才来是好的。不然呢？他是为了小九来的。之前他来家里找过我，我担心娘知道后生气，就没跟你们说。我估摸着霍家想要回小九，今日特意过来唱这一出，事情肯定不简单。他们痴心妄想，任他们闹上天去，只要咱不接招，他们就没辙。芸娘，你是不是想多了？他根本就不爱小九，咋会想着要回小九呢？话没说完，就听外面传来叶延兰一声惨叫，叶延平顿时从凳子上跳起来往外面冲去。娘，你看他。芸娘气得直跺脚，洛秋月无奈摇头，让他去，只有上了当才知道长脑子有多重要。住手！你不要太过分了。叶延平，我打我家儿媳妇与你何干？你别管闲事。咋是闲事了？她是我姐，是我的亲人。阿腾，我就知道你心里是有阿姐的。你们和好了，叶家认他了。对，叶家认他。你记住，他也是有娘家的人，你以后再欺辱他试试。算你狠。霍老太一怔，眼见有戏就灰溜溜的先走了。既然来了，现在就进屋去把话说清楚，让爹娘原谅你。说着就准备拉着他进屋，洛秋月突然出现挡在门口。干啥呢？莲，不孝女回来了。你走错门了吧？刚才谁认得你，你就去谁家。莲，我可是您的亲生女儿，当年年幼不懂事，做了不可饶恕的错事，现在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原谅我，给我一次孝敬您和爹的机会吧。行了，别装了，你是我一手拉扯大的，你心里想啥我一清二楚。你看到叶家今非昔比，就想着凑上来蹭好处，做你的春秋大梦去。您误会我了，当年你说霍仲年并非良人，但女儿被猪油蒙了心，听不进去，做了很多伤害爹娘的事，现在女儿是真的后悔了，您就原谅我这一回吧。当年你像得了失心疯一样飞上赶着跪舔霍家，我苦口婆心好话说尽，你却说我是想阻碍你过上好日子，我让你慎重，你却说你今生今世绝不后悔。这才过去几年，你就说你后悔了。我不该不听您的话，莲，女儿悔不当初，我不是人，我只有打死自己以消爹娘心头之恨。
叶延兰说着说着就开始在洛秋月面前扇起了自己。洛秋月似笑非笑的看着他，叶延平想去制止，被他瞪了一眼后不敢动。叶延兰扇了自己几巴掌，没想到没有人阻止他，只得停下委委屈屈的流泪。莲，你是真的不心疼女儿了吗？我从没听说打耳光能把人打死的。几年前的你是愚蠢，如今的你却是歹毒。你这样的人，叶家不敢认。回去告诉霍家，我洛秋月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人是鬼还是分得清的。你们现在唱这出戏，不过是烂板搭桥，枉费心机。洛秋月不想再听下去，瞪了瞪傻站一旁的叶延平。你是进屋去，还是留在这看他演戏？娘，阿腾，听娘的话，快回去歇着，就让姐一个人待着，你不要管我。我陪你一会。叶延平闻言有点不忍心，洛秋月差点被自己的傻儿子气笑了。芸娘在屋里悠悠道：延平，你尽管陪着他，反正我也不打算跟你过了。芸娘，咋连你也说这话？阿腾，这个弟弟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延平娘，开门。我跪一跪没多大事的，李正叔你不用管我。谁管你了？你喜欢跪就多跪，真是个细节。小九，昨日浇田的水还有呢，看来你们还不知道，你家的田出大事了。叶家人闻言急急忙忙来到田间，揉着眼睛硬是以为自己看错了。小九，你咋连种田都会？有空叫爹爹。我闺女不教傻子。你这小奶娃，一天到晚没心没肺的呵呵傻乐，竟然还知道操心庄稼的事。阿奶的小九宝儿才不是没心没肺里，每日可操心了是不是？呐，为了这个家，我可没少操心。于是村里的罗幼小李正在祠堂门前给村民们都排队领营养液，告诉大家这水是用来浇田的，很好用，让大伙一定要试试。而叶延平还在为自家媳妇生气，想尽办法。芸娘，让我帮你做饭吗？哼！阿腾，你过来，姐有办法。你能有什么法子？都是你惹的祸，要不是你，芸娘根本不会生我的气。在叶延平心目中，自家媳妇从来没对他怎么发过脾气。你咋还跟小时候一样傻乎乎的？这事能怪我吗？要怪只能怪你自己呀。怪我自己？对啊，要怪只怪你自己娶错了媳妇呗。你这个媳妇不贤惠。你说啥？你这个媳妇不贤惠，你这是被他欺负惯了。哪有女人敢这么对自家相公的？你是黑河村的大英雄，他竟然连一点面子都不给你，你这样被他欺负，传出是要被人笑话的。但阿姐真是心疼死你了。叶延兰，你当我是聋的？当着我的面挑拨离间，也不知道你算哪根葱，有啥子立场来管我家的事？颜娘，你好过分！我上次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你大姑姐，是带大你相公的人。我没有大姑姐，你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你看你这媳妇咋这样？我是你姐姐，让她叫一句大姑姐很过分吗？你娶了一个这么凶的媳妇，这辈子算是毁了。这就凶了，那让你见识一下更凶的。芸娘说着说着就很生气，走到叶延平身边，一把把揪住他的耳朵。他说我凶，你觉得我凶不？不凶，你一点都不凶。可是刚刚明明有人说我凶呢。别听他胡说，你是最好的，你一点都不凶。你太窝囊了，你有那么大的本事，咋被这女人压得死死的？不是我说你，你想要什么样的媳妇没有？怕她作甚？听到没？他让你换媳妇，要不你现在就把我休了，去找个好的。大平，你急啥？女人不听话，打一顿就老实了。你一根手指头就能把她打趴下，让她乖乖听你的。听姐的，拿出大丈夫的气概来，给她一点教训。叶延平，听他的，来打我。叶延平生怕芸娘伤他到自己，紧接着对着叶延兰大吼：你给我闭嘴！我是为你打抱不平，我是心疼你呀。去你的心疼！娘说你不怀好意，我还不信，现在我信了。叶延兰，你简直不是东西，你快滚！别在这碍眼！大平，怎么连你也冤枉我？我不活了，我要跪死在这里！叶延兰咧嘴就准备大哭，叶延平也不惯着他，一把抓起他的，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到霍家门前往地上一丢。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你姐啊，他不过是外人，你怎能因为一个外人这么对我？你放屁！他不是外人，他在我拿不出1文钱彩礼的时候嫁给我，给我生娃娃时还差点丢了性命。这么多年来，他孝顺爹娘，爱护弟弟，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你有什么资格说他？你当年卷走我娶妻的彩礼钱，现在又处心积虑毁我家庭，我没有你这样的阿姐。阿平，你别走，我就是心疼你，不想你被女人拿捏得死死的，我没有要毁你家庭的意思啊。看着叶延平头也不回的走了，叶延兰慌了，他心里非常清楚，叶家所有人中，就叶延平最听他的话，
也最是老实好骗。现在怎么办？本是想着让他们夫妻生出嫌隙，等芸娘被休了，没有娘的小九自然会靠近我这个亲娘。现在前功尽弃，霍家那个老女人肯定又要搓磨我了。叶延平回到家后，到了吃饭时间点，芸娘给大家都加了饼子，唯独就是没等到他的。看着满桌的饭菜，他瞬间就觉得不香了。怎么办？媳妇生气了，还是哄不好的那种。没办法的他只能跟2个弟弟递了个眼色，约饭后老地方见，帮他想想办法。你这个没用的哒哒哒的，一件小事都做不好。连叶家铁了心不认我，我也没办法啊。你这个哒哒哒的，为了讨好叶家，把我说的一文不值。要是能如愿还就罢了，你却啥没捞到，还给我惹上一身骚，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蠢货。本想着你能跟叶家缓和关系，靠上叶家这棵大树跟小九搞好感情，到时让小九自愿回到霍家认祖归宗。我不管，那丫头必须尽快回霍家，她在叶家多待1天，跟咱的情分就少1分。这事情必须要快，给我想法子去。这件事已经成为霍老太的心意，让她吃不好睡不香，整日像着了魔一样。恰好这时霍大年提着一桶水笑着走进来。娘，这是李正发的水，说让我交到田里去。这种鸡毛蒜皮的事也值得跟我讲？霍大年，你就是个废物，该出主意的时候屁都没个放的。你弟弟不在，家里连个帮我出主意的人都没有，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傻了个啥。要是你能有你弟弟一半聪明，我哪会活得这么辛苦？原本开开心心的霍大年从李正那里领来了一些营养水，还没跟霍老太说完，就被骂完的只能低着头走了出去。这么多年，他已经习惯了娘的偏心。二弟会读书，您为霍家带来荣耀，而且还娶了镇上的姑娘当媳妇，娘喜欢二弟，我能理解。但是我也为这个家付出不少，娘怎么就是看不到呢？娘太过分了，小叔子多年来的束修，哪回不是我们省吃俭用拿出来的？供了他这么多年，也不见他对这个家有什么回报。现在有事没事就往镇上岳父家一躲，家里的事他啥也不用管，回来就是吃现成的。娘如今一门心思放在叶家那丫头身上，最近连小虎都不咋理会了。娘这心偏得太狠了。听着自己媳妇一顿数落，霍大年越听越不舒服，脑子一热就想去找他娘论理去。姚氏也没能拦住他。你干嘛？娘，仲年为啥还不回家？家里修房子忙成这样，我被打伤了也不能休息1日。他不是咱家的人吗？霍老太被这个平时不敢顶嘴的儿子一问，心中顿时一惊。你弟弟他是读书人，你让他回来跟你一样做苦力，你咋弄不清状况？他跟你不同，他以后是要当官的，你能当官不？我不能，我当年也想读书来着，可没有人供我。我供着仲年读书，他有对我说过一句感激的话不？即使我是这个家的一条狗，你也该长一块肉骨头了吧？你咋就一点都不心疼我呢？真当我这个儿子是个傻瓜蛋？霍大年，你在说什么疯话？是不是姚氏那哒哒哒的跟你吹的枕边风？不是，我自己有眼睛看得到。娘，你偏心不是1天2天了，你心里就当仲年是亲儿子，我连只狗都不如吗？你这孽障！霍老太气得想起来打他，结果一脚绊在水桶上。霍老太吸动着鼻子，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在空气中飘动。这是啥味？霍大年，你是不是傻？不管啥乱七八糟的都敢往家里领？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去领，别人家家户户都领了。不对，叶家好像没去领。说你傻，你还不服气？要真是好东西的话，叶家咋会不要？大年啊，你要记住，咱霍家是书香门第，跟村里那些破落户不一样。他们瞧茅坑里的屎都说是香的，你的眼界要高些，这样以后去了城镇才不会被人笑话。娘，我和姚氏以后真的也能去城镇。霍大年面色一变，顿时一喜。霍老太白了他一眼。等中年当上县太爷，这些不过他一句话的事。你以后不可再说刚才那种混账话，万一被仲年听到，小心他不认你这个哥哥，到时吃亏的可是你。知道了，娘，我以后再也不敢了。霍老太嫌弃的捂着鼻子，指着村里发下来的营养液说：“快把这臭水倒掉。”哥，你也不用这样吧？不就嫂子生你气了吗？多大点事儿，过2日不就好了？哎，你们不懂，他如今连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回我是真的惹恼了他啊！阿顺，我是不是真的很蠢？你们咋不说话？哥今日叫你们过来，就是要听你们说实话。你们只管说，哥受得住。要不你先说？不，大的优先。哥，这么说吧，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蠢。真的？就是脑子有时候转不过来玩。叶延平瞬间蔫了，把眼光转向老三。阿顺，你觉着呢？我跟二哥的看法差不多。大哥你真不蠢，就是聪明的不太明显。这不就是蠢的意思吗？你们俩倒是帮我出出主意啊！哥，哄媳妇这种事，
我们可不会，我们想帮也帮不上。对，我俩还是单身狗呢。别以为这是跟你们没关系，你嫂子要是一气之下回娘家了，咱可是要吃娘做的饭。两兄弟听到以后要吃自己娘做的饭，顿时吓得连忙想出了主意。我知道了，我记得有一回娘生爹的气，爹给娘做了一首诗，娘听了后捏着嗓子说：“春，你这死鬼！”然后他们就和好了。作诗，你觉得我会吗？说点我会的。我倒是在书中看过一个吕冯射制，几度起言的典故，说的是一个长相丑陋的男子娶了一个美貌娘子，娘子嫌他长得不好看，从没有露过笑脸。男子带她来到野外，搭弓射箭，一箭就射中一只野鸡。娘子见他如此有本事，马上就展露笑颜。这个我会啊！活久见，真是活久见呐！没想到这辈子还能见识到这样的神奇妙事。这是上天赐予的仙物啊，一定是神女小九在帮咱。你们看霍家的稻子咋没变化？我记得霍大年昨日有去领水肥的呀，可能还没来得及交上吧。不一会，霍大年扛着锄头低头慢悠悠地走了过来。大年，你咋还不交水肥？你看看大伙的田，再瞧瞧你家的。你还傻站着干啥？快去拿水肥来浇田啊！明日就能长得跟大伙的一样好了。霍大年眼睛一抬，瞬间明白昨天领的水是干嘛的，吓得他如梦初醒的将锄头一扔就知道。李正，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丫丫，我是你亲阿奶，你快出来，阿奶有事儿找你。这个疯老婆子真是气死人！亲阿奶，你这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的！不想挨揍的话，给我麻溜滚蛋！延平他娘，我把那2两银子还给你，你把丫丫还给我行吧？咱还是跟以前一样，井水不犯河水。回去拿2两银子过来，咱今日就把丫丫接回家。切，你给银子也要我想要才行。当日断亲书里写的一清二楚，你家收了银子，就与小九断绝了一切关系。断亲书我收的好好的，你就算告到皇帝老儿跟前，也说不出半点理。霍家老嫂子，这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你现在反悔可太迟了。就是啊，叶家把小九当成眼珠子一样疼爱，怎么可能让你要回去？众人开始纷纷指责霍老太，他也心里清楚，对付叶家硬碰硬是行不通的，只有示弱耍赖机会更大，索性就直接坐地上涕泪横流。我知道我错了，你们骂我也是应该的，只怪我这老货当日鬼迷心窍，把亲生的孙女送了人。打那开始，我没有一日不后悔的。你就可怜我吧，丫丫是我儿的血脉，我不能让她流落在外啊！你就把她还给我好不好？我就是想让丫丫认祖归宗，不然我死不瞑目啊！我保证以后把她供起来疼着护着，不让她受半点委屈。就在这时，芸娘气得从屋里冲了出来。你不要装模作样，博取同情。小九是人不是物件，不是你想丢就丢，想要就要的。世上没有后悔药，你自己造下的孽，就该你自己承担后果。小九是叶家的，你别痴心妄想。我这不是想弥补吗？我到底要怎样做，你们才肯把丫丫还给我？不管你做啥，小九都不可能给你。你今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扯起眉毛红眼睛，自欺欺人罢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你不过觉得小九如今出息了，就舔着脸来要人。如果他还是跟以前一样，你只怕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别一天到晚演戏了，大伙都瞧累了。快滚！洛氏，你咋把人想得那么坏？你要是不相信我，我可以在蛇神面前发誓。你咋狠心让我们霍家骨肉分离？你想要孙女就让你家儿媳生吗？你不能抢走我的孙女啊！丫丫她是我的，反正最近大家都说丫丫身上的蛇神不见了，我怕个啥？老霍家的小九如今是叶家人，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你胡搅蛮缠没有用，不要让大伙看笑话了。大年，扶你娘回去歇着。回去吧，娘。丫丫，我是你亲阿奶，阿奶想你啊，你出来见见阿奶。丫丫，我是娘，你出来给娘抱一抱，娘接你回家。随着一声门响，只见一个小奶团子站在门前，所有人暗暗赞叹道：好漂亮的小奶娃，叶家养的真好。丫丫，你听到阿奶叫你是不？你是来看阿奶的是不？过来，让阿奶抱抱你。我清楚记得丫头曾经找我要抱抱，这说明丫头是想与我亲密的。我才是你亲阿奶，那个人他不是你阿奶，他是假的。你快跟阿奶回家去。洛秋月充满歉意地看着小九，他是真的不想小九小小年纪就见识到人心的险恶。大伙看着小九迈着小步，越过芸娘，越过洛秋月，最后在离霍老太十几步远的地方停住了。丫丫，是不是叶家让你受委屈了？
你跟阿奶说，阿奶一定给你做主。坏人，你指我干啥？小虎之前没少欺负丫丫，这是担心回去后还会被小虎欺负呢。今日无论如何也要哄得这丫头开心，这样才有机会带她回去。小虎，你过来给丫丫道歉。给他道歉？凭啥？之前蛇蛋的事我吃了那么大的亏，现在怎么可能给他道歉？霍老太眼见小九失望的就要往回走，急得一巴掌打在霍小虎脸上。霍老太心痛的差点没忍住要抱着霍小虎安慰。让你道歉就道歉，你连阿奶的话都敢不听？你不是我阿奶，我阿奶才舍不得打我，你一定是假的。你这混账东西，你之前欺负丫丫，让你道个歉怎么？你今日要是不道歉，我就打到你道歉为止。娘，小虎还小。霍大年和姚氏心疼的不行，而这个时候的霍老太尽管心疼，也只能做出铁面无私的样子。今日谁说情都没用，小虎是我孙子，丫丫是我孙女，手心手背都是肉。今日我就要给丫丫讨回公道。小虎，你要是不道歉，以后就不要叫我阿奶。阿奶，你为了这个大的打我，我可是你唯一的大孙子啊！你说谁是大的？你不能这么说他。阿奶，你咋了？你是不是鬼上身了？是你自己一直这么叫他的，我只是学你。哼，丫丫别听他的，他说谎。霍小虎，我让你胡说，让你惹丫丫生气，看我不打死你！我错了，我再也不敢欺负丫丫了。丫丫，对不起，我以后不敢。丫丫，他已经知错了，你过来跟阿奶一起回去吧。霍老太这时哪里还顾得上心疼？小团子想了想，又把小手指指向了旁边姚氏。姚氏顿时脸色一白，滚过来！丫丫，伯母错了，伯母不该偷偷掐你，我保证以后一定会对你好。家人们，谁懂啊？霍家这都是些啥人？小九以前可遭老罪了。大伙听得直摇头。小团子又看向了霍大年，霍大年心里顿时一阵闷闷。我也从来没有打骂过他呀。你这歹毒的女人，连石宇都不放过。丫丫，是大伯的错，大伯以后保护你，你只管放心回来。丫丫，现在总行了吧？跟阿奶一起回家。就在准备长舒一口气时，小团子又指了指霍老太他自己。你，阿奶以前眼瞎错把珍珠当榆木。阿奶虽然打过你也骂过你，但哪家孩子不挨打？阿奶心里还是疼你的。你放心，以后我把你放在心尖尖上宠。你不是喜欢阿奶抱抱吗？阿奶以后每天抱着你。那我呢？你闭嘴！看着慢悠悠走过去的小九，芸娘心如刀割，流泪不止。小九，你真的要回霍家去吗？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不是靠一些人的小恩小惠就能抹去的。李正，叶家既然不肯放人，那不如让丫丫自己选。丫丫如果自己愿意跟我们回去，叶家就不应该再阻拦。一旁的李正心里也是1万个不愿意看到小九又回霍家。这老太婆心眼忒坏，把小九骗回去，指不定要怎么搓磨。话不是这么说的，叶家用真金白银买的小九，哪有让他说走就走的道理？再说了，小九年纪太小，怎么做得了自个儿的主？李正，就让小九自己做主吧。突然一道沉稳有力的声音传来：妹妹，你不要走，你走了，哥哥就没有妹妹了。延平他爹，你确定？叶不为，你不要犯傻。小九明显快要被霍老婆子骗到手了，你现在松口不等于把娃娃拱手送人吗？而叶不为却是一脸平静的回答：我确定。你再给我考虑考虑。李正，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人家叶家自己都同意了，你还阻拦个啥？李正，就按我说的做，让小九自己选。小九若是选了霍家，我们绝不阻拦；但小九若是选择留下，霍家以后不可再来要人。若是还像今日这般胡搅蛮缠，就问我手中的剑答不答应。老霍家的，你同意延平爹的说法吗？同意。小九啊，接下来你自己可要好好选，一旦选错了，以后的日子只怕不好过呀。好的。李正慈爱般的看着小九，但又欲言又止的回到人群中。场上所有人都瞪大眼睛想看小团子的最终选择。小九，咱回家吧。叶家虽好，但说到底，小九对霍家还是有感情的。小九重亲情，没准真的会跟着霍家回去。丫丫，你跟阿奶回去吧，到时咱就搬出黑河村，去镇上住大房子。对，丫丫去镇上做千金小姐，出门坐马车，好吃的多到吃不完。
一边是霍老太深情呼唤，加上叶延兰的诱惑，在众人眼看小团子似乎被说动了，往霍家走了好几步，芸娘此刻却是再也控制不住含泪喊了一声：“小九，回来了，回来了！摇钱树终于回来了。等丫头进了霍家门，黑河村谁都别想再讨到半点好处。想求神女办事的，先得经过我的同意，到时候要全村都匍匐在霍家脚下。”眼见无限风光的日子正在向他招手，小团子突然冲着他吐了一口口水。阿奈，脑包，宝宝肥来呢！什么情况？所有人都被小团子的这一番操作惊呆了。家人们，合着这娃根本就没有被霍家迷惑，他是故意将计就计给自己出气呢。这聪明的小脑瓜，即使成年人也不一定比得上啊！他们全家被耍得团团转，又是打耳光，又是做检讨，太丢人了。脑包，聪明吧？李正的心经历起起伏伏后，此刻心里也是乐得不行。老霍家的，这不是明摆着的。小九的选择是叶家，他不愿跟你回去。行了，都散了吧。丫丫，你听阿奶说。谁敢再说一句？还不快走！我可是知道他杀人比杀鸡还容易。我操！老叶，你和小九是不是提前约好的？所以你才敢让他自己选？没有。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就是相信小九，这种感觉我也说不清。我也知道咱小九儿聪明，但毕竟年纪太小。反正我这心呢，忽上忽下，可难熬了。阿奈，阿娘，你这小奶娃，差点把全家都给骗过去了。小九，二叔没其他想说的，就2字，佩服。以后有啥需要尽管开口，二叔跟你混。阿平去哪了？我回来了，芸娘，你过来一下。干嘛？叶延平闷头拉着他的手，直接把他带到院子里。你看这是啥？好一只可爱的小兔。这傻儿子终于开窍了，芸娘的小名就叫兔兔，这个礼物算是送对了。话刚说完，只见叶延平拿出一把弓，叶延安、叶延顺面色突变，马上朝着院子喊：“大哥，不要！”我操！没眼看，真的没眼看。你干嘛？芸娘，我虽然笨，但打猎的本领还不错，我还是有长处的，你能不能不要生气了？听完叶延平的解释，芸娘直接呆住了。你抓来兔子又射死它，就是为了让我明白你有本事。今日费了老大劲，才把兔子完好无损的抓回来，就为了这灵魂一剑。芸娘好像不太喜欢，怎么都没笑的。你觉得我为啥要生气？因为我笨。不是。那是为啥？因为你不相信我，我提醒你叶延兰不怀好意，你却说我是想多了，偏要进他的圈套。我错了，我以后一定听你的。还有娘的。好，我以后一定听你和娘的。我的。对，还要听闺女的。哥，还有我的。去你的！想着不到1个月就能大丰收了，大家在睡梦里都能笑醒。蝗虫，有蝗虫！哪里有蝗虫？这时突然有人叫了起来，村民们大惊失色，四处张望，果然看到了蝗虫的身影。不能扑打，只能慢慢请走，可千万不能得罪皇神呢。求皇神开恩，放过黑河村，我们一定会焚香恭送皇神。蝗虫的出现让心花怒放的村民们心头顿时蒙上了一层阴影。大伙先不要着急，今年蝗虫数量不多，从明日起，家家户户在田边焚香祷告，相信只要咱们的心够诚，皇神一定会允咱一个丰收年。错呢。小九，你刚说啥？小九说李正刚才说的话不对。我说错了，哪里错了？我年轻时走过一些地方，蝗灾其实各地都有，但别处从未有皇神一说，他们都是用扑杀的方式来对抗蝗灾。捕杀了皇神会来报仇的，到时铺天盖地，寸草不生。村民们顿时脸色大变，这话也就叶不为说，要是其他人说的，估计口水都能把那人淹死。村民们如今都非常信赖叶家，但在这件事上，他们还是有着自己的坚持。多年前隔壁县蝗灾，一开始本来只有零零星星的蝗虫，但是捕杀之后的第3天，大批蝗虫乌云一样席卷而来，所到之处，不说庄稼，就连树叶都不剩半片。大家都说这是皇神的报复，如果一开始没有捕杀那少量的蝗虫，就不会有后来的灭顶之灾。
我知道叶不韦是个有见识、有本事的人，但这次不能听他的。叶不韦他对田地里的事始终只是个门外汉。延平爹，咱咸川县就是这个传统。之前其他县用你说的捕杀法吃了大亏，常仔都悔青了，眼瞅着就要丰收了，咱不能冒险。是啊，延平爹，你是不知道，之前我们在田里摆香案焚香，蝗虫会绕路不过来了，黄神心里跟明镜似的，你说灵不灵？蝗虫怕烟怕火，你摆上香案，它自然会绕路。蝗虫就是害虫，被当成神灵来敬畏实在是错的。延平的，轻点声，可不能被黄神听到，得罪了黄神可会出大事的，不然你家的稻子就要遭殃了。求黄神饶恕延平他爹，不知者不怪，无意冒犯，求黄神原谅此等大逆不道之言。在这个山旮旯的地方，想要打破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简直……第二天一大早，村民们抬着自家的供桌往田里去。叶家自然选择相信小九和叶不韦的话，因此不打算跟风摆香案。爹爹，拜拜。小九，让爹爹摆啥？一样的，拜拜。小九的意思是，咱家也跟大伙一样摆香案吗？不是没有黄神一说吗？为啥小九要求摆香案？一旁的叶不韦瞬间明白了小九的意思。听小九的，不但要摆香案，还要跟着大家焚香祷告，要表现得和大家一样虔诚。爹，你不是说蝗虫就一害虫吗？我知道，爹，你从来都不说没有把握的话，可此举是何意？蝗虫确实是害虫，如果我们不跟着摆香案，如果蝗虫来了，咱家就要背锅。还是咱小九聪明啊！看着叶家也搬来了供桌，开始焚香祷告，全村都松了口气。延平，我们还以为你不来呢，本来打算好了替叶家在田里摆供桌的，毕竟叶家帮了全村那么多。可不敢不来，不然得罪了黄神就不好办了。我爹说了，让我一定要虔诚祈祷。好，咱村人心齐，黄神一定会保护全村的。叶不韦平日里看着又高冷又执拗，没想到关键时候还是能听得进去。不好了，听说牛家湾、锦湾村都遭蝗灾了。快上香，快祷告！李正一声令下，全村人正准备跪拜，只见远的蝗虫如飞云压境一般向着田野而来。此刻他们才明白，原来焚香跪拜示弱祈祷根本一点都没用。这么多的蝗虫过境，连树皮只怕都要啃光。凭什么？即使是地上的蝼蚁，也该有一条生路，不是吗？连虫都来欺人，去他娘的黄神，横竖都是死，跟他们拼了！对，跟他们拼了，死也要护住稻子。听延平爹的，用火烧，用烟熏，不让咱活命，他们也别想好过。虽然奋力反抗，但村民们根本就没有做这种准备，一时之间乱成一团。眼看着密密麻麻的蝗虫瞬间就到了眼前，田里顿时整片田野都传来撕心裂肺的呼喊：“我的稻子啊，哪里来的鸡呀？怎么这么多的鸡呀？这少说也有大几千只吧？”家人们，哪里来的鸡呀？虫啊，兄弟们！村民们看着小九小手一张一挥，像个大将军一样指挥着小鸡跟小鸭驱赶蝗虫，小小身影却让村民们从平静到震惊。原来神没有放弃我们，神就在身边。从此以后，我们不归天地，只归你一人。现在不是感动的时候，蝗虫经历了太多次的失败，已经渐渐失去耐性。Oh my god！ 快逃啊！不要命的来了！好痛啊！这蝗虫怎么还咬人？爹爹，阿奶，小九不能过去，快回来！臭虫虫！这时，所有人注意到，蝗虫竟然被小九吸引，停止了对村民的攻击，转头向小九扑去。大家被眼前这一幕惊呆了。小九，快跑啊！主人，卷卷来了！眼看小团子马上就要被蝗虫吞没，一道金光急射向小九，蝗虫一股脑撞在透明泡泡上，晕过去后掉到地上。快跑！坏虫虫，别跑！蝗虫没了，咱们得救了！太好了！小九，你怎么了？小九，别吓阿奶。小九虚弱轻轻说道：“阿奶不怕的。”小九，这是累坏了，休息一阵就好了。如果可以，我家希望他只是普通的娃娃，我们只求他平安。村民们也默默待在外面。村里家家都有孩子，谁家爹娘不是希望自家孩子能平平安安过完一生就好？所以村民们这时候非常理解骆秋月的想法。小九是为了咱才累成这样的。小九真是个好娃娃，
感谢叶家，感谢小九，你们该感谢霍家才是。爹，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田里乱糟糟的，先收拾收拾去。等小九醒了，我会通知你们。此刻屋内昏迷中的小九突然做了个奇怪的梦。你腹中育有双胎，一个为福，一个为祸，只能祸胎依附，福胎而生。若想免去祸患，当除一存一。这是谁的梦境？跟我有什么关系？小九，能听到囊亲说话吗？小九睁开眼睛，身边围着一群人，大家都关切地看着他。睡了一觉后，小九感觉全身的力气又回来了。小九，要不再躺一会？不用啦，我现在好着呢，才不想被当成病号对待。哥哥，去玩。好，去玩喽。小九活蹦乱跳的好着呢，他就是灭蝗虫的时候累着了。小九受苦了，这份恩情，咱全村人想还也还不完。小九，你没事了？你吓死我们了。呐，空间只能收跟放出来的东西。今天的积压我收放自由，一点都不觉得累，只是突然回收蝗虫后，居然比跑一场马拉松还辛苦。小九看到村民们正准备扔火把烧蝗虫的一刹那，突然脑袋里突然一激灵，想起前世有一家烧烤摊，专门油炸蝗虫，食客们差点没抢破头，就赶紧扒拉着小短腿跑过去阻止。小九儿醒了，现在感觉咋样？今日辛苦小九儿了，感谢你呀，小九。没戏搭，这么多优秀的蛋白质，全村都能解馋了。热油中炸酥脆后，撒上盐和孜然粉，一定可以馋哭隔壁村的小孩还有大人。看着那满满一坑的蝗虫，小九激动的眼泪从嘴角流出。小文、小武看着小九对着蝗虫流口水，心里顿时有点瘆得慌。妹妹，你咋了？哥哥，七虫虫，虫虫不能吃。耐气搭，这样，然后那样，然后再那样，真的能比肉还好吃。就这样，在小九带领下，一直被祖祖辈辈当成皇神的蝗虫，竟被以芸娘掌勺为首的几个妇人做成了美食。没过多久，令人垂涎3尺的香味就飘散开来。也是奇怪，那么瘆人的东西，闻着咋这么香？闻着确实香。这东西会是啥嘞？有点想吃，又有点想呕。小九拍拍小手，做出邀请的手势，吓得村民们齐齐后退一步。李正先来，李正先吃。你们这群家伙，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打的啥主意。吃就吃，只要是小九让吃的，毒药我都能咽下去。家人们，谁懂啊？谁能想到上一秒还说是皇神，又是烧香，又是跪拜，下一秒就扔油锅里炸，还要把他们吃掉，太疯狂了！这是什么神奇的味道？外酥里嫩，鲜美无比，比猪肉、鸡肉还好吃。李正，味道咋样？味道不咋的。虫子嘛，没有毒就不错了，还能有多好吃？这年头有的吃就不错了，只是浪费了那些油。眼见李正嘴上说着不咋的，可嘴里却是一刻都没有停下来。小文、小武还有小跟班们作为小九的铁粉，抓起来就往嘴里丢。真是太好吃了！咋还哭了？太难吃了！这是得有多难吃？竟然难吃哭了！那么难吃，你们还吃的停不下来？哇，蝗虫真是太难吃了！这么难吃的东西哪里还抓得到？大伙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于是边吃边哭的人越来越多。就这样，黑河村吃蝗虫吃到全村痛哭这件事传遍附近的村庄。小九，嘚嘚，这孩子还在生我气呢。看着叶延平，霍仲年笑得有些无奈，又表现得好像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衷。阿叔别叫了，他如今是叶家人，咱家他谁也不认，也不认你这个爹了。他不认咱家，小虎你可是功不可没的大功臣。回家吧。今日见识到了那丫头的神奇之处，我终于明白了母亲为啥一门心思要那丫头回霍家了。在霍家的时候傻乎乎的，到了叶家却像换了个人。如果她早点展露这等本事，霍家怎会不要她？不过一个女娃娃，让她走就走，让她回就应该回，她还娇气上了，真是不知所谓。娘，我去找李正谈谈。叶延平出门就要到了李正家门口时，霍仲年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小九，我是爹爹，快叫爹爹！滚一边去，我才是他爹。你是他爹，我也是他爹，这不冲突。小九有2个爹爹疼，这是别人求不来的好事。我看你是剃头担子一头热，想的倒是美，就不知小九肯不肯认你。我不认的。真是爹爹的好闺女。丫丫，既然你那么喜欢这个爹爹，我就让你失去这个爹爹如何？
老婆子，快倒茶！老带媳妇，家里有啥好吃的都拿出来。平日里都说母凭子贵，我今日算是体会了一把什么是父凭子贵。李正阿伯，不用这么客气，我来是有事找你帮忙的。你说，眼瞅着忙完秋收就能闲一阵了，我家想找一块地把房子盖起来，如今的房子实在是不够住了。那感情好，倒是给小九盖一间宽敞漂亮的大房子。现在确实是委屈他了。黑河村地广人稀，土地虽多，但良田很少。一听叶家要买宅基地，顿时全村都过来凑热闹。哥，这一大块地全都买下吗？到时做个4合院，一人1间房，管够。这块地足足有2亩，2亩就需要15两银子，这笔钱也就叶家舍得了。村民们直咂舌，15两银子都够给一个普通家庭生活2年了。对现在的叶家来说，15两确实不算是大，但还是让骆秋月犹豫了老半天。2个和尚头娶媳妇也就这几年的事了，到时家里的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看来这笔银子省不了了。严平子，啥时候动工？到时大伙一起来帮忙。我回去看看老黄历，帮你家选个黄道吉日。那就先感谢大家了，不会让大家白忙活的，到时给大家付工钱。提什么工钱？你家帮我们这么多，我们出劳力不是应该的吗？帅，这图纸画得很详细啊，还用文字标了出来了。这是爹的想法，你们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这是宫殿吧？3层。爹说小九要住绣楼，3楼是为小九准备的，还分了前后院。爹说到时前院铺上青石板，搭个凉亭，挖个小池塘，种上荷花，是个休闲的好去处。后院则用来养牲畜、盖茅厕，还可以种一点常吃的小青菜。好是好，就是咱村的砖瓦匠都没盖过这种房子，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盖成。这个不用担心，爹自然早就考虑过了。我猜爹的意思是重在一经，不求其行。老三，你咋越来越有学问了？有学问又能咋样？一说起学问，这时他们就有个疑问：乡下人家一般谁会让所有孩子都去读书识字？但叶不韦却让3兄弟小时候都去私塾识字。私塾一般不收女娃，叶延兰小时候还是叶不韦亲自在家教的。几人中，叶延顺最有天赋，所有人都以为他会走上科举这条路。对平民百姓来说，科举是改变命运、光宗耀祖的唯一途径。可叶不韦却让他跟着2个哥哥一起退学了。阿顺，要不咱一起去找爹说道。如今咱家不缺钱，你读书这事还是可以重新考虑的。爹这么做自然会有他的原因，我相信他会给我答案的。今日高兴，我来整2句贺词。1进厅来2进堂，恭贺叶家盖新房，玉石下脚天赐福，金砖砌房那千响，各路神仙来恭贺，开工大吉福绵长。李正，不是2句贺词吗？咋这么长一段？昨晚想一晚上没睡好吧？3格子，你还别说，你要是啥时候能盖新房，我非得给你整个更长的。那估计要够的。不过我家明日修外墙的窟窿，李正能不能给我也整一段？咱村最不缺的就是窟窿，一个窟窿就要来1段的话，那我这张嘴以后都关不上门了。七堂堂，小九儿，这身百家衣穿着真合适。为了迎接这喜庆的日子，娘给我穿上了用全村布头拼接而成的百家衣。其实跟丐帮帮主没什么两样，但这衣服凝聚了娘亲和阿奶的爱，还有全村人的祝福，再吵我也不能拒绝呀。小九、小文、小五，快出来玩喽！来了！等等我。小九，等娘亲一下，外面太阳太大，玩一会就回来，好不好？好的。还有要离霍家人远点，他们全部是坏蛋。小九知道呢。芸娘还是觉得不放心，紧接着还特意的交代2个儿子，让他们记得要照顾好妹妹。小九今日戴着小帽子，好可爱哦！谢谢的的。小九，你叫我们啥？他居然叫我们哥哥。你们也太夸张了吧！我妹妹叫你们哥哥是因为有礼貌，她的亲哥哥就我们2个而已。哎，妹妹太受欢迎，真是愁得慌。是的，今日我带你们去见识一下，保证你们觉得好玩。见识啥好玩的？在哪儿？跟着我。一众娃娃从村东头走到西头，走着走着，眼瞅着就到了霍家门前。小文、小五顿时警觉几分。停！我家娘亲说了，要离霍家远点。放心，只是路过，都别说话，轻轻的跟我来。呀！吓我一跳。水鹤，快给我香一下，1天不见可想死我了。
突然屋内一道急不可耐的男声响起：“这就是你带我们来见识的好玩的？这不是开往幼儿园的车，我要下车。”他们在干啥？咋就没声了？上回这里有个窟窿，如今被补上了。我那日偷偷往里瞧了一眼，瞧见啥？瞧见他们在互相咬来咬去的。听得金宝银宝一脸嫌弃：“恶心死人了！水和姐看着漂漂亮亮的，没想到不咋爱干净。我如今都知道爱干净了，脸上都没有挂着2条大鼻涕了。”不要急，再等等，马上就有声音了。什么声？听着好像是水和姐被人打屁屁的声音，打得可疼的样子。哎呦，太惨了！你不要再来了，被人瞧见我还咋嫁人？你都是我的人了，还想着嫁给谁？我跟我娘说好了，等校期一过，我家就上门提亲。这个我可做不了主，我只听我娘的，我娘要我嫁谁，我就嫁谁。水河，你就放心吧，你娘会答应的。我家就我一个独子，5个姐姐都嫁得好，你嫁进我家就是享福的命。放眼整个黑河村，谁家有我这条件？那可不一定。快走，我娘就要回了。还有，你以后也别来了。水鹤，你咋说变就变？快走，别得了便宜还卖乖。这家没啥好听的了，走，下一家，时间刚刚好。合着这听墙角还听出经验了。霍家，听不听？不听不听，坚决不听。那我们几个留下听一听，你们带着小九先去蓄水池那玩，我们听完就去找你们。小九，我也要听听。最近我们家又是买宅基地，又是盖房子，在村里出尽了风头，我也要听听看。霍家人心里肯定难受得很，一定比那什么水河的墙角好听多了。哎呦，气死我了！全村的稻子都压弯了腰，就咱家的看不到几粒。那个小哒哒哒的，他是存心要气死我。娘，别气了，万妈，咱骂不过人家，乱打咱更是打不过，能有啥法子？你也是来气我的，真是没用，只会灭子家志气，长他人威风，滚出去！明明是霍家生的，却让叶家白捡了便宜，我死都闭不上眼。爷，我倒是有个主意。我的儿，娘等你这句话等老久了。娘，你去找根麻绳。找麻绳？你让娘做啥？中年，你竟然要娘上当！你这是怪我卖掉大呀？可当日这事明明有跟你商量的，你是同意的。爷，你误会了，不是真的，就是假装一下，是为了要挟叶家夺回大丫。霍家这阴谋，小九不就有危险了？上回我们那么多人只认霍小虎抢小九的蛋，他硬是不肯认。这回我们一定要多叫些大人过来听，看他还怎么抵赖。我去多叫些人来。哎呀，你快跟我说道说道，你要娘咋做，娘都听你的。娘，你等会就说想大丫想到不行，大丫不回来你宁愿死，哭闹一阵让全村都知道。等我带着李正一行人来家里，你就把脚下的凳子踢掉，到时破门而入让大家都看到。只要大家都认定你为了大丫上吊，那叶家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哎呀，我有个疑问，万一我踢倒凳子，你来不及救，那我岂不是真的就……你放心，到时我定会第一时间冲进去把你救下来。天，儿啊，你可一定记着要快，不然娘到时真就冤枉了。听说吊死鬼可是投不了胎的。放心吧，爷，我心里有数，到时让大嫂和叶氏演得真一点，不露出破绽让人怀疑就行。霍家母子在屋内密谋，殊不知窗户底下此刻听墙角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听得直皱眉头。此刻霍仲年的形象在他们心里跌至谷底。霍仲年平日里对谁都是一副谦逊有礼的模样，还以为他是霍家唯一明事理的人，不成想都被他蒙骗了。原来他才是霍家的话事人，说什么他娘做主他不敢不听，不过是他的障眼法。爷，只要使出这一招，村里那群傻里吧唧的蠢货一定被咱耍得团团转。狗娘养的！稍安勿躁。李正给了铁头他爹一个眼神，众人静悄悄地撤退。李正，你刚咋不让我说话？霍仲年那狗娘养的把全村都给骂了，实在太过分了。一天天的只知道打铁，也不动动脑子。你要是嚎了一嗓子，咱还能有好戏看吗？
大丫，阿奶的大丫，没有你阿奶要咋活啊？大伙一愣，突然一声嚎哭划破长空，村民们瞬间明白李正的意思，众人会心一笑。闹了一阵后，霍老太中场休息，才发现哪里有点不对劲。霍仲年也有些诧异，村里怎么静悄悄的？人呢？咋一个瞧热闹的人都没有？应该是天太热，都在屋里歇着不想动。这群懒驴，往日里有半点风吹草动就跟绿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今日真要他们到场，却一个人一眼都没有。娘，你且哭着不要停，他们来不来不紧要，紧要的是让他们明白你要大丫回家的决心。没有观众捧场，终究影响水平的发挥，都发挥不出平时1/5的功力。丫丫，阿奶的亲孙女，你快回来看看阿奶哦。霍仲年只见时机差不多，装作神色焦急的样子来到李正家面前。李正阿叔在吗？是仲年啊，快进来坐。不坐了，我找李正阿叔有急事。我娘这会在家寻死觅活，我实在是拦不住了，寻思着让李正阿叔帮帮忙。你娘一把年纪咋还有力气闹腾？你等着，我帮你叫人去。他爹，你好了没有？快些出来。这时躲在茅厕的李正故作不耐烦地把声音传来。管天管地还管人拉屎放屁，这一天天的就不能让我安生蹲个茅厕？谁找我？李正叔是我。是仲年呢，倒真是稀客。你找我有啥事？李正叔，我娘在家大哭大闹，非说什么大丫不回家，她就去寻死。你是知道的，我家是我娘说了算，我实在没辙，只好来找阿叔帮忙。咋又闹上了？我知道了，方便完就跟你过去。一炷香后，霍仲年站在大太阳底下，呼吸之间全是茅厕里不可描述的气味。看着外面霍仲年，李正在里面心里直直拍掌叫，该不会是掉茅坑里了吧？仲年，你还在不？我这肚子翻江倒海，闹腾的厉害，要不你先回去。没事的，我回去也帮不上忙，不如就在这等你。对不起啊，仲年，你叔哪都好，就是一进茅厕就出不来，多年的老毛病了。他爹，你咋还没好？人仲年都等老一阵子了。别催催，没好就是没好，我总不能夹断吧？李正叔，你腿不麻的吗？霍仲年简直怀疑人生了。茅厕里坐在小马凳上捏着鼻子的李正笑了，腿麻？笑，给我一个坑，我能蹲到地老天荒。麻烦你递个纸。没准你蹲这么久。不是说你娘在家里寻死觅活吗？你咋在这里守着我？你这孩子咋分不清轻重缓急？该不会读书把脑子读糊涂了吧？快走啊，还愣着干啥？说话间，李正就直接把霍仲年甩在身后，大踏步而去。这老头的腿，难不成是铁打的？郎，仲年把人带来了。哦，快扶我起身。相公不好了，娘把自个儿锁在屋里，怎么都不肯开门，咋办啊？娘该不会想不开吧？坏了，娘的性子最是刚烈，没准要出事。不急，我认识你娘几十年，你娘最多做做样子吓吓人，放着你这个要做官老爷的好蛋儿不要去死，他可舍不得。李正说的对，仲年你娘又不傻，他惜命的很。就是家人们，哪怕他掉在我面前，我也不信是真的。这说的是人话吗？你们说的那是往日，这回我娘是真伤了心，这会指不定就在屋子做傻事。那你们还不快去，守着我们这些不相干的说个蛋蛋。娘，准备去确认一下门栓。放心。就在里面准备就绪时，外头的霍仲年眼看李正为首的那群观众就是迟迟不进去，隐约觉得有哪里不对。而负责打探消息的姚氏这时却是磕磕巴巴的小声对他说：“他们在打赌。”霍仲年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到。打赌？对，他们赌娘是真还是假的。他们怎么知道娘要上吊？现在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也顾不得细想了。李正不好了，我娘房门打不开，里面也没声音。到底是你娘还是我娘？门打不开你就不会拿斧头劈？我看你这猪脑子考科举也是够呛。算了，我忍。仲年呢？你娘动不动就寻死觅活的，3天2头这样闹一回，终归不是个事儿。我们作为外人倒是没所谓，就是苦了你们自家人，要不咱一起治治他这臭毛病。李正叔，你此话何意？你马上就知道了。霍仲年一愣，只觉一道人影一闪，叶不为出现，迅速点了他身上2处大穴。霍仲年顿时手脚一麻，浑身使不上半点。这情景咋看着那么诡异？鼻涕他爹说话。爷，我是仲年，出来吧，别演了。鼻涕爹是村里的外来户，年少时跟人学过口诀，村里知道他有这本事的人不多。这道声音几乎跟霍仲年的一模一样，霍仲年彻底懵了，顿时满脸都是惊恐之色。事情的发展怎么跟我谋划的完全不一样？
咋回事？老娘演了几个时辰，喉咙都喊劈叉了，愣是没有一个人过来。难不成黑河村今日都死绝了不成？娘，你快不要说了。闭嘴！别站着说话不腰疼。知道老娘今日受了多大罪不？大丫回来就我一个人受一世不？反正我一个老婆子拼死拼活的瞎折腾，你们一个个只会干瞪眼瞅着，都做了个啥？我白忙活一通还不能说说了？你们这些没用的蠢货，跟黑河村那帮龟孙一样没良心！霍老太骂骂咧咧的踮起脚，我脚下一踩，垫脚的凳子不小心被踢掉，但外面的人却浑然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好啊，我好心好意想帮你治一治你娘，不成想你们一大家子都是一伙的。老夫我为了你屎都没拉完就急匆匆过来，你却又把我当猴手。霍仲年，你们霍家一而再再而三挑衅我，真当我这个李正是吃素的不成？霍仲年此刻面色灰白无力的抖动着头，岳不韦这时伸手解了他的穴道。李正，这不关我事，是他们谋划的，我也是蒙在鼓里毫不知情。我霍仲年堂堂一读书人，怎做得出这种欺瞒相邻的缺德事？那副义正言辞的样子，要不是大家之前亲耳听的，可真要被他哄骗过去。霍仲年呐，霍仲年，你真是枉读圣贤书。你这种人要是真当了官，只怕第一个要做的就是欺上瞒下，鱼肉乡里。你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李正，我一直在心底里敬重你，你为何说出这般贬损我的话？敬重？骂我是傻里吧唧的蠢货，就是你他娘的敬重。傻里吧唧的蠢货不是我骂村民的话吗？李正是怎么知道的？看着众人嘲弄的眼神，回想起今日全村人异乎寻常的举动，霍仲年顿时浑身一激灵。你们，我们是你祖宗。霍仲年，你这狗娘养的，老子忍你好一阵了。你不是要把大伙耍得团团转吗？现在大伙就在你跟前，你倒是来耍。从一开始就暴露了，今日这一切不过是整个黑河村给霍家设的一个局。我自以为演得天衣无缝，不料在别人眼里就是个笑话。这一瞬间，他感觉就像被人扯掉了遮羞布一样，抬起头，脸色顿时变得神色癫狂。在这里，我本享受着所有人的羡慕和敬仰的存在，一定还有办法挽回。下一刻，他阴鸷的眼神缓缓移向霍家人，最后在叶延兰脸上定格。是你害的我吧？我操！相公，你说什么？叶延兰，是你谋划的这一切吧？先是给霍家谋划出这一场戏，然后再给叶家通风报信说这一切都是我的主意，让我在大伙面前百口莫辩，丢尽脸面，是也不是？我没有啊！霍仲年甩锅的手段简直让人叹为观止啊！为了让叶家认你，你竟然丧心病狂，不惜对我使阴招，你这心如蛇蝎的毒妇，我算是看清你了。而在这时，叶不韦却冷冷打断他的话：行了，霍仲年，打开门看看你娘吧。乡亲们，你们瞧，我没说错吧？我一说到叶延兰使计诋毁我，叶家人就不让我说下去了。他们是同谋，他们合起伙来对付我，我是冤枉的啊！你想多了，我本不想打断你，无奈你娘只剩最后一口气，再不救就真的来不及了。你说什么？你娘刚才不小心踢翻了凳子，已经掉了好一阵了。以叶不韦内力深厚，刚刚屋内霍老太一踢翻凳子，他就听到了。他选择现在说出来，一是想给霍老太一个教训，二是不想村民们背上良心债。还真给钓上了。娘啊！不是布兰，咋又都来了？这群黑心肝的非要等我真掉得半死不活才肯来。不过既然人来了，那表演还得继续。哎呀，你何苦要把娘救回来？大丫一日不回，我一日不愿苟活啊！行了，有完没完？没脸没皮的老货，你当大伙为啥不上你家门？因为都知道你们这一大家子是啥玩意。我说你能不能别作了？刚要不是我家老爷，你早就脚一蹬进阎王去了。而一旁的霍大年这时只能磕磕巴巴的：娘，他们真的啥都知道了，怪二弟出主意骗他们。他们咋可能知道？不可能。是叶氏，你们都被他骗了。他为了讨好叶家，非得说这主意是我出的。你说这件事跟我有关系吗？霍仲年对着霍老太一直暗示，霍老太也是瞬间明白过来。爹，这事跟你没半点关系啊，都是叶氏那哒哒哒的出的主意。这小贱人差点把我害死了。霍家这颠倒黑白的本事也是没谁了。主人，卷忍不了了，他们当卷是摆设，太侮辱蛇了。蛇，乖乖待着哦，看好的哟。白眼，狗娘养的！你们娘俩咬耳朵的时候，我们蹲在你家墙角听得一清二楚。
全是你霍仲年一个人谋划的，这事儿跟叶氏有啥关系？小九正要说话，铁头爹是个暴脾气，直接忍不了了，抢先道，听得霍仲年身躯一晃，瘫坐在地上。蹲墙角，一切都已成定局，我还能狡辩什么？我还能改变什么？黑河村我再也不是那个众所瞩目的霍仲年了。是谁？到底是谁这么缺德，竟然来蹲我家的墙角？家人们，谁懂啊？他们家想得出各种损招骗我们，就不许我们用点手段对付回去。只是没想到你家霍仲年不但阴着坏，还这么无情无义。叶氏怎么着也是他婆娘，为你家当牛做马这么多年，他为了自保竟然让他背锅。可不是，真不是人。你们不许这么说我家仲年，他这回只是一时糊涂，他是要当举人的，到时可是能给黑河村带来荣耀。这个荣耀我们可不敢要。是的，小九，你想说啥？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呢。接着小奶团子就扒拉着小短腿径直走到叶延兰面前，仰头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叶延兰受宠若惊，有点不敢相信。丫丫，你肯认娘了吗？辛苦呢。鸡须救个好人哦。叶延兰懵了，在场的其他人也是没听明白小九话里的意思。继续做个好人。小九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咦，好丢人。为了说这2句话，我可是费了老大劲了。小九会对叶延兰说这些话，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叶延兰真的有去给叶家通风报信。为什么连叶延兰都敢背叛？他是怎么敢的？他以为自己是谁？当年我好心要你，你如今却背叛我。我没有，相公你误会我了。你还敢狡辩？你以为我听不懂大丫话里的意思？把我毁了对你有什么好处？贱人，我要休了你！不要啊，相公，我是这世上唯一不会背叛你的人啊。唯一？你是唯一？难不成我会背叛我儿子？难不成我会背叛我弟弟？这事我还真说不准，但此刻这个忠心我不得不表。难不成我会背叛小叔？娘，你快帮我证明啊！我根本就没有去岳家报什么信，对不对？爹，你可怜可怜我，你救救女儿吧！女儿要是被休了，这辈子就完了。此刻的叶不韦只是轻叹一声，想说什么却最终没说。那个当年他手把手教着读书识字的小姑娘，早就在他的记忆中消失不见了。你真的要逼死女儿吗？我可是叶家的独女啊，你怎么狠得下心？你不是叶家的女儿，叶家人不说废话，更不会演戏，说不认你就是不认你。你有求我们的功夫，不如去求求你那好男人。大丫，你可以不认我，但你为什么要害我？你小小年纪为何如此歹毒？啊，我去你的！你骂小九干啥？瞅瞅你那不值钱的样儿，我都替你臊得慌。家人们，谁懂啊？做姑娘的时候就恬不知耻，小九有你这种娘，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都是你自个儿做出来的。大家一人一句骂完后就拍拍屁股走人了。不过让他自己没想到的是，居然被小九2句含含糊糊的话弄得这么惨。这是休书，快按指印。相公，你听我说，是大丫说假话，她要害我，她怪我没有好好抚养她，她这是报仇。她不过1岁多的娃娃，能有心机来害你？你快签了休书，我们好聚好散。不要，我死都不会签。快签，不然老子打死你！叶延兰这时抬头看着眼前这个男人，暴力让他的五官扭曲变形，哪里还有半点谦谦君子的模样？仲年，你不能休我，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我的秘密？什么秘密？自然是让你无比屈辱，却只能哑巴吃黄连的秘密。见谅，今日被他们气昏了头。你放心，我们夫妻一体，我一定不会对旁人透露半个字。此刻2人目光交汇，一个满是惊疑，一个隐含挑衅，抬手将休书撕得粉碎。叶延兰这才长舒一口气。霍仲年细细体会着他话里的意思，心里却是在冷笑。读过书的女人果然心机深沉，指不定哪日就被他卖了。也包括叶家吗？仲年，你怎么还是不相信今日大丫是被叶家教唆着来害我的？不重要了，今日打你是我不对，我们就当无事发生，跟以前一样好好过日子，可好？叶延兰心里狂喜。相公，你跟娘和大哥他们也说说，免得他们对我有成见。你放心。大丰收，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大丰收。这么多，手敲断也敲不完啊！田地里有人欢喜有人愁，有些妇人们看着堆积如山的稻穗，脸上的笑容渐渐有些勉强。当然也有不用担心的人家。说起来还要感谢我5个姐姐，要不是她们，我这辈子都别想摸到牛毛。娘，你来牵牛，我去就来。不用问就知道又是去找那个水河了。
那丫头是好看，但心比天高，过日子不能光靠相貌。那丫头跟她娘一样，一看就不是能踏实过日子的人。阿娘，我干不动了。狗蛋，我来帮你。小蹄子，你咋还跟他牵扯不清？关我啥事？我早就不理他了，可他非要贴上来，我能咋办？水河一脸的委屈。张寡妇闻言皮笑肉不笑的走向三黑。黑子，你去忙你的，我家不用你帮忙。婶儿，没事，我家剩的不多了，我先来帮帮你。那也不用，你快回去吧。那等婶儿的谷子割好了，我把牛接给你碾谷。张寡妇眉头紧皱，因为她发现附近的人这时都往这边张望。三黑子，你说我家为啥要用你家的牛？我们两家是亲朋吗？不是。我和你娘是老友吗？不是。那你说我们两家有啥关系？收起你那见不得人的心思，离我家水河远点。我家水河是清白好姑娘，你再敢黏糊糊凑上来，别怪老娘不客气。看着张寡妇故意扬起嗓门，三黑子顿时觉得自己的脸有点恶，又看了看水河。水河，你快说句话，你是不是没有跟你娘说我们？你闭嘴，早就让你不要痴心妄想了，快滚！被张寡妇撵走后，他只能失魂落魄的回到达古堂。啊，你咋了？水河他骗我，他不要我了。哈哈，莫不是祖宗显灵了？等会回去要烧高香拜祖宗。娘，你咋还笑得出来？三黑娘故作不好意思的装出一脸愤怒的表情。我这是被气笑了，这丫头眼睛长在脑门上，看不上咱也不稀奇。你放心，娘一定给你物色更好的姑娘。我不行了，我要歇一歇。奇怪，今年的桂花咋开得这么早？坐在田埂上的叶延安突然被一阵好闻的桂花香吸引，疑惑间，只见不远处有个少女袅袅婷婷的走过来。自古哪个少年不多情？哎，水鹤是长得是好看，还是想想就好。她眼界高，以后肯定是嫁到镇上的大户人家去的。延安哥哥，水河，延安哥哥，渴了吧？我给你带了水。被突然打招呼的叶延安顿时结结巴巴起来，整个人都呆住了。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吧！你还傻愣着干啥？这是人家刚刚喝过的。叶延安读过书，知道礼义廉耻男女之别，也知道水河突然这个举动是不对的，但他又如何狠得下心拒绝梦中的女人？你倒是喝呀！粗粗。叶延安正不知如何是好时，突然一道甜甜呼唤的小身影向他飞奔而来，跌跌撞撞正要摔倒时，小九儿没事吧？吓着没有？粗粗。小九别怕，叔叔会保护你，只是以后不能跑那么快了，知道吗？偶要是不跑快，粗粗你的魂就要被水河勾走呢，知道呢？延安哥哥，没办法喽，只能用魔法打败魔法喽。随后小团子突然对着他吧唧一口，叶延安眼睛瞬间更大，马上扑到叶延平身边。哥，小九刚刚亲我了，他亲我了，这里吧唧一口，好大声！我闺女都没亲过我，咋会亲你？真的？那你快看，口水还没干。叶延平看着凑到他鼻尖上的那张欠揍的脸，一脸懵。哥，你是不是妒忌？你吃错了是不是？你再生气也没用，我要回去告诉老爹，看老爹的脸会不会跟你一样黑。此时一门心思想看老爹吃醋的表情，哪里还记得什么水鹤？而被晾在田埂上的水鹤却是一脸的难以置信。这叶延安到底是没开窍还是脑子有毛病？被小奶娃亲一口，至于这么激动吗？不过他这么清纯，到时我要是主动送上香吻，叶延安岂不是更要乐疯？叶延安，你这小崽子又咋了？爹，小九亲我了，你都没被小九亲过，有没有发现小九最近跟我最亲？小九可是都没有亲过你，却亲了我，你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的失落？有，我很失落。哈哈哈，我就知道。不过我失落不是因为这件事，那是为啥事？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阿平力大无穷，阿顺才学匪浅，你会什么？只要想起你，我就失落。叶不为说完就起身甩甩衣袖回头去。小九，他好过分，他嫉妒你亲我，就往我心里捅刀子。小九听了直接脑包就是这意思。不对啊，二叔叔，妹妹也有亲我，阿姨就没有往我心里捅刀子。二叔叔，要不你以后跟我们一起蹲马步吧？虽说你老大不小了，但没准还来得及。算了，不跟这般人一般见识。水河眼光那么高，都主动过来与我交好，说明我一点都不差。
安慰自己后还乐呵呵冲进厨房喝水，发现芸娘在做饭。阿嫂，你认识水河吗？是咱村长得最好看的那个姑娘吗？对，她刚才送水给我喝。阿嫂，你觉得她这是啥意思？你觉得呢？我哪里知道，这不想着请教阿嫂你吗？我虽然没有跟水河说过话，但对水河的挑剔早有耳闻。这个可说不好，要看这个姑娘平日里是个咋样的人。阿嫂，她平日里可高冷了，不咋理人的。那或许就是对你有好感吧。谢谢阿嫂。小九，粗粗去干活喽，等会回去陪你玩哈。怎么办哟？这个没心没肺的二叔叔，我可不想要那样的女人做婶婶呢。看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时候出动小伙伴的力量了。接下来的几天，小跟班们专盯水河，可却再也没有半点新动静，好像那天送水的事从没发生过一样，这让叶延安百思不得其解。水河咋又不理我了？明明那天是他主动找我的。哎，女人心，海底针，太难琢磨了。娘，你儿子我长得也不赖吧？我觉得我需要做一身新衣服。等你做新郎官的时候，自然少不了你。不是，我是说平日里，你难道不觉得我这身衣服太寒碜了？这严重影响了你儿子我的颜值啊！这时候洛秋月指了指旁门外的叶部，看到你爹了不？你爹好看不？好看啊，全村最好看的男人非他莫属。你爹的衣服寒碜不？寒碜，全村最寒碜的衣服也非他莫属。所以人丑不要怪衣服。说完，洛秋月就转身出去，只剩叶延安呆愣住在那里。不是，这是亲娘该说的话吗？爹打鸡完，娘打鸡，这谁扛得住啊？我不会真的是捡来的吧？有点怀疑人生的叶延安马上就婆婆，有件事我想问问您。你说大点声，我听不见。婆婆，想问你，当年我是不是您接生的？黄婆婆偏过头仔细端详了叶延安半晌，才回应她：是啊，你是我接生的啊。我记得你一生下来小撅撅就比别的男娃娃大。答案是好答案，就是有点儿羞耻。好在旁边没人。谢谢婆婆，那我先回去了。好啊，延平，你慢走。不带这样玩的。婆婆，您认错人了，我不是延平，我是延安。延安是哪个啊？算了，就不该来。婆婆你忙着，我先回去了。好啊，延顺，你慢走。行了，我算是知道了。我的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完的坎。叶延安回家后，决定化悲痛为力量，去田里大干一场，没准还能遇到水。结果遇上小团子，还掏出一张纸递给他。粗粗，小九，叔叔要去割稻子，你要不要一起去玩？这画的啥？看起来还挺有意思。黑河村现在的脱粒方法效率太低了，要是遇上雨天，没脱粒完谷子早就烂掉了。小九给了他一张古代人工脱粒机的图纸，再指了指图纸上的机器，还模仿着踩脱粒机的动作。啥意思啊？小九急了，指着附近正在敲稻穗的人。不好搭，这个棒棒哒。小九，你的意思是这个物件用来脱粒更好？哇，细搭细搭，粗粗棒棒。还别说，这东西看着挺靠谱，这是真能做成，看谁还说我啥都不会。小九，你真是叔叔的救星。叶延安如获至宝一般，自己拿着图纸，连饭都顾不上吃，就在院子里开干起来。老二，快来吃饭了。不吃了，我吃脱粒机。脱粒机是个啥？还能吃？老叶，这娃最近好像不对劲呢。我看是水河没来找他了，心里不舒服。一旁的芸娘把叶延安今天问他的事跟洛秋月说了一遍，他知道婚姻大事还是得让家里人提前知道才行。那姑娘手段高明着，这是故意吊着他，等到这傻小子先乱了阵脚，他到时只用动动指头就能把事儿办成。这一招叫欲擒故纵。我不太喜欢太有心机的姑娘，人还是简简单单的好。一天到晚800个心眼子，我嫌累得慌。不过水河那丫头确实长得水灵，要是她是真心喜欢延安，我也不反对。洛秋月是颜值党，当然最主要的是不相信在她这个婆婆面前有敢剁腰的儿媳。因为今年粮食高产了，村民们忙得腰都直不起来。几天后，叶延安的脱粒机就让叶延平一早将机器扛进了田里。我叶延安终于有做成的事了。延平，这大家伙是个啥？是你做的？叶家一文一武一泼皮，只可能是延平做的。错了，我没这本事。按你来说，呀，这东西到底是用来干啥的？这是脱粒机，专门用来给稻子脱粒的。说着说着还招了。哇，家人们，
拖得干干净净，这比手打得干净多了。这物件比人强多了，又快又好又省事。延安，你咋想出来的？真是了不得！听着大家的赞美，叶延安顿时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村里都知道叶家老大力气大能吃饱，老三有学识还淳朴，而老二最擅长的就是把洛秋月气得掉，经常一前一后从村东头追到村西头。啊，这脱力机真的是你做出来的？真的是延安做的，这里面用的铁器物件就是他找我打出来的，这个我可以作证。可以啊，你小子，之前没看出来你也是个人才。家人们，谁懂啊？还真别说，叶家3个儿子个个都不简单。叶延安被大伙夸的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我打算再多做一台，这样全村有2台脱力机就管够了。延安，这个我们也能用。当然了，这么好用的东西当然要造福全村。不过我家里的材料不够了，木料铁器全都用完了。祠堂里有一堆破铜烂铁，你等会跟我去瞧瞧能不能用上。只要你有这本事造福乡亲们，我把我家拆了也要支持你。多谢李正阿伯。紧接着延安向大伙说了一些安全注意，不脱力的时候要把踏板卡住，防止小孩触碰等等危险注意事项。我替延安把丑话说在前头，这脱力机全村都可以用，但是要是你们不按延安说的要求来，出了啥差错，可不准怨天尤人。大家纷纷点头，随后斗争先恐后的去李正那里排队道。原来小九知道我心底的自卑，所以他出手拉了我一把。小九，谢谢你。初初这点事就感动的哭闹，那以后可咋办哟？延安哥哥，又是那个坏女人。小九耳边突然传来水和矫揉做作的声音，小手一挥，空间里的一连排从一股劲风袭向水。在田埂上走着的水河突然四仰八叉翻进旁边的水窝。我刚好像听到水河叫我，奇怪，没见人，难道是我听错了？啊，我们得送回你家去，辛苦你再多做一台脱力机。好，我这就回去做。我又不是小孩，咋还给我开小灶？这是特别奖励你的，老二，娘为你感到骄傲。干啥突然这么说？怪不习惯的。这次你确实做得好，为了奖励你，你可以提一个要求，只要能做到的，我都答应你。真的？哦，真的。爹，那可以带我飞吗？果然还是没长大的小孩，还以为他会要求去水河家提亲呢。听说水河今日掉水沟里了，还被草垛砸晕过去，真是怪事。不是吧？上回是他主动送水的，我是男人，我是不是该主动去看看水河？延安叔约你天黑去打谷场见面。确定是叶延安吗？是的，他说有话想对你说。水河强压住内心的狂喜，说完只见金宝一下就跑得不见影了。先洗澡洗头发，换上最好看的衣服。小骚浪蹄子又准备去哪了？可别怪我没提醒你，洛秋月可不是省油的灯。你想进叶家，最好夹起尾巴来做人。若是传出半点不好的，叶家都不会要你。不用你提醒，我又不是傻子。现在的黑河村除了叶家，我谁也瞧不上。你猜我为啥要打扮？因为叶延安约我了，天黑后我要去打谷场见他。真的？洛秋月把3个儿子管得挺严的，私会这种事他也敢做，你没搞错吧？怎么会搞错？晾了他这么久，他早就按捺不住了。男人不都是这样，聊得他心痒痒后再也不看他一眼，任他是个圣人也忍不住要扑上来。你这小蹄子把老娘我那点手段全给学了去，多抹一点香露，晚上拿住他，不让他那妖怪脱身，娘会助你一臂之力，让这门亲事板上钉钉。过了今晚，咱老张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到了晚上，水河故意去的迟些，在张寡妇的调教下，他懂得如何吊男人的胃口，如何让他们心甘情愿等待。巧巧已经猴急的不行了，延安哥哥，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人家刚刚洗了个澡，头发都没干就过来了，不信你瞧瞧。在朦胧的月光下，男人犹豫片刻，还是转身背对着水河。哟，这叶延安还挺有个性，合着是晾了他这么久，生气了。延安哥哥，你咋的了？人家好不容易出来见你，你咋拿个背对着人家嘛？你要是不想见我，那我这就回去了。就在这时，打谷场不远处的小巷，2个人鬼鬼祟祟的走过来。娘，大晚上的，咱这是要干啥？弄得像做贼似的。去了不就知道了，小九让来的，能有错吗？啥？小九让来的？那还能有假？今天吃完晚饭后，小文小武传达了小九的意思，
让我天黑后带着你来打鼓场看好戏。我还特地找小九求证了。听说是小九让来的，叶延安瞬间就有了精神，目光一扫，隐约看到前面有2道人影。娘，打鼓场还真有人。看到了，还是一男一女，轻点声，被他们发现就没好戏看了。小九这娃娃真是太贴心了，这种刺激的戏码，我洛秋月可太爱看了。延安哥哥，突然，打鼓场上的女人叫了一声，叶延安腿一晃，差点吧唧摔到地上。啥情况？娘，咋还有一个我？该不会是我太想水河，所以魂魄出窍来见水河了吧？急啥？接着看不就知道了。洛秋月隐约猜到了什么，心里一阵冷笑。吃瓜吃到自己儿子身上，今晚这场戏一定会很精彩。延安哥哥，你真的生我气了。本以为我使出这招以退为进，一定会挽留，结果这木头硬是没有半点动作。人家不是故意不理你的，实在是我娘看得紧嘛。我要是不喜欢你，咋会去给你送水嘛？水河，你到底喜欢谁？突然，一道愤怒又压抑的声音转过身来，吓得水河浑身一震。三黑子，怎么是你？不是我会是谁？难道会是叶延安？用着我送的桂花露来勾引其他男人？水河，你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叶延安呢？明明是叶延安约的我，你是不是跟他说了我们的事？你是不是故意坏我好事？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水河，你是真打算跟我断绝关系，要另攀叶延安的高枝了？哼，我从来就没答应要嫁给你，我又不是你的谁，咋就不能喜欢别人了？此刻的话听得三黑子一脸的怀疑人生。可你明明都把身子给了我，水鹤，你咋能干出这种不知廉耻的事？那又如何？三黑子，你当时可是发过誓的，这事你要是敢说出去，就要遭天打雷劈。所以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可是为啥？你一个姑娘家，为啥这么作践自己？所以说男人就是幼稚，不给你尝点甜头，你能让我免费坐你家的牛车吗？你会送我那么多的小玩意吗？听完水河的话，三黑子顿时充满了绝望和痛心疾首。所以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就为了那点好处，竟然哄我跟你睡觉。水河，你是不是傻？只要你一句话，我命都可以给你。你是姑娘家，吃亏的是你自己啊。有啥吃不吃亏的？我乐意不行吗？他打小就经常撞见他娘跟别的男人鬼混，所以他自己并不觉得有啥吃亏。躲在树后的叶延安彻底呆住了，还以为这丫头只是有些对付男人的手段，却没想到背地里是这样的。今晚的打鼓场看来要出大事。干啥？你一个寡妇晚上来敲门合适吗？黑锅娘，我家水河不见了，劳烦大伙帮我找找。你是不是傻？大晚上的哪有大张旗鼓说自家闺女不见的？你家闺女名声不要了。张寡妇名声不好，基本村里的妇人就没有愿意跟她打交道。黑锅娘虽然不喜欢她，但为人最是热心快炒。这时张寡妇又假装急得不行。我也不想啊，晚上骂了她2句，一眨眼就不见人了。我这不是担心她一时想不开去寻短见吗？黑锅娘听她这么说，顿时也急了，连忙把自家男人和兄弟妯娌都叫了起来。大伙都小点声，我家水河性子犟，要是他知道我在找他，没准又跑得远远的躲起来。跟我家黑锅一样，咱等会找到人，先不急着嚷嚷，悄悄围上去把他逮住。经过打鼓场的时候，张寡妇故意引导他们到了打鼓场，脚步一停。你们瞧，那边好像有人。还真的有人，好像还是一男一女，正在拉拉扯扯。奇怪，黑河村除了张寡妇，竟然还有人干这种事。大伙快来瞧啊！打鼓场出丑事了。娘，你干啥？老张家的，是你家水河。老天爷呀，你这小蹄子咋就是不听话呀？我都让你千万不要来了，你非得气死你老娘不成？张寡妇看到是自家女儿后，马上就大哭，生怕别人不知道那个女的是水河似的。没一会，打鼓场一下就围满了人。李正了，你可要为我做主啊！做主？你家闺女干出这种丑事，你还有脸要我做主？不关我家水河的事啊，是叶家的叶延安把我闺女哄骗来的呀。什么？延安？娘，别说了。我要说，我必须说。闺女，你不要担心，全村都会为你做主。大伙都听我说，是叶延安，他非约水河在晚上见面。水鹤心里虽然喜欢他，但也知道私会不对。他跟我说叶家今非昔比，如果不答应叶延安，万一得罪了叶家可咋办？我跟他说，宁可得罪叶家也不能答应。可这丫头心里害怕，瞒着我还是来了。
李正啊，我家闺女被叶延安害得名声尽毁，这事叶家必须负责呀。你想要叶家咋负责？这时，一道不冷不热的声音响起，大家循声望去，发现洛秋月就在人群中。延安娘，你可算来了！你儿子做出这种丑事，害得我闺女失了清白，你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一头撞死在你家门前。这么激动干啥？有话好好说，有事好商量。你想要叶家咋样，我都听你的。村里谁都知道洛秋月不是善茬，本来以为这事要闹上一闹的，没想到他竟然这么好说话。算你识相，我要叶延安娶水河进门。还有吗？还有，我还没来得及想。比如彩礼要多少？张寡妇一愣，洛秋月这时还特意的提醒她，顿时就激动起来。对，彩礼，我家水河本来是要嫁到镇上大户人家去的，如今被你儿子害了，彩礼你至少要给400两银子。400两，家人们，谁懂啊？乡下人家的彩礼一般才10两20两，镇上好一点的人家也就50两80两，最多没有超过100两的。这张寡妇明摆着是狮子大开口啊！谁让叶家理亏在先，现在只能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了。你家水河模样长得好看，确实值得400两银子。400两，这眼睛眨都没眨就这么答应？延安娘到底是疯了还是傻？水河与叶延安私会坏了名声，叶家即使一个铜板都不出张寡妇也必须嫁人。这么简单的道理，延安娘咋不明？不过娶媳妇这种事，还是要问问延安自个儿的意见。万一他根本就瞧不上水河，我也不愿勉强他。这可由不得你。张寡妇正要争辩，洛秋月突然扬声喊道：“延安，你愿意娶水鹤吗？”不愿意。呀，你都跟水河私会了，这就是你不对了。我跟谁私会了？我一直都在家里做拖地机，好吗？各位能不能搞清楚情况再说话？我人在屋里做，锅从天上来，不行这样耍我吧。突然，叶延安从人群中出现，看得众人目瞪口呆，而张寡妇顿时被吓得急急冲过去，地上的银元血溅。三黑子，你不是说叶延安约的你吗？咋变成他了？我也不知道，明明是叶延安约的我，却变成了三黑子。你不要乱说话，我可从来都没有约你。突然，水河好像想起了什么。金宝，是金宝来报信的，只要问金宝，就知道我没有冤枉叶延安。不一会儿，金宝就被抱了过来，睡眼惺忪，一直打着哈欠。咋还把金宝那小崽子给牵扯进来？金宝，今日是你给我传信的，没错吧？没错啊，就是我。金宝，你当时跟水河说的啥？你现在再说一遍。是延安叔。金宝刚说完，人群顿时炸锅了，所有人的目光顿时汇聚在叶延安身上。我约水河了，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叶延安，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金宝，我啥时候要你传信了？三黑哥，你来凑啥子热闹？我又没说是你。你说我是谁？你是三黑哥啊？我是三黑子，那叶延安是哪个？他是延安叔啊，就是他让我传信的。金宝，我才是你三黑哥，你咋连人都认错？坏了，我把你们两个弄混了。家人们，谁懂啊？原来是金宝这傻小子闹出了大乌龙。延安，你受委屈了，这事儿你是清白的。都是些啥乱七八糟的破事。娘，我先回去了。延安，你别走，这事儿是天大的误会。你虽然没有约水河，但水河是因为你才来打谷场的。他和三黑子连话都没说过，水河心里喜欢的人是你啊。所以呢？你怎么忍心弃水河于不顾？我家水河乖巧漂亮，是咱村最出挑的好姑娘，配延安你刚刚好啊。延安哥哥，要是早知道是三黑子约我，我死都不会来。我今日丢尽脸面，完全是因为延安哥哥你呀。你别抬举我了，我对你可不敢笑想。彩礼好商量的，不用给400两也行的。行了，还要不要脸了？咋的？你闺女说瞧上谁谁就必须要娶她呗？咋不说她看上金銮殿上那位，让人抬进宫当娘娘去？延安他娘，我这不是寻思着延安正好到了娶亲的年纪吗？2个孩子郎才女貌的，多合适啊！不合适，我家无意与你家结亲，你莫要再乱点鸳鸯谱了。延安娘，我不要彩礼还不行吗？让延安娶了水鹤，叶家白捡一个媳妇，这样总可以吧？突然，洛秋月招了招手，让张寡妇将耳朵凑上来。张寡妇，我家不是收破烂的。
你闺女那些丑事，我好巧不巧正好知道一点。你要是再敢纠缠半个字，我可就管不住自个儿这张嘴了。水和娘，你攀扯上叶家是没道理的，你闺女应该嫁给三黑子才是。不，我不娶。如果说之前他对水河爱得要死要活，那么今晚他对水河算是彻底断了心思。当着我的面，一个劲攀附叶延安，再没血性的男人也忍受不了这种屈辱。三黑子，你说啥？让你娶我是抬举你，你还敢委屈上了？就这样，这时三黑子他娘也赶过来。当晚两家人在打鼓场上闹了一晚上。阿奶的酒保，你又救了叶家一回，这回要不是你，咱家就成了冤大头了。小九，谢谢你让叔叔去看好戏，不然叔叔这辈子算是完了。叶延安想着这段时间对水河的迷恋，心里就不自觉的后怕。看来昨天的计划很完美，终于搞定那个坏女人了。小九，你咋知道水河是那种人的？还有金宝又是咋回事？偶不知道哟。问就是偶什么都不知道，偶只记个1岁多的宝宝。别问了，以后都长点心眼，别让小九老为你们操心就行。哎，这个家要是没有小九，都不知道会多出多少祸患。阿奶上辈子是做了多少好事，才在那日突然进了霍家门，把你带了回来。小九小嘴一抿，也是甜甜笑着。偶上辈子肯定也是做了好事，才能遇到你们。偶也是的。叶家人顿时两眼泪汪汪，心里充满了感动和内疚。小团子不想大家流泪，马上拍拍小肚子，嘟着小嘴说：“肚肚饿呢。”好，去吃饭。今年的产量是往年的5、6倍，就算再干旱个几年，我们再也不用担心会饿死了。家人们，这要是传出去，只怕根本就没人信。我们黑河村的穷日子，看来真的要结束了。今年粮食的产量，村民们多到装不下。经历了这么多事，他们也不再是之前那自私自利的模样，而霍家却还是老样子。你哭啥哭？全村这么多阿爷阿奶叔伯婶娘看着你，总有人会与你一口饭吃。这霍老太真是想多了。小九被李正抱到了全村的主桌，而这桌全部人的牙齿加起来，可能还没有别的桌一个人的牙齿多。小九有没有话想对大伙说？有的。7。大伙都认真听着，结果口齿不清的小九顿时惹得众人哈哈大笑。你们笑什么呢？肉放凉了就不好吃呢。别以为偶没看到你们偷偷吞口水的样子。听小九，开动。我的大米饭。大家正开心时，突然听到有小孩哭声。霍小虎，你为啥打翻他俩的饭？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就是故意的，我亲眼看到你故意用手把他们的饭碗打翻。谁不知道你们是一伙的？你们这是合起伙来冤枉我！喂，你们两个倒是说说，你们的碗是我故意撞翻的吗？说着还推了那两个孩子一把，两个孩子低头不敢说话。瞧见没有？他们没说，那就不是。你们不要怕，我妹妹小九会为你们撑腰的。就是霍小虎故意打翻我们的饭，他说他没有饭吃，我们也别想吃。听到叶小文这么说，两个孩子顿时有了勇气。霍小虎顿时恼羞成怒，谁让你多管闲事，还把大丫搬出来，看我揍不死你！霍老太眼看邻桌的大人们马上过来拉架，就上前就阻止他们。没事，娃娃们闹着玩的，男娃娃皮糙肉厚的，越打只会越亲热。我现在没有一天不恨叶家的，看到小虎打叶小文，心里真痛快，既不担心小虎会吃亏，也不担心叶家会有啥动作。毕竟娃娃之间打闹，叶家再生气也只能忍着，他们总不能对小虎一个孩子动手。霍小虎10岁，叶小文4岁，个头对比相差2倍，大家直接就看不下去了。大年娘，你咋能这样？你这不是明摆着让小文被欺负吗？就是家人们，谁懂啊？要是霍小虎被大孩子打，只怕你早就上去跟人家拼命了。没事，让他们打。延平爹这是咋了？怎么能任由你自家孙儿被霍小虎欺负？众人转眼，只见比霍小虎小几岁的叶小文竟然被轻松绊倒，观战的孩子们顿时拍手叫好。哎呀，小文这娃娃竟然会武，怪不得延平爹不让大家插手。小虎，你咋了呀？你快起来！阿奶救我，救我！小虎，我的小虎啊！叶小文，你出手咋能这么毒了？我饶不了你。没事的，小孩之间打打闹闹怕个啥？越闹感情越深。你们让开！你们眼瞎了不成？看不到我家小虎被打了？
才多大点事，小孩血气好，流鼻血不是常见的事吗？还来不来了？以后还敢欺负人不？不敢了，以后不敢了。你跟他们道歉。我错了，我不该故意打翻你们的碗。你以后要是再敢欺负人，我见你一次收拾你一次。哒哒棒棒，哒哒棒棒。结果才转身才走出2步，霍小虎突然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狠狠丢向叶小文。所有人大惊失色，只见叶小文一把捂住了脑袋，并没有预想中的疼痛到来。在一片惊呼声中，众人反而只见霍小虎晕倒在地上。叶家杀人了！眼见霍老太就要冲上去，结果直接被洛秋月掀翻在地。敢动我家小文一根手指头试试？叶家仗势欺人，打完小的打老的，你干脆把我全家打死算了。是他欠揍，欺负人的是他，动手也的他，拿石头的还是他。你这老妖婆纵孙作恶，你孙儿就是被你给惯的。你儿子让我孙子流了那么多血，你赔给我。你还讲不讲理？你又想讹银子是不是？我家小虎受伤了，就是理。你不赔银子也成，让我家小虎爷打你儿子一回，砸你儿子一回，让你儿子出一样，这事才算完。气死我呢！你咋？小团子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塞到霍老太手里，顿时一愣。你让我砸？是，这可是你说的，我出手可没个轻重，万一把人砸死了，叶家找我麻烦咋办？脑包。听小九的。霍老太压抑住内心的激动，看向洛秋月。你怎么说？我也听小九的。呵，李正，刚刚叶家的话你也听到了，等会这一石头过去，人要是没了，可不兴赖我。老霍家的，今日之事本来就是霍小虎的错，你确定要这么做？别怪我没提醒你，世上有神灵，你小心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小九这个小祖宗做事都是有深意的，怎么会无缘无故让你去砸叶小文？你若继续作死，肯定要倒大霉。李正是在好心提醒他，可惜霍老太根本听不进去。李正不用多说，我自有打算。那成，咱先说好，不管砸出啥事，都与人无尤。我正是这意思，大伙也帮忙做个见证，等会不管出啥事，都只能自认倒霉。这么大一块石头砸过去，小文还有命活。叶小文，你不许伸手挡。我不挡。叶家夺走我孙女，我就夺走叶家孙子。村民们不忍再看，捂住了眼睛。我的老天爷啊！老霍家的被砸的脑袋都开瓢了，真是自作自受啊！上回做的差点吊死，这回只怕大罗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去镇里找郎中吧，这个我救不了。镇上可不敢去，要是路上遇到歹人，只怕连命都没了。中年不在家，我也做不了主。自作孽不可活，是他掀起了杀人之心，得此报应也怨不得旁人。小九不要怕，老包知道老婆子使出了多大的力，小九才回了多大。他本可以选择善，可他偏偏选了恶。小九不要觉得内疚。其实很担心脑包怪我心狠手辣，不是好宝宝。没想到脑包这么理解我。小九以后若有想做的事，只管放心大胆去做，脑包永远支持你。在这一刻，小团子的脸上才如释重负。好的。李正，不好了，城门外一下子聚了好多灾民。这一天终究还是来。大伙簇拥着李正登上城墙，看着城外男女老少个个面黄肌瘦，感觉随时都要倒下。村民们的心一下子变得很沉重。这些人能熬到现在，要么是村里的井没干，要么是重新找到水源，但躲过了干旱，却没躲过蝗灾，实在是太惨了。庄李正，求求给一口吃的吧。这时一个老翁颤颤巍巍地走出来，李正认他是大怀村的前任李正刘大成。他正因为有刘大成的指点，他才能把黑河村从小村落发展成如今的大村。庄李正，我知道今日过来叨扰是没有半点理由的，但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能不能给娃娃一口粥水喝？我们大人乐死就乐死了，但娃娃……想着这些年和庄李正的交情，老李正决定豁出这张老脸来求人。突然，刘大成身子一下就软瘫倒在地。庄李正，救救我们的老李正吧！他几日离你为近了，他这是饿的呀！看着大怀村村民哭声一片，一个劲地为老李正磕头。庄李正转过身，顿时泪如泉涌。他是个特别好的人，而且还对我有恩。大赞，救救他！我可以救他，但我若打开城门，你们一拥而上，冲撞进来，我岂不是给自己惹麻烦？庄李正放心，我保证大怀村的村民都会待在原地，不会走动半步。
近日来的时候，老李正就跟全村说好了，既然是来求人的，就要拿出求人的姿态出来，拿出十足十的诚意，只求得一线生机。此刻说话的是大怀村的新任李正，虽说是得到了大怀村的保证，但人心到底隔着肚皮，李正还是不放心。延平，你陪我出去一趟，老郎中也叫来。李正端着粥走了出去后，眼见灾民们闻到粥香，拼命咽着口水，但却没一个人乱来乱动。不愧是刘大哥教导出来的村民，就凭这份定力就值得尊重。确实是饿晕了过去，不是装的。听得李正很愧疚，但在这样的特殊时期，他不得不用小人之心提防着黑河村以外的人。眼见刘大成悠悠醒来，别把粮食浪费在我身上，来，快给秦家的娃娃吃2口。那娃了，快不行了，秦家的娃娃在那。在这，求求庄李正你赏口吃的吧。看，喂粥水，不然来不及了。突然老郎中一声大叫，妇人急忙端过粥水送到娃娃嘴边，可他一点反应却都没有。狗娃快吃啊，是你最喜欢的白米粥。妇人颤抖着拿起勺子舀了一勺，将粥水接二连三的喂进口中。可他怀里的孩子现在连最基本的吞咽都没有。狗娃，你咋了？你不要吓娘啊！到底还是迟了一步。众人正在感到惋惜时，突然只见一个粉妆玉琢的小奶娃在所有人的注视中跑出来。小九，你咋来了？你是奶娃娃，不能看这些。你要干什么？狗娃他娘，没事的。遇上小九是你的福气。孩子都没了，还谈什么福气？不哭哟。小团子从小兜兜里掏出营养液喂给了狗娃，虽然有一些流了出来，但还是喝了些进去。狗娃小嘴一抿了2下，活过来了，感谢小神医，我跪下来给你磕头了。不用道谢，是你家娃娃命不该绝。回，好，会。刘大哥，我先回去了。庄李正，刘大哥，帮与不帮，我都会给你答复。没有拒绝，说明还有希望。好，感谢。小九，你想咋办？我都听你的。好的，空间里的粮食终于可以派上大用场了。乡亲们，外面的情况你们也看到了，你们咋想？家人们，咱也想帮，可灾民太多，咱根本帮不完。当初咱村有水也没有帮人家，现在一样也不能帮。眼下这情况，虽说跟水局通水时差不多，但也有不一样。当时咱自己都不知道这水耐用多久，所以咱不敢帮。咸川县多山往山沟里走走，总能找到水，可死的都是懒人。现在咱村家家户户都堆满了粮食，几年都吃不完，而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村民们沉默了，大家心里清楚，要不是因为有小九，黑河村的处境跟外面也差不了多少。那我们听小九的。对，是小九保住了全村的粮食。家人们，小九让怎么做，咱就怎么做。听小九的，咱尽力帮，能救一个算一个，但求问心无愧。就当做给子孙后代积福。合着你们早就想帮他们了，瞧你们那高兴的样子。也不是，之前心里根本拿不定主意，但是小九开口了，心里突然就踏实多了。李正，要是这批粮食用完了，我们还要继续捐吗？这个不必担心，先走一步看一步。不管咋样，咱都要以自家为先，饿死自己就别人这种事，咱们不做。柳正，我家，你家收成不好，我不强求，你自己看着办吧。老李正，只怕没希望了。而这时的城外，大怀村村民在外面焦急地等待着。庄李正来了。张李正，我本来只求你能给娃娃一口吃的，我没想你能做到这份上，请受刘某人一拜。刘大哥，这可使不得。大怀村的村民欣喜若狂，齐声跪地感谢庄李正，感谢黑河村，看得城墙上的村民泪水直流。家人们，真是太感动人了。等这些米用完了，我家还要继续捐。我家也是，我宁愿让我家铁头少吃1碗饭，也要多救几个人。各位先不忙着感谢，黑河村今年运气好，躲过了蝗灾，收成没有受影响。但即使我们全村人不吃不喝，将米全部捐出来，也救不了你们所有人。所以要是有一日黑河村不在市中，也请大家莫怪。庄李正严重了，我们不是那种不知好歹之人，我们不会巴巴等吃的，我们也会谋生路的。大怀村祖祖辈辈都会记得黑河村今日的善举。好，不愧是刘大哥的大怀村，个个都明事理。经历了旱灾、荒灾、逃荒，那些不听话的都把自己给作死了。
原来如此，我村也有正义，离死也不远了。呐，这是你孙女吧？太招人喜欢了。她之前是咋救狗娃的？我愣是没看清。我倒希望她是我孙女。小娃娃你会救人，不过是歪打正着，是狗娃命好。庄里正，我们不能白吃你们的米。村里有啥需要帮忙的，您只管开口。李正，眼瞅着要种油菜了，我家人手不够，我能不能请大怀村的帮我耕田？突然这时有人接话，李正转头一看，居然是三黑子他娘。因为三黑子受了情伤，整个人嘟蔫巴巴的，干活也提不起劲。稻子割完后又要耕田种油菜，三黑子娘一个人实在干不完那么多活。我们可以，只要给一口吃的就成。我家有牛，耕1亩田给1升稻子，成不成？成啊。庄里正，此事你咋看？让大怀村的进去，会不会有不方便的地方？他知道黑河村既然建起这么高的城墙，势必是不想外人干扰到，而李正也很喜欢刘大成的边界感。刘大，只要是你负责选人，我就没意见。你放心，我让他们只负责干活，干完活就马上出村，绝对不叨扰到你们。东家，东家，我一个黄土埋半截的妇人，咋就突然当上东家了？三黑娘突然被东家这2个字叫得紧张哆嗦起来，顿时不知道是该答应还是不答应。东家，我会选一些耕田的好把式，让他们进去干半日活，可好？我都成的，只要能把活干好。感谢东家仁义。就这样，三黑子娘被一声声东家叫得迷失了自我，而黑河村的村民也是彻底淡定不下来。对他们来说，谁不想当一回东家？李正，我家想请一个挖地的。俺也一样。看着黑河村的热情，刘大成的脸却越笑越欢，而李正的脸越来越黑。都想干啥？要翻天了是不？一群懒驴，有点家底就飘了是不？一声东家就喊得你们不知几斤几两的。三黑子家只有一个男丁，家中还有牛，你们也跟他家比。刚才第一个开口说要雇人挖地的是谁？你给我出来！我。这个时候还有人举起手来，李正顿时被这个理直气壮的5字气得胡子直抖。你这挨刀的，你还有理了？你好像确实有理，竟然是落地。李正弯拐的太大，一口气差点没顺过来，当然也有那么一丝丝尴尬。我家的屋子不是忙着赶工吗？就想请人把地里的活干了。你家这情况啊，自然要另当别论。我也不是非不让你们雇人，对吧？只是咱刚过上好日子，该干的事还是得亲自干。咱的日子毕竟还没红火到那地步，是吧？李正，你是为了大伙好，我们都懂。家里劳力实在有困难，需要雇人的，你们去找叶家老三登记，明日我替你们去大怀村雇人。就这样，不少人被雇进黑河村干活，大怀村的人总算是存活下来了。因为施粥的消息快速传播着，也导致越来越多的灾民蜂拥而来，关键里面混了不少恶人。你们咋能这样？堂堂汉子为了抢一口吃的干出不要脸的事。你是你的粥，管我们做善，给谁吃不是吃。你做你的善事，我和我的粥，咱们互不相干。咋就不能管？咋就互不相干了？黑河村的粥是给人吃的，不是给畜生吃的。喂饱了你们这些不要脸的狗东西，你们倒是有力气祸害人了。说着，骆秋月就挥舞着大铁勺走了过来，嗓门大，中气足，一下就把那伙人吓了一跳。这位婶子，你是行善之人，骂人可是犯了口孽的，小心菩萨降罪于你，抹掉你施粥的功德。那你之前的善事不是白干了吗？对啊，我们不过喝了别人一碗粥，婶子你生这么大的气干啥？我们这些大男人饭量大，一碗粥根本吃不饱，我们也没办法，饿得不行只能抢了。就是啊，你要是能让我们多喝几碗粥，我们肚子不饿，自然不会抢他们的了。这么说的话，倒是我们考虑不周了。要不这样吧，你们过来，我再给你们多添几碗。那伙人一听，心里顿时乐开了花。那感情好，还是婶子会来事。婶子，我们也不多要，每个人再来4、5、6、7碗就好了。没问题，就怕你们要不起。婶子开什么玩笑？区区4勺要得起。突然，骆秋月高高扬起大铁勺，闷响声不绝于耳，而且富有节奏感。每人脑壳挨了几铁勺。你这臭娘们，你这是干啥？我没干啥呀，是你们说每人4勺的，咋的？还嫌不够？延平娘，快跑啊！结果骆秋月动作不快，等那些人过来后动作快更，一勺一个直接给推走。哟，躺着干啥哩？不跟我去喝粥了？
洛秋月手把玩着大铁勺，慢悠悠走了过去。那伙人顿时面露惊恐之色。不喝了。咋又不喝了？刚不是说肚子饿吗？真的不饿了？真的。那还不快滚！刚才被抢了粥的都过来再领一碗，我保得了你们一时，保不了你们一世。他们就几个人，而你们一共有好几百人，你们之中有不少身强力壮的汉子，咋就被几个杂碎欺负成这样？看着灾民们眼神麻木，只顾着低头喝自己的粥，仿佛他说的话跟他们无关一样。他心中虽有失望，但其实也能理解。都是些手无寸铁、老实巴结的老百姓，一辈子只与田地打交道，不说作奸犯科了，估计连架都没打过几回。你们既然一起安置在这里，若是不团结起来，永远都只能任人欺负，连一碗粥都喝不安生。严平娘，以前只知道你嘴皮子厉害，没想到你揍人也这么利索。难不成你也会武？嗨，我哪会什么武，不过胆子比你们大一点而已。那些人长期吃不饱，哪里有什么正经力气？换成是你们上，也照样能把他们打趴下。严平娘好像说的也对哈，下回再遇到这伙人，我也要用大铁勺打趴他们。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要想在乱世中生存，有武艺傍身是多么重要。上次见识到叶小文吊打霍小虎的本事后，我才知道，面对这些蛮横无理的人，拳头才是最大的道理。我想让家里的小崽子跟着叶不韦学点本事，这样被霍小虎这种娃欺负了，也不至于只会哭鼻子。但叶不韦这人高冷，性子寡淡少话，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我们没办法开这个口，只能去找李正商量了。拜师学艺这些都是要花银子的，可黑河村如今除了叶家，哪家还拿得出闲钱？拿得出手的只有粮食，但叶家不缺粮食，空着手上奴，我咋好意思开口？等等，我真是傻，想要搞定叶不韦太简单了。突然，他想到了小九，于是第二天就拿着一双虎头鞋来到了叶家。这是我那老婆子给小九做的虎头鞋，你看合不合穿？李正的老班真像虎儿真好，虎头鞋上的小老虎看起来栩栩如生。洛秋月和芸娘拿到手上爱不释手，眼见他们要掏铜钱，李正连忙阻止道：“要个啥钱？这是金宝银宝要送给小九的，他们是真心把小九当成了自家妹妹疼。看到这块布，就非要我家老婆子给小九做鞋。我看他们感情这么好，打心眼里高兴。只是可惜，我家那两个不成才，根本不是读书的料，也不知道能学点啥。”说完，李正只能一个劲的叹气。行了，送过来吧。跟聪明人打交道就是舒服。好嘞，不过我只收这两。没等叶不韦说完，大鼻涕还有舔着这些娃娃的父母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我们也是没带啥，就带来了小褂子。我是小帽子，还有小裤裤。严平爹，我们原本也不好意思开口的，但实在家被逼得不行了。几个娃娃每日都是在一起玩耍，感情深得很。李看，你能不能也把他们几个收了？本想着只收2个的叶不韦，没想一下又多了几个。没等他说出拒绝的话，小九就已经把人家带来的礼物喜滋滋的收进小兜兜。叶不韦顿时有些不知所措的站在原地。脑包，接下来交给你呢。李正，祠堂里面的粮咋就那么经用？你问我问谁？奇怪，昨天打开门是那么多粮，今天打开门还是那么多。李正，外面又有人在闹事，咱要不要管？闻言，大家都登上城楼，只见一群恶民正围着一个年轻姑娘，手中还拿着一根木棍，浑身颤抖着。都给我滚开，一个都不要过来！小姑娘是新来的吧？还挺泼辣。有一句古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不肯让给我们吃也成。你这细皮嫩肉的，不如让我们哥几个。求好汉饶过小女，她年纪小不懂事。你们想喝粥，我们的都可以让给你。可我们如今不想喝粥了。你闺女看起来可比粥好吃多了。黑河村的村民看不下去了，叶延平带着一群汉子直接冲了出去，3下5除2就把那群恶民打趴赶走了。这不是赵师爷，你为何在此？我不是，你认错人了。爹，都啥时候了，你还死要面子？庄李正，好久不见，确实是我。男人深深叹气，良久后转过身来，李正吃惊地打量着他。这到底是咋回事？赵师爷不在衙门里，怎么来黑河村当灾民了？赵师爷苦笑，我已经不是什么师爷了。庄李正，此事说来话长，你还是别问了。庄李正莫见怪，我爹就是这样的人，我爹他其实是被……元儿，
好，好，好，我啥都不说，咱就继续做流民，每日等一碗粥吃。我刚才就应该被那伙恶人欺辱。庄里正，我听到你们村的娃娃都在操练武术，不知可有夫子教他们读书识字？黑河村没有私塾，更没有学堂。那看着自己的女儿，也是为了自己的女儿。赵师爷突然想到了什么，看他爹那了半天，就是说不出后半句。赵蓉儿无语的看了赵师爷一眼。庄里正，我爹是想问，你们需不需要请一位夫子给娃娃们启蒙？要是需要，让我爹当这位夫子行不行？赵师爷当夫子，那肯定行啊。赵师爷的才学在镇上是很有名的，连我这个泥腿子都有所耳闻。除此之外，赵师爷为人谦逊，富有同情心。每年去县衙上缴粮食的时候，赵师爷是最好说话的，不像衙门里其他人总是拿鼻孔看人，各种刁难。要是赵师爷能给娃娃们当夫子，那是娃娃们的福气。就是这数修费，赵师爷还以为是庄里正信不过他，叹息道：“庄里正，我虽然只是个师爷，但实不相瞒，当年科举我是进士及第的榜眼。”赵师爷竟然是榜眼，榜眼可是仅次于状元，是多少学子可望不可及的存在。只是这堂堂榜眼，为何不在京城为官，却在这穷乡僻壤给人当师爷？村民的话说得李正满头大汗。赵师爷，别误会了，你要是能当娃娃们的夫子，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就是如今家家户户的情况都不太好，请榜眼当夫子，这数修费只怕出不起。庄里正多虑了，赵某若是追名逐利之人，就不会弄成如今这般境地。无需什么数修费，只要能让我和闺女加入黑河村，有个容身之所，有口热饭吃，足矣。这就好办了。赵师爷落户黑河村，是黑河村的姓氏，快请。家人们，谁懂啊？娃娃们武艺正学着呢，教书的夫子又送上门来了，那岂不是要文武双全的节奏？而一旁的灾民眼见刚才还和他们一起领粥的人，突然就被带进了黑河村，就跑上前堵住李正等人。庄里正，为啥他俩可以进村？我们知道您是大好人，可您也不能厚此薄彼啊！我们比他俩来得早，加入黑河村，您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吧。各位，我面前这位不是普通人，他是进村去给娃娃们当夫子的。当夫子？那我也可以啊，我是童生。哼，童生也好意思拿出来说，我可是秀才。秀才又如何？我可是暗手。暗手一出口，说自己是童生和秀才的两个人，只能无奈退下。如果你不是暗手，你就应该自觉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当然，我也是暗手。哦吼！没想到你居然也是个人才。不过你年纪都这般大了，不如把机会让给我这样的年轻人。不妥。既如此，我们不妨比试比试，谁胜谁进黑河村，如何？我话还没说完，当年同是我是暗手，我参加乡试，我是解元。解元可是举人中的第1名。我还没说完，之后还参加了会试，考了会员。自称暗手的男子顿时惊得嘴巴张大。突然，赵师爷长叹一声。后来我又参加了殿试，可惜。听到可惜二字，暗手心里顿觉安慰了些。你名落孙山了是吧？可惜我与状元失之交臂，只中了个榜眼。黑河村众士，你们中若是有能力出众的，也可报上名来。就这样，赵行间被大家称为赵夫子，成为了黑河村的一员。李正还想邀请他去叶不韦的操练场看看，却被拒绝了。也是从外面请来的？那倒不是，就是黑河村的人，但他跟一般村民不同。总之，你见了他，就明白我的意思了。赵行间摇了摇头，心想，可能就一个力气大的庄稼汉会武术，他并不感兴趣。我就不去了，要不是放心不下闺女，我早就效仿先贤，以死明志了。寒窗数十载，本以为可以施展抱负，大展宏图。李正，外面又有人闹事了。闻言，李正连忙带着小九来到城墙，定睛一看，这不是之前来抢水被叶延平揍得屁滚尿流的那伙人吗？金贵村、白塘村的，咋又是你们？上回还没被揍够。庄李正，你可算来了，我们可不是故意找事的，更不想与你们打架。那你们驱赶灾民干啥？庄李正，不赶不行啊！你说你们有粮食，不帮我们，我们好歹算是熟人是吧？你们非得要四周收留这些非亲非故的灾民。我们可不像你们一样有城墙，这些人扰得我们没法安生过日子。我知道你们村的人有能耐，我们惹不起你们。按对付这些灾民，我们还是不怕的。你们到底想咋样？很简单，黑河村想做大善人，
可以，但你们给我们造成的麻烦，必须赔粮食给我们，不然对这些人，我们见一个打一个。这几个村的人真是太坏了。李正，我们揍他们一顿算了。家人们，我觉得他们这是皮痒了。虽说是这么说，但李正看着灾民2、3千人，居然被金贵村几百人欺负得不敢反抗，他顿时陷入了沉思。小九，咱要不要出去帮忙？不搬。小九说不帮。村民们有些不理解，他们的小神女今日这是咋了？你搜？我搜吗？我昨晚明明有洗澡的呀。小九不是说你搜，他是让你说。这时叶不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了。脑包。这是没表现好，被小九嫌弃了。你搜？下面都有哪些村的？就是之前来偷水的金贵村、谭家湾他们。叶不为会意，然后转头故意对着灾民大声喊道：金贵村、谭家湾的，我劝你最好不要惹麻烦上身。你们不过几百人，流民却有几千人，真正打起来，你们是打不过的。闹事的村民顿时就听着笑了。哈哈哈！你看不到他们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吗？他们就是一群窝囊废。你错了，他们只是在忍耐。如今你们将他们赶走，他们就会饿死。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兔子急了还咬人。你们逼人上绝路，小心他们。话还没说完，这些故意无意的话让村民好像明白了什么。刚刚还被追得左躲右藏的灾民，突然大怒：我们只是经过你们村，哪有打扰到你们过日子？你们村穷成那鸟样，请我们去，我们都不去。就这样，连些找事的村民惹了民愤，灾民们大反抗事情迎来了大反转，使得其他找茬的顿时苦叫连连。还是小九聪明，他们迈出这一步，我们以后就轻松多了。是啊，不然3天2头的出去打抱不平，也很伤脑筋。闹事的人刚走，之前被帮助过的大槐村里正恰好就过来。我怀疑黑河村已经被县令盯上了。咋说？具体是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刚才那几个村的里正昨日都去过县衙，他们知道咱关系好，没人叫上我，他们今日过来闹事，我估计县令是默许的。这应该不至于吧？家人们，谁懂啊？我们是在做善事，在为县令分忧，灾民少了，县令应该高兴才对啊。这只是我的猜测，总之你们当心点。我倒觉得他说的是对的，不是说新来的夫子之前是师爷吗？我猜他什么都知道，你去问问便知。赵夫子，你为啥不当师爷，却跑出来当流民？自然是我不乐意当了。你是得罪了县令，被他撤去了师爷之职吧？哎，你非要揭我的短。不过，即使他不撤我的职，我也不会留了。我果然没猜错。我再问你，县令是不是打算对付黑河村？你说黑河村咋就碍他眼了？还能为什么？自然是因为你们抢了他赈灾的风头。衙役应该很快会找上门来。堂堂县令不想着救灾，却想着抢风头。我们不过想做点好事，这是招谁惹谁了？我施粥救人，难道还能给我安上个罪名不成？聊完当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灾民们趁半夜逼将那些找过黑河村麻烦的村子家家户户问候了个遍，就为了报答一下黑河村。第二天，几个村的李正怒气冲冲的就找上门来。庄李正，你突来，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呀，这不是之前指使村民来抢水的那几个一村之主吗？今日怎么舍得露脸了？庄李正，就不要再提，你居然指使这些流民去对付我们，你太下作了。你少血口喷人，我从没有指使谁去对付你们。没有人指使我们，我们之间的恩怨跟庄李正无关。你们每日都吃黑河村师的粥，自然会替他说话。要不是你们村每日施粥，我们也不会惹上这样的麻烦。黑河村同流民作恶，给我们造成巨大损失，我们已经禀报县令大人，你就等着瞧吧。流民一听，顿时就义愤填膺的涌了上来。我看谁敢！你当我们今日就几个人过来，县里的衙役们也来了。说完，黑河村的人果然看到几个配刀的衙役正往村口而来，顿时全都慌了。李正，县衙还真派人来了，这可咋办？此刻的李正也好不到哪去，只能强压下心头的慌乱，故作镇定道：慌啥？咱清清白白做人，谁来了也不怕。都滚开！官差办案，闲杂人等回避，否则格杀勿论。庄李正，你这城墙建得不错，看来大家没说错，黑河村可真不一般啊！官差老爷过奖了，各位要不要进来坐坐？今日奉县令大人之命，带庄李正前去县衙问话，随我们走一趟吧。敢问官差大人，
我们李正犯了何事？这个我们可不清楚，我们只负责来带人。县令找李正问话，要是让人带个话过来，我们李正自然会去。今日为何出动这么多官差？这跟抓犯人有什么不同？这是县令大人关心庄李正的安危，去县衙的路上并不太平，我们人多，此举是为了保护庄李正。家人们，谁懂啊？这话说出来，连他们自己都不信吧？李正沉默半晌，朝着村民他们拱了拱手。各位稍等片刻，我收拾一下，马上随你们出发。李正，不能去啊！这明摆着早就设好了陷阱，只等你去跳。咱村有城墙，你只要不出去，他们也拿咱没办法。村民们在后面焦急地劝说着，李正也不说话，而是朝着叶不韦走去。延平爹，有些事我想跟你交代一下。你当真要去？我若不去，就是公然与官府对抗，一旦被扣上这个罪名，没罪也成有罪了，所以我非去不可。众人默然，可能因为最近日子都好过了，默默地以为只要待在黑河村就能获得永远的安稳。可现实却是官府一手遮天，在现实中他们还是如同蝼蚁，只能任人宰割。我走后，李正之至由叶家。李正还没嘱咐完，突然这时叶不韦打断他的话：不行，我不同意。有当过师爷的夫子在，给师爷当比较稳妥。又不是让你当，我是想说，李正之至由叶家小九代理。我若是回不来，你们帮我照顾家人。不怕哟。嘱咐完，李正装出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身后的村民顿时热泪盈眶。庄李正这么年纪大，这一路走到县城去，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消。不会走到半道就晕过去了吧？这个不用你们操心，我们李正自然有车坐，而且还是特别快的车。特别快的车？难道是马车不成？被这么一说，众人期待赶拉马，只见一辆简陋的板车出现了，结果拉车的居然还是一个人。他们见状大声嘲笑道：这就是你们说的特别快的车，好歹也给套头牛吧。各位官差，我脚力快，带李正先走一步。你的意思是你拉着人还能走得比我们快呗？对呀。延平随便应付一下官差，只见转眼他带着李正转眼就10丈开外，衙役们瞬间傻眼了。喂，你给我回来！我们是来押犯人的，不是来跟你赛跑的。我操！你不小心说漏了嘴。你们把话说清楚，啥叫押犯人？不是说只带去问话的吗？众人顿时群情激愤，将衙役团团围住。衙役们说不出话，只能拔出刀喊道：都让开！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黑河村救了我们一命。庄里正要是出了事，谁还会施粥给我们吃？县令此举跟要我们的命有什么不同？你们有刀，但我们有人。没一下子，几百上千个流民就把衙役们被围得心里直冒冷汗。还以为来村里办差比在镇上人举，没想到这里更危险。跟着那狗县令挣不了几枚铜钱不说，还整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各位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都快让开吧，莫为难官差。要不我们陪庄李正一同去？县令要是敢为难庄李正，我们就把县衙围了。此言一出，李正都感动坏了，但这番发言也获得所有人附和。做人要知恩图报，要不是黑河村，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跟庄里正共进退。就这样，在大伙的拥护下，上千人的阵仗直接把衙役给整无语了。直到了镇上，他们也没整明白到底是谁押送的谁。不好了，县令大人又有灾民来闹事了！快锁门！是我们，这丢不丢人？去黑河村的时候，人家可没吓成这样。6成税，那得上缴多少粮食啊？那狗官给黑河村加税了，之前是1成，现在加到6成，还要2日内交齐。黑河村以后不施粥了，那我们咋活啊？那狗官用这招对付黑河村，不就是在断了我们的活路吗？可是我们明明对外说的是没受蝗灾，那狗官是咋知道咱村大丰收的？而这时，大家的目光都齐齐看向霍家，一定是咱村出了内奸，有人给那个狗官报信了。不关我事啊，我都没有出过村。你没出过村，但你弟弟霍仲年却经常出村，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乡亲们可不要冤枉人，仲年这么做意义何在？6成税你们都交得起，霍家可交不起。仲年再傻也不会做这种害人更害己的事啊！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那狗官只给了2日时间，都回去准备粮食吧。家人们，谁懂啊？他今年要6成，明年就可以要7成，这是要逼死咱啊！都做出这副模样干啥？跟外面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比，就已经很不错了。只要活着，就有希望。2天后，
县衙不但要黑河村粮，还要他们负责押送粮。跟在一起去的还有黑河村的流民，因为这2日没有施粥，灾民们也都看清现实，纷纷的往镇上去了。县令大人，黑河村6000石粮食已送到，请查验。有了这些粮食，拿1/3出来施粥，老百姓们不得对我感恩戴德，剩下的自己留着，几年都不用愁了。好，庄里正辛苦了。黑河村这期立了大功，本官要在下期的里政集会上着重表扬庄里政。表扬就不用了，只是金贵、白塘等几个村的里政，纵容村民多次来我村抢水、挑衅。县令大人之前答应过我，只要交了粮，就会为黑河村主持公道，还望县令大人说到做到。放心，我早就为庄里政准备好了，去把那几个老东西带过来。很快，金贵妃、谭家湾的李正一脸懵逼的被县令大人，小的做错了什么？求大人明示。你们抢黑河村的水不说，还想讹他们的粮，更是在本官面前说尽黑河村的坏话。本官平生最动恨的就是你们这种只会搬弄是非的无能小人。今日当众惩处你们，以儆效尤。来人，把他们拉过去，每人20大板。县令大人饶命！咱之前说好一起对付黑河村的，现在黑河村交粮，我们几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是啊，县令大人，你不能卸磨杀驴啊！就凭你们这些废物，你敢往本官身上泼脏水，给我拉出去狠狠的打！没一下，20板子过后，几人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也不知道是死是活。李正虽有不忍，但他也不是那种心慈手软的人，想着他们之前的种种行为，顿时就觉得他们没那么可怜了。事情办妥了，那就回村。庄里正保重，黑河村保重。可惜黑河村没有能力再帮大家，以后的日子还请各位保重。大家心中纵有万般不甘，但流民们也只能黯然离目送着他们。七七的，找他哟！流民们看着天真无邪的小九，指了指县令，心中顿时激荡不已。一时间，众人齐声高呼：“大伙都听到没有？小娃娃都能看懂的事，我们还磨蹭个啥？找县令要吃的。”大家不要急，听本官讲几句。作为本县的父母官，自粮荒以来，本官日夜忧心，寝食难安，只会放着老百姓不管。从明日起，本官将亲自在县衙门前施粥，各位一定记得要来。为何要等到明日才施粥？交上来的都是粮，种成米不也需要时间吗？放心，本官一言九鼎，岂会欺骗百姓。大家明日早点去县衙排队，等着喝粥便是。刘明此刻就算不相信他的说辞，但也只能将信将疑。众人正要散去时，突然远处有人大喊：“不好了，黑鹰寨的土匪来了！”山匪的消息为何这么灵通？快关门！各位灾民，你们若想吃粥活命，就要帮官府抵御山匪。粮食若是被山匪抢走了，你们就连1粒米都吃不到了。明日以后能不能吃到粥，就看你们的接下来的选择了。听到这话，流民们顿时无法做到无动于衷，横竖都是死，他们也只能咬着牙跟山匪们打成一团。因为小九让叶延平偷偷去帮忙，所以很快就平息下来了。第二天天刚亮，县衙前已经有数不清的流民在等候了。县令听说黑河村之前架了4口大锅，为了面子，他特意的架了6口。你说什么？粮仓里的粮不见了？这怎么可能？确实不见了，下官刚去确认过了。不可能，我要亲自去看。狗官，你别装了，你根本就没打算施粥，你又想躲起来当缩头乌龟。昨日骗咱们为他打山匪，为他卖命，今天居然连1口粥都换不来，这狗官的心比锅底还黑。都滚开，敢阻碍本官办事，格杀勿论。县令自己都是猛的，加上心烦意乱说一句格杀勿论，顿时让流民心底不服，彻底点名。大伙打死这个不要脸的狗官！一瞬间，流民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横冲直撞，衙役们拦也拦不住。被愤怒到极点的流民们追着打，县令见势不妙，拼命往县衙里面跑。打死我都不相信，几千石粮食说不见就不见，你们怎么当的茶？昨日还堆得满满当当的粮食，怎么一袋也没有了？到底发生何事？县令大人明鉴，昨晚真的无事发生。放屁！门窗没有被动过，门锁也完好无损，6000担粮食就这样消失了，连一点声音都没有。此事非人力所能及啊，只怕是妖怪作祟。一群废物，自己守不好仓库，还有脸找借口，定是昨夜黑鹰寨的卷土重来。你与你们之后将粮食全部卷走了，粮食被偷了，我要怎么跟这些饿疯了的流民交代？县令此刻脑壳痛得直不起来，只能扶着脑袋回到马车旁。这时发现一个穿着长衫的书生正在等候他。县令大人，请留步，草民已等候多时。你是那个货？草民霍仲年。
霍仲年，本官确实之前说过，你家的6成税可以退还，但如今黑河村上交的粮食全不见了，你现在找本官，本官也拿不出粮食退还给你。草民就是为了消失的粮食而来的，草民或许可以帮县令大人解忧。县令冷冷打量了霍仲年一眼，就凭你不过一介穷书生，能为本官做什么？草民上次忘了告诉县令大人，黑河村之所以没有受蝗灾，是因为有一个人，是他以一己之力让遮云蔽日的蝗虫突然消失不见。本官很忙，没空听你胡说八道。县令大人，我说的是真的，不止我一人亲眼所见，黑河村的所有人都见到了。他既然能让蝗虫消失，就能让粮食消失。粮仓里的粮食10有8九就是被他拿走的。你说的是真的？黑河村真有一个这么邪门的妖人？草民绝无半句虚言，因为那人就是草民的亲生女儿。既然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作为父亲向本官检举她，是为何意？她虽是草民的亲生女儿，却嫌贫爱富，硬是认了别人做爹娘。草民实在不愿看到她误入歧途，不得不狠下心来大义灭亲。新人的爹不会是那个力大无穷的人吧？正是。县令这时突然想到了什么，眉头一皱。若真如你说的那般神通广大，再加上还有一个力大无穷的爹当靠山，并奏上去不但没有一点胜算不错，还极有可能惹得一身骚。县令大人，只要不用强硬的手段，就不会惹恼妖女和他那个爹爹。只要逼得那妖女在众人面前使出妖法，县令大人便可将粮食失踪之事推在他身上，到时他和黑河村会成为众矢之的，县令大人的困局便可迎刃而解。霍仲年说的对，眼下最重要的是解除流民对我恨之入骨的危机。草民斗胆，若此次能相助县令大人解决此难题，县令大人能否许草民一个愿景？你想要什么？草民想要师爷之职。本官的师爷最少也要秀才出身，但若你真能为本官处理好这件事，本官也可为你破例。感谢县令大人，草民一定竭尽所能为县令大人谋得此事。不好了，衙役又来了。黑河村昨日才交完的粮，两位为何又来黑河村？庄里正，黑河村交的粮帮县令大人解了燃眉之急，但县令大人还听说，黑河村之所以能躲过蝗灾，是不是因为有一位名叫小九的小娃娃？谁跟你们说的小九？各位不要紧张，县令大人没有恶意。县令大人素来喜欢小娃娃，只是请小九去县衙做客，想认识一下这个聪明的小娃娃。我家小九才1岁多，不会做客，有劳两位回去告诉县令大人，乡下娃娃没见过世面，爱哭爱闹还胆小，哪里敢见县令大人这样的大人物？感谢县令的好意，小九就不去了。这位妇人，我劝你不要拒绝县令大人的好意。小九若不去，黑河村只怕全村都有麻烦。此话一出，村民们顿时火冒三丈。官差此话是啥意思？收我们6成税还不够，又要打着由头找我们村的麻烦。家人们，谁懂啊？之前是李正，现在又用小九要挟我们，你们这是官逼民反啊！回去告诉狗官，我们绝对不会交出小九。我们只是来传信的，他今日若是不去，我们明日还会再来。谁啊？而这时，一道软软糯糯的小奶音传来，来人正是叶不韦还有小九。衙役们看到一张可爱的小脸蛋，不由得笑道：“你就是小九啊！县令大人邀请你去县衙做客呢，有好多好吃的点心送给你，你去不去呀？”真的吗？真的真的，还准备了好多好吃的点心果果，只要你去，就全是小九你的。好的好的，偶去。小九，听话，咱们不去。阿奶，去七果果哟。家人们，小神女是个小吃货，这可咋整哦？小九，坏人的果果不能吃的，坏人这是骗你的。小九摇着小手，故做出一副表示不信的样子，奶声奶气地说：“有果果的，偶去哟。”小九，真的要去？呐，必须要去，不去本宝宝怎么教训那些坏人？行，我们去。老爷，小九不是普通娃娃，万一县令逼他使出那些不一般的手段，到时要如何收场？相信小九。是的，阿奶。洛秋月欲言又止，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我上辈子一定是欠了你们俩的。延平弟，不能去啊！咱尊修了这么好的城墙，就是预料到有这么一日，哪怕那狗官赶来，咱就跟他拼了。
各位乡亲，与其被动等着被欺辱，不如主动出击。小九坚持要去，想必就是这个道理。小九虽是叶家的，但已经跟我们自己的娃娃没两样，让他去我们担心太冒险了。既然要去，就全村一起去，万一有啥事，咱人多力量大，大不了跟他们拼了。等等，大伙出发前有笔账我要先去算算。说着就拔腿往霍家去。村民们都懂，洛秋月这是咽不下这口气，之前是针对黑河全村，现在是针对叶家。嫂子，咱该出的气也出了，要不干脆送老东西上路吧，实在不想看到他了。行，咱从今日起不喂食，饿死那老货。两人在门外旁若无人的商量着，他们却不知道这时的霍老太已经醒了，气得他浑身发抖，想破口大骂，但又顿住了。这两个毒妇竟然想谋害我！仲年在镇上，大年又靠不住，那两个毒妇要是知道我醒了，一定会对我第一时间下毒手。霍仲年，你这个畜生，老娘早就应该劈了你！而恰好洛秋月这时拿着木棍到了霍家，就是一顿乱砍。霍家两个媳妇顿时吓得发出阵阵尖叫。没用的小娼妇，别人欺负上门了，却只敢鬼叫。这个家没有我，只怕要散。不行，不能出去，万一被洛秋月打伤了，那两个儿媳肯定会趁机了解我。延平娘，快走，大伙都在等你。后面赶来的村民让霍老太心中一喜，飞快打开门，顶着鸡窝头就往外面跑，惊得洛秋月愣在原地。救命啊！洛秋月杀人了！不是吧？我咋就把这老货砸醒了？早知道这样，我宁愿不来。洛秋月还有没有人管？这老太婆是千年老妖吧？这样都能醒过来？早知道就提前动手了。洛秋月觉得晦气，一言不发，转身就走，看着村民们也跟着走了。霍老太顿时就急了。哎，你们眼瞎了，我大难不死，你们好歹也说句恭喜吧。娘，你去哪？先回去歇着。不，我不回去。我知道你们心里在想啥，你们滚远点！我要等仲年回来，整个家我只相信仲年。霍老太说完，就跟在村民们身后跑。他知道村民们虽然不喜欢他，但至少不会要他的性命。往人多的地方走，才能摆脱他两个毒媳妇。弟媳妇，你跟上去瞧瞧，我担心他听到我们刚才说的话了。民妇拜见县令大人。这就是黑河村的小九，听说本事可大了，没想到竟是这么小的奶娃呀！来呀，给小九上好气了。小九，快来尝尝，这是本官特意为你准备的。黑河村人的心瞬间提到嗓子眼，眼见小团子啥吃的都没拿，顿时才松了口气。但县令好像早就料到了一样，这么多点心都不喜欢，本官还为你准备了的蜂蜜，小娃娃都爱吃的。说着递过一碗蜂蜜，突然手一抖泼了小团子一身，还故意引来了蜜蜂。大伙顿时明白县令是故意的，要不是答应了小九不出手干涉，此刻他们早就冲进去了。小九别怕，娘亲保护你。花银放虫虫养窝，但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蜜蜂竟然一只也进不了小九的身。县令大人，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意外，本官也不知道为何出现这么多的蜜蜂，还以为霍仲年的法治可以让小妖女吓得使出妖法将蜜蜂收走，结果真是让我失望。这是啥意思？小娃娃都哭成这样了，县令却杵着看热闹。这时黑河村的村民忍不住，县令见犯了重误，连忙让人将蜜蜂赶走了。这招不好用，只能放大招了。休要吵闹，你们要的偷粮贼就在堂上。县令大人，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妇人，还能偷走6000担粮食不成？本官没说你是偷粮贼，本官说的是这位名叫小九的娃娃，是他偷走了所有的粮食。你这狗官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本官既然这么说，就既然有证据，有人状告黑河村叶家小九会使用妖法，能让数以万计的蝗虫消失不见。来证人。突然人群一片寂静，在众目睽睽之下，霍仲年出现了。草民是明宇书院的书生霍仲年，我和所有黑河村人亲眼所见，叶家小九将无数蝗虫吸入掌心，蝗虫瞬间便消失不见。此女既然能让蝗虫消失，就能让粮食消失，因此偷粮贼是叶家小九无疑。我操！你胡说，我们没看见，根本没有你说的这回事。你这个狗贼，一切都是你编排出来的。如果小九能吸走蝗虫，为何刚才不吸走蜜蜂？你们跟叶家是一伙的，自然帮着他说话。他不吸走蜜蜂，是因为不想被县令大人识破他妖女的身份。爷，我也可以作证，我家仲年说的都是实话。爷，你醒了。我不行，谁来帮我的儿？县令大人，民妇可以作证，叶家小九确实是妖女。我也可以作证，小九就是妖女。
突然挤了上来的霍老太加上跟在后面的叶延兰，顿时让村民们一惊。胡说，小九不是妖女，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妖女？既如此，有请弘毅真言。叶家小九是人是妖，一言便知。弘一真人是远近闻名的道士，有钱人家经常请他去家中做法驱邪压岁，一上来就一双眼睛凶神恶煞的盯着小九。此女身上邪气颇重，必是妖孽无疑。放你娘的狗屁！谁不知道你跟县令是一伙的？你对着小儿出言诋毁，小心遭报应。待本真人用上符咒，妖魔自然会现身，到时看你如何抵赖。说完，眼见弘一真人一脸戒备的抽出桃木剑指着小团子，结果小九却毫不畏惧，小手手指着自己的眉心，乃声奶气道：“来来，你贴啊！”妖人休得猖狂。若小九真是妖，哪有妖自己上赶着贴符咒的？这符纸上用了扰人心神的秘药，不管是人是妖，沾上都会风言风语，异于常人。主人，这符纸有毒。这个话音，宝宝的小型炸弹在哪里？偶要炸它！妖人速速现身，否则天雷降下，让耳灰飞烟灭。道士话音才语，突然一道紫光闪过，大地抖动，众人顿时惊成一片。是那个哒哒哒的被雷劈洗了吧？各位快来瞧，原来这个老道士才是妖孽，都被天雷烧焦了。哼，县令大人，接下来你还有什么招儿？要不再来个屈打成招？村民们也跟着开始起哄。刚才那道天雷离他太近了，吓得县令整个人晕晕乎乎，只差一步就跟老道一样被烧成焦炭。县令大人，你被霍仲年骗了。霍家之前将小九卖给叶家，后来又想要回，小九不愿回去，霍家怀恨在心，霍仲年想借县令之手除掉小九，除掉叶家。什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个霍仲年，本官因为轻信你一面之词，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来人，拖出去，仗着事实。县令回过神来，顿时精神一振，这下霍仲年慌了。县令现在只想找人背锅。不是，县令大人，草民说的话句句属实。想要免去责罚可以，那就告诉本官梁世到底是。接着话没说完，只听满满当当的梁世从牌匾倒塌下来。是梁氏，梁氏根本就没有丢失。好吧，果然是狗官私吞了。这个天杀的贪官，刚才的天雷咋没劈死他？这怎么可能？梁氏怎么会在这？我刚刚才从后面过来的，里面明明没有梁氏。乡亲们，狗官是不可能放粮的。大家快抢啊！没一下，无数流氓是眼无寸土，还把县衙给县令在一阵阵的大叫声渐渐的淹没在人群，而黑河村的人不抢粮，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刚才县令大人是不是说要打40大板？好像还没执行吧？没错，衙役现在忙得很，我们代劳也是一样的。你们不能私自动刑打人，我要去县衙告发你们。去告啊！你这狗贼，你本来就最会告密这一套，打死你都难解心头之恨。你们不能打我儿子，我儿子可是要当大官的，到时你们一个两个全部都要被刺死。村民们也不理会，而是一拥而上，一棍接一棍把霍仲年打得虎狼嚎。住手！光天化日之下，你们怎能滥用私刑？突然，一个身着长衫的老者走了过来，来人正是霍仲年的岳丈李月柳的爹。岳丈大人，快救命啊！我是黑河村的李正，我们村正在清理门户，与外人不相干。且不说霍仲年是老夫的女婿，就凭霍仲年在明宇书院品学兼优，就知你们定是对他存有误解。品学兼优，我呵呵呵，我都听笑了。你们这群目不识丁的乡下人懂什么？霍仲年做的文章在明宇书院广为流传，他生在黑河村，那是黑河村的荣耀，你们怎能如此轻贱于他？敢问这位夫子，霍仲年的文章水平是不是常有参差不齐？这少年怎么知道霍仲年的文章水平是高是低？你是？我是黑河村的叶延顺。你是不是觉得奇怪？我怎么会知道霍仲年文章的事？因为霍仲年那些写得好的文章，用的全都是我的论点。种田的读书人，该不会是一边在田里拉犁，一边意淫自己在读书吧？三字经读过吗？可知千字文是什么书？你们说的这些书，本人4岁启蒙时就能倒背如流了。你怎么不把牛皮吹上天？你说4岁就能倒背如流，你倒是现在背给我们听听。我不懂你们在笑什么，我打小就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倒背对我来说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老夫一生遇人无数，大言不惭的年轻人，之前也见识过不少，没有一个像你这样越说越离谱的。看在你是仲年同乡的份上，老夫不与你计较，你且退下。
夫子连事都不是，就说我在说谎，如此武断岂是教书育人的夫子所为？难道是怕我戳破霍仲面沽名钓誉的真面目，让夫子脸上无光？山野之辈，无知庶子。老夫念你年幼，本不想与你纠缠。既然你非要自取其辱，那老夫就成全你这个心愿。老夫倒要看看你是如何过目不忘的。说着就招手叫来一个书生，还随便拿一本书给他。蓝山书生一脸不乐意，板着脸扔给叶延顺一本难题书。新买的，便宜你了。给你1炷香的时间，你若能背出此书的前5章，便算你赢。你若是背不出，就向霍仲年磕头谢罪。你还要向明宇书院磕头谢罪，因为你诋毁霍仲年，就是败坏明宇书院的名声。不多时，就有人点燃了香，叶延顺也带低头翻阅书本，香才烧到1/10的位置，他便合上书本。怎么了？弃权了？是不是连里面的字都认不全啊？麻溜点，跪下来磕头吧。我可以了。书生们纷纷出言讥讽，心想这人十有8九是个疯子。只有黑河村的村民忍不住提醒。延顺，他给了1炷香的时间，瞅着时间还剩不少，你别急，你多花点时间接着背。早就记在脑子里了，不用了。我迫不及待想看你出丑，霍仲年，待会他给你磕头，你不要那么快原谅他。叶延顺没有理会他们的讥讽，而是从容一字不差的背着。随着越背越多，书生们的脸上的轻视和戏谑渐渐消失不见，对照着书里的字，他们的表情也就越来越怪异。居然一个字都没错，还背得抑扬顿挫，流利无比。很快，叶延顺就背完了前5章，还特意停下来问了一遍：“还需要继续背吗？”你还能背？从头到尾都能背？这怎么可能？可他说全部会背了，这是人能做到的吗？平常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读完前3章都算不错了。书生们瞠目结舌，而一旁的李夫子却是恼怒地审视着叶延顺：“你既是读书人，为何非说自己是种田的？你这是扮猪吃老虎，故意误导我们。”不存在误导之说，我确实是种田的，曾在私塾启蒙过2年，后面都是自学的。夫子可以找黑河村的任何一个人求证。延顺说的是实话，我们都可以证明。听到村民的说辞，李夫子还是心有不甘地说道：“这本难题书你之前是不是背过？”他之前肯定有背过，正好拿了会背的书。你这样满嘴谎言的学生，我见得多了。看到众人如此，叶延顺只能无奈叹气。照夫子这么说，我永远都无法自证。不管我背什么书，你们都可以说我之前已经背过。年轻人，话可不能这么说。突然，一道威严的声音传来，只见一个身着长袍的老者走了过来。李夫子还有书生们见状，连忙躬身作揖。来人正是明宇书院的一院之长。见过山长大人。年轻人，老朽这里有一孤本书册，我敢保证此书除了我无人读过，你可愿一试？我愿意。不多时，叶延顺就将孤本背了出来，而院长则是满眼都是欣赏之色。老朽今日出门，忽闻喜鹊喳喳叫，便预感有好事发生。原来是上天给我送来一个奇才少年。你刚才背书的时候，老夫就看出你是有真才实学的。年轻人，来明宇书院上学吧。这小子也太幸运了吧！要知道，为了进明宇书院，我们可是经过了多次考核，别提多折磨人了。山长大人且慢，山长大人的孤本会不会有流传在外的？你在质疑我？你若问我为何如此肯定，因为此书是本人所著，除了我，天下还没有第2个人读过。为师者，应当心胸开阔，慧眼识才，爱才若渴。老朽今日观之，李夫子对这位年轻人偏见颇深啊。山长大人，因为我说他的女婿，也就是他的得意门生霍仲年，是个沽名钓誉之辈，所以李夫子对我心存不满。老朽记得这位霍学子写过几篇很不错的文章，你说他沽名钓誉，可有证据？没有的事，你休要血口喷人。你虽有过目不忘的本事，但我何须用你的？此刻的霍仲年已经气得双目赤红。是我看他没有上学，好心好意教他，没想到他嫉妒我，还倒打一耙，还想毁掉我。霍仲年，我其实早就知道，你之所以那么好心借书给我看，不过是在利用我。我本觉得只要能帮上你，这些都无所谓。但如今你越来越没有底线，我觉得是时候撕下你这虚伪的面具了。当年让明宇书院破格录取你的诗作，是不是我写的那篇12月初3湖心观雪？听到这，全场顿时哗然。当年霍仲年就是凭着这首诗，一入学就受到众人瞩目。明宇书院的人对这首诗可太熟了。叶延顺不停摇头：“你不会连题目都懒得改吧？”
你可知我为何起这个题目？因为12月初3是我的生日。怪不得霍仲年12才情惊绝，12表现平庸。这回没考上秀才，夫子还说他是发挥失常，合着根本就不是发挥失常，而是他根本就没有真才实学。不是这样的，都是我写的，是我写的。既如此，不如就请山长大人出题考察我们2人，我愿意奉陪到底。霍仲年，你可愿接受他的挑战？此刻霍仲年只能抱着脑袋喃喃自语道：“那些都是我写的，都是我写的。”霍仲年不敢接受挑战，想必大家也明白其中缘由。剽窃来的才学终有露馅的一天。自今日起，霍仲年被开除出明语书院，永不录用。不行，你们凭啥开除我家仲年？我家仲年以后可是要中举，要当大官的。求山长大人看在下的份上，不要开除霍仲年。哼，若他能接受挑战，自证清白，我便收回刚才的话。李夫子看着霍仲年像丢失了魂魄一样，任由他推搡都没一点反应，顿时脑袋却嗡嗡作响，痛心疾首道：“霍仲年，我可是把亲生闺女嫁给了你啊！我不嫌你家贫，不嫌你早已娶妻，执意将月柳嫁给你，就是相信你有朝一日会金榜题名。现在却说你只是一个盗名窃玉的骗子，你让月柳怎么办？你简直该死啊！”亲家，你不要太过分，我家仲年咋就配不上你闺女了？你闺女好吃懒做，躺在床上，恨不得让人喂到嘴里，对我这个婆母从不孝顺，我有说她一句不好吗？霍仲年不是说他娘最是知书达理、温柔恭谨的吗？那还能有假？我真是瞎了眼，才把闺女嫁进这种粗鄙不堪的人家。你们这属于骗婚，我要告你们！突然，霍仲年大笑，状如癫狂。你说我骗婚，你有脸说我骗婚？李夫子，我的好岳丈，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好事。李月柳嫁给我的时候是清白姑娘吗？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自己在胡说什么？月柳肚子里可怀有你的骨肉。我的骨肉？李月柳与人珠胎暗结，害他丑事瞒不住，你便找一个家中贫寒的老实人当冤大头。我就是那个被你选中的人选，你不会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吧？你这个人面兽心的东西，辱我名声，坏我闺女清白，我是不会放过你的。自今日起，我李家没有你这样的女婿，你就等着收合离书吧。霍老太看着李夫子逐渐离去的背影，半晌后突然惊醒：“亲家，对不住啊，亲家。仲年这是气急了说的胡话。月柳嫁进来时是清白姑娘，老婆子我可以作证。亲家，仲年一定会上门请罪。”此刻的霍仲年不可置信看着他娘这段子，也都这样了，我还要继续忍受这奇耻大辱吗？你闭嘴！不是我说你，既然都忍了这么长时间，你就该烂在肚子里。你要让李夫子帮你重新找书院，不然你没法科考。眼下你离不开李家，眼下若是连李家这棵大树也没了，你还剩下啥？马上去找你岳丈道歉，一定要让他原谅你才行。爷，到底是我离不开李家，还是你离不开李家？朝廷的救济粮在路上，倒是又可以狠狠捞上一笔。想到这里，县令不由自主想起今日粮食突然出现的诡异一幕。或许霍仲年没说假话，这个小酒只怕真的是药物。看来我要从长计议了。谁？原来是个瞎子。喂，那个瞎子，过来，扶本县去内院休息，本县会奖赏粮食给你。好，这瞎子倒是有点意思。突然，叶不为一个闪身，来到县令身旁掐住，惊得他顿时慌乱。你是来杀我的，想要杀我？你不该动他。下一刻，他才明白过来，直到脖子被扭断，嘴巴还是维持着说话的形状，但人已经走了。仲年，你提一个条件好不好？只要你不赶我走，我都可以答应你。那你去杀了那小孽障。叶延兰看着眼前这张扭曲的脸，但又想着自己如花似锦的梦境，竟毫不犹豫答应。但是我要找准时机才能下手。我可以的。那也要你有命当。突然，一道冷若冰霜的声音响起，两人大惊失色，猛然回头，只见叶不为静静站在他们身后。爹爹，岳丈，如果说爹以前的冷是一种漠不关心、拒人于千里之外，现在却是裹挟着铺天盖地的杀气。爹，我们不过就说说而已，怎么会真的去杀小九？小九可是我和仲年的亲生骨肉啊！霍仲年拼命点头，叶不为似乎不屑浪费口舌，手一动，一道寒光闪过。霍仲年只觉得心口有一点痛，像是被蚂蚁咬了一口。滚！谢谢爹，我就知道爹是不会让女儿做寡妇的。不，你就是寡妇命。爹，你说什么？这时，巷子外突然响起了霍老太的嚎哭声。仲年，你咋了？你不要吓娘！
你竟杀了他！我说了，你是寡妇命。他死了，那女儿怎么办？忍了这么多年，一切都白费了。不必担心，我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叶妍兰一听，顿时腿一软，全身不停哆嗦。丹，你不会也想杀掉我吧？就因为我说了一句杀死那个哒哒哒的话，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小九身上有你的血脉，你死了也没关系。丹，你竟然为了他要杀我，他不值得啊！他没有半点叶家的血脉啊！叶妍兰彻底慌了，叶不韦脚步一顿，终于等到这句话，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此事。真是奇怪，人说没就没了，怎么身上一点伤口都没有？难不成是受不住打击，心碎而亡？小九的身世，这个女人又要玩什么花样？其实小九不是我生的，是我在镇上捡的，我根本没有生过孩子。那你当年大着肚子在村里晃来晃去，小九不是你生的，是谁生的？你这是看到霍仲年死了，想让叶家原谅你，故意扯出来的谎吧？我其实根本就没有身孕，大着肚子不过是我装出来的。我嫁进霍家多年，肚子一直没动静，婆母整日骂我是不生蛋的母鸡，说要休掉我。可给我瞧病的郎中都说我明明是可以生养的，可婆母不肯认自己儿子有缺陷，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假装身怀6甲，想着先假装几个月，到时候就说怀胎了。突然看到远远有一辆马车过来，我连忙跑了上去，结果那辆马车在一个坡道上停下，我好奇的上去瞧了一眼，竟然是一个襁褓中的小娃娃。那娃娃眼睛都没睁开，看起来生下来没几天的样子，脸是黑紫的，看着随时都要断气。我脑中一激灵，这不是老天在帮我吗？有了这个娃娃，我根本就不用假装滑胎，心想就能把假的变成真的了。这个娃娃就是小九。我想着这娃娃横竖是养不活的，带回村里让大家瞧一眼也好，至少能证明我叶妍兰是个能生养的。谁知把她抱回去后，她愣是吊着一口气，不吃不喝也能一直撑着。大家听到这里，心疼的泪流满面。芸娘凑过来，紧紧抱着小团子，眼泪噼里啪啦砸在小团子身上。阿囊，阿奶不哭哭。小九真棒。叶妍兰看着小九，神情有些复杂。还别说，这娃娃确实是命大，没有喝过一口奶水，每日就几口米汤，硬是活了下来。这就说得通了，之前还纳闷叶妍兰为啥一点都不心疼自己的亲生骨肉，原来是这么回事。家人们，娃娃是他从别人马车上偷来的，偷了人家的娃又不好好疼爱，简直是丧尽天良。你们这些烂赌场的还想怎样？我儿子没了，再也做不成坐在大马车上的老妇人了，以后只能跟你们一样在地里刨食。你们高兴了？叶家老三，你这个杀人凶手，仲年就是被你害死的。叶延顺脸色发白，霍仲年的死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他的本意只想揭露霍仲年的虚伪嘴脸，根本就没想过要他的命。不是我，就是你。你又不参加科举，你帮帮他怎么了？非要把他毁了，让他活不下去。现在你如愿了，叶延顺你不得好死，你要遭报应的。叶延顺一个趔趄，被洛秋月一把扶住。还真别说，你瘫床上这些时日，我倒真是有些寂寞。作为不要脸的典型，你做的老成功了。啥叫我儿子害死了你儿子？你儿子是咋死的？你心里没点数？他是被你逼死的，他都说了让你别逼他，可你愣是不放。说起来我真是同情他，就因为摊上一个做白日梦的娘，生生把自己逼得活不成。他没说错，你这种人自私自利，心里在乎的只是你自己，不是我非要在你伤口上撒盐。你这种人吧，活着没良心，去死没决心，不死不活还闹心，真他娘的烦心。霍老太被骂的脑袋一直发昏。不是我害死仲年的，不关我事。你们说，我想我儿子有出息有什么错？你们没想法，那是你们脑袋不灵光，没本事。霍老太眼见没人回应他，突然自言自语道：“我儿子虽然不在了，但我那个有钱儿媳还在，他自然是不想一辈子守寡的。只要他给银子，我就还他一个自由身。”说着就两眼放光，兴冲冲跑掉了。爹娘，女儿也不想做寡妇，你们也就女儿一把好不好？这是你自个儿的事，你去求你那个婆母，看她愿不愿意放你走。我都说出小九的身世了，你咋还是这样对我不冷不热的？小九说到底没有叶家的血脉，与我比起来，他只是个外人，犯得着这样护着他？我现在已迷途知返，你们不必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娃娃，一个劲将我往外推啊！老叶，是时候说出来了吧？洛秋月看了一眼叶不韦，叶不韦微微颔首。爹娘，你们要说啥？
自然是你的身世。娘，你不想认我就罢了，何必编出这种话来骗我？我打小和延平一起在黑河村长大，怎么可能不是叶家的孩子？不管你信不信，但这就是事实。我不信，我就是叶家的孩子。现在又觉得叶家好了？当年你不就是嫌弃自己的爹是个瞎子，自己的娘是个抠门，才一门心思要攀上霍仲年的高枝吗？眼见被说中了，叶延兰顿时显得有些慌乱。是我爱慕虚荣，可镇上的女子，就连丫鬟都有一堆首饰水粉，我为什么却只能穿着破衣烂衫在街边卖白菜？我比他们差在哪了？行了，去镇上卖白菜哪次不是我背着你去，再背着你回，你倒还辛苦上了。我就说我脑袋比一般人灵光吧。就在此时，霍老太像一阵风一样跑了回来，还一脸得意。李家知道仲年不在了，吓得马上要我在和黎叔上岸守夜。这银子来的真容易啊！哼，一个疯老婆子还想拿小姐的清白来说事。老爷派我们来灭口，反正镇上每日都死人，人命只会算在山匪头上。李正，救命呐！有人抢我银子！等黑河村的村民赶到后，李正只能无奈叹了口气。看到霍老太时，人已经一命呜呼了。又死一个，去找2块门板，把2个都给抬回去吧。哥，你在想啥？咱爹杀人把你惊着了？阿顺心善，霍仲年的死只怕会让他心里背上了包袱。咱爹又一把年纪了，眼睛又看不见，杀人这种事怎么着也应该让我来啊。老大老二在外面干啥？快进屋。阿顺，霍仲年的死跟你无关。爹，我知道，我缓一缓就好了。不用缓，因为人是我杀的。老三，你既然对霍仲年发难，也是知道他对小九不利，非除不可。这事你爹本来无需说出来，既然选择说出来，也是完全为了你。我懂的，我以后一定不会如此怯懦，让爹娘费神。你虽然还小，但今日做得不错。爹，以后这种事还是让我来吧。虽然我没做过，但为了小九，我不在乎手上沾染鲜血。行了，说的咱家以杀人为营生一样。关于小九的身世，我想知道你们都是如何看的，要不要帮他找到家人？突然大家一阵沉默，这也是他们一路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小九既然不是霍家的娃娃，那真正的家人又在哪里？我觉得不管小九是谁家的，都别去找了，找也不一定能找到。更何况小九是这个世界上最懂我的人，我才舍不得让他走。我也觉得还是别冒险了，万一找上门却发现跟霍家一样，不是把小九害了吗？大哥二哥说的有道理，据叶延兰所讲，小九当时的状态非常差，说明那家人根本就不爱护小九，若是把小九送回去，只怕是羊入虎口。我也跟他们想的一样，万一落入不怀好意的人手里，我不放心，也舍不得。你们想过没有，小九的亲生父母若是好人，娃娃被人偷走了该有多心急？不妨先去镇上打探打探。若真找到了咋办？就把我的小九宝送回去吗？自然不能如此莽撞，若真找到了，要先确定这家人人品如何，是否能守护小九平安长大。何必如此麻烦？明明咱家就满足你说的这些条件。人心隔肚皮，你咋知道人家心里咋能保证小九一定过得好？反正我不放心。是的，是的。在厢房听到他们对话的小团子突然跑了出来。之前他们还为小团子是霍家人而感到可惜，现在却是想着他要真是霍家人，这反而省去了好多烦恼。脑包，脑包，你不要我啦！脑包怎么会不要小九呢？脑包是想着，如果能帮小九找到真正的亲人，这样才能让小九更快乐平安的长大。你看看我是你的小宝宝，我稀饭你们，我是你们的宝宝，我不走。小团子眼见他不说话，小嘴一瘪，委屈的哭了起来，看得洛秋月的一阵心疼。好好好，小九不走，阿奶不让小九宝走。我是你们的宝宝，不赶我走。小九的一句句不赶我走，让叶家的人心都要碎了。没人赶小九走，即使有人来抢，我们也不放小九走。是不是真的？真的真的。脑包，你说。叶不为轻叹一声，走过来将小团子轻轻抱在怀里。小九，你是从马车里抱走的，说明你的出身不会差。你还说
偶不稀饭脑包呢。叶不为这句话气得小团子直接用小手手狠狠拍在叶不为脸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说完跑进洛秋月怀里。阿奶，脑包不要我，脑包坏坏。他确实坏，阿奶帮小九打他。老叶，你还要咋说？小九既然想好了，那自然听小九的。听完叶不为的表率，在场的所有人这才松了一口气。阿奶、阿囊、嘚嘚、粗粗，小九是叶家的宝宝，小九是我们的，我们以后再也不说小九是别人家的娃娃了。小九特意的把在场所有人都叫了个遍，唯独没有点名的叶不为。哎，这回真是把小九惹恼了。都忘了，以后谁也不准再提这个事，都听到没有？啥事啊？我们都不记得了。此刻的霍家在办白事，往日村里谁家有个红白喜事，村里人都会主动上门来帮忙，但霍家一下子没了2个人，竟然没有1个人上门来。这鼓角是我和延平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昂腾，你来看我了，我就知道我们的情分是不会变的。我只是来提醒你，阿爹今日放了你一马，你就要珍惜，以后不要再对小九动歪心思，否则我第一个不会放过你。你放心，我只是骗霍仲年的，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不让阿平你失望。你最好记得你今日说的，不然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阿平，今日得知我的身世后，我本觉得天都要塌了，但听你提起我们小时候的事后，我心里突然又生出几分庆幸来。庆幸？我庆幸自己不是你的亲姐姐。阿平，你知道吗？我们是一块长大的，我们之间知根知底，没有比这更好的感情了。今日我突然醒悟了，原来我之前走的都是弯路，我是舍近求远了。这话一下子听得叶延平汗毛倒竖。你说什么？你从小就懂得心疼我，不舍得让我累着。如今想起来，你才是那个对我最好的人。你说我们算不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叶延平听得惊出一身的鸡皮疙瘩。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你一定是疯了。我简直替你感到无地自容。霍仲年这么一个欺世盗名的人都能娶2个，为啥你就不能？这个疯女人简直玷污了我心中的姐弟情。哥，你咋了？别提了，碰到一恶心事，你咋还不歇着？小九前几日给了我一张图，我这2日琢磨的差不多了，想着抓紧时间做出来。看不懂，早点睡，别熬太晚。第2天，以往小团子都是主动要叶不为牵手或者要抱抱，但今日小九根本就不搭理他。还在生气，还是哄不好的那种。小九还在生脑包的气呢。阿爷，妹妹眼睛都不想瞅你一眼。那你们帮阿爷问问，小九要怎样才能原谅我？阿爷，那是不是啥要求你都答应？哇！只要我做得到。听到这，小团子这才松开环抱自己的小手手。那脑包进眼睛啊！小九，此事说来话长，我们晚上回家再说好不好？好的。小团子的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就抱着叶不为的脖子呵呵傻乐。延平殿，赵夫子打算明日起教娃娃们读书识字，以后练武的时间只怕要缩减了。要不以后就上午习文，下午练武，李正觉得如何？你跟赵夫子的说法一模一样，倒是不用我从中调和了。小九，李正阿爷带你去见赵夫子好不好？记得要好好表现了。难道古代入学也要考试？李正阿叔，快请进。荣姑娘住的可还习惯？习惯，该有的都有，挺好的。李正阿叔，这是谁家的娃娃？长得可太可爱了。小九，这是你蓉儿姐姐，小九叫姐姐。姐姐，这小奶娃可太招人喜欢了。小九，让姐姐抱抱你好不好？好的。天哪，小九好聪明啊！李正阿叔，我爹就在堂屋里，您进去找他吧，我带着小九在外面玩玩。那可不行，我可是特意带着小九来见你爹的。带小九来见我爹，为啥？因为你爹说3岁以下的娃娃他不收。哼，我爹就是名堂多，我陪您一起进去。老庄，你怎么有空过来？赵行间正在窗边的案前写字，看到李正眼神落到小团子身上，马上懂了。老庄啊，我都说了不收3岁以下的娃娃，你带过来也没用啊。赵夫子，这个娃娃不一样，别看他才1岁多，但聪明着呢，你试试就知道了。老庄，我不是故意要服你面子，规定3岁以上入学是有原因的。这么小的奶娃娃坐都坐不稳，万一一个不高兴哭鼻子了，我岂不是还要去哄他？到时影响其他娃娃上课，何必呢？话音刚落，突然小团子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小九咋哭了？我也不知道啊，
刚才还好好的，突然就哭了。你瞧瞧，我没说错吧？爱哭爱闹是小娃娃的天性，这么小确实不适合启蒙。李正差点急出汗，但为了小九，他还是耐心的解释着。今日是意外，他平日里从不这样。小九还会数数，不信我让他数数给你听。小九啊，咱来数个数给夫子听听好不好啊？呐，纤细漏齐。瞧瞧，数得多好。李正满意的直点头，听到后面的发现不对，脸上笑容顿时凝固住了，而赵行间却被这奶乎乎的小泥娃逗了。1、3、4、6是一细漏八。这娃娃今日是咋就突然变傻了？老庄，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娃娃，可读书这事不能冒进，不然会适得其反。你放心，等到合适的时候，我自然会收下他。小九，李正阿爷已经尽力了，不能跟哥哥们一起升学，可不要哭鼻子呀。小九才不笨，小九到明年就全都会了。嘴上说着自己的笨，但摆动的小脚丫却泄露着他内心的快乐。哎，偶笨笨呐！娘，啥事弄得这么正式？不会是小九的亲人找上门来了吧？你这乌鸦嘴！今日小九要我答应他一个条件，他要我治好眼睛。是时候跟你们说一说我的眼睛了。这么多年来，你娘从未放弃治疗我的眼睛。上次拒绝你们兄弟3人，只因为我的眼睛不是找个郎中就能治好的。那要咋样才能治好？想要治好你爹的眼睛，需要用到一味药材，没有这药材，找到神医也不好使。是什么药材？幽冥擒龙花。好奇怪的名字，从没听说过。娘，是不是找到这什么花就能治好爹的眼睛？幽冥擒龙花是一种解毒的奇药，长在深山密林中。当年我们得人指点，得知野熊岭中有这种药材，所以爹娘才移居到黑河村。为啥这么多年还没有找到这药材？不会野熊岭根本就没有这种药材吧？幽冥擒龙花是一种极其珍贵的草药，相传100年才开一朵。啥？100年一朵？那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们急啥？根据采药人记载，今年正好就是第100年。听到这，大伙这才松了一口气。不急，据古籍记载，此花于冰雪中盛放，现在还不是时候。爹娘，你们刚才说幽冥擒龙花是解毒的奇药，所以爹爹的眼睛是因为中毒才看不见的。是。那爹爹因何中毒？叶延顺的提问也是在场所有人心中的疑惑。你们的爹爹年轻时在外面闯荡过，经历了一些事，不是3言2语就能说清的。你们也别多问了。总之，为了治好眼睛，我们在黑河村等了20年，这是最后的希望。你不说我也知道。我操！溜了！真是天才，没想到黑河村竟然有这样的人才。这个楼车如果得以推广，不知会让大禹朝的农业生产进步多少年。想到这里，赵行间脸上的笑容就突然消失了，因为他知道大禹朝从不缺少人才，缺的是明君。但农民始终逃脱不了被盘剥的命运啊！好不容易丰收，最后还不是被6成税剥削得一干二净。对，今日上课不顺利吗？人儿啊，可惜你出生的太晚，没有看到大禹盛世。对，我已经听你提过好多回大禹盛世了，每次说总是一脸神往。要不您跟我说说大禹盛世到底是怎样的？大禹盛世时期，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四方朝贺。见识过那时的大禹朝，才不往来世间走一遭。既然咱大禹朝之前那么强盛，后来怎么就没落了？那是因为天不佑大禹，将我朝社纣王早早带走了。说完这句话，赵行间的语气中充满着痛惜。对，您见过这位传说中的王爷吗？听说他武功盖世，让周边列国闻风丧胆，相貌让人见之忘俗。当年我初入朝堂，只远远见过一回，但就那一回，足够让我回忆一生摄政王的风采气度，让我等凡夫俗子自惭形秽。爹，您也不要妄自菲薄，您可不是凡夫俗子哦。不，在他面前，所有人都只是陪衬。爹，你说奇不奇怪？我最近也有这种感觉。按理说，我也是在京城见过一些世面的人，但黑河村里有一个人，却给我一种好奇怪的感觉。谁？就是教娃娃们习武的男人。真的想不通，他明明穿着满是补丁的衣服，可我恍惚中竟然觉得他穿的是蟒袍玉带。你这丫头眼神一向不好。哼！延平弟，我找你个商量事。李正是想说学堂的事。延平弟，你可真是我肚里的蛔。这是咱黑河村头一回见村主，啥都没准备，
我之前问过赵夫子，但夫子这人吧，总把自己当成外人，啥要求都不提，只说啥样都成。可我今日瞅着，总觉得哪都不对。我让严顺今晚把图纸画出来，明日就可以交给李正。那感情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第二天，李正就召集全村人过来商量建学堂，可把村里的娃娃开心坏了。好耶好耶！娃娃们别高兴得太早，学堂能不能建就，还要看你们爹娘愿不愿意。李正这样说干啥？建学堂我们100个愿意，这是惠及子孙后代的好事，我们咋会不愿意哩？需要我们做啥，李正吩咐下来就是。以往村里想做点啥事，总有人不乐意，生怕吃了一点亏。现在想听到反对的声音都难，这种感觉真好。这几个月来，因为小九，他明显感觉到黑河村人心齐了。待众人散去时，在叶延平怀里的小九对着李正招着小手。小九有什么吩咐？小团子指了指祠堂的方向，李正顿时明白了，轻声道：“又有好东西。”呐。好，咱跟小九一起去祠堂看看。小九，又是吃的吗？不是哟。不是吃的，那是啥？等李正们进去看清东西后，吓得李正诚惶诚恐地跪了下来。圣旨，怎么有这么多的圣旨？难道黑河村又被谁盯上了？小九，快跪下磕头。自己磕就罢了，还扯着小团子，小团子都被他这顿操作给整懵了。不是呢，这不是圣旨，你们看清楚哟。还别说，卷起来后确实跟圣旨挺像的。说着，小团子只好从空间里又拿了一件出来，摊开后将李正和叶延平从地上扒拉起来。你们康康吗？这圣旨咋回事？听得小团子急得直摆手。不是献祭呀。不是圣旨，确实不是圣旨，只是长得像。我看书里说，圣旨是明黄色的绸缎，这个颜色不对，而且圣旨是要盖皇帝的玺印的，这个没。可是小九，这长得像圣旨的东西是用来干啥的？我知道了，这是用来写毛笔字的，连格子都给打好了。叶延平念过书，一下子就明白了小九的意思，听得小团子不停点头。是的。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只是这么好的布用来给娃娃们写字，根本用不了几回，太糟蹋了。这时小团子特意的指着一卷尺寸特别大。得胡记的。好，都按小九说的办，大的给铺子用，小的给娃娃们用，明日我就分发下去。这是宣旨，竟然是宣旨！此时赵行间惊讶于此物的精致，嘴巴张得都快合不拢了。老庄，宣旨有多贵你知道吗？黑河村这是挖到狗头金了。李正一头雾水，他不懂宣旨是啥，但看着事业平时高傲，如今这般模样，他觉得多少都得装一下。既然是夫子和娃娃们用的，这些算个啥？什么叫算个啥？锦缎为面，宣旨为脸，就为了给毛笔都没拿过的娃娃们涂鸦。这黑河村简直是让我开眼了。老庄，墨呢？没有墨咋写字呀？这些都是小九安排的，我啥也不知道了。哦，来呢！随着一声呼喊，小团子吧嗒吧嗒跑了过来，装劈叉的李正仿佛看到了救星，连忙迎上去。小九，咱好像忘了准备墨了。不用的。有着小九撑腰，李正顿时就不慌了。赵夫子，这个不用。老庄，你开什么玩笑？不用墨，难道写无字天书不成？粗。我在。这时叶延顺走了过来，手上端着一小碗清水。当落下第一笔的一瞬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本是无色透明的笔画突然变成了浓郁的墨色。怎么可能？你叫什么名字？你怎么写的这一手好字？你们为何能如此镇定？我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物件。你们黑河村到底是啥地方？人奇奇怪怪，物件也奇奇怪怪。咋办？小九拿出来的东西好像把夫子惊到了。夫子多虑了，天下之大，岂能事事都能了然于心？若将未曾听闻的人和事均定义为奇奇怪怪，那天下奇奇怪怪的东西未免太多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而叶延顺也根本不给他反驳的机会。夫子虽不至于如此，但应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黑河村到底是怎样的地方，需要夫子放下身段，融入其中，慢慢了解，而不是先入为主，简单一言以蔽之。小九，我们走。叶延顺一口气说完，连忙抱着小九走路带风的离开。我竟然被一个乡野少年教训了。叶延兰，你这是做什么？爹娘，你不用管我，你忙你的去，我洗完这些衣服就走。叶延兰，我家的衣服不用你洗，你给我出去。我确实对不起爹娘，你们不喜欢我，我能理解。现在我男人和婆母都不在了，霍家没人管我了，是时候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所以这些家务活就让我做吧，我干完活后就走，你不用跟爹娘弟弟们说。我做这些什么都不求，只求还清我的罪孽。你说的这些我都不信，不过我忙得很。
既然你想洗，那你就洗个够。忙了一阵后，芸娘再出来时，发现叶妍兰已经走了。晚上的时候，芸娘还特意将叶妍兰今天的事跟洛秋月说了一遍。下回再来，你拿着棍子给赶出去就是。对，这人难缠得很，咱们都离他远点。眼见叶延平拼命点头，洛秋月瞟了他一眼。哟，老大不是跟他感情好吗？还以为你又要帮他说好话呢。跟他感情好？没有的事。之前想着她是姐姐，现在发现她啥也不是。她接近咱家，一定是怀了不好的心思。哦，不怕的。你不怕，我怕。第二天，叶妍兰又来，不过这次却是被芸娘拿着棒槌撵了出去。养育之恩大过天，我只不过想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芸娘，你就给我机会吧。爹娘说了，你要真想报恩，就离叶家远点，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看热闹的乡亲们称奇，觉得叶妍兰看起来倒真像是转性了。10日后，黑河村学堂建成，这是大事，全村不论男女老少都喜气洋洋的过来参观。柳正，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啥事儿？我想着请乡亲们去家里吃个便饭，李正您看合适不合适？李正顿时有些吃惊的看了他一眼。请乡亲们去家里吃饭？你家有那么多粮吗？当日的6成税，中年的父子岳丈帮着出了3成，霍家自己只出了1成，剩下的2成是我挨家挨户去求着借来的。我寻思着一家请一个，也没啥好的吃，就是为了表一下心意。我知道，因为我娘和弟弟的事，乡亲们对霍家心里有怨气。现在他们人都不在了，我想替他们向乡亲们道个不是。如今霍家小胡每日在家里哭闹，说村里没有娃娃愿意跟他玩，练武那边也不收他。一筹莫展时，叶妍兰才帮着出了个主意，让霍大年请村里人来家里吃个饭喝个茶，将以前的恩怨一笔接过。我娘和仲年死了，如今我是一家之主，想要在黑河村活得好，就必须要跟大伙搞好关系。你有这想法倒是不孬，就是不知道乡亲们愿不愿意进你家门。劳烦李正帮我说一说，我娘和我弟弟不在了，霍家如今是我说了算，我一定好好做人，不会跟他们一样的。行，那你准备，我帮你跟大伙说去。好，感谢李正，那我先去忙了。霍大年在村里没有得罪过什么人，这个面子大家还是会给他的。那谁去霍家？别家都是一家之主过去。洛秋月眼见叶不为不动声色，当即帮他做了决定。老大，那你去吧。要不二弟你去吧，哥有事要忙。人多的地方我不去，最近只要我出门，身后总有一堆人跟着，提出各种天马行空的要求。上次竟然有人问能不能做一个撒粪机给庄稼施肥，简直离了个大谱。无奈他的目光只能转向叶延顺。人多的地方我害羞。你会害羞？我怎么没看出来？行了，婆婆妈妈的，去吃个饭唧唧歪歪。霍家是有吃人的老虎还是啥？芸娘，小九还没醒吗？没呢，最近天不咋热了，小九早上睡得可香了。娘放心，我都有给小九准备早饭的。那就让他睡，娃娃睡觉就是在长个儿的时候。哇，原来云朵真是棉花糖做的，好神奇呀！咦，脚底下就是黑河村耶，好多人。突然画面一转，小团子看到自己的爹爹被众人围在中间，画面中看到衣衫不整的叶妍兰捂着脸正哭得伤心欲绝。我知道我说啥都没用，事到如今我只能自证清白。眼见他手起刀落朝自己的手狠狠对了下去，吓得小团子大叫，猛地从梦中醒来。嘚嘚，不要剁手，小九来救你。这坛酒放了好几年了，是我娘为中年科举高中时准备的，现在放着没什么意义了，干脆拿出来给大伙喝了，希望大家忘记以前不开心的事。大年你有心了，你的善意我们都知道，不关大年你的事，你是跟他们不一样。霍家前不久才没了2个人，大家也不好高声说小，只是象征性的互相碰了碰碗。这酒好上头。没想到延平你酒量这么差，打老虎都不怕，黄酒却把你喝倒了。不知道咋回事，头晕的厉害，我先回去了。说着就准备起身，结果一头栽倒在桌上。哎呦，延平这是真醉倒了。没事，让他睡一会，等会咱背他回去。这时叶妍兰突然就走了过来，还特意的轻轻摇了摇叶延平。阿弟，这是咋了？他不会喝酒，喝2口就醉了。阿平从小到大确实没喝过酒，在这里躺着不是事，我先送他回去。爸，你送也可以。叶妍兰最近变正常了，和叶家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想必姐弟情谊还是在的。大家也都没当一回事，继续喝着酒。但没人注意到的是，叶妍兰根本就没有出院子，而是拐进了一间厢房。
20年来，我一直都是以姐姐的身份去对待你，现在换成女人的眼光来看你，发现你真是生的一副好相貌，还真是便宜芸娘那个女人了。叶妍兰说着，突然唇角升起一抹怪异的笑。叶家真的好奇怪，既然我不是亲生的，为啥一门心思将我当成亲闺女养呢？让我做童养媳不是更好？阿平，你说是不是？为啥非逼的姐姐对你使手段呢？这样对你，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但是没办法，谁让你拒绝我？姐姐还真有些期待呢。娘亲，妹妹呢？芸娘看了一眼时间，这才惊觉小九竟然还没起床。妹妹不在床上。什么？不在床上？不急，可能跟李正在一块。李正喜欢带着小九玩，也可能是跟延平一起去霍家吃席了。连忙，叶家人兵分几路匆匆出门找人，找了一圈后发现，不仅小九不见了，就连叶延平也不见了。不要慌，肯定是延平带小九去哪儿玩了。延平应该没跟小九在一块，他醉的站都站不稳了。叶妍兰说送他回来的，他没回家能去哪？这时突然的一句，听得洛秋月脸色微变。你说什么？走，去霍家。小虎娘，叶妍兰在哪里？她不是送你家延平回家去了吗？这么多的活全部丢给我一人，也不知道她去哪儿躲着偷懒了。我一直都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见到叶妍兰上门。可当时她扶着叶延平，我还瞅了一眼，没回叶家，那是去了哪里？说着，姚氏就有意无意地领着众人往厢房走去。上了门栓，说明那里面是有人的。叶妍兰，你快开门！大白天躲在厢房里做啥？突然，房间里传来一道哭声，听得大家心里一颤。叶妍兰，你哭啥？叶延平人呢？现在叶家人都找上门来了。嫂嫂，我不想再听到这名字。叶妍兰，出来把话说清楚，不然我就砸门了。我实在没脸出来见人。呆呀，你烦不烦？到底发生了啥事？你把大伙都弄糊涂了。眼见叶妍兰迟迟没露脸，姚氏性急，猛地一下把门推开，进去后顿时惊出一声大叫：老天爷啊！叶妍兰，你床上咋有个男人？啥男人？这霍仲年还没死1个月呢，叶妍兰房里就有男人了。我可怜的小叔子啊，你是古魏寒，你那不要脸的媳妇就在家里偷男人了。霍家真是家门不幸啊！说着，姚氏就直接一巴掌呼在他脸上。你这不要脸的大的，把野男人都带到家里来了。我是无辜的啊，我怎么也没想到会这样。我当他是亲弟弟，却没想到他竟对我心存不轨。叶妍兰这话是啥意思？哇，他的意思是房里的男人是叶延平。叶妍兰，你是不是疯了？延平一直当你是亲姐，你怎么说得出这种不要脸的话？我也何尝不是将他当亲弟弟？我以为他是喝醉了要休息，好心送他回家，没想到他对我图谋不轨，还说我身上没有叶家的血脉，不碍事。他还说让我改嫁，叫我嫁给他。千算万算，没算到这人竟然算计到了延平头上。你放屁！延平即使喝醉，也做不出这种混账事。我知道你心里讨厌我，但即使你再不愿意相信也没用，这就是事实。出了这种事，你有啥打算？姚氏眼中略带同情地看着叶妍兰，而李正和村民们却是齐齐看向叶家，眼神里全是同情。不知道为啥，他们总觉得叶家这回是被下套了。我一个寡妇今日坏了名声，叶家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姚氏这时故作显得左右为难的样子。妍兰虽说是霍家媳妇，但如今仲年和婆母都不在了，又还年轻，没有孩子。叶延平想要娶妍兰进门的话，我也不会说阻拦的话。嫂嫂，您这是说的什么话？我打算为仲年守寡一辈子的。可你这不是被叶延平坏了清白吗？霍家也不能留你了呀。要我说，你干脆就跟他一块过得了。你跟叶家说到底是有缘分在的，做不成闺女就做儿媳，也算是好事。而一旁的芸娘听着姚氏越说越离谱，气得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天哪，你们这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我要听延平怎么说。延平他还躺着在，没醒。确实，我进去时还看到叶延平就在床上躺着。总不能让他一直躺在里面，闯出了这么大的祸，也该出来收拾烂摊子了。延平爹这话说的公道，言来言顺，要不你们进屋去把延平带出来吧。叶延安、叶延顺眼见洛秋月点了点头，两兄弟这才进。不一会，突然从屋里传出一声惊呼。所以说，男人酒量不好就不要喝酒，不然就会坏事。小虎娘，你知道小虎爹去哪了吗？被这么一问，姚氏顿时愣了一下。他应该去田里干活了。不是，这个节骨眼上提他干啥？
你们快把你大哥弄出来，给大伙一个交代，尽快了结这事。你说的对，这事确实需要好生交代。今日这事只怕很难了结。谁能想得到，延平连霍家的寡妇都不放过。都说叶家人好，没想到也会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丑事。说着，姚氏还发出一阵冷笑，不理会他的兄弟俩，直接架着一个男人走了出来，直接把吃瓜的村民吓了一跳。到底是谁做了不要脸的丑事？搏到最后一刻，还真说不准啊！我知道大家都不愿意相信叶延平是这种人，我刚进去看的真的。看着姚氏这笃定的语气，让李正顿时怒喝：叶氏、姚氏，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不可能，怎么会是大年？哼，怎么不可能了？床上躺着的就是他。嘿，这霍家真是伤风败俗啊！这种事也干得出来，简直辣眼睛。眼见不是自家儿子，洛秋月顿时充满幸灾乐祸。哇哇哇！这丈夫前脚才刚走，哥哥就爬到弟媳妇床上去了。这对狗男女简直让黑河村蒙羞。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傻子都瞧得出来，霍家今日没安好心。只不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霍家没有攀扯上叶家不说，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我不信，明明是延平，怎么可能变成了别人？你就那么希望是我吗？突然一道愤怒的声音传来，大家转头赫然发现叶延平就在身后，怀里还抱着小团子。你竟然对我使手段！你在说啥？你当时扶起我说要送我回去，我对你说你如今不是我姐了，男女授受不亲。说完就自己回去了。回去后带着小九去村叔那边玩了一圈，殊不知你却一直在这里胡言乱语编排抹黑我。你胡说，你明明进了我的屋。你够了！叶延兰她做梦都想不到，叶延平逃了不说，还把霍大年弄进了他的屋，现在众口难辩。恰好这时霍大年又刚好醒来。这是咋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不知道，也是霍家人做了坏事一贯不肯认的。霍大年，你说你跟叶延兰是咋回事？你在说啥？我明明在院子里收拾桌椅板凳来着，突然脑袋一痛就不省人事，醒来后就在这里了。霍家今日宴请全村，本以为他们是想跟全村交好，不成想是做好了圈套，等着叶家来钻。这手笔也太大了。不是，我是真心实意请大伙的，没有设什么圈套啊。可姚氏刚刚和那个人一唱一和，红口白牙说床上的人就是延平。姚氏，你不打算解释一下吗？是我眼神不好，不小心看错了。你自己的男人躺在眼前那床上，你都能看错，这话说出来只怕没人信。什么？我怎么会在？听得霍大年气得浑身颤抖，看向姚氏就是狠狠一巴掌。你是不是背着我跟叶氏一起做了见不得人的勾当？我为了跟乡亲们搞好关系，恨不得把心掏出来。你这蠢货把一切都搞砸了，你不说实话，是非的逼我把你休了吗？对不起，我不该被叶延兰哄骗，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们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延平娘，能不能看在他被叶延兰利用的份上，原谅这一回？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敢了。不必了，要是今日让那人诡计得逞，我家延平还有命在吗？叶家现在又该如何自处？霍大年，今天这事不是轻飘飘几句话就能了结的。那你们要咋样才能放过我？李正是一村之长，你该问李正。这种下作之事本应该绑去县衙的，但如今县城里乱了，因此县衙就不必去了。谢谢李正。姚氏还以为会从轻发落，顿时就松了一口气。我话还没说完，我已经受够你们家了，你们霍家实在不适合再在黑河村居住，你们走吧，我不想日后再生是非。霍大年和姚氏两人瞬间慌了神，在大荒年代没了黑河村，他们还不如去县衙挨板子吃牢饭。不要啊，柳正，除了黑河村我们要怎么活啊？不用求情了，此事没得商量。可是李正，我是无辜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啊。真是奇了怪了，霍家人个个都会装老实装无辜，单说你爬你弟媳妇的床这事，黑河村就容不下你。我是冤枉的，是有人把我打晕了，扔进屋里的。行了，这种龌龊事别拿出来说了。霍家欠乡亲们的粮，砸锅卖铁也要还清，先给你2日时间。你明明被我要倒了，这事不可能出岔子。你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死也要死个明白。就在众人准备离开时，叶延兰突然拦住叶延平，他想知道他精心布的局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恍惚之间，叶延兰看到小九眼里一闪而过的嘲讽。是你，原来是你，是你这个大的坏了我的好事。气得叶延兰立刻起来想扑向小九，结果直接被叶延平一脚踢飞。
我这辈子做的最错的事，就是将这小妖孽捡了回来，是他害得我一无所有，我好后悔，我当初就应该把他掐死。叶延兰，你这个大的，我才被你害死了，我今日要跟你拼了！才说到一半，他就被姚氏掐住了脖子，村民们也不劝家人，他们狗咬狗的匆匆离去了。快说说今日这事是咋回事？小九又救了我一命。就这样，延平把前因后果跟家里人说了一遍。然后我就照着小九说的做，偷偷将霍大年打晕丢到叶叶兰床上，担心露馅，我让霍大年背对着他躺着。做完这些后，我和小九一起在屋后等着好戏上场。才不久，你们就找上门来了。亏他想得出这等阴招，养育他10多年，谁成想养了一条毒蛇。今日若不是小九，我十有八九逃脱不过，不死也要脱层皮。别家的爹爹都是保护娃娃的，你这个爹爹却总给娃娃找麻烦。既然知道他对你图谋不轨，你为何不早些跟我们说？我实在是没想到他无耻到这地步，确实是我疏忽了。小九，你是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吗？小九，阿奶知道你有神通，但你终归是个小奶娃，像今日这样跑出去救你爹爹，万一遇到危险连个帮手都没有，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哦，知道呢。当天下午，霍家已经没地方去了，只能去投靠他妹子，而叶延兰没有地方可去，就朝着叶家的方向咒天骂地，气得叶延平要出去打人，但都被洛秋月拦住了。他在院子里静静站了好一阵，才回到厢房里拿了个小布包出来。老爷，我去霍家一趟，马上回。你终究还是忍不住了。娘，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就是不想离开叶家，才想出那个馊主意的，您原谅我好不好？这是你娘当年留下的，是时候交给你了。我都没见过她，她不是我娘，我娘只有一个，就是眼前的您。可是孩子，我们之间缘分已尽，你不能再钻牛角尖了，以后你就好自为之吧。叶延兰突然呵呵笑了2声，洛秋月回头看他，眼神略带点微动。可是目前我还不想离开黑河村，还请娘一定帮我找李正求个情。你想多了，我不会去帮你求情。既然如此，那娘就不要怪我说出霍仲年死亡的真相了。说起来，爹爹的剑可真快啊！我仔细查看了霍仲年的尸体，才发现了胸口的致命伤，只是薄如蝉翼的一道血痕，连衣服都没沾染上半滴血。你威胁我？我也不想的。但如果娘不让我留下，我就将爹爹杀人的事告知全村，我还要去县衙报案。只要仵作来验尸，叶家就瞒不住杀人的事实。你确定要这样？我确定。爹爹也别妄想能杀我灭口，我马上就去李正家待着，除非爹爹当着李正的面杀我。你就这么想留在黑河村？信，就算要走，也是我叶延兰自愿走，这么被赶走如同丧家之犬，我接受不来。行，那我就让你留下来，养了你10多年，本想让你重新开始的。既然你这么喜欢黑河村，那就永远留下来吧。我以我的性命发誓，只要不赶我走，我会永远保守这个秘密。叶延兰没料到这么容易就说服了洛秋月，顿时有些受宠若惊，但心底却涌起一种说不清的不安。莲，你今日怎么有些不一样？你今日这么温柔，我真有些不习惯。跟你说个秘密，你要不要听？我一向都是笑着的，是指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特定的时候是指什么？杀人的时候。什么？你还真信了？娘，你骗我？你说呢？好了，我现在就去李正家帮你说情去。闻言，叶延兰这才松了一口气。也是，洛秋月跟叶不韦可不同，她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妇人，也就嘴皮子厉害了些，杀人是万万不可能的。到了李正家后，洛秋月说明来意，李正以为自己听错了。延平娘，你确定？毕竟是我亲手养大的，还是留在身边有个念想的好。叶家的面子自然是要给的，那霍大年和姚氏那边，他们我不打算原谅，该赶走就赶走。罪魁祸首是叶延兰呢，延平娘怎么突然糊涂了？很快，洛秋月原谅叶延兰的消息就传遍了全村。大家虽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到底还是叶家的私事，他们也不好说什么。这是怎么了？娘，大哥这是生你的气。今日这件事，大哥才是受害者。可娘，你二话不说就原谅了叶延兰，还让他留在黑河村，你这是胳膊肘往外拐，大哥肯定难接受。老二，大哥没白疼你。是吗？生气不是吃不下才对吗？可我眼瞅着他都添3回饭了。我不吃了。叶延平猛地放下碗，快吻去，突然却听外面有人喊道：“不好了，霍家出事了！延平娘，你快出来！”咋了？出什么事了？延平娘，叶延兰她死了。
真不关我们事啊！我们回到家的时候，他本来还跟我们炫耀来着，没想到突然倒下，抽搐2下就死了。乞丐这样子瞧着像是被人毒杀的，可偏偏验不出毒来。霍大年，是不是你害死了叶延兰？我真没有啊！我也没有。即使要杀他，我们也不会蠢的在村里下手，要等野氏出了黑河村再下手也不迟啊。你们说实话，是不是不想叶延兰分走家产，干脆就杀了他？冤枉我们了！要是叶延兰是我们杀的，就让我们一家3口死无葬身之地。无奈，霍大年和姚氏只能发毒誓，一个进教区。这事你们怎么看？银针验不出毒，说明不是被人毒死的。霍大年和姚氏虽然有些小心机，但不至于会杀人。延平娘，你真是好人，感谢你说的公道话。要怪就怪这孩子命太薄，估摸着是霍仲年在那边太孤单，将他也带走了。我亲手养大的孩子说没就没了，让我咋接受得了？扶你们娘回去休息。洛秋月说着踉跄了一下，而村民们也只能不停叹息。叶家这个养女真是白养了10几年，刚刚和好就横死了。我看他跟霍仲年一样，就是坏事做多了，老天看不下去把他也收了。还有，我觉得是霍家的宅子有问题，1个月之内连死3个，太瘆人了。随后，李正只能让霍大年他们自家找个地方来。谁能想到，原本多年来一直是村里备受尊崇的霍家，短短几个月竟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安全，安全，安全。大哥，顺，你们有没有觉得叶延兰的死不对劲？确实不对劲，之前明明中气十足，一直骂人来着，一转眼说死就死了。你们说是不是爹又出手了？爹那么疼小九，今日叶延兰却一直在骂小九，爹能忍住不杀他？我觉得不像是爹做事的风格。你们看霍仲年的死，再看叶延兰的死，两者差异太大了。也对，当日霍仲年死的时候，身上一处伤都没有，符合爹低调又不喜显山露水的性格。而叶延兰的死状看了会做噩梦，仿佛在告诉全世界，你们看叶延兰死得多惨似的。你们有没有觉得娘今日很奇怪？是有些奇怪，娘向来爱憎分明，怎么会突然心软原谅叶延兰？所以我有个大胆的猜测，叶延兰其实是咱娘杀的。你像话吗？脑袋被门夹了。咱娘为了叶延兰都去找李正求情了，怎么可能又去杀他？再说了，咱娘是会杀人的人吗？哥，这你就不懂了。娘去找李正求情，就是为了让大家不怀疑他。你说娘长得不像会杀人的人，我就更不同意了。咱爹难道就长得像会杀人的人？论相貌凶神恶煞的程度，咱娘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那个。不好说，反正咱家的情况我越来越看不懂了。总之叶延兰的死十有八九跟咱家有关。叶延平眼见说不过他们，只能无奈。反正不会是我闺女干的，我闺女只喜欢打雷。咱爹咱娘其实是一对雌雄大盗，只不过咱娘那平凡的外表掩盖住了她真正的实力。他们在黑河村隐姓埋名，就是为了等那朵幽冥擒龙花。等咱爹的眼睛好了，他们可能会重出江湖，重操老本行。叶延安一番解说，顿时让叶延顺张大嘴巴。二哥，你说啥？什么雌雄大盗？什么老本行？啊，顺你还小，你不用知道这些。总之，咱家有大秘密，一旦到捅破的那一天，天都要被捅出个大窟窿来。几日后，对黑河村村民来说，霍家的下场也让他们真正见识到了什么是现世报。经过一番亲眼见证后，人一旦相信因果报应，就会变得更加纯良，对事对人都有了敬畏之心。小九，你给的这些是啥好玩意？都干嘛用的？这戏好吃的哟。听小九这么说，应该是新的作物，可以马上种植的。小九拿出来的绝对是好东西，黑河村又有福了。只是这个圆滚滚的东西要咋种？闻言，小团子就扒拉着小短腿跑到厨房，把土豆切成片。大伙看完顿时有点懵。切，埋，切块埋进土里，那不是烂掉了吗？牙。小团子指着土豆的牙眼，李正也是种庄稼的好手，一下就明白过来小团子的意思。我明白了，是不是焖出芽后切成块埋到地里？是呢，这是豆。啥？这玩意叫啥不好？咋叫豆？李正老脸一红，像被烙铁烫到手一样，慌忙扔掉土豆。说了半天，那个豆字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宝宝太难了，我已经尽量去咬准字音了，怎么还是这样子的？如果土豆被叫成让他们觉得很羞耻的肚兜，只怕黑河村没有一个人愿意种。大大，错了，这东西不叫肚兜，是土豆。原来是叫土豆。
那这种子今日就开始播种，手脚都放勤快些。古语有言，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来一时穷。接下来几天，黑河村的田间地头又热闹起来。他们不怕忙，就怕日子没奔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播种完后，觉得可以好好享受空闲的日子时，殊不知黑河村也已经被山匪盯上了。不多时，众匪就来到城下。哈哈哈，这个村有点意思。一个破村修这么高的城墙干啥？这就是吃饱了撑的。这趟来对了，这地方应该不缺粮。李正是哪个？出来说话。我是黑河村李正，不知有何贵干？这才过了几日安生日子，山匪就找上门了。你应该听说过黑鹰寨吧？没有。这个村的李正是个傻子吧？放心，我们虽是山匪，但从不干打家劫舍的事。那你们今日过来是来跟我唠嗑的？我们今日不唠嗑，也不打家劫舍，我们借点粮就走。唠嗑可以，借粮没有？你可知道你在跟谁说话？老东西，不要以为你们村有城墙，我们就奈何不了你。乖乖交出粮食，可保你们一村安宁。对不住，我再说一回，没有。今日我们本不想杀人，是以在城门口跟你商量。你们走了狗屎运，却不知感谢，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老庄，黑鹰寨不是普通的山匪，黑河村虽然有城墙，但城墙防不住他们，不要意气用事，跟他们谈谈条件吧。问过业务，大不了就是打。黑河村不怕，没什么好谈的。眼见想都没想，直接拒绝了，顿时急得他连忙劝阻。老庄，我在县衙的时候跟黑鹰寨打过交道，他们中有不少能人异士，手段残暴，千万不能小瞧了他们。可是万一他们攻进来，就不是损失粮食那么简单了。赵夫子只管放心，我心里有数。李正话音刚落，就听窜天侯一声怒吼：“好你个油盐不进的老家伙！等进了村，我第一个割下你的头当球踢！”撞门！眼看山匪离城门越来越近，突然有人喊开城门。眼见城门推开，山匪们顿时愣住了。现在知道怕了，晚了，现在求饶太迟了。大敌当前，竟然有人主动打开城门，快拦住他们！今日已经惹恼了黑鹰寨，黑河村将面临灭顶之灾。赵夫子，不急不急，一切尽在掌控之中。看着李正还是那么淡定，还摆了摆手，急得赵师爷像热锅上的蚂蚁。你为何就是不听我的？都说无知者无畏，我今日算是开眼了。黑鹰寨有仇必报，你刚得罪了他们，他们不会放过你，你快去躲起来吧。躲什么躲？黑河村做事从来都是有章法的。批个章法，但事已至此，也只能靠自己的3寸不烂之手，为黑河村求得一线生机了。心一横，就冲了出去。走到半路，就听到激烈的打斗声和络绎不绝的惨叫声。黑鹰寨众位好汉，赵某有话要说。这情况怎么跟想象的不一样？赵行间抬眼望去，顿时瞳孔地震。只见一个汉子手拿一根棍，居然挑翻了一大片山匪。我记得你上回在县城打架最厉害的人就是你。既然知道我打架厉害，还送上门来找打。小心！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突然一支长剑朝着叶延平急射而去。说时迟，那时快，一道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到叶延平面前，破空而来的长剑被生生斩落地。快跑！这个村有古怪！一瞬间，山匪都被吓落荒而逃，村民们欢呼。而赵师爷看着那道淡然的身影，嘴唇猛烈一顿颤抖。射中我！眼前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可能？延平爹，刚才幸亏有你出手，不然延平就有危险了。咱黑河村差点没保住。怎么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让这个尊贵如同天神一般的人物，屈居于这么一个边陲小村，甘心当一名人士？哇哇哇！赵夫子这是，赵夫子怎么哭了？有了村民的提醒，赵行间这才意识到自己早已泪流满面。夫子因何哭泣？不是，今日看到先生，思及一位多年未见的故人，是以情难自禁，让各位见笑了。夫子从何处来？在下20年前有幸去过京城。往事如云烟，聚散本无常，斯人已逝，夫子何须回首缅怀？不如放宽心怀，学会放下。先生说的是，在下受教了。刚才大伙都看到了，城墙只能抵挡住流民那样的普通人。今日若没有叶家爷俩，城门被攻破只是迟早的事。也就是说，咱村光靠城墙还是不成。李正，咱村要是有弓箭手就好了，这样不等敌人靠近，就可以射死他们。弓箭那些就不要讲了，
现在要想明白的是，下回山匪们再来的时候，咱要咋样去应付？这回有叶家爷俩咱躲过去了，万一下回他们爷俩刚好不在，咱要咋办？众人叹息，他们也想出力，但奈何实力不允许。延平爹，要不你也教咱大人学个武吧？可以。只见叶不为这次回答的很干脆，众人顿时面露喜色。学武是好事，就是只怕远水救不了近火。赵夫子在县衙时与黑鹰寨打过交道，不如我们请赵夫子给点主意。赵夫子刚刚不是还在的，人呢？我在这。赵夫子，你站那么后干啥？你到前面来。不，我就在这个位置好。大佬都站在这后面，让我越过大佬站到前面，打死我都不会站到前面去。那赵夫子觉得我们接下来该咋样做？我觉得是延平爹更懂御敌之术。眼见快说错话，赵行间顿时额角冒汗。我其实什么也不懂，大禹超战神就在前面站着，怎么都轮不上我说话。这赵夫子真是善变，刚刚明明还说他很清楚呢。我从未了解过黑鹰寨，夫子了解多少便说多少。这黑鹰寨之所以这么猖獗，是因为他们确实有些本领在身上。除此之外，黑鹰寨中能人异士不少，而且这黑鹰寨中有人还会精通易容之术。延平殿在下知道的就这么多。这人今日怎么怪怪的？我听夫子说过，黑鹰寨有仇必报，所以他们一定不会放过黑河村，是也不是？黑鹰寨匪首是个自视甚高，是个死要面子的人，今日在黑河村丢了脸面，势必会让他寝食难安，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搬回驿城。村民们听了赵行间的话，顿时焦虑起来。关键我们在明，他们在暗，日防夜防也不一定防得住。那就增加哨所，不管白天黑夜，都由青壮年男人值守，城门落锁，任何人不得出入。就照延平爹说的办，从现在起，城门上锁，不出不进。就这样，村民们商量安排完值守人员，而在回去的路上，赵师爷却一直跟在叶不为身边。夫子为何一直跟着我？夫子为何哭？为何哭？我也不知。我明明只见过他一面，他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谁。可他为何在此？他不应该在此。他的眼睛为何会成这样？赵夫子，我姓叶，名不为。你说的他，我并不知道是何人。不好意思，是我失态了，先生就当我胡言乱语。在下与先生一见如故，如若先生不弃，在下愿伴随先生左右，效犬马之劳。脑包包。叶不为正要说话时，突然听到一道甜甜糯糯的小嗓音传来：“脑包，你打坏人啊！”对，脑包刚打坏人去了。小九，这位是赵夫子，给夫子问好。小九你好。不仔细看不知道，赵行间此时的笑容有些勉强，想起当日他拒绝让小九入学的场景，顿时就觉得自己的脖子有点痒。那个小九要不去学堂上学吧，明日就去如何？1、2、8、7。小九不会数数也没关系，我可以单独教小九。看到赵夫子的态度跟上次天壤之别，吓得小团子嘴里吐出一串乱七八糟的数字，顿时两眼水汪汪的看着叶不为。脑包，快肥家！小九现在还小，不上学。当叶不为的身影消失在远处时，赵行间突然手舞足蹈的跳了起来。恰好李正刚好走过来。赵夫子，要我说，女人值守才是最让人放心的。好好的干啥换成他们？平日里一挨上枕头就睡得跟死猪似的，打雷都不醒，倒是别全部呼呼睡着了。村里的汉子们上来换班，平时值守都是村里的女人和小孩，突然把他们换下来，多少还是有点不服的。他爹，天黑了，你眼睛可要瞪大点。知道了，放心吧。李正说了，山匪随时要来，我们都要精神着点。突然，这时城墙角落里传来碎石滚动的声音，村民们顿时警觉起来。李正咋在这？哎，乱得很，过来清理一下。这些事让我们来做就行。天色不早了，您快回去吃饭。成，那我走了。妹妹，夫子说北斗星像一个勺子，是由7颗星星组成，我们一起来找找看哦。大喇叭。哇，真的是北斗星耶！妹妹你太厉害了，你怎么知道在那边的？梁小芝顺着小九指向的方向仔细看了看，顿时一脸膜拜。就在这时，院门口突然出现一个人影。李正阿爷。小九，随我来。好的。李正阿爷，你带妹妹去哪呀？放心，很快就会。李正说完急匆匆走了。小团子趴在李正身上，吸动着小鼻子闻了闻。李正阿爷今日怎么嗖嗖的？是不是昨晚没洗澡呀？
话没说完，突然一阵没有来由的困意袭来，小团子小脑袋一歪就沉沉睡去。咋样？有啥异常的没有？没有，李正只管放心，我们眼睛都不敢眨一下。好。李正，快敲锣！铁头爹最后一个倒下，艰难的发出声音：“爹，我可不会敲锣。”说着，他掏出一个麻袋，将肉乎乎的小团子然后绑在背上。几个起落之间，背着麻袋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主人，醒醒呀！这是哪儿呀？这是麻袋里。主人，你被人绑票了。绑票？原来那人根本就不是李正阿爷呀，怪不得身上的味道那么难闻的。老二，得手了没有？老大，瞧您这话说的，我出手能有落空的时候。没抓错人吧？放心吧，水灵灵胖乎乎的奶娃娃叫小九，错不了。恭喜大当家的二当家绑到这个肉票，以后就不愁没有粮食了。听说这小娃娃是那两父子的心肝肉，咱黑鹰寨可以报今日之仇了。到时让那一家父子跪在大当家面前磕头求饶。哼，做梦！突然，土匪二当家只觉得背后一轻，呱唧一声，一个奶娃娃掉到地上。好动动！这娃娃咋掉出来的？说完就检查了一下小团子的小手，啥都没有发现。老大，这不对呀！我的麻袋明明是好的，不可能破的。动作快点，回山寨！人都到手了，还管这些干啥？就是借个臭大人，假装成李正阿爷将小孩骗走了，这就是个人贩子。哟，没有狗腿高的碗儿，脾气还挺大。你搜。小团子用小手捂住了鼻子嫌弃，顿时惹得山匪们大笑了起来。你确实好些日子没洗澡了，人家小娃娃都嫌弃你身上有味。呐，抱抱我。小团子委屈的眨巴着，朝坐在马背上的鹰眼张开小手手。你说啥？抱抱我哟！大当家的，这小娃娃要你抱。小娃儿，你不怕我可是专门吃小娃娃的。我不怕哟。哎呀，大当家的，要不我来抱吧？有点意思，这小娃儿眼光不错。哇！怎么，你爹爹和阿爷不是很厉害吗？马都没让你骑过，咋不吭声了？睡着了。鹰眼低头一看，发现小奶娃已经呼呼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后，睡着的小九被一阵说话声吵醒。大当家真是英明，将山寨建在瘴气林里，除了咱黑鹰寨的，谁也别想闯入这片林子。这么说的话，那脑包怎么进来就宝宝呀？有了这片林子，咱黑鹰寨世世代代都可以盘踞在这片山头坐山大王。就在山匪们美滋滋的憧憬未来时，突然，轰的一声，林中一道火光熊熊升起，众匪们纷纷回头，只见他们引以为傲的瘴气林，此刻就在他们眼前，正被熊熊大火化成灰烬。什么情况？就怕你们睡着，没想到你们还真睡着了。我们是被迷晕的，谁知道山匪竟然扮成李正的模样。首先是值守的妇人们将接班的男人们痛骂了一顿，接着就是李正大哭。当他听到小文小武说，小九当时还是主动跑出去，顿时就捂着胸口，都快哭晕了。是我害了小九，我的小九啊，我的小心肝。都别急，山匪抓走小九就是为了提条件的。小九一值班会不会有危险？你知道黑鹰寨的大致方位？突然耳边响起一道冷静的声音，转头，叶不韦冷峻的冰块脸落入眼帘。知道。带路。叶不韦抓起他一边臂膀，直接一跃而起，顿时就吓得赵行健。闭嘴！这门是开的，爹爹为啥非要飞出去？蠢蛋，当然因为他眼睛看不见，还不快走！李正擤了一把鼻涕，眼睛肿得像两个头。都跟上去，都愣着干啥？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小九给我抢回来。摄政，胡乱叫人可是会死得很惨的。延平爹，您觉得这粉末有没有可能是圈套？会不会是山匪故意引诱我们过去的？那为什么不能是小九特意给我留的？小九只是个奶娃娃，他咋知道留记号？再说了，即使他知道，这么多的粉末又从哪里来的？好像是打雷。就在这时，轰的一声巨响，把赵行坚吓了一大跳。叶不韦的脚步慢了下来。可是有哪里不对？没有，就是走太快会被雷劈。这是天雷。管他什么雷，没有瘴气林也进不了黑鹰寨，怕个啥？鹰眼的话及时给山匪们一颗定心丸。对，没有瘴气林，还有大当家的迷宫阵，大当家设的迷魂阵比鬼打墙还厉害。当年官府好不容易过了瘴气林，
却在迷宫阵里困了几天几夜，真是笑死人了。此阵是我的独门绝技，能破此阵的人，只怕还没出世。话刚说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似曾相识的火光熊熊升起。大当家的阵法也被雷劈没了。眼前这帮山匪把一个小奶娃绑到山寨，天雷降下，粮食消失。自从绑了小奶娃后，就遭遇各种不幸，一直令人闻风丧胆的毒人，现在就连饭都快吃不起。紧接上集，大当家的，咱黑鹰寨这是被老天盯上了。啥老天？要是真有老天，为啥不去惩罚那些贪官污吏？他们才是真正该死。我们哪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也是，但凡有一条活路，谁不想老婆孩子热炕头，过个安稳日子？老二，你带人去黑河村要粮，不管是50石还是100石，先填饱肚子，再另做打算。二当家得令后，就带着几十个人出发了。半天后，待所有人满怀希望的出去迎接，结果却只见垂头丧气的二当家一行。你们咋是空着手回来的？大当家的，黑河村的根本不鸟我们，就没有见过这样嚣张的。大当家的，我没猜错的话，叶家可能是不要这个娃娃了。不可能，那天去劫的景湾村那户人家说的清清楚楚，小九是叶家的掌上明珠，全村都把这小娃当宝。你们喊的多少石粮食，是不是喊多了？哪里有喊多？不管我们说啥，人家就回2个字：没粮。还有更过分的，他们让咱自己把娃娃给送回去。什么？鹰眼还以为自己听错了，顿时一惊。是真的，他们根本就不关心这个娃娃的死活，应该是景湾村那户人家应该骗了我们。大当家的，现在咋办？能咋办？黑河村有高手，我们打不过，未尽之计，只能对小娃娃下手了。这时，小团子突然扯了扯鹰眼的衣襟，指着自己的小脑袋：“头发扎头发。”哼，你家不要你了，你回不了家了。金哒！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哭鼻子的时候，小团子这时却是笑出声来，还用小手手拉住了鹰眼。借礼好呀，藕稀饭借礼哟。还是第一次听肉票说喜欢山匪窝的。虽然听起来怪怪的，可是他们自己都没发现，此时心里居然莫名有点高兴，甚至有点小感动。哼，喜欢这里，拿刀来，割手手，看你还喜欢这里。大当家的，冷静！他娘的，你们这群人到底是不是山匪？干脆去做菩萨算了。鹰眼这时也是却不自觉的嗤笑起来。算了，看在你们求情的份上，老子割一撮头发总可以吧？说着，鹰眼就抓起小团子的一小撮小呆毛，伸手道：“递把刀给老子。”刀呢？刀怎么不见了？这一刻，所有人发现了一个魔幻的事，他们的刀全都不见了。从我的麻袋破了开始，事情就越来越不对劲。大当家的，我看这娃娃邪门得很。这时，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拍大腿：“你们都帮我捋一捋，看我说的对不对？”高个儿不给他水喝，飞起来把骨头给摔断了。他半夜喝完水后，第2日就发现厨房被搬空了，说要割他的头发，刀就全部不见了。一语惊醒梦中人，众匪顿时脸上变得煞白。二当家的没说错，回想起来确实是这样。大当家的，我们还是快把这娃娃送回去吧，他有古怪。自从绑了他后，咱山寨就没有安宁过。绑来的肉票哪有白白送回去的道理？若是照你们说的办，黑鹰寨不就成了大笑话？这时，又有人匆匆跑过来。不好了，不好了！大当家的，你的王座不见了！什么不见了？什么时候发现的？就是我每日负责擦洗的王座。我刚才正在擦洗，一眨眼，他就在我眼前不见了。听完，山匪们吓得直接跪下。大当家的，把娃娃送回去吧，这娃娃没准是天佑之女，咱惹不起啊！小娃娃，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小九哟。这些事都是你干的。此时，小团子还装作一脸无辜，摆着小手手。我不知道哟。突然，议事堂的红掉了起来，正好就在小团子的头顶上。鹰眼来不及思考，身手敏捷地往前飞扑去，将小团子推倒。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我这个让人闻风丧胆的黑鹰寨老大。就在横梁砸向鹰眼的那一刹那，小团子小手手一挥，横梁贴着鹰眼的头皮飞了出去。这一次，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众匪顿时大惊。怎么回事？横梁怎么自己跑外面去了？小神仙饶命！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错将小神仙绑来黑鹰寨，不知者无罪。
小人无意冒犯，求小神仙宽恕。其他山匪见状也是有样学样，连忙全部跪在小团子面前。你们疯了吗？鹰眼正要开口骂人，在没有防备之下，突然被窜天猴任意砍下。老二，你干啥？大当家的听话，快跪吧，跪一跪保平安。鹰眼瞬间气得要吐血。老子为啥要给一个小撇娃磕头？不是我说你，不想死就赶紧闭嘴。你当衡量为啥飞出去？是小神仙救了你，我们所有人都看得真真的。是你救了我。我不知道哟。他咋弄的？就这样，小手一呼，那衡量就飞出去了。就老子一个人没看到，还有没有掉的？老子也想看。谁有梳子？众匪面面相觑，结果一辈子都没拿过梳子的大老粗，想帮小团子梳头，还一不小心就弄疼了他。动动呀！我根本没使劲啊！大当家的舞得起大刀，却拿不了梳子。你们自己来试试。大当家的，要不让我来吧？说话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汉子。老子自己来。想当年，我闺女也是这般大，可逗人喜欢了，可后来活活饿死了。说着说着，汉子的眼眶顿时就红了。鹰眼手中动作一顿，将梳子递了过去。那你来。过了一会儿，小团子终于梳成了2个可爱的小啾啾出来。众匪真是越看越喜欢。好了，不管你是神仙还是妖怪，老子都不招惹你了。现在就送你回去，这样总行了吧？不肥。不到2日，黑鹰寨人仰马翻，命都没了大半条。此刻才知道，请佛容易送神难。他这个向来自视甚高的山寨之主都快崩溃了。小祖宗，你还想咋样？该烧的不该烧的都烧没了，该搬的不该搬的都搬空了，跪也跪了，头也磕了，我求求你，你走吧。是啊，黑鹰寨太小，供不起你这尊大神。骑马马。好，骑马马，只要你肯走，别说骑马，骑我都成啊。沐浴如何香香皂？今天用哪个好？毛巾、羽毛、小鸭鸭，水温和刚好。泼泼水来搓泡泡，今天真是美妙。大声唱歌扭扭腰，我爱洗洗澡。黑鹰寨的好汉饶命啊！放过我们吧，我们实在揭不开锅了。瞧瞧你干的好事。跪什么跪？都起来，老子又不抢你们的。一句话让村民们诧异的抬头，这才发现山匪头子的脖子上居然有一个小奶娃。贼不就是黑火村被帮走的那个娃娃吗？他们前日晚上不是全村都出动，但空着手回的吗？怎么现在山匪把娃娃送回来了？小祖宗，这个村有人害你，要不要我替你报仇？呐。我替你报了仇，能把粮食还给我不？好的，粮食肯定是要还的，不然这伙银又要到处抢了。这时候，景湾村的李正慌慌张张跑了出来，直接跪在地上。黑河鹰的好汉，你们有何贵干？看到没有，所有人都怕黑鹰寨，就除了你们黑河村。看把你得意的！立正起来吧，我们今日是来找人的。就是上回来你们村给我们透露黑河村的一对夫妇，还带着一个男娃娃。是我们，各位好汉，你们要找的是我们说的没错吧？听说你们已经得手了。才说完，姚氏就拉着霍小虎从人群跑了出来，心里顿时激动的很。景湾村排外搬来的这些天，村民们都明里暗里挤兑我们，说我们一家命中带煞，1个月内可死了3个。现在山匪过来找我了，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有了这个靠山，以后就不怕景湾村的人了。小事一桩，不用感谢，还是你们黑鹰寨有本事，对付黑河村和叶家，还得是你们。前些日子，黑河村对外施粥，也是救了不少景湾村的人。我看霍大年也不像是搞事的人，这才接纳了他们。现在看来，这一家人根本就不是省油的灯，只怕是被黑河村赶出来的。所以你们是想借黑鹰寨的手除掉你的仇人？黑鹰寨也是你们可以利用的，谁见你们的狗胆？不是，我没有。好汉误会了，我们那日听到好汉们在打听黑河村，就多了几句嘴。我们跟他们一无仇二无怨。你把我们当傻子？没有仇怨，你会把叶家住在哪都说得一清二楚。我把小祖宗得罪了，现在只能靠对付小祖宗的敌人来将功补过了。你们一家都很讨厌小九，当然讨厌了。
我恨不得他去死。眼见霍小虎得有些过，姚氏这才连忙上前阻止。娘，你干嘛不让我说？在黑河村让我家起尾巴做人就罢了，现在还怕个啥？好汉，你们绑了小九，一定找黑河村多要粮食。要是黑河村给不了，你们干脆就把他杀了。什么杀不杀的，别听小娃儿胡说八道。好汉今日来找我们，可是为了感谢。你说呢？要不是这对自作聪明的母子，黑鹰寨咋会招惹上这个小祖宗？二当家强压着杀气，为了帮小九套出更多的话，硬压着愣是没有表现出不满。感谢这是嘛，我们也不敢要好汉的感谢，只求好汉日后照拂一呀。好说。你们把他绑了这些天，他一定吓得哭鼻子了吧？哭鼻子，确实哭过。那他有没有向你们求饶？求饶？那么聪明可爱、乖巧又听话的娃娃，我们黑鹰寨怎么舍得让他求饶？好汉真喜欢说笑。这时候原本就是忍着的他，再也忍不住了。是不是说笑？你他娘的还真看不出来，还真当自己是跟从了。整个黑鹰寨来，这就是为了感谢你。就凭你们这种货色野味，要不要我撒泡尿让你照照？众匪突然纷纷让出一条路来，霍小虎脸上一紧，不可置信抬头望去，只见小团子牵着鹰眼的手，慢悠悠地走到他们面前。你们哦，谢谢你盟友，那里真好玩。你是好玩了，就差把我们玩死了。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放过你？哦，可爱，你瞅瞅。小团子说完，还不忘对着他做了个鬼脸。霍小虎顿时就气愤了，不管不顾就想扑了上来。你这个哒哒哒的，我要杀死你！二当家二话没说，直接就是一脚将他踢倒。小祖宗，他们想你死。为什么哟？小祖宗，有些人天生对你好，比如我。你真不要脸。不过，而有些人天生就是你的仇人，他们恨你不需要理由。你刚刚也听到了，对于这种内心阴暗的小人，必须斩草除根。小团子此刻也陷入了沉思，想着姚氏这个坏女人以前就经常偷偷掐他，霍小虎也总是打他欺负他，就算他们现在已经不在黑河村了，也还没想着放过他，顿时就有些恼火。天下怎么有这么坏的人啊？小祖宗，要不我替你处理掉他们。只见小团子摇头，众匪这才没有动手。有些事必须自己处理的，你为什么害我？小九，我们是无心的，不是真的想害你。你这个捡来的哒哒哒的，你让我在黑河村被所有人欺负，你让我家被赶了出来，差点无家可归，这些还不够吗？有仇不报枉为人，我害你又咋了？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小九垂下眼帘，低着小脑瓜子，转身就走。我不想杀人，但奈何有人找死。小祖宗，就这样放过他们？鹰眼话还未说完，只听一声巨响，姚氏和霍小虎瞬间被烧成黑炭。只见突然世界一片寂静，所有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来。原来惹恼了小祖宗，是这种下场。宝宝肥来了。喊啥喊？他们对你又不好，你这么可爱，那日要粮，他们竟然1粒米都舍不得给。他们既然都对你不好了，要不你干脆不回去，老子来养你咋样？想什么呢？哇，脑包！在这些相处的日子里，山匪们虽然害怕眼前的这位小祖宗，但更多的却是喜欢。至于这么开心吗？缺心眼的小丫头！阿奶的小酒保，我可想死你了。我的乖宝，这几日可要好好吃饭。小九，我的小心肝，是李正阿爷对不起你啊。小团子看着李正想要过来，但想抱又不敢抱的样子，没办法，他只能主动伸出小手手了。你还要不抱？是的，抱抱我哟。我的小心肝肉肉啊！李正抱着小团子，顿时哭出声来。小九啊，这几日你李正阿爷我是度日如年呢，那个挨千刀的，非得装扮成我的模样把你掳走。是他。听完李正的倾诉，小团子这才将小手直接指向二当家，看着众人愤怒的目光，他顿时就觉得自己被啄成了筛子。对不住，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我已经给小祖宗赔罪了，我以后绝不招惹黑河村了。九宝，以后不管谁抱抱你，你都要揪一把他的脸皮，看他到底是人还是鬼。这眼泪看着真真的，倒不像是装的。你们这么爱护他，为啥1粒粮食都舍不得拿出来？村民们也没有回应，只是瞅了他一眼，就像瞅傻子似的。他脑子顿时就忽然机灵了起来。难道
你们知道黑鹰寨会主动把他送回来，所以你们才不管不顾。看着村民们也不理他，而直接簇拥着小团子回村，他这才恍然大悟。大当家的，小祖宗回去了，我们的粮食咋办？小祖宗，你说好了挨粮食的。知道呢。随着小团子的身影消失在他的视线，留在原地的他突然有一种莫名的伤感。真是没良心的小东西，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说走就走。哼，老大他是不是忘了他是个绑匪来着了？小九，山匪头子看起来好凶，你都不怕的吗？不怕哟，偶勇敢。那帮龟孙看把我的崽崽饿的，小脸都瘦脱相了。呐。小团子也是很配合地点着小脑袋，看着一唱一和的两人，叶延安就好奇道：小九哪里瘦了？难道我眼睛出问题了？有一种瘦是阿奶觉得你瘦了。哦，这土豆真是好东西，好吃还顶饱，我每顿吃都吃不腻。是姨娘厨艺好，一个菜做出了这么多花样。我觉得大嫂的厨艺完全可以开饭馆了，可惜咱家不在镇上，不然开个小饭馆，生意肯定火得不得了。火。谈到这，小团子这才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小九咋不吃了？偶有话说哟。是吗？小九有话跟大伙说呀。小九想说啥？买珊珊。叶家人听懂了，但好像又没听懂。其实是小九在黑鹰寨的时候，在那边发现了大量的煤，这才想着赶紧告诉他们。小九，我们为啥买珊珊？珊珊有好东西哟。有好东西？难道是金矿？不是哟。小九说的是去黑鹰寨的那座山。是的，是的。小九让买肯定是有理由的，不过咱家的银子都用来建房子了，哪里还有多余的银子买山？对对笨笨哟，用借买。看着小团子连忙指了指了装粮食的木桶，大伙这才恍然大悟。用粮食买山的意思啊？现在有银子也不一定买得到粮食，用粮食买山的话倒真有可能。小文小武在家吗？正说着，忽然门外就有人叫道。小文小武顿时一脸的生无可恋。夫子又来了。夫子他最近不知道是咋了，有事没事就往叶家跑，还说了是为了指导他们的学业。关键我们每日在学堂里表现得很好啊，按理说大鼻涕铁头细狗他们才是真正需要夫子指导的。你们两个崽子走了狗屎运，赵夫子总来给你们开小灶，不知道的还以为咱家有什么宝贝呢。夫子有件事想与你商量。赵行间闻言，虽然内心强压制着激动的心情，但表面还是表现得有点明显。您说，我想买一座山。买山的话，我倒是能帮上忙。县城与我关系不错，此事交给我就行。不过我只有粮食，这座山只能用粮食来换。赵行间也是直接一口答应下来。第二天下午就行色匆匆回来了。听他们说，之前的县令好像被流民踩死了，新任县令还没到，一切事务由县城代理。不过我一开口他就同意了，能用粮食买山，他求之不得。您看上的是哪座山？咱马上带人过去，尽早把手续办了。你去过那里，就是小九做记号的那座山。黑鹰寨，就是那晚被雷劈了2回的那座山。对，我行动不便，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只不过黑鹰寨向来跟县衙不和，今日官差上山丈量，不知他们会不会借机生事。赵行间也是直接抹了一把汗，而叶不韦则是唇角浮现淡淡的笑。无妨，你只需跟这山的人说，是黑河村小九买下的，他们就会退避三舍了。大当家的，小祖宗真是说话算话，说还粮食就真的还给咱了。昨日回山寨后，灶房里消失不见的东西又回来了，连位置都没有变动过。看来小祖宗终究还是不忍心看瓦牙饿。咋办？老大好像真是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大当家的，你说小祖宗只归还粮食，却不归还刀具是啥意思？我知道你想说啥，只是一旦解散黑鹰寨，咱寨里的1000多名弟兄，今后要咋维持生计？黑鹰寨能有今日，也都是靠着鹰眼带山匪们拼出来的。说到底，他们也是一群无家可归的人。我寻思着，要不请示一下小祖宗的意思，咱今后不干打家劫舍的事，也不骚扰平民百姓，只对那些贪官污吏下手，多干一些劫富济贫的事，这样算不算改邪归正？一旦解散黑鹰寨，道上的也会立马过来抢山头，到时他们就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大当家的，对面山头有官差。黑鹰寨还没解散呢，他们就急着上门挑衅了。小祖宗，那座山居然是你要买的？
是的。你说你哇，那冤枉钱干啥？你看上那山跟我说一声不就行了？我直接送给你。珊珊又不是你的。小团子鼓了鼓腮帮子，睨了他一眼，眼见没讨好到小团子的大当家，瞬间就泄了气。冒昧的问一句，您老人家买山不会是为了围堵黑鹰寨吧？不是的。小诅咒，还有就是我今日来是想问你，黑鹰寨能不能不解散？以后我们就干一些劫富济贫之类的事儿，成不？好的哟，要就好赢哦。好，做好人，以后只做好人。就在大当家正准备回去时，小团子给他特意交代了一些事。回到家后就找到叶延安了。小九，这2个物件都要用不少铁，整个黑河村都没铁了。哦有。小手一抖，上次缴获山匪那个大刀，一下就堆了一屋子。斗不斗啊？够，这也太多了。我现在就去找铁头爹。今日这个机会，我没让叶家来，我是想跟你们说2句。这几个月来，黑河村一次次落入险境，又一次次逢凶化吉。黑河村能有今日，是咋做到的？是因为小九，还有叶家。李正点完头，突然就严肃起来。都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但叶家对黑河村哪里何止滴水之恩？这份恩情，咱要记在心里。今日叶家买了座山，我看有些人就忍不住眼红红了。我提醒你一句，叶家过得好，那是人家应得的，你千万不要有嫉妒之心，否则一定跟霍家一样，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李正，我们不妒忌叶家，叶家有能力，本来就该过上好日子。反正我言尽于此，若有对叶家起坏心思的，我第一个不饶。李正放心，我们都不会忘恩负义的。谁知才交代完，不到2日，就有妇人哭哭啼啼的来找李正。李正，不好了，娃他爹不见了。你们几个的男人不都是走亲戚去了吗？被亲戚留下来住1、2日也是常有的事，急成这样干啥？你们要真担心，自己去亲戚家瞅瞅不就行了？总不至于要我帮你们去找吧？别什么事都指望我，我还有事要忙。李正，现下谁的家里都缺粮，谁会留亲戚在家里住下？我担心他们是在路上遇上山匪，被抓走了。你想多了，山匪是闲疯了还是咋的？抓他们几个干啥？你以为人人都是小九，值得让山匪惦记？山匪也挑人的好不？李正说着就往外面走，神情还带着几分不耐烦。走亲戚都能把人走定，说出去也不怕人笑话。田氏几人也是急了，慌忙跟在李正身后。李正，一下不见了5个人，这哪里是小事？对啊，当日小九不见的时候，您可是发动了全村的啊。虽然我们命贱，比不上小九尊贵，但好歹也是5条人命。李正，你的心不能太偏啊。说我偏心，小九不见是因为啥？你们心里没点数？那是因为叶家帮全村抵抗山匪，被山匪盯上了，发动全村去找，难道不应该？我告诉你，你们说我偏心，我就是偏心。你们要是能跟叶家一样，全心全意对黑河村好，我也对你们偏心。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帮你们打开城门，你们自己去亲戚家里找。说完，眼前的妇人们当即惭愧地低下了头。田氏见瞒不过，便凄凄哀哀道：李正，他们几个其实没去走亲戚。没去走亲戚？你家王大麻子前日天擦黑的时候找我开城门，说是要去看他老舅。我当时还纳闷呢，咋都凑在同一日赶趟似的出去走亲戚了？你们这会儿却跟我说没去，合着都是骗我的。他们就是觉得在村里憋久了，想出去走走。他们怕李正不答应，只得说是走亲戚。出去走走？看来是我如今年纪大了，你们觉得我好糊弄了。我让你们扯谎，有本事你们就当着全村的面扯谎。突然，李正就敲锣让全村的人过来，妇人们顿时脸色大变。出去找可以呀，关键要知道去哪儿找。他们都去哪了？人家说了，只是憋得慌，想出去走走。至于走到哪，只有他们自个儿心里明白。憋得慌出去走走，黑河村这么大的地盘都还不够他们走的。早不憋得慌，晚不憋得慌，偏偏在前日个个都憋得慌。你们说怪不怪？就在这时，骆秋月抱着小九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没记错的话，前日就是叶家买山的日子吧？你们几个还不说实话，是把全村当成傻子吗？几个妇人慌得挤作一团，看着大伙冷冷的目光，终于憋不住，捂着脸哭了。他们听说叶家买的山里有宝贝，就想着去碰碰运气。不要脸，说什么碰运气的话，分明就是想着去偷叶家的宝贝。家人们，谁懂啊？李正都好心好意提点了好几回，这些人根本就没听进去，还是动了歪心思。现在人不见了，那是他们自作自受。
几个妇人被骂得面红耳赤，就连忙跪了下来。错已经犯下了，求乡亲们帮帮忙，一起去山上找找。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还好意思让大伙帮忙找？要找你们自己去找。我们不敢，那里离黑鹰寨太近了。你们不敢，我们就敢了。延平娘，我们真的知错了，我们不该贪心打你家的主意。你一向大人有大量，救他们这一回吧。可别给我戴高帽啊！我的心眼一向比针尖还小。几个月前，你们也是这么跪下求我家上山挖水渠的。当日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会一直记着叶家的好，以后我说什么你们都听。合着有些人说话跟放屁似的，嘴巴一抹就不认人了。偷我的东西还要我去救人，人不要脸也得有个限度。延平娘骂得好，我都替这些不要脸的臊得慌。走了一个霍家，又多出这些个老鼠屎。大伙刚才说的你们也听到了，这种自作自受的事，你们几户人家自己解决。李正说完就要走，田氏等人只能上前拉住李正，一个劲哀求。你们求我有啥用？我敲打了好几回，他们不听，他们自己去了黑鹰寨的地盘，我有什么能耐能救他们？小九能救，山匪都唤他为小祖宗，山匪们怕他，只要小九一句话，他们就没事了。哎呀，你们为什么就坏人？对喽，好好的人不做，偏偏要做坏人，现在还好意思给小九儿找麻烦。大伙附和着，无奈小团子只能看向洛秋月。阿奈，康康宝贝珊珊熬。小九想去看珊珊吗？好啊，阿奈正巧也想知道那山里面是啥宝贝。小九，山匪要过来了。都干啥呢？别用这种看坏人的眼神来看我。我们黑鹰寨现在听小祖宗的，已经改邪归正了。呐，不怕哟。小团子连忙安抚着大家，村民们这才放松了下来。小祖宗，你猜对了。那日回来后，我就让人在山上埋伏着，果然天黑的时候，就有人上山了，全给我抓了起来。小九，他们一定知错了，你让黑鹰寨放了他们好不好？田氏几人顿时就哭出了声，眼见小团子点了点头，田氏等人这才松了口气。很快，王大麻子等人就被山匪们压了过来，灰头土脸低着头不敢看大家。一群见利忘义的小人，我苦口婆心说了一大通，咋就点不醒你们？你们既然听不进我这个李正的话，就搬出黑河村吧。外面天大地大，至少不会让你们憋得慌。不要啊，李正，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不能离开黑河村的。俗话说，好良言难劝该死鬼。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黑河村已经在霍家那里吃了大亏。像你们这种心思不纯，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人，黑河村不敢留。你们走吧。仔细才能发现，李正这时的脸色显得有些疲惫，而这些人也是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立刻慌得痛哭流涕。李正，我们真的已经受到惩罚了。这几日来，我们一刻不停挖黑土，拉犁的牛都没有我们累。是啊，李正，我们每日才睡2个时辰，其余时间一直在挖黑土。我们不过一念之差，也算遭到报应了。咋的？还委屈上了？拉犁的牛吃的是草，我给你们吃的是草吗？你们觊觎小祖宗家的宝贝，半夜跑上来大挖特挖，做点苦力就算遭报应了。要不是小祖宗提前交代过，我早就把你们扔下山崖喂狼了，让你们尝尝啥是真正的报应。我们真的悔不当初，我们发誓没有下回了。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今日为了银钱对叶家背信弃义，明日就会为了利益背叛整个黑河村。都回去收拾收拾，今晚就还出去吧。我们不能走啊，我们死都要死在黑河村。王大麻子等人此刻也只能爬到跟前苦苦哀求李正。我们啥都没偷盗，罪不至此。李正，人都会犯错，看在我们认识了几十年的份上，放我们一马吧。都给老子闭嘴！老子平生最讨厌你们这种做了不认死皮白赖的人，让你们滚就给老子麻溜滚蛋！2个时辰之内必须搬出黑河村。2个时辰，现在开始算时间。2个时辰后，你们若还在村里，我就拿你们做粪肥。丁年等人话音刚落，本还在哭哭啼啼的一会儿，吓得咻一下就跑没影了。而这时，小团子用小手手又指了指地上的煤。阿奈，带回家。小九乖，这黑土就不带回家了好不好？你不是最爱干净吗？你看挖土的那几个人，连鼻孔都是黑黢黢的，可脏了。不是的，阿奈，要吗？小九很少这样。难道这黑土真的是宝贝？呐，是宝贝哟。
我要把这些挖出来的黑土带回去。你们山寨有没有装运的东西？这东西有啥用？不过既然是小祖宗想要的，我这就安排人给你们送去黑河村。就这样，大伙回村不久后，黑鹰寨就用板车将煤运过来了。在村民们不解的目光中，叶家将这黑黑的土疙瘩拉进了自家院子，加上小团子事先让叶延安做好的工具，一个现代的煤炉就做好了。烧起来了，烧起来了！所以这黑土是能烧起来的，就跟柴禾一样能烧水做饭。是的，这玩意好啊，不像烧柴，还要人在旁边守着。怪不得小九说山里有宝贝，我昨日去看了，整座山都是这种黑土，以后不用跑那么远去砍柴了。很快，黑土能做燃料的消息也在黑河村传开来了。从没听说过土还能做柴烧的，今儿真是长见识了。延安那小子做了2个煤炉，多出的一个，李正你搬一个回去用吧。这怎么好意思？李正虽嘴上说着不好意思，可心里早就乐开了花。李正啊叔，小九交代过，这黑土在院子里的廊檐下用没事，但是在屋里用的时候要打开窗户通风透气，不然会有毒。毒喜银哒。而小团子仰起头，也是一本正经的跟李正强调着，看着关心自己的小团子，李正心里也是一阵暖暖的。好，李正阿爷记得了。你记得什么？说。在屋里用的时候要通风，不然会毒死人。小乖宝这是担心李正阿爷对不？你放心，你说的每句话，李正阿爷都在心上记着呢，保证按照你说的做。好的哟。其他人虽然羡慕，但在村民们心里，这黑土虽然神奇，但也不是必需品。有些人还认为，在屋里用还得担心毒到人，那还不如柴禾来的实在。殊不知，在不久的将来，这黑乎乎的土疙瘩将会救所有人一命。叶安顺，城门外有人找。有人找我？错不了，指名道姓要找叶延顺。好，我这就来。娘陪你去看看。老三从来没有交往过黑河村以外的人，怎么会有人找他？这个院长看上这个未满18男孩的才华，特意安排了几个书生前来邀请，谁知居然都被婉拒了。原因竟是家里不想儿子去考取功名，去参合官场的那些事。但骆秋月为了儿子的未来，还是决定帮他规划一下，答应3天后去镇上答谢院长。娘，爹一向是不同意我参加科举的，你怎么说我3日后去书院？虽说这么说，但此时的叶延顺眼神里还是带着几分期待的。不管你去不去，对山长的这份恩情，你都应该亲自去道谢，这是礼貌。顺，赵夫子从乡试一直考到殿试，今日你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他。赵夫子，听闻您当年科考，考取的是榜眼。其实以我的才学，当年的状元之位本应该是我的。我操！只是那一年，长公主正好要选驸马，我输在这张脸上。赵夫子，其实你长得也还行啊。感谢你的安慰，其实我还是感谢自己这张普通的脸。我朝驸马不能入朝为官，虽然能拥有锦衣玉食的生活，却不能建功立业，报效朝廷，这与我寒窗苦读的初衷是相违背的。所以比起状元，我更喜欢这个榜眼。那夫子您为何入京？其实也能理解，只是他饱读诗书，谋得其位，却不能谋得其职，没能为朝廷效力。经过一番解说后，叶延顺还是很震惊。朝廷也那般黑暗昏庸吗？我本以为只是咸川县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你今日问我这些，是打算去参加科举考试？刚刚赵夫子说的话你也听到了，我一直不赞成你走科举这条路，就是这个原因。当今朝廷不值得文人志士如此前仆后继。可是爹，我还是想试试。官场之事我不懂，我也考虑不了那么长远。如今我只想证明自己。看着叶延顺鼓起勇气道，一旁的骆秋月只能佯装生气，瞪了叶延顺一眼。你这孩子咋就不懂你爹爹的苦心呢？老叶，你们说这些不管用，不撞南墙不回头，事情要他自己经历过才知道。我看不如这样，先让他去考个秀才试试。还有，考上秀才就可以免交赋税，人干嘛跟银钱过不去？赵夫子，您后悔走上科举这条路吗？看着沉吟不语的叶不韦，叶延顺只能转向赵夫子问。行了，不用问了，你去参加便是。谢谢爹，我不知道以后会如何，但如果让我放弃科举，我一定会抱憾终生的。一下子，平日里斯文内敛的少年顿时满脸欣喜。以你的身份，需要参加个啥科举？少男，要怪只怪你对自己的身世了解太少。好好上学，到月底你大哥会去接你。一想到你不在家，二哥我要一个人独享那么大一张床，我这心里就好难受。延顺，好好读书，为咱黑河村争光。爹娘、大嫂、二哥，那我走了。就在叶延顺他们才刚刚离开不久，城门外就突然有声音远远传来。
不要关门，先不要关门。你们是哪个村的？有啥事？这里是黑河村吧？我们是来找芸娘的。找芸娘？你们是芸娘的亲戚？好家伙，老老少少6、7口人，这是准备拖家带口来走亲戚的？是的，我是芸娘的大哥，这是我娘。麻烦这位大哥给芸娘带个信，就说她娘家来人了。然而这时的叶家人还没有走远，将对话一字不漏听到了。你娘家来人了？那可是稀客，咱快去外面迎接。洛秋月并没有见过芸娘的娘家人，嫁过来后，芸娘只在她父亲去年过世的时候回过一趟娘家，而且她与娘家走得并不亲热。他们来干啥？芸娘，我看到芸娘了，那就是我家闺女。爹娘，我应该给咱家惹上麻烦了。芸娘，你咋这么说？你娘家人算是什么麻烦？我家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今日找上门来，准没好事。别怕，叶家不是怕事的主，天塌下来有你爹和我替你顶着。去吧，村里人都在看着。百善孝为先，一旦被冠以不孝的恶名，以后便很难抬起头来做人了。好的，爹娘，我去会会他们。来了来了。李正阿叔，您先关门去城墙上坐一坐吧，我很快就好，到时我会喊您来啰嗦。晚娘，这山长水远的，你们怎么有空过来了？这外人还不能进村是吧？只能在外面说话，规矩这么多。一直都是这样，除了黑河村本村的，外人都是进不了村的。你瞧瞧，芸娘没嫁错人吧？这黑河村一看就是有规矩的地方，比咱那破地方可强太多了。是，托芸娘的福，咱今日长见识了。你们过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突然，尤氏也是眼泪说来就来。自你爹去世后，你就没有回去过一回。我们不晓得你过得好不好，实在是惦记的不行了，只好找上门来看看你。我很好，倒是不必跑这么远来看我。现在外面不太平，你们这样拖家携口的，这不是担心你吗？娘还不是怕你没有娘家人撑腰，被婆家欺负。现在看到你好好的，我们也放心了。好了，那我送你们出村口。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们走了1天1夜，你好歹也让我们进去喝口水。要怪只怪娘我当年不会教育闺女，这要是被外人听了去，还不得说你不敬尊长，不懂礼数。村里不让进外人，我们算什么外人？你别总说这种生分话，把咱的关系都说输了。再说了，我也想跟亲家见个面，让他们知道你娘家还有人在。你爹不在了，可你还有娘和兄弟不是？此刻的芸娘也是被气到了。我娘早就不在了，你是我晚娘。你这傻孩子又在说傻话，晚娘那也是娘，你还是晚娘养大的，有个娘家撑腰总归是好的。我只有亲眼见了，才晓得他们对你好不好。我都嫁过来好几年了，娃娃都生了2个了，晚娘现在再来关心这些，是不是有点迟了？切，你这是在怪娘不够关心你。你爹在的时候我说不上话，现在不是能为你做主了吗？不用，我婆家对我特别好。我们是你娘家人，已经在门口站老一阵了，怎么都不出来打个招呼的？对啊，妹子，娘说的有道理。我看你这婆家对你不咋重视，你这时太年轻，被他们蒙骗了。再扯这些有的没的，我就进去了。你这丫头脾气还是跟以前一样犟。都说了是担心你来看看你，只不过走了1天1夜，实在是累坏了，想去你家喝口水，你看行不行？芸娘，听说你娘家来人了。你有见过压榨女儿的母亲吗？没错，这个继母就是。听说继女过得还不错，厚着脸皮就想去她的婆家蹭些好处。原本孝敬长辈也是晚辈理应的责任，但这后娘居然打着压榨女儿的心思前去的。更过分的是，居然还想带着全家一起。这位就是亲家母吧？听芸娘说，亲家母对她就像亲闺女一样。今日一见，亲家母果然生得慈眉善目，一副菩萨模样。我慈眉善目，菩萨模样，睁眼说瞎话也不能太离谱吧？心虽是这么想，但明面上却还是装作很热情。芸娘给几人倒完茶后，也是一头就扎进厨房去了。芸娘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爱使小性子，对不住啊，亲家。他平日可从不这样，今日倒是有些反常，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惹恼他了。
尤氏见状也没有接话，而是直接把话题转向另一边，顺便打量着四周。听说亲家盖了新屋，还没搬过去住。亲家对我家的情况简直了如指掌啊！亲家说笑了，这不是一路问过来的吗？恰好这时三小只也是刚好回来。阿奶，我们下学回来了。这是我那2个小外孙吧？这么小就都上学了，那束修想必不便宜。哎，我家这条件哪出得起束修？黑河村之前捡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夫子，娃娃们上学都不用给束修。那你们黑河村真是好运气，夫子说捡就捡。当年芸娘嫁到黑河村，我们村那些人说的可难听了，说黑河村穷，说你家没彩礼。我当时是咋应的？我说芸娘是个有福气的，嫁到哪都不会差。你瞧瞧，还真让我说对了。芸娘如今不是过上好日子了吗？哪有过上好日子？那是外人瞧不明白，我也没啥好隐瞒的。谁家不是马粪表面光，里面一包糠？我本是打算让芸娘这几日回娘家一趟的，不想你们都来了，倒是省事不少。突然，骆秋月冷不丁的就紧紧握住尤氏的手。亲家，能借点银钱给我们吗？我本来是要脸的，但如今顾不上了，实在是家里揭不开锅了。亲家，你这么关心芸娘，也拉我们一把，救救我们吧！我们实在找不到可以帮忙的人了。不是，咋这么不要脸？哪有骗人屁股还没坐热，主家就开口借钱的？还有这婆娘把我要说的话抢先说了，我还咋开口？这不可能，你们家可是盖了大房子的。那房子不说还好，说起来就有气。几个月前，延平走了狗屎运，猎到了一只老虎，就想着盖房子，结果把厂子拉大了，现在是床板加订肉，有苦说不出。你们一定是上天派来帮我们的。这我们咋帮得了？我们今日来都是想没钱钱稀饭饭呐，可怜可怜我们吧。还没等尤氏说完，突然一道奶声奶气的哭声就把他的话打断了。骆秋月正诧异，只见小团子不知道从哪里弄出个豁口的破碗，端着走到尤氏面前，可怜兮兮样子，直接就把他惊呆了。亲家，你们这是啥意思？这就是叶家的待客之道。对不住，对不住，这不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吗？就让娃娃们多学了一门手艺。亲家觉得他们刚才表现咋样？有没有让你有赏几个铜板的冲动？荒唐，荒唐！大家都过来吃饭吧。这时，芸娘做好饭就在门外叫道，而叶延平恰好也从镇上回来了。家里只有这条件，你们凑合着吃吧。本打算来叶家搞点银两的，现在不好开口，只能换另外的法子了。延平、芸娘，接下来我说的话需要你们村的李正在场。岳母，你要说啥？你把李正叫来，自然就知道了。刚回来的叶延平不知道什么情况，一头雾水，但还是找来了李正。延平，还记得你当年迎娶芸娘时说过的话吗？尤氏的话一出口，芸娘的脸色瞬间就变了。还请岳母提醒。当时你说，你虽然家贫，但一定会对芸娘好，将芸娘的爹娘当成自己的爹娘，你还记得吗？记得，可惜岳父去年就走了，我以后想尽孝都没机会了。啥叫没机会？李正大哥，你瞧瞧延平这孩子，这说的叫什么话？我难道不是芸娘的娘？作为女婿，你难道不该孝顺我？你算哪门子娘？你有生我吗？你有养我吗？你凭啥要延平孝顺你？尤氏看着芸娘与平日里判若两人的态度，她也知道来硬的不行，眼睛一眨，眼泪瞬间就下来了。李正大哥，芸娘咋能说这种没良心的话？当年我进她家门的时候，她才10岁，可她15岁才嫁人，这5年不是我这个晚娘在养育。都说后娘难当，可真是让人心寒呐。心寒的人是我，你进门之后，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没穿过一件好衣裳，你还挑拨离间，让我爹对我不理不睬，你坏事做尽，却装出一副疼爱我的样子，简直让人恶心。是你爹他重男轻女，我给他生了儿子后，他就看不惯你了，对你也不如以前。我还常常劝说他，可他听不进去，我能有啥办法？我操！是啊，芸娘，你真错怪娘了。我记得以前娘总是嘱咐我，要我对你好，我稍做的不好，娘就打我，要我向你道歉，这些你总该记得吧？当然记得，所以你打我打得更狠了，不是吗？他只用装模作样打你一顿，你就会把我拉到没人的地方，偷偷打我几顿，不是吗？眼见胡大还想说什么，突然发现叶延平的眼神好像要杀人，顿时就吓得连忙不敢吭声了。
你爹爹临死之前留下了遗愿，让延平履行当日的诺言，将我当成亲生母亲对待，为我养老送终。你不会不认了吧？我爹可不会说这种话，他知道我跟你关系不好。李正大哥，你要为我做主啊！当年云娘嫁进来，叶家可是没给1文钱的彩礼钱，延平答应要将我和他爹当成亲生父母对待的，现在让他们给我养老，这个要求不过分吧？自个儿有儿子的人都不会让女婿养老送终的。我这2个儿子没用，他们连自个儿都养不活。都说你们黑河村是最讲道理的地方，延平他不能言而无信啊。既然你们都不要脸了，那我也没啥好顾及的了。乡亲们都在，正好帮我评评理。这个口口声声说是我娘，要我养老送终的人，其实是我的杀母仇人。此话一出，顿时就惊呆所有人。尤氏也是眼神中闪过一番慌乱。云娘，你胡说什么？当年她是我们村的寡妇，带着胡大过日子，结果这个不要脸的勾上我那糊涂爹。这还不够，他3天2头来羞辱我娘，笑话我娘生不出儿子。太过分了，偷男人还敢这么嚣张！此时黑河村的妇人们也是被气得不行。这还没完，他还怂恿我爹罚我娘跪祠堂，说生不出儿子，打屁股就一准能生出来。最后我娘受不了这种羞辱，就投河自尽了。从此以后我没有娘了，而这个害得我娘丢了性命的毒妇，却带着他的儿子住进了我家，住上了我娘的屋子，还让我认他为娘。太可恨了，简直不是人！谁给这个贱人的脸，还敢来黑河村找云娘？他还跟我爹生了一个儿子，就是他。我这个好弟弟跟胡大一样，变着花样欺负我。我无数次站在河岸边，都想随我男儿去。一边是村民们的义愤填膺，而叶延平也是彻底忍不住了，看着2个儿子直接被拎起来。尤氏和钱氏也是被惊得叫起来。云娘，你为啥不早点告诉我？李正，你们黑河村的要打人。别难过，只要我叶延平在1日，就不会让你再受欺负。叶延平，你咋这么没良心？你可是我亲自相中的女婿啊！延平确实是你相中的，但是你是相中了他的穷。当年还有户人家相中了我，要给20两银子的彩礼钱。这个毒妇不想我嫁得好，赶紧把我嫁给了延平，将自己的侄女嫁去那户有钱人家。可人算不如天算，我如今日子好了，他又想讹上我了。阿囊，不要嫌弃。这丫头也是你的娃娃？不可能啊！去年你爹死的时候，你还没有这个娃娃，这是你捡来养的，跟你无关。你们快走！此刻的云娘真是一眼都不想再看他。胡二怎么说也是你爹的血脉，你宁愿养一个捡来的野丫头片子，却对你弟弟不闻不问，你简直不是人啊！你说谁是野丫头片子呢？就你那科产儿子也配跟小九比？原本就生气的村民们，此刻可以说是彻底被激怒了。马上给我们滚出黑河村！云娘说的都是假的，她这是不想养我，故意抹黑我。叶延平，你当年可是答应养我的，除非叶家将当年的彩礼钱补给我，不然我不走。尤氏眼见如此，他也已经顾不上脸面了。而一旁的洛秋月这时也是走了出来。你不是知道我家的情况吗？我家哪里有银子给你？你要是不嫌弃我家条件差，在我家住下也不是不行。娘，都是上一辈人陈谷子烂芝麻的事，也该放下了。我不想延平做言而无信之人。洛秋月意味深长地看了云娘一眼。尤氏也是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亲家，你真让我留在黑河村？留下来吧，就让延平给你养老。宋忠，亲家，你可真是大善人啊！只是我这2个儿子离不开我，要不一起搬过来，咱一大家子在一起，热热闹闹的多好啊！那可不行，延平只答应给云娘的父母养老送终，兄弟可不能算。那他们总可以来探望我吧？这自然是可以。倒是让2个儿子10天半个月来一回，怎么着也能混个肚儿圆。亲家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想到这，尤氏的眼里顿时闪烁着金光。娘，我们要不再陪陪你？我在叶家你们有啥不放心的？你们只要不把我丢这儿不管不问就成，记得时不时来看看娘。此时的尤氏也不想一下子惹恼了叶家人，只能一个劲的给2个儿子使着眼色。等等，不着急走。亲家太客气了，还想留他们吃夜饭。吃夜饭？
那倒不是，主要是亲家你不是芸娘的亲娘，而且你和芸娘之间还有一些旧怨。亲家往后在叶家生活，万一有个什么好歹，你的2个儿子定会上门讨说法，到时叶家百口莫辩，说不定还要摊上人命官司。被洛秋月这么一说，尤氏顿时就被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亲家，你可真是诚心实意为我着想的大好人呐！那你说咋办？这是好办，只需在亲家住进我家之前，让郎中来诊断一下身子状况，这样大家心里有个数，以后就不用掰扯不清了。对，亲家这话说的在理，那麻烦快找个郎中过来，反正自己身体好得很，只要郎中没诊断出大毛病，芸娘即使想动手，以后也要掂量。这一刻，尤氏暗暗自喜，同时也是对洛秋月充满了感激，感动的差点哭了。只是郎中在给他把脉的时，却是皱起了眉头。咋样，我的身子骨不错吧？因为我年纪大，这么多年来，不说大病了，我连小病都没生过，胃口好，睡得香，走起路来连后生娃都走不赢我，再活个20-30年不成问题。我操，好家伙，就是说如果活不到20-30年，就是叶家害的他喽。郎中，我娘咋样？你们的娘。郎中，你有话只管明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大妹子你听我一句劝，还是不要住进叶家，尽早跟2个儿子回去的好。叶家都同意让我留下来了，你却让我回去，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我看你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本来这话不应该当你的面说，但你情况特殊，我就不隐瞒了。大妹子，不是我多管闲事，主要是你如今的情况很不好，跟儿子们一起回去，好歹还能落叶归根，魂归故土。咒我！你这个假郎中，我明明好得很，你却拿这种话来唬我。我看你是跟别人串通好来骗我的。我告诉你，我不会上你们的当，你们这种小伎俩都是被我玩剩下的，可别把我当成傻子。我行医术10年，不敢说医术有多精湛，你这脉象多出现于临死之前。原本还想反驳几句的尤氏，只见突然膝盖一软，捂着胸口跪在地上，一大口血直接呕了出来，顿时就惊呆了所有人。郎中，我娘刚才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吐血了？你娘看着好，那只是表象，脉是骗不了人的，早点为她准备后事吧。那我娘还能活多久？也就这几日的事了。这可如何是好？胡大胡二，要不让延平帮着把你娘送回去吧，这种情况也不好留在我家了。那可不成，说好了养老送终的，送回去了还咋养老送终？那你们想怎么样？我们今日既然把我娘送来了，就没有带回去的道理。我现在就把我娘交给芸娘和延平，以后的事都与我们无关。众目睽睽之下，尤氏睁开虚弱双眼，却只看到儿子儿媳已经无情地逃离了。阿叔，像他这种情况，真的没救了。用神汤吊着，或许能多活几日。延平，你明日去山里找找，看能不能挖到人参。亲家，你放心，你儿子既然把你留给我们了，我们就会尽心尽力把你服侍得妥妥帖帖。延平娘可真是嘴硬心软的人。是啊，芸娘的娘家摆明是来额叶家的，这她都能忍。村民们也纷纷感叹，尤其是尤氏特别感动。第二天，村民们也是看到叶延平进山去找人参，虽然最终没找到，但这份诚意大家都看在眼里。叶家堂屋里，尤氏就躺在床上，每一个时辰就要发作一回，明明痛得死去活来，可偏偏喉咙里还叫不出声。亲家，你来了，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靠谱的郎中来瞧瞧我的病。我这病就是痛得受不了，只要能止痛，我觉得我还有的活。不，你没得活了。亲家，你咋能这么说？我刚才问芸娘，问她还恨不恨你，她说她看到你遭到报应，已经不恨了，所以你没有活下来的理由了。亲家，你到底在说啥？你还不明白吗？你当我为啥让你留下来？为啥延平娘今日怎么跟平日里不一样了？留下你自然是为了给芸娘出气，再也没有比看着仇人在眼前受尽折磨更解恨的了。你是故意的，你把我留下来是为了害我，替芸娘报仇。我不信，你明明对我很好，你还让郎中来给我瞧病。我为啥要对芸娘的仇人好？
我不找郎中过来，其他人咋知道你死期将近，命不久矣？所以郎中真的是跟你们串通好的，我就说我根本没病，你们不想养我就算了，何必使出这种阴招？我现在就回去，再也不叨扰你们半分。尤氏此刻一脸的不可置信，甚至还有些恐慌。我要找李正，我要揭露叶家的阴谋。说什么呢？我可没跟谁串通。没串通？那当然了，你本来还能活20-30年呢。尤氏瞬间毛骨悚然，脑子一下子就一片空白。你这毒妇，原来是你害的我！我要告诉黑河村的人，让他们认清你的真面目。眼见他想走，洛秋月只是左脚微动，尤氏就被一脚踢回到床上。郎中诊断你本来只有几日可活，你猜你为啥能活这么久？明明在杀人，可他的脸上却在笑。你抖个啥呀？胆子这么小，真是没意思。总之，芸娘她已经放下了，心结也打开了，你的使命也完成了。我不想玩了。我知错了。很好，不要停。芸娘，你快过来，你婉娘有些不对劲。芸娘一进来，只见她跪在床上不停磕头，拼命认错。芸娘，你原谅我吧，是我错了，是我对不起你呀，我可以赎罪，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只求你们饶我一命。娘，他怎么突然这样？我也不知道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可能是熬不住了吧。只见尤氏突然像是疯了一样拼命往外冲，结果还没跑出门，就一下栽倒在地上不动了。娘，他没气了，太吓人了，我今晚只怕要做噩梦。快叫延平和你爹回来处理。直到最后，全村都在说叶家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叶延平也是将他跟霍家埋在一起，不为其他的，只是觉得他们埋在一起挺配。在这个大好人人还在为田老母子发愁的年代，眼前这户人家只是搬个新屋，却顿顿鸡鸭鱼样样不懂，只因这个小女孩子带了一个物主不见。乡亲们快请进。这房子盖的真是好，瞧这气派，10里8乡都找不出这样的好房子。大家越看越羡慕，但也是真心实意为叶家感到高兴。你们会有的哟。小九刚才说啥？房几，你们会有的。我是不是在做梦？小时女姬人说了这样的话，就一定能应验。是时候带着全村发家致富呢。就这样，叶家的流水席连着吃了3天，村民们也是感激的不行，都说叶家这哪是搬新居，分明是变招法给全村改善伙食呢。直到最后一天清晨，叶延顺准备回镇上书院时，突然就听到屋内传来一声奶声奶气的哭喊：“小九，闺女，你这是咋了？”粗粗，小九乖，叔叔再能，叔叔过一阵子就会回来，到时给小九带更好吃的点心，好不好？不好，粗粗不走。小九是舍不得叔叔去镇上吗？乖宝为啥不让叔叔走？粗粗喜呢。小团子一阵大哭，叶家人也是面面相觑，大惊失色。小九又做噩梦了。呐。这回梦见的是叔叔我死掉了吗？小九，告诉脑包梦里发生了什么？雪雪，大雪雪，粗粗洞喜呢，好多人洞喜呢。小九在梦中看到叔叔冻死在书院，对吗？在大家的一一询问下，小团子连忙把梦里的情况说了一遍。小九梦到大雪冻死了很多人，黑河村也是一样吗？呐。好，小九不怕，脑包来想办法。顺，你去书院请假，这个冬天你就在家中温习。呵，看到小九儿为他流下的眼泪，他的心感动得热乎乎的。读书对他来说固然重要，但人命更重要。爹，我能不能跟院长说，今年可能会下大雪，天气会很冷，让书院多准备炭火物资？可以，但他们可能不会信。我知道，我只能尽人事，听天命。咱快去快回吧。好，你去把李正和赵夫子叫来。好的，爹。延平爹，延安说有10万火急的事，我早饭都没来得及吃就被硬扯过来了。确实是10万火急的事，还能有啥急事？这个冬天，咱黑河村有余粮，萝卜白菜也种了不少，挨到明年开春就能春播了，日子只会越来越好。恐怕是挨不到明年开春。叶不韦语气平稳，也是把小九的原本话给他陈述了一遍。延平殿，您如何得知今年会有雪灾？总有途径知道。李正看着叶不韦向他示意，也是瞬间明白过来，是小九发出了雪灾的预警。往年12月初就落雪，那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延平殿，您需要我做什么？听闻夫子在县衙当师爷时，口碑甚是不错，
我想让夫子让老百姓相信，今年冬天将有雪灾，要提前做好应对之策，不然会死很多人。虽然他觉得雪灾之事有些不靠谱，只要是叶不为发话，赵行间都会答应。谋划这种事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小菜一碟。李正，这消息哪来的？问个啥？规矩还不懂吗？李正，那咋办？这雪要下多久？我家的柴禾就准备了1个月的，肯定是不够的。哇，那再要早做打算啊！我和延平爹商量好了，从今日起，妇女娃娃们上山砍柴，男人们去黑鹰寨挖黑土。延安和铁头爹会多做一些机器出来，黑土挖回来后，留下一部分人在村里做黑土球球。这东西要晒干，不然倒是烧不起来。就这样，整个黑河村也都行动了起来。经过沿途的村庄时候，这么大的阵仗自然也惊动了不少人，免不得上前来打听一番。李正也跟他们交代过，雪灾这事不要隐瞒，能救一个是一个，至于别人信不信，就不关他们的事了。补水呢？今年跟往年比起来，可要暖和多了。往年这时候都要穿大棉袄，今年穿个薄夹袄都不觉得冷。今年是暖冬，哪会有雪灾？就是他们黑河村就是吃的太饱，闲得慌。小祖宗家里要这么多黑土做啥？小祖宗莫非是嫌弃黑鹰寨了？把挖黑土这种事何须交给别人来做？今年有雪灾，是叶家让全村来挖黑土，做好万全之策。雪灾是小祖宗特意安排你们来提醒我的。你别问是谁说的，你要是相信的话，就跟我们一样早早做准备，粮食柴禾那些都备足。听完，鹰眼也是一副秒懂了的表情，二话不说就马上回山寨安排去了。比起乡下的无动于衷，镇上倒是人心惶惶，一时之间木柴的价格高居不下，关键还买不到。这时大家不由得想起黑河村的新燃料，一个黑疙瘩能烧多久？咸川的山水，黑河村的炭。烧水做饭你用的罐，洗暖记得留门缝。干净节约又卫生，高枕无忧过寒冬。你们黑河村有点意思，就连娃娃都懂得招揽生意。镇上的人顿时就被逗得哈哈大笑，当然也有一些注意力跑偏的。还别说，你们村的娃娃养得真好，特别这个女娃娃，长得跟年画里的娃娃一个样。各位看看用黑土煮出来的粥，跟柴火煮的一样，软烂香甜。说着就连忙招呼大家尝尝。镇上的人抱着不吃白不吃的心态，端起碗就喝了起来。还别说，确实煮得很浓稠，香得很。这黑疙瘩咋卖？30文一个。啊？什么？30文一个？你人还怪好的嘞，明明能抢，你还专门送了个木炭。各位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现在用的黑土是经过特殊手法加工过的，它叫做乌金。乌金燃烧起来不但没有难闻的烟气，还有一种淡淡的香味。不信大家来闻闻。叶延安也没忽悠人，这批蜂窝煤其实是按照小九的要求，特意加了香料烘制出来的。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我们用不起。雪灾什么的还是听天由命吧。今日来黑河村，本来是抱了很大的希望的众人，结果现实却是给了他们当头一棒。各位，乌金是贵，但黑土却便宜。你说的便宜能有多便宜？说个价让我们死心。诸位，黑土只需10文钱一石。真的，一石黑土只用10文钱。我们叶家在雪灾来临前发现了黑土这个燃料，也算是上天庇佑。各位放心，叶家不发天灾财，不挣黑心钱。雪灾面前，人命关天，这黑土必须让大伙都用得起。对不住，刚才是我们误会了。你们叶家跟那些奸商不同，你们是大好人。经过小九分析，对于有钱的，像这种加工过带着香味的乌金，绝对会受到有钱人家的追捧。大家先别慌，有件事要先说清楚。10文钱一石的黑土，需要各位自己带工具去山上挖，挖完后自己运回家做黑土球。方法我会教给大家，不知大家能不能接受？这个价钱让自己挖自己做，接受倒是可以接受，但问题是，万一给做失败了，烧不燃，那不是白搭了吗？我们自己做不了，没你这模具。不一定非要这物件，用模具一是快，二是不脏手，但没有它也不是不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雪灾，还好是眼前这个小女孩的预知梦，这才得以让全村逃过了这一劫。要不是小九，这次真不知要死多少人。不知村里是啥情况，这么厚的雪，怕是有房子要塌。云娘，你去做早饭，其他人把廊下的雪清理干净。门只怕被大雪封住了吧？之前的破房子倒不会有这个烦恼，如今想吃饭，都还得先铲雪。我出去一趟，去看村里人怎么样。爷，你咋出去啊？这一脚踩下去，整个人就陷进去了。
那是你。为啥爹可以说出这么装逼的话？此时的叶延安好恨自己为什么不会飞。脑包，我也去。小九想去吗？等等，外面冷，给小九再加一件衣服。说完，洛秋月就找来了自己的大袄子，把小九从头裹到脚。阿奶，瞅瞅哟，这多好看呐！这是阿奶年轻时穿的漂亮衣服，终于后继有人了。快去快回，别把娃娃冻着了。叶家新屋位置比较偏僻，离得最近的邻居也住在1里开外。铁头一家人正尝试着铲雪，突然听到一道奶声奶气的问候：“你们好不好啊？”师傅，小九，人都好吗？房子没事吧？都好，这么大的喜，劳烦延平爹牵挂。就是不知道咱村其他人咋样了。等会儿我挨家挨户去看看。小九，这是啥？是用来吹的喇叭吗？就在这时，突然小铁头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出了一样东西。经过一番讲解，大伙这才知道，原来东西叫做喇叭。而一旁的叶不韦瞬间就懂了小九的意思。小九给的这物件，现在正好用得上。在路面清理出来之前，用这个交流，附近人家都能听见。这喇叭还能用来说话，声音好大。来到李正这边，儿子儿媳正在铲雪，作为一村之长，却不知道村里人到底咋样了。就在心急的时候，叶不韦带着小九来到李正家。我来呢。延平爹，小九，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找我。这一路过来，村里都好不？村里每家每户我都去了，大部分都没事，不过还是有10来户人家的房子塌了。不是让他们好好加固房舍的吗？伤到人没有？有没有伤亡？这10来户的房子都只塌了一部分，没有全塌，受的伤也没有大碍。其实李正也明白，这10来户人家不是没有加固房子，而是房子实在太老旧了。真是万幸，咱村要不是有小九，这回可又要糟了。这是啥？按下红色的开关，说话的声音就变大。怪不得我听到老远的声音，原来是有这宝贝。陈星、弄月，你们说小爷这走的是什么霉运？来这鸟不拉屎的破地方还没有1个月，就遇上大雪封城，啥乐子都没有，我真是要疯了。少爷，这大雪封城才1天，您就说要疯了，往后可怎么办呀？你给我打住，不要跟小爷提往后，一想到往后我就头痛。少爷，不要怪陈星多嘴，您如今是朝廷命官，不要开口闭口都是小爷，您应该说本官。本官？谁乐意当这个劳什子县官？像我这种风流倜傥、只喜欢吃喝玩乐的纨绔，担得起谁的责任？可别做梦了，我来这里是消磨时光的。可是少爷，老爷都说了，您若在此地没有一番作为，是不可能回京城的。不回就不回，小爷有的是银子，在哪都能花天酒地，逍遥自在。可是放粮那日，百姓都跪下给少爷您磕头，叫您青天大老爷。陈星好像看到少爷背锅身擦眼泪了。你干嘛偷看我？陈星没有偷看，陈星是光明正大的看。少爷您真哭了。一点烂米饭得上敢逮得马？你们说这咸川县百姓如此好糊弄，前任县令咋就被难民踩死了？一定是太贪了。有道理。那小爷我就少贪一点，不惹事保平安。少爷，是我。周怀宁的话没说完，只听突然有人在屋外走了进来。少爷，有人昨夜冒着大雪送了一箱东西过来，说是孝敬您的土特产。我刚才打开一看，发现是一箱银子，箱子里还放了张拜帖。钱三宝，这么俗的名字，是呀。小的查过了，这个钱三宝就是那个当街打杀2个平民的凶手钱有才的爹。所以他这是想行贿我，哈哈哈！小爷终于体会到被人行贿的滋味了。看我爹以后还敢说我是个败家子。送了多少？1000两。什么？1000两就想贿赂我？你们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把我当成了乞丐？其实1000两也挺多的，就这点实力也敢当街行凶杀人？他知不知道小爷我这种京城排名前3的纨绔，也不敢如此胡作非为。明日让衙役绑他过来，我要把银子砸在他狗头上，教他做人。少爷，大雪封城了，人绑不来。陈星弄月，现在就放话出去，从明日起挖通雪路来县衙见我的，前50名每人赏1两银子，51至500名每人赏半两银子。我就不信这路通不了。是，卑职马上去办。等陈星弄月走后，周怀宁这才又问：有我师兄的消息了吗？我听县城说，之前的师爷就是姓赵，年纪相貌都对得上，但是不叫赵行间。
师兄是才奥物，不可能给人当师爷，想必不是他。这是赵师爷的笔记，少爷你要不要看看？周怀宁随即就瞅了一眼，看完整个人立马震惊了。这是师兄的笔记，师兄他如今人在何处？听县城说他在黑河村。黑河村这名字怎么听着有些耳熟？就是那个卖乌金的村，听说发现乌金的那座山就是赵师爷帮人买下的。黑河村离县衙远吗？把去黑河村的路给我打通，我要尽快见到师兄。闺女，最近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像有不好的事要发生，是不是房子要塌了？你不是已经扫过房顶上的雪了吗？你就放心吧，咱这房子虽破，但应该不会塌的。当时一阵寒风刮过，只见眼前轰隆一声，房就塌了。全塌了，塌完了。爹，没事的，黑河村会管咱们的。全塌了，我们没地方住了。邵蓉儿还以为自己的爹会伤心，结果只见他却是拍着嘴大笑，直接把他吓了一跳。爹不会是吓疯了吧？闺女，快帮爹爹找喇叭，我要去延平爹家。爹，你说实话，你是不是没有扫房顶上的雪？你是不是故意的？胡说，你爹是那种人吗？一天到晚总往叶家跑，难说。不好意思，我跟爹爹可能要叨扰上大家一阵了。不叨扰，你们先暖暖身子。芸娘正在煮汤，应该快好了。赵蓉儿跟着赵行间到处漂泊，也是看惯了人情冷暖，像这样突然住进别人家，不像他爹，他自己心里多少还是觉得有点尴尬。主人，没事的啦，那件事卷卷会帮你的。你不行的，你帮不了我。主人，你太小瞧卷卷了。哎，那件事总会有办法的。都过来吃饭了。哇，白萝卜羊骨汤，好香啊！您喝点汤，暖暖胃。多谢，夫子也喝。三兄弟看着赵行间那般献殷勤的模样，顿时心中充满疑惑。这夫子好歹也是当过大官的，为啥表现得像咱爹的小跟班一样？我也觉得奇怪，夫子好像有点敬畏咱爹的样子，我觉得他们之间有秘密。敬畏就对了，也不想想咱爹以前是干啥的，他们之前肯定认识。认真吃饭。外面还在下雪，大家吃完饭都早点去休息，被窝里暖和。爹娘，我记得你们之前说过，那个草药要雪天才有，现在下雪了，是不是要进山里去找了？什么草药？就是能治我爹眼睛的草药。经过叶延平给他解释了一番，他顿时就震惊激动起来。当真有这种草药？古籍中有记载过，不知真假，总要试上一试。苍天有眼，苍天有眼呐，一定可以的。看着比他们还激动的赵行间，叶家三兄弟更是一脸发懵。这赵夫子跟爹到底是啥关系？夫子坐下吧。爹，那我们啥时候上山？是不是傻？这么大的雪上啥山？至少要等到雪融化一半再说。可这雪不知道啥时候停，那药草能一直存活吗？当然能了，我和你爹爹心里有数。大伙眼看骆秋月这么说，这才都放下心来。就在这时，一直在旁边闷不作声的小团突然奶声奶气的哼了一声，大家也是充满疑惑的齐齐看向小团子。小九咋了？这是谁惹我家小九宝生气了？阿奶是小狗，骗人。阿奶才不是小狗，阿奶不骗人。小狗，小狗。叶家人面面相觑，有些奇怪，因为小九之前从来不会这样的。这是咋了？我的小乖宝。小团子瘪了瘪小嘴，想说什么，却最终什么都没说。小九，阿奶喂你喝汤好不好？不喝，外面小馋猫已经在外面偷吃了。阿奶你喝。阿奶闻不得羊膻味。阿奶喝吗？好好好，阿奶喝。没办法，骆秋月实在犟不过小团子，只好端起碗就喝了起来。脑包你也喝喝。好，脑包也喝。脑包要喝完哟。晚饭后，大伙也都各自回房休息了。半夜的时候，叶不为突然来到赵师爷的房间。您找我有事？我怎么感觉全身无力，动也不能动？我这是怎么了？赵夫子，我和延平娘今日说了谎，这幽冥秦龙花于初雪时绽放，3日内凋零。我们本打算昨夜出发，不料昨夜你房屋倒塌，因此今晚是最后的机会。我是备下了药。夫子不必担心，药在羊骨汤里，对身体无害，天亮自然缓解。若我和秋月一去不回，还请夫子关照言顺1、2、3个孩子中，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还有我的身份，
就让他永远埋葬。此次采药之行竟如此凶险，如果是这样，不值得冒险。以防万一，除了夫子和蓉儿姑娘，其他人中的迷药足够让他们睡1天1夜。当他们醒来后，我们若还没回来，夫子一定要阻止他们上山找我们。还有夫子切记，小九不是普通的娃娃，以后有什么事就听小九的，总是不会错的。叶不为说完就准备往外走，突然就听到洛秋月惊讶地叫了一声：“小九！”阿奶，脑包。小九，小九虽然没有喝羊骨汤，但这时候也该睡着了才对，除非……电光石火之间，两人突然想起今晚饭桌上小九儿的异常。难道说那时候起，他就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计划了？所以非要我们喝下羊骨汤，就是为了阻止我们进山。小九今天做了一个梦，那个花花很危险，脑包阿奶身受重伤，捡了半条命回来，花花也没踩到。小九做梦了吗？呐。那梦里阿奶和脑包都死了吗？快洗呢。只是快死却没死，对不对？呐。听完小九的话，洛秋月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些。既然不会有生命危险，小九就让阿奶和脑包去好不好？我们在黑河村等了20年，就是为了这一晚。那我也去。好，小九也一起去。真的？嘴上说着带他去，可指尖弹出的粉末却悉数被小九用泡泡挡在了外面。哼，骗人！我不喜欢阿奶呢。小团子躲在泡泡里面，转而看着叶不为。脑包，带我去。小九，脑包不能带你去。为什么？因为脑包不能让你冒险。没戏搭，我可以搭。眼见小团子急了，叶不为沉思良久后才开口道：“小九，那脑包不去了。”老叶，你确定？我确定。小九的梦不会错，天命不可违。我们即使去了，也是空手而回。可是你明明知道放弃意味着什么。我知道，是我命该如此，万事强求不来，我已然知足了。可我不知足，我偏要强求，我不能眼睁睁看你死在我面前。你不去，我去。秋月，洛秋月双目赤红，只是纵身，人影就已经数丈之远。叶不为大惊，也是飞身追了上去。脑包，阿奶，带我呀！小九听话，乖乖在家等我们回来。阿奶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没有花花，脑包就会死吗？可是他们去了，也拿不到花花呀！一想到脑包会死，小团子就一屁股坐在泡泡里，哇哇大哭起来。主人不要哭，卷卷带主人去，我们一起去救阿奶和脑包。怎么去呀？我又不会飞。卷卷会飞呀！小金蛇飞到泡泡下，直接就带着小团子一下就飞上了天空。快快，卷卷会加油的。老叶，咋还没有找到书上记载的发光的植物？秋月，或许这世上根本就没有幽冥乾隆花。你再说丧气话，老娘就一脚把你踢下山。一炷香后，两人就来到了山顶，借着微弱的光线，只见湖面上升腾着丝丝雾气。在这种大雪天气，他们惊讶地发现，眼前的湖水竟都没有结冰。淡蓝色的幽光，找到了！老叶，太美了！谁会想到天下制毒竟然这么美？激动的洛秋月着手就想采摘，突然大地只见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叶不为，立马就将洛秋月拉到安全地带。发生什么事？刚才是地龙翻身吗？看来想得到此花只怕不容易。只见刚刚一直平静的湖面巨浪翻腾，一头身披鳞甲的黑色巨兽飞到空中，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叶不为两人。这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好像是大蛇，可这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蛇？看来幽冥乾隆花的名字不是故弄玄虚，我吸引他，你去采花，我们速战速决。叶不为长剑如电劈向上，拥有鳞片的大蛇却是不言语。突然大蛇似有所感，发现岸上的洛秋月刚摘下花，立马扔下挑衅他的叶不为，转身向他袭去。秋月，快走！臭蛇，打死你！就是你这只坏蛇在梦里伤害了脑包和阿奶。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泡泡飞了过来，正好卡在黑灯。小九，你怎么不听话？你不该来。秋月，带小九走，我断后。一起走。空间里的力量猛地袭向大蛇，用尽全力发出一击，这让他的意识渐渐有些模糊。小九，秋月，快，他又来了。主人别怕，让卷卷来。
突然，豆芽般的身躯，卷卷在闪电的照耀下，瞬间幻化成一条金光闪闪的龙。洛秋月瞬间就惊呆了，看着晕晕乎乎的小团，洛秋月顿时有点语无伦次了。我的个小乖宝，你身边的小蛇竟然是……那你到底是啥身份？你不会也是龙吧？血脉绝对的鸭子，毫无反抗的可能。你可知你今日所为，不但会伤人性命，还会将你多年来的修炼毁于一旦。小的知错。念在你修炼不易，多年来还算安分的份上，吾且饶你一命。是，可这幽冥平龙花，小的一等待100年了。花对你而言不过增长几十年的道行，但对这人而言却关乎性命。你若想早日修成正果，就更应该怀着慈悲怜悯之心去吧。是，小的受教。金龙看了小团子一眼，漂亮的龙身迅速消失在天边。现在再变回卷卷的模样，让本龙有些拉不下面子，还是过段时间再回来吧。卷卷，你突然这么大，我的兜兜装不下你了，我也没有那么多肉给你吃，你自己回家去哟。真是个无情的铁石心肠。脑包，阿奶，我困。小团子说完，小脑袋一歪，直接就睡了过去。回去吧。你有救了！为了这一天，整整等了20年。20年了，我终于能看清你的模样了。还不如不看。20年来，他们隐姓埋名，活成了最平凡的模样。叶不为将他揽在怀里，若秋月含泪而笑。来到叶家这边，所有人还在沉睡。赵行间从床上滚下来，蓉儿快起床，出事了，出大事了！奇怪，这天都没亮，哪里来的鸭子？赵蓉儿循声走过来。昨晚叶不为走时，他的房门一夜没人关，四肢无力的他也是冻了一个晚上。爹，你怎么趴在地上？傻闺女，把你爹扶起来再说。爹，你嗓子怎么了？还有你怎么冷得像冰一样？不碍事，你快去看看小九在不在屋里。爹，出什么事了？快去！昨晚虽然躺在床上看不到外面的情景，但2大1小的对话我是听得一清二楚。爹，门打不开。叫人。虽然不想惊动叶延平3兄弟，但现在小九不见了，也顾不上那么多了。赵蓉儿把所有房间都叫了一遍，结果愣是没人回应他。爹，大家这是怎么了？延平爹和延平娘昨晚瞒着大家进山找药草了。这么大的雪，他们为啥进山啊？那么冷的天，那么小的娃娃能去哪里？快把铁头爹叫过来，我有事跟他商量。想到这，赵行间都不敢再往下想。没一会儿，铁头爹就来了。夫子，您找我？这天没亮，夫子就找，难不成是铁头这娃娃功课太差，闯了啥子祸？铁头爹，延平爹娘昨晚进山了，我担心他们有危险。啥？晚上进山？延平爹的身体好像出了问题，听说是去找一种珍贵的药草，我担心他们凶多吉少。还有，小九也不见了。咋就不见了？延平他们呢？都被延平爹放倒了，一时半会醒不来。我去找李正，大伙一起想办法。没一会儿，铁头爹也把李正找了过来，还在路上把赵师爷说的给他复述了一遍。应该没啥事，没事了，都回去吧。不是，你们什么意思？我虽来黑河村时间不长，但也看出叶家对你们不薄。他家现在出了事，你们怎么能如此漠不关心？你们太让我心寒了。夫子放心，我们不是不关心，而是我们心中有数。对啊，夫子，你只管把心放进肚子里。延平爹娘生死未卜，小九儿还不见了，你们不去，我自己去找。赵行间一甩袖子，气冲冲道。李正一把将他拦住。夫子，你听我把话说完。小九不在家，不是不见了，而是跟着他们一起进山了。他一个小奶娃怎么进山？夫子不用担心，小九跟着去，这是好事。对，延平爹和延平娘一定会采到药草平安回来的。好事，你们怎么就这么有信心？那是夫子还不知道小九的能耐吧？日子久了，夫子就会知道的。突然，赵行间想起叶不为昨晚交代他的话，说小九不是普通娃娃，可小九顶多就是一个聪慧的娃娃。夫子，回去等着吧，让蓉儿煮点姜汤，做点热乎的等着他们。这天真冷，也不知道小九儿冻着没有，真是为难小娃了呀。哎，真是啥事都离不开的。不是，难道是我小题大做了？山上好像有人，你们看，有小九在，啥事都能化险为夷。哦，大家怎么都知道了？这个赵夫子出了这么大的事，还想瞒大家？对啊，延平爹，我们要是知道你病了，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你辛辛苦苦教娃娃们练武。此时大伙七嘴八舌，恨不得每个人都说上一句：有事千万不要自个儿扛，咱黑河村得了你们家那么多的恩惠，
一件件我们都记在心里。延平娘，只要有帮得上的地方，你只管滋生。是不是真的呀？让你们帮忙做啥都行是不？这么说吧，只要不是要钱要命，都成。因为要钱确实拿不出来，要命可以给半条。此话一出，顿时惹得全场哄哄大笑。成，还真需要大伙帮个小忙。当然，不要钱也不要命，在这里三两句说不清。真愿意帮忙的，吃完夜饭来我家一趟，到时我自会开口。这是叶家第一回主动开口寻求帮助，他们确实欠叶家太多，村民们能帮点忙，心里也高兴些。赵夫子真是好福气，有个这么乖巧伶俐的闺女，羡慕死我了。阿婶，您看，我爹眼睛都哭肿了。洛秋月见夫子头发蓬乱，像是被人抛弃似的，就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不知道小九昨晚跟你们一起去了，我急坏了，只得找村里人帮忙，所以事情就没瞒住。让你担心了一晚上，对不住。让他们知道我无妨，这样到我眼睛重见光明的那一日，他们才不会觉得奇怪。这药草到底是治眼睛还是治身体的？我昨晚听到严平囊说，您必须要用这种药材，不然就……洛秋月索性把夜不为这20年如何压制体内毒素的事都给师爷讲了一遍。那现在找到了，是不是毒能全解了，眼睛和身子都能好了？应该是。那什么时候开始？一步步来。对了，阿婶，延平哥几个一直不醒，没事吧？没事。好了，爹娘这么做是不想我们乱担心。说到底还是我们能力不够，帮不上忙。我咋就帮不上了？爹宁愿带娘都不带我，我实在想不明白。延平娘，大伙都来了，你要我们帮啥忙？尽管快开口。洛秋月搬出一个铁制的小匣子，表情有些许神秘，又故作为难。这个小忙不需要大家的钱，大家的命，但需要大家那么一点点的胆量。这是吧？我自个儿是觉得没啥，就是不知道你们怕不怕，毕竟每个人的胆量都不一样。延平娘，你这话说的，你一个娘们都不怕的，我们这些男人会怕？就是说的我们男人比女人还胆小一样。好吧，我的错，是我小看大伙了。既然都是胆大的，那我就放心了。在场的人一听，几乎都笑了，因为今日过来帮忙的几乎都是汉子。这是啥？虫子干？这是给延平爹治病用的。洛秋月边说边从兜里拿出一个小瓷瓶，可别小瞧这些虫子，这是我和延平爹早年间花大价钱得来的。花大价钱买这种虫子，这不就是水蛭吗？田里多的是，要多少有多少。这可不是咱田里的那种水蛭，这东西叫七星血蛭。镇上都没去过去几次的村民们自然没有听过。原本盒子里毫无生机的虫子干，突然肉眼可见的缓缓蠕动了起来，大家顿时忍不住惊呼。虽然不至于多吓人，但看着心里发毛。我的天哪，这都没死！这虫子靠吸食鲜血长大，需要养一段时间，身体长出七星才能用。现在还太小，这就是我要你们帮忙做的事。咋了？都怕了？不怕。不怕，他们打死都想不到，延平娘竟然要他们做的事是用自己的血喂血质。大家嘴里说的轻松，可脸想笑却笑不出来。我先来，就当被水蛭咬了一口。铁头爹率先走上前来，随后细狗爹几个也站了出来。快，一匣子血质都被喂饱了。这忙不能让大伙白帮，多的没有，但每个人几个铜板我还是给得起的。乡亲们不要嫌弃。延平娘，你这是说啥？我们怎么会要你的钱？您就说吧，还要喂多久，这虫子才能长出七星？不好说，至少3、4天。大伙要是心里害怕，不愿意来，我绝对不会怪大家。村民们听完，心里轻松了许多。他们担心的是，要是喂上个把月，那不是把身上的血都吸光了？等他们回去时，小团子还给他们一人分了一只老母鸡，说好了是来帮忙的，会下蛋的母鸡。这诱惑委实有点大。接下来几天，村民们主动来叶家喂血质，当然，每次离开的时候，小九也不会让他们空着手。你们说，真的不用找郎中吗？咱娘毕竟对医术一窍不通，万一出了差错咋办？咱家啥都好，就是爹娘啥事都瞒着我们。爹中毒20年，我们被蒙在鼓里；他危在旦夕，我们还是被蒙在鼓里。明日要如何诊治，我们仍然被蒙在鼓里。娘说，她早年间请教了高人，懂得这解毒的方法，我是不信的。幽冥擒龙花100年才一朵，这是救爹唯一的机会。娘若没有10成10的把握，绝对不会自己动手。阿顺，你分析的对，咱娘不找郎中，就是因为信不过别人。
只信得过自己。照你们这样说，娘真的会医术不长？可是不对啊，我记得你们小时候生病，娘都抱着你们去找郎中开方子。如果娘会医术，为啥不自己给你们治病？这么说的话，娘确实不会医术，可这就更解释不通了。我虽然不懂医术，但也知道药草的用法用量因人而异。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娘不可能拿爹的命开玩笑。有没有一种可能，娘确实不会医术，但她会解毒？我上回已经分析过了，咱娘肯定是有本事傍身的。等咱爹好了，我们去问清楚。他们总不能一直这么神神秘秘的，啥都瞒着我们。老爷，准备好没有？已经准备了20年。好了，睁开眼睛看看吧。叶不韦眼皮轻颤，缓缓睁开眼睛，房内一片寂静，仿佛就连针落到地上的声音都听得到。床头点了灯，还有那边，还能看到啥？叶不韦眼珠微动良久后，却是摇了摇头。怎么会？你再看看，我们都在。我也只是能看到一团火光。怎么会这样？洛秋月脸色苍白，脚下趔趄了一下。明明已经解毒了，眼睛为什么还是不能恢复如常？我觉得先不要着急，眼睛是人身上最娇贵的地方。延平爹的眼睛损伤了20年，需要一定的时间慢慢恢复。我觉得夫子说的有理，等血融了路通了，到时找一些有名的郎中瞧瞧，一定会好的。爹已经能看到亮光了，这是好预兆，以后一定能全好的。大家都纷纷出言安慰。洛秋月虽然心中失望，但也知万事不可强求的道理。你们说的对，可能是我太心急了。无论如何，都好过从前了。或许20年前我的眼睛看不见，不是中毒造成的。叶不韦沉吟半晌，突然开口。洛秋月诧异地看着他：“你说什么？”我年少的时醉心于武艺，喜欢搜罗各种武功。当时我修习了一种功法，师傅告诉我，这种功法在修习过程中会封闭人体的某些五感，比如眼睛可能会短暂失明，比如耳朵也可能会暂时性失聪，但到了功成之日，一切自然会恢复如初。你怎么现在才说？我就说我不可能出错，这样就说得通了。可你是不是傻？练什么功法不好，非要练这种眼瞎耳聋的？当年赤月国有一个高手，我俩武功不分上下，加上年少气盛，一门心思想要打败他，哪里顾得上那么多？爹，这是什么功法？20年还没练成吗？你爹这20年来无时无刻不在用内力压制体内的毒素，他根本就没有练功。如此说来，只要把这个功法练成，眼睛自然能复明。那就都去吃饭吧。云娘和蓉儿忙了一下午，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脑包七宝宝，练功功。小九宝说的对，以后脑包他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你们3个小娃娃也要替阿奶监督他。好，好，好。3小只齐齐出声，叶延安也凑了过来。娘，我也监督爹。算我一个。我也。阿顺，干脆不要参加科考了，就在家里看爹练功吧。那还是不要了。叶延顺还没说出来，叶不韦就率先开口了，吓得他跑得飞快，大家也是被逗得大笑起来。大嫂，你这厨艺简直登峰造极了，这是咱家这么多年来最丰盛的一顿了。我一个人可做不了这么多，蓉儿也帮了不少忙。这是啥菜？好精致。这是按照云娘姐姐的菜谱做的。那你可太厉害了。其实就还好。赵蓉儿脸色微红，从来没有被异性这么夸过的她，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应对。老二，到时挣到了银子，你可不能忘了蓉儿的那一份。那是自然。蓉儿，以后我带你挣钱。能帮上忙我就很开心了。我和爹爹住在这里，应该是我感谢大家。说啥感谢？要真感谢，那也是叶家感谢你们。我也没立啥功，言顺一点就通，我其实没帮上什么忙。赵夫子，以茶代酒，我敬你一杯。这如何感到？若不是赵夫子，我们只怕永远无法与小九相见。小九将我们大家连在一起，兜兜转转，一切都是上天冥冥中的安排，这就是缘分。一是感谢夫子救了小九，二是敬重夫子的人品。这杯茶我敬你。小九谢谢夫子哟，干杯。好，那夫子就跟小九干一杯。这顿饭吃得热闹又尽兴。第二天一早，延平爹身体没啥问题了，就是眼睛还没好。终归是好事，人嘛，活着总比什么都强。
让延平爹好好休息，我先回去跟大伙说一声。李正说完正要离开，突然一阵号角声传来，李正脸色一变，这是什么声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联盟号角发出的声音。啥是联盟号角？怎么大家从没听说过？李正把这联盟号角的起因说了一下，是以前防止恶人山匪进村，只要吹响号角，其他的村就要赶来搭救，一起合力抵抗。但人终究都是有私心的，生死利益面前，有多少人能做到奋不顾身去救别人？所以联盟就是个笑话，现在也没多少人知道号角这件事了。李正阿叔，那现在是谁在吹？声音这么清晰，十有八九是从井湾村传来的。井湾村吹响号角，是在向黑河村求救吧？李正无奈地叹了口气，自然是了。走，夜又是一整夜暴雪，他们想必是撑不住了。井湾村都发出了求救信号，其他村就更不用说了。我们有今天，这都得感谢叶家，感谢小九。乡亲们不用这么说。人群中的叶延平不好意思地挠头。对了，今早我家门前发现了一些狗脚印，你们说奇不奇怪？我家门前也有狗脚印。确定是狗脚印吗？应该是狗脚印没错，不过好像比狗脚印大一些。脚印还在吗？快带我去瞧瞧。叶延平顿时觉得不妙，村民们看到叶延平浓眉紧锁，心里隐隐有些不安。咱村没有狗，外村的狗也进不来，不可能是狗脚印。那会是啥？狼脚印跟狗脚印相似。此话一出，在场的村民瞬间就惊了。挖水渠时遭遇狼群的经历犹如在昨日。这么大的雪，狼咋会下山？狼向来都是在山里待着，他们从来都不进村的，为啥突然进村来？他在想，如果昨晚没有关门，现在会是什么后果？想想都感到后怕。大雪封山，狼找不到吃的，与其饿死，肯定会进村碰运气。再加上咱村如今鸡鸭多，狼听到鸡鸭的声音，如何按捺得住？你们说，井湾村今日发出求救信号，会不会是被狼袭击了？这时，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句，大家只觉得毛骨悚然。都听清楚了，狼肯定还会来。从今日起，各家各户锁好门窗，看好娃娃，没事不要东游西逛，都在家里待着，不要出门。你们看，屋顶上有几只狗狗，真的是狗。闪电，我爹总说人类很可怕，到底哪里可怕了？对呀，长得呆呆傻傻，竟然将我们高贵的狼族当成卑贱的狗子。傻豆，你才傻傻，哼！狼王一愣，惊讶地发现眼前这个小女孩竟然能听得懂他们说话。哥哥，回家家。王，那只人类母幼崽好像能听懂狼语。好，妹妹，我们一起进屋烤火吧。在本狼面前，还能往哪里跑？上！随之一声令下，两头狼就扎了上去。结果只听两声闷响，闪电和惊雷竟然一头扎进旁边雪堆里。咋回事？王，不知道咋回事，就挨了一棍。俺也一样。没用的东西，看来要本王亲自出手才行。狼王盯着小团子，银白的身躯在空中划出一条优美的弧线。小团子小手一挥，迎面也像是被人当头打。嘿嘿，王，您咋也中招了？那个母幼崽有古怪，他就朝本王挥了一下手，本王就……豆豆，你来啊！七狼太甚！众狼气急败坏，一起袭向小团子。没过一会儿，就全都被制服。小文、小武也是第一次见识到小团子的武力值，直接都惊呆了。我告诉你，我可是专吃小孩的，你不要过来！尊嘟假嘟啊！现在知道怕了吧？还以为是吓唬到小团子了。闪电很是得意，突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小团子手上多了一把飞速旋转的钻子。来，拔牙牙！你不要动，吃小孩那都是骗你的，我没吃过小孩的，这是我头一回下山啊！你醒呢？他怎么知道自己醒了？不行，不能动，继续装。眼看他还在装，小团子直接给他脑瓜上挨上一巴掌。真的打不过，还第一次下山就要命丧于此吗？七七，狼王一闻，居然是牛肉。在大禹朝，牛是很重要的生产力，所以小团子空间里的牛肉一直都没有拿出来过，现在总算派上用场了。还七吗？还有，有的。为啥牛肉一挥手就出现了？这个幼崽难道是山神？小崽崽，你到底是谁？我是小九哟。原来是山神，输给山神，我也不丢脸。老天爷啊，
把我的命拿走吧，只求换我家娃娃回来啊！来到李正这边，因为三德子家的小孩被狼叼走了，导致现在村里能出门的都聚集到这里来了。突然，狼声冲着村里的方向叫了起来。难不成村里还有他们的同伙？大家顿时方寸大乱。这时，耳边传来一阵清脆的笑声，众人神色一变。小九，小九怎么跟狼在一起？难道说狼尽家力了？狼这是要带小九去呢。狼怎么能让人类幼崽骑在身上？这不合规矩。等等，闪电经历是咋回事？把它送回给人类。王，血姬马上要生产了，没有吃的怎么行？我们不缺吃的，我背上的是山神，他能赐予我们食物。呐。小团子直接小手一挥，就凭空出现牛肉，众狼直接就惊呆了。年老的狼也是连忙前膝跪地。恭喜吴王获得山神庇佑，咱狼族定能度过此次危机了。哇哇哇！家人们，前有金蛇认主，后有众狼跪拜。这是什么情况？人群中的赵行间，直到现在，他终于体会到了大家口中所说的“小九儿不是一般娃娃”这句话的含义。拜拜，狼狼。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们是狼？是的，我不想哥哥们怕。原来如此，因为不想吓坏两个哥哥，所以将狼叫成狗。那我送你回去。忽然，小九伸出小手手，指着闪电、惊雷几个。我要狼狼帮帮。你要他们留下来帮你办事？呐。其实我也可以帮山神大人您办事。乖哟，狼狼。村民们眼见凶残冷血的狼，居然在小九面前像温顺的小绵羊一样，不禁啧啧称奇。不久之后，狼王就驮着小团子回来。大家别怕，这狼是跟着小九的，不会伤害大家。小九，你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这样的大恩大德，我就是死都报答不完啊！不谢，不谢哟。要不是小九，落入狼口的娃娃今日肯定是没了。小九啊，那些狼还会进村不？咱还要防着狼不？不用的。小团子回答的干脆利落，短短3个字，让大伙心里的大石头瞬间落了地。小九让狼跟过来，是要做什么事吗？狼狼拉板板。板板是个啥？是不是滑雪板的意思？是的，是的。大伙都愣住，就铁头爹明白了过来，大家恍然大悟。原来小九是想让狼拉滑雪板玩，可是拉个滑雪板也用不上这么多只狼。不是玩哟，狼狼拉板板出去。小九是让狼拉雪橇出村去救井湾村的人。是的哟，是的哟，还是脑包懂我。小团子高兴地搂住了叶不韦的脖子。妙啊，让狼拉雪橇解决了道路不通的问题，去井湾村变成了轻而易举之事，好一个绝妙的主意。天啊，我的小乖宝，原来啥事你都留意着，你暗地里操了多少心？李正的话算是说到大家的心坎上。就在这时，号角声突然又鸣响了起来。祠堂有木令，咱要做一个大雪橇，会木工的马上回家拿工具。祠堂集合。好。别费力气吹了，没用的。冯礼正的儿子有些心疼地看着自己的老爹。我必须吹下去，黑河村是咱最后的希望了。孩子他爹，还是算了吧。咱平日里跟黑河村里正没啥交情，人家就是听见了，也只会装作没听见。当初黑河村明明已经给所有人发出警示了，我真是悔不当初啊！冯礼正准备拿起号角再准备吹它，突然这时门外传来响声，开门一看，居然是庄礼正。他没想到，在这种生死关头的时候，黑河村还真来了，瞬间就把他感动坏了。张大哥，你这个人真是活菩萨！从现在起，你是我的亲哥。冯礼正看到黑河村居然是骑着雪橇过来。黑河村这么神，如今就连野狼都被你们驯服了。我们哪有本事驯狼？不过黑河村和狼兄弟有缘，他们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说起来也是井湾村的福气。冯礼正也是听出庄礼正的搪塞之言，他也不敢多打探，毕竟是黑河村的隐私，免得惹庄礼正不高兴。当初没听你的，自雪灾以来，我每日睁开眼睛就恨不得扇自己几巴掌。世上没有后悔药，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刚才一路走过来，我看井湾村起码有1半以上的屋子倒塌了，也不知道里面的人咋样了。什么？1半以上都塌了？听完老庄的描述，冯礼正也是被刺激的浑身哆嗦，除了喃喃说着自己是个罪人之外，再也说不出其他的话来。你是一村之主，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我这个蠢蛋还算啥一村之主？
哥，你安排吧，以后我都听你的。看着冯李正面如死灰，李正只能无奈叹气。景湾村如今的情况，让他们自救几乎不可能。李正，救吧！当时咱挖黑土的时候，也就景湾村没笑话咱。只是咱要咋救？李正没办法，只能无奈地看向小团子。小九，你说咋办？脑包，你说。为今之计，除了搬家，别无他法。搬到咱黑河村嘛。延平地，只是他们那么多人搬过来住哪里？难不成咱每家每户都要接收景湾村的人？自然不是，就像当初施粥搭棚一样，我们可以在城外搭建一个避难所，让那些人有个容身之所就好。大伙一听，心里这才暗暗松了口气。黑河村已经过惯了自己的小日子，若是有外村人加入，他们还真不习惯。延平爹这个法子好，集全村之力搭建一个避难所，也要不了多少时间。既然乡亲们都同意，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全村一起出去干活，再坚持几日，黑河村给大伙建避难所，一建好就把大伙接过去。冯李正他万万没想到，黑河村竟然为了他们再建避难所，顿时就感动得嚎啕大哭。哥，你咋这么好啊？还有，也别吹你那个号角了，真的吹得很难听。真是大傻子，吹这个破号角有个屁用？这种时候谁会来救他们？在回去的路上，庄李正遇到金贵村的吴李正。景湾村跟金贵村是邻居村，因为之前偷水的事，黑河村和他们算是交了恶。如今看到黑河村的到来，他眼里全是无尽的嘲讽。还真是奇了怪了，黑河村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狗拉雪橇的？延平，咱别去那么近，我跟他关系没那么好。庄李正，你停那么远干啥？我又不会吃了你。吴李正，有事说事，我很忙。就吹吧，这么大的雪，除了在家里坐着，你能忙个啥？庄李正，景湾村那个傻子吹号角，你咋还真来了？咋了？我不能来？倒不是说你不能来，就是看不懂你这个人。说你心善吧，当初是一滴水也不肯分给我们；说你心狠吧，人家号角一吹，大雪纷飞的，你都来了。你还有心情找我说闲话？看来金贵村情况还不错。我虽然出不去，但我能猜到，只怕都死得七七八八了。但我也没法子啊，这又不是我的错，我就是哭死也没用啊。庄李正，不是我说你，如今这种情况，就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时候，谁也救不了谁。那些想着救别人或者想着别人救的，都是愚蠢至极的蠢货。吴李正，你作为一村之长，在危机关头不为村民排忧解难，却在这里说我们，你这种自私又冷血的人，到底是咋当上李正的？年轻人，我这不是自私冷血，我不过比你们看得透而已。就说你们吧，辛辛苦苦来景湾村又能干啥？慰问一下，掉几滴眼泪，数一数塌了几间屋子，死了几个人。吴李正，让我过来就是为了说这些，我还以为你是想让我帮忙救你的村民呢。救啥救？这雪一直下，他们最终还是死路一条，你还看不出来吗？这是天劫，谁也别想逃。与其担惊受怕，不如早死早超生。庄李正也是听得一脸诧异，但也懒得再跟他多费口舌。那个叶家的，你家不是卖黑土吗？我跟你做一笔生意，怎么样？什么生意？我这里有50文钱，你给我送50石黑土过来。不送，我家没有多余的。有钱都不赚，你是不是傻？50文，只要你送40石黑土过来，这样总行了吧？只要是你要的，一担都没有。嘿，你小子是想坐地起价吧？那你说你家的黑土如今咋卖？你刚才不是说早死早超生吗？既然早就想明白了，还要买黑土干啥？合着你又不想早超生了？吴李正当场就被气得说不出话来。看着渐渐远去的金贵村，李正直摇头，可怜呢，摊上这么一个李正。回到村里，村民们把避难所都搭建起来了，同时他们也遇到了问题，四面八方漏风的避难所，村民担心到时取暖只怕是个大问题。也只能这样了，咱确实只有这个条件，到时避难所里只怕断不得活，不然人要冻出毛病来。没戏的，我会帮忙的。哎，这个容量有限的小脑瓜根本考虑不了太多问题。小九宝，你有什么办法吗？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哦，何况这里还比不上自家狗哦。人家黑河村辛辛苦苦为咱搭建避难所，你们在这嫌东嫌西的，真是不知好歹。我们也又没多说啥，
看着挑三拣四的村民，冯礼正整个人也是被气得直发抖。你们，哥，对不住，这些人太不懂事了，是我没把他们教育好。问清楚也好，免得到时候他们后悔，到时还得怪黑河村好心办坏事。哥，你这么说，真是让我无地自容。冯礼正也是听得一脸惭愧，也不再勉强村民。迁徙了一个下午，黑河村跟景湾村的动静比较大。对面金贵村的人发现景湾村还真被黑河村接走了，顿时就震惊起来。景湾村那么多人过去，他们住哪？难不成住进每家每户？李正，你也想想法子，实在不行也吹吹号角，让黑河村的也来救救咱。吴礼正看着搬家的景湾村，也是全程黑着脸。他原本以为黑河村就做做戏，没想到竟然来真的。是不是傻？黑河村这么做就是为了气我们。咱村之前已经跟他们结了怨，现在即使跪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会救我们。别瞎想了，就这么熬着吧。早知道就不做的那么过分了。是啊，黑河村说了有血债，可咱不但不听，还死命笑话他们。来到避难所，搬过来的人发现黑河村居然搭建得这么结实，四面八方严严实实，比他们原先住的还暖和，即使起大风也吹不倒。在对黑河村无比感激的同时，也忍不住在心里羡慕他们。不动动呢？小九，你来看我们了。呐。外面的炉灶搭好了，大伙可以去煮吃的。冯礼正惊讶，大多数人过的日子也就一天一顿，在大荒年间，黑河村居然还可以一日三餐。哥，你们村晚上还要煮吃的，不都是一天就吃一顿吗？李正这才反应过来，这段时间一日三餐过习惯了，都快忘了别人过的日子了。那你们好好休息，现在是特殊时期，大家只能先委屈一阵，熬过雪灾就好了。庄里正不委屈，这个避难所真心好，一看你们就是花了心思的，我们已经非常感激了。这虽然是新修的，但雪还是要按时清扫的。放心吧，哥，都安排好了。就在这时，林娘从村里匆匆地跑了过来，面色焦急。二娘，小九，快跟娘亲回家，那只白色的狼王现在就在咱家门口。回到家，小九看见狼王护着一只带着肚子的母狼，在家门前躁动不安，急得在门口团团转。狼狼，我来呢。小九，你可算来了，我等你好久了。狼狼，找我是有什么戏呀？求你救救本王的妻子，除了你，本王信不过别人。狼狼不急，我看看。大伙也是纷纷看向浑身雪白的母狼，挺着大肚子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大家一下就明白过来了。母狼这是难产了。阿奶，你要救救狼狼。小宝，阿奶把稳婆找来了，可这狼倔得很，硬是不让人靠近，非要等你来。狼狼，借系我阿奶哟，听我阿奶的话。得到小团子的肯定，狼王这才点头。你说你傻不傻？你媳妇难产了，你找我家小奶娃有啥用？她又不会接生，你拖这么久，受罪的可是你媳妇。张嫂，可以了，去给狼接生吧。可是我没有给狼接生过啊，就凭狼王这虎气的劲头，我也不敢轻易接生，万一出了啥事，狼王还不得一口把我的头咬下来。看着浑身哆嗦的张嫂，洛秋月连忙安慰道：不怕的，狼和人没啥不同，不能再耽搁了，再耽搁就真要出事了。这狼王还知刀疼婆娘。看着狼王这是护妻心切模样，村子里的男人也是讪笑，妇人们顿时就纷纷斜眼看着自家男人。瞧瞧人家狼王是咋对自家媳妇的。就是有些人还不如一只狼。想我当年生娃娃，有人可是在隔壁鼾声如雷，现在骂他狼心狗肺，还真是抬举他了。女人们一边吐槽，一边气呼呼回家了，只剩男人们待在原地面面相觑。不是来看狼生崽的吗？咋就突然引火烧身了？女人要靠哄，还不跟上去快哄一哄。屋内经过一番努力，小狼崽也是顺利出生，张氏脸上也是如释重负的笑了。他们还真是跟人一模一样。狼王，你当爹了。突然狼王冲着张嫂叫了一声，他心里也是一慌，立马改口：不，他们跟人不一样，他们是狼王的崽，是狼皇子才对。狼狼没怪你哟，是感谢你哟。感谢我吗？张氏这才松了一口气。不用感谢，母子平安顺顺利利的，我就阿弥陀佛了。他们好可爱呀，好想抱一抱他们。他们还太小，不能离开他们的娘亲哦。刚生下来的崽崽都要待在娘亲身边的。娘亲，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也睁不开眼睛吗？我们身上也有这么多毛毛吗？
小九，看着小文小武问个不停，小团子瘪了瘪小嘴，闷着小脑瓜哒哒哒出门了。芸娘这才意识到不妥，连忙跑上去把小团子抱起来。对不起，娘亲忘记了。阿南，我饿了呢，七换换吧。小九想吃啥？娘亲现在就给你做去。肉饼饼。芸娘她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帮小九修复心里的伤。好，娘亲这就去给你做肉饼饼，只给小九保一个人吃的肉饼饼，好不好？好。娘亲我一定会尽全力给小九好多好多的爱。其实小团子在吃上肉饼时，心里的那一点小失落，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阿南，好香啊！娘亲是做了啥好吃的呀？没做啥好吃的，可是明明好香啊！小团子心虚的舔了舔嘴角的饼饼碎屑，一定是铁头家的香味。呐，不系我们家的。芸娘冲着小团子眨眼睛，收到信号的她也是拼命点着小脑袋，两小只一左一右凑近来看。妹妹，你嘴巴怎么油汪汪的？我不知道，反正不系肉饼饼。哦，娘亲又给妹妹加餐了。黑河村一阵接一阵的香味飘出，避难所里，景湾村村民也是已经被香醒。黑河村到底过的是啥神仙日子啊？那香味真是要人命了。李正，你说两个村不过隔了2里路，咋差距这么大呢？作为一村之主，被自己的村民这么问，多少还是有些伤心的。村民们羡慕他也能理解，毕竟他自己都羡慕的不行。冯李正只能长叹一声：哎，说到底是我这个李正不中用啊。李正，我们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就是这个意思。在古代，一般平民百姓的孩子是不过生辰的，但眼前这个小女孩有多夸张？只不过是一个生辰，居然全村都过来祝贺，就连山上的狼王都送来了各种天才地宝。小九，今日是你的生辰，我做了这些小猪包子送给你当礼物。蓉儿姐姐祝你生辰快乐哦！谢谢哟。小九哒哒哒跑到赵蓉儿身边，吧唧亲了她一口，赵蓉儿顿时就开心坏了。天哪，小九居然亲我了！嗨，你这个礼物送得还真值当，食材不是自己的，锅碗炉灶也不是自己的，只是捏了个造型，居然就能得到小九一个亲亲，真是赚大发了。爹，你这话里怎么酸溜溜的？我这是借花献佛吗？不管怎么说，我好歹献上了我的心意。爹爹，你不会什么都没有准备吧？你还别说，我真准备了。说着，赵行间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卷轴。这是我的恩师3朝元老至圣大儒王长阳先生的字画，梅开5幅。现在我将它转送给小九你，愿你生来慧至乾坤颂，月土诸姬盛世夸，生辰快乐。谢谢夫几哟。不用谢。说完，赵行间就坐着不动，一脸期待地看着小九。小团子也是对着他吧嗒亲了一口，也是把他高兴坏了。小九到脑包这里来。哇，我来呢。最近叶不为基本都是在房中练功，小团子看见脑包出来，也是高兴的哒哒哒的直接跑了上去。小九想脑包呢。小九，脑包也有礼物送给你。一枚羊脂白玉的方形玉佩出现在众人眼前，叶家3兄弟定睛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也是直接惊讶。这块玉只怕要值不少银子吧？只怕都可以在这上买一处大宅院了。叶延平吃惊，咱家之前经常穷的揭不开锅了，咱爹为啥不拿出来换银子救救急？哥你傻啊！你想想，咱爹之前是干啥的？这些东西能随便拿出来见光吗？这要是被牵连出以前的事，那可是要出大事的。那咱爹怎么现在又拿出来了？那不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吗？夫子刚才送给小九儿名家字画，咱爹作为亲阿姨，怎么甘心输给夫子啊？为了面子，这不得只有把心一横，豁出去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吗？那我得找个机会把这块玉藏起来，还是不要被人见到的好，免得出事。你们嘀嘀咕咕说啥呢？这3个兔崽子一天天的。阿平，你这个当爹的不会没有给自己闺女准备生辰礼吧？我有准备。小九，我们来给你过生辰了。哎呀，大伙快来瞧瞧，我们的小九今日这身打扮，跟天上的小仙童有啥区别？没区别，小九就是10里8乡长得最好看的奶娃娃。叶延平还在掏礼物，一脸懵逼。村民们突然间的到场，一进来就对着小九你一言我一语，直接把小团子整个小脸通红，一个劲往叶不为怀里钻，惹得大伙顿时哈哈大笑。巧巧，小九都不好意思了。谢谢乡亲们，不就小奶娃过生辰而已吗？大伙何必这么兴师动众的，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小九的生辰，大伙咋可能不来嘛？
就是小九儿过生辰是全村的大喜事，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来凑凑热闹。说完，大伙就往小团子身上塞礼物。小团子嘴上说着不要，小手手却是把小兜兜的口袋撑得更大。太多太多呢，装不下呢。看着大家送的礼物五花八门，叶家三兄弟再看自己手里的礼物，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小九现在到底是谁家的娃娃？这下好了，礼物都白准备了。小九，李正阿爷也给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不用不用，太多呢。李正阿爷跟大伙的可不同。急什么哟？小团子瞪大眼睛，好奇地往李正怀里看。李正摸着胡子大笑：“我的礼物怀里可装不下，他看不见摸不着，在咱黑河村可是独一份。”李正，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啥礼物？拿出来让大伙见识见识。还能有啥？自然是我的。全村人的好奇心顿时就被勾起来了。李正的话说到一半，小团子立马慌张地跑开。我不要礼物，脑包抱我回屋里睡睡。李正，要不你这个礼物还是别送了，小九好像并不喜欢。这时有不少村民也明白过来。不呀，李正，瞧你把小九儿吓的，这个礼物你还是先收着吧。乡亲们既然都猜到了，那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已经做了30多年李正了，也是够久了，但这30多年来始终没能带领全村过上好日子。咱黑河村为啥突然变化这么大？是因为谁？大伙心里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大家也是齐齐看向小九，只见小团子连忙用小手捂住自己的脸，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今日正好是小九的生辰，就趁着这个机会，我把李正之位传给小九，各位同不同意？同意。村民们的声音也是难得的整齐统一，震耳欲聋。很好，全村通过。李正阿叔，你是不是漏了叶家？我们叶家可没一个人举手啊。你们是小九的家人，就不用举手表态了。李正笑容中带着一丝狡黠。可是我们家不同意啊。你家不同意也不碍事，一个村这么多人，有人不同意是正常的，只要超过60%村民同意，这事就算成了。也就是说，这事是没得商量了呗？李正生怕叶家人再说什么，当即就决定，既然大伙都没异议，那么从现在开始，小九就是咱黑河村的李正了。我不要，我不要。我看这事就这么算了吧。小九还太小，也不愿意，2岁的小奶娃咋做得了李正？而且我们只想让他吃喝玩乐，快活长大。李正这个位置我们不想要。话可不能这么说，延平娘被李正亲自选定，加上全村都通过的李正人选，是不能拒绝的，这是黑河村的传统。可是黑河村也没有小奶娃当李正的传统啊。黑河村从来没有规定过李正的年纪，只要是德高望重、有能力的人就能当李正。小九年纪虽小，但众望所归，延平娘莫要再推却了。我不要当，我不要。怎么办？还没上任就要罢工了？要是他真不愿意，只怕没人能强迫他呀。看着小团子哭得暖乎乎的，大家的心顿时也是揪了起来。小九，你看这样子成不？你这个李正只用出主意，活还是给我干，成吗？你当了李正后是可以睡懒觉，想睡到啥时候都成。大伙家里有啥好吃的，也是第一个送过来给你尝，好不好？此刻的李正也是一脸卑微，急得心里直冒汗。他现在做梦都希望小九能当李正。眼看小团子的哭声小了一些，大家定睛一看，感觉有戏。对呀，小九，再也没有比你更适合当黑河村李正的了。尊都吗？你还记不记得上回你不是说会让咱全村都能住上你家这样的大房子吗？所以小九就要当上李正，这样子才能带着全村发家致富住大房子。李正看着小团子小脸上陷入了沉思，又小心翼翼地问：小九，你能不能告诉大伙为啥不想当李正吗？李靖系老老的。听到这，小团子顿时就委屈巴巴。李正也是直接一个踉跄。小九的意思是当李正的都是老头，所以小九儿不愿意当李正。我不系老头，我不当李靖。还以为这小家伙怕累怕担责任，不成想他是不想被当成老头。好，咱们不当李正，咱们当小九大人好不？大银。不当小九李正，当小九大人。以后大家都记住了，见到小九不能叫李正，只能叫小九大人。李正也是对着大伙拼命使着眼色，村民们也是纷纷应和。以后咱们的黑河村只有小九大人了啊！对，以后黑河村就要劳你费心了。这有什么不同？你还系李靖？我继续当李正的话，你就愿意当小九大人吗？系的。小九说的有道理，他还太小，
李正还需要带一带他，等小九大人再大一点，李正再休息也不迟。成，就这么说定了。李正也是痛快的答应，生怕小团子又反悔了一样。就在这时，门外的村民突然传来了惊呼声：“咋了？门外好多好多狼！”村民们虽然没有原来那么怕狼了，但见到这么多狼，腿难免还是会软。郎什么戏哟？小九，我的妻子身体恢复了，本王要带他们离开了。可惜我还想跟小郎玩玩呢。小九，崽崽们需要回到真正属于他们的地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成长为真正的狼。我会带他们回来看你的。小团子心里虽有万般不舍，但也只能答应了。好吧。突然，门外的狼走了进来，几十只狼，每只嘴里都叼着东西。仔细一看，居然是人参灵芝，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名贵药材。这狼真的通人性，什么都懂。愚蠢的人类，什么叫通人性？知恩图报本来就是狼族的本性。小九，今日是你的生辰，这些都是人类喜欢的东西，送给你作为礼物。谢谢哟。李正见小九儿有些不舍，又想着自己刚才把小九儿惹哭了，就把她抱进怀里安慰道：“李正阿爷带你去村口瞧瞧好不好？听说金贵村那个不要脸的现在正在村门口呢。”好的。没钱过年就简单点，有钱就过个肥年，丰俭由人。有了小团子这个小吃货，叶家今年的年夜饭却是怎么都简单不起来。夫几快来呐！来了。爹，你也来包饺子，你会吗？你以为你这么能干是像谁？赵行间挽起袖子就开始忙起来，看着有模有样的饺子，大家也是赞不绝口。夫子手比我都巧，得亏我有个好儿媳。芸娘没进门之前，叶家就没有年夜饭这一说。以前年夜饭能有一碗煮熟的面疙瘩就不错了。哎，叶延平，你是不是皮痒了？我编排自个儿就算了，你凑啥热闹？哥，你还好意思笑话咱娘？你包的每个饺子为啥都咧着大嘴巴？娘，你看我已经给你报仇了。叶延平听了之后，也是皱着眉头端详着自己的杰作。我怎么也觉得他们是在笑话我。饺子笑话你傻人有傻福，讨到个好媳妇。娘，我咋觉得你是在夸我？叶延平看着芸娘忙碌的身影，脸上顿时就荡漾着幸福的笑。就会傻乐。过了年，你那傻里傻气的弟弟又大了1岁，你作为大哥也不帮着操点心。傻里傻气的弟弟，不会是在说我吧？哥，咱娘刚才一直在说能干的儿媳妇，你咋还没听明白？她的意思是希望你也娶一个能干的媳妇回来。叶延安也是一脸发懵。不是，我需要大哥操啥心？还有能干的媳妇，那是说找就能找到的。叶延安也是把目光转向一旁的赵行间。延安，你想说啥？尽管说。父子，你说我娘这么想找能干的，干脆认蓉儿做干女儿不就行了吗？何必把压力放在我身上？傻小子，我如花似玉的闺女每天在你身边晃悠，你咋就不开窍呢？很显然，比起干女儿，你娘更想要的是儿媳妇。抛开想跟摄政王做亲家不说，在叶延安发明楼车的那个时候，赵行间就已经看上这个年轻后生了。而且住进叶家后，又看着叶延安和自己的女儿相处融洽，如果真能成为亲家，他做梦都能笑醒。看来延安和蓉儿之间只有纯洁的友情，毫无男女之情。罢了，是我没那个命了。来到天黑，年夜饭备好，满满的一桌菜，小团子连忙牵着叶不为坐下。小九，脑包听说你也有包饺子是吗？呐，这是我包的，给你吃。小九包的这个饺子可真好看，长长的，像是一条小蛇呢。突然，全屋寂静无声，齐齐看向叶不为。爹，你能看见了？爹，你那个天下第一的功法就练成了？那你现在不就是天下第一了吗？叶延安冲到叶不为面前，直接在他面前360度晃来晃去。哈哈，你再晃我就得头晕了。爹，15年了，你终于看到儿子我了。你这孩子，爹爹之前虽然看不到你们，但在心里早就想象出了你们的样子。那我的样子是不是跟爹想象中一样英俊无比？叶不为看着他这副模样，也是忍不住笑。哈哈，你的脸皮倒是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厚。爹，那我呢？我的大儿子伟岸而不失俊朗，与我想象中一样顶天立地。这句话也是让叶延平的眼泪直接滑落在脸上。爹，这是延顺，你看看他。秋月，阿顺是不是长得很像年轻时候的我？是，延顺是3个中长得最像你的。看了看延顺，一旁的洛秋月眼睛瞬间就红了，就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颤抖。老叶，你真的能看见了？今日练功有大突破，
刚才走出房间后就能看到一些了。可算盼到这一天了。洛秋月发现自己的腿是岔开的，立马合拢起来，摸了摸鬓发，又下意识地理了理衣服。那我们的样子你能看得一清二楚了？能看清大致。秋月，你坐到我身边来吧。不用了，我就跟蓉儿坐一块。看来娘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叶延顺也是点头表示赞同。上回的时候，娘还特意打扮了，今天太突然，都来不及打扮。娘，你咋了？您平日里不都是大大咧咧的吗？你这样看着好怪。怪你！儿子当面拆台，也是差点让洛秋月爆了粗口，看了叶不为一眼，又生生忍住了。延平，你对你娘是不是有啥误解？我就是嗓门大了一点，其实斯文的很。老二老三，你们说是不是？是，我们敢说不是吗？阿爷，还有我们呢，我们是阿爷想象中的样子吗？你们比阿爷想象的更乖巧可爱。好耶！梁小芝也是乐得直蹦。延平殿，恭喜啊！让夫子担心了，夫子快坐，大家也都坐下吧，菜凉了就不好吃了。脑包，你是不是忘记我了？原来是小九啊，怪不得那么可爱。脑包嗨不开心呀？开心。爹，这是我酿的米酒，您尝尝看。叶不为出身特殊，也早习惯喜怒哀怒不形于色。此刻如果说他不激动，绝对是假的。好，大家共饮此杯。小团子也是举着自己的小碗碗。干杯！酒饮最重要的是开心。小九说得好，做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在欢笑中，每个人就像是喝醉了。吃完年夜饭，收拾完后，也是都各自回屋休息守岁去了。秋月，你以后打算都离我这么远吗？我的样子，你见了会失望。你我相伴20余年，不管是你还是我，何来失望一说？话是这么说的没错，我也知道你不是那种肤浅的人，可我就是不愿意让你看到我这副样子，这是无关美丑。相处了20多年，看着语气中带着沮丧的洛秋月，叶不为还是不免有些心疼。如果是这样，那以后我也不再练功了。你别胡说，你想看就看吧，我是你想象中的样子吗？洛秋月害羞地转身离去，下一刻，叶不为也是连忙拉住他的手。看也看了，时辰也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我有话要说。非要现在说吗？洛秋月脑中很乱，心也乱。叶不为在他心中代表着甜蜜的忧伤，同时也有禁忌的苦涩。看着慌乱的洛秋月，叶不为连忙用眼神安抚住他。20年前，大禹朝有一个很有名的杀手组织，叫无声门。你对我说这个做什么？我又不懂这些。当年无声门接到一个指令，要杀一个叫萧楚尘的人，甚至多次派出杀手，最终都无功而返。传说因为这事，无声门多年的威名岌岌可危。直到有一天，来了一个新杀手，跟了他2个月，自以为藏得隐秘，殊不知那个叫萧楚尘的，其实早就发觉那个人了。后来萧楚尘被身边的人所害，危急关头竟然是他以命相护。秋月，这个故事我还要继续往下讲吗？不用了。所以洛秋月眼里也全是震惊，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忍住没说。听说无声门里的杀手一旦背叛，阁主就会下追杀令，不死不休。不知他当年带着一个身中剧毒的人是如何活下来的？谁知道呢？想必是老天不想他们死吧。我还听说无声门的易容术登峰造极，一旦易容，就需要本门的药水才能重现真颜。说到这，看着落泪的洛秋月，叶不为也是直接起身将她拥入怀里。小九说哭会变丑的。我本来就丑，无所谓再变丑，所以我想哭就哭。以后我不会再让你哭了，如果你真要哭，那我就陪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说这些合适吗？我觉得我们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来对你们的恩师说几句祝福的话吧。新年村里的乡亲为了答谢叶不为和赵夫子的教导之恩，一大早就带着自家娃娃来到叶家。铁头说：“我来祝2位恩师万事如意，金玉满堂。”有夫子教导就是不一样，说的真好。我也祝2位恩师年年如意，岁岁平安，心想事成，如意吉祥。哈哈，真是好文采！村民们连忙齐声喝彩，孩子们也受到鼓舞，刚才不敢吱声的，顿时就有了信心。不就8个字的吉祥话吗？我也会。
学生祝2位恩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个道阻且长，道阻且长啊！延平殿，等开学后，我会给他们讲清楚。哈哈，夫子不必在意，娃娃们还小。我祝恩师百年好合，永结同心。那我就祝恩师夫唱妇随，同德同心。我祝恩师们早生贵子，喜结连理。说着没关系，但此刻叶不为还有赵夫子的脸上却是直接抢注。错了，这是祝福新人的。没错啊，2位恩师都是我们的新夫子，都是新人。停，小兔崽子，越说越离谱。都回去好好学功课，你们还差得远。好耶。此刻的李正尴尬的都不敢回头去看叶不为和赵行间。等一等，功课都写完了吗？回禀夫子，功课写完了。很好，那就回去准备一下，大年初6开学。我操，夫子，大年初6开学？怎么觉得晚了？那干脆就大年初3吧。大年初3，夫子这也太狠了吧！哈，还是初6吧，咱也不能让夫子太辛苦不是？娃娃们都呆住了，大人们也不敢再说啥，只能愁眉苦脸出门去了。都怪阿爷，好端端的让我们说吉祥话，现在好了，夫子生气了。就是啊，全村的娃娃都被阿爷坑惨了。你们2个小崽子，吉祥话都说不好，夫子罚你们不是应该的吗？可我们之前去吃喜酒，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呀。对呀，别人都能说的喜庆话，为啥我们就不能说了？喜庆话要讲场合，你们说的那些用在2个大男人身上不适合。那要用在谁身上才适合？比如，比如等延安娶媳妇的时候，你们说这些就再合适不过了。干啥扯上我？延安，你今年都16了，该是娶媳妇的时候了。还早着呢。你家盖了这么大的新屋，不就是为了给你娶媳妇的？10里8乡好姑娘多的是，你要是看上哪家，李正阿叔可以帮你打听打听。李正，您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时，就别操心了。延安的媳妇只怕早就有人选了。就是只等姑娘一及笄，就能定亲了。是老头子我糊涂了，我咋就忘了延安的姻缘早已自动找上门了？大家别开玩笑了，事关姑娘家的声誉，可千万不要信口开河。叶延安说完，急得转身就进屋了。听延安这意思，看来2家根本没这想法。自从赵夫子带着蓉儿住进了叶家，大家几乎就已经认定叶延安和蓉儿会成为一对。姻缘这回事还真说不好，既然这事成不了，以后大伙莫要再提了。小九，蓉儿姐姐在吗？在哟。小九，你能帮我叫蓉儿姐姐出来吗？小团子瞧了瞧大鼻涕，看起来有些神秘。哥哥，你有什么事哟？不是我有事，其实是我三哥托我来办事。小团子瞧了瞧大鼻涕，看起来有些神秘。这时，蓉儿又恰好从门内走了出来。蓉儿姐姐，是我。是大鼻涕呀，你家还不给你改名吗？改了，蓉儿姐姐，我现在叫大强。我娘要我对你说，我之所以取名大鼻涕，不是因为我家粗鲁，而是因为我小时候难养，经常生病，取个恶心人的名字，这样鬼怪就不会进我身了。等等，你刚才说是你娘让你来告诉我的？对呀，蓉儿姐姐。我好像跟你娘也不熟啊。好吧，大强，那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说这些吗？当然不是了，蓉儿姐姐，这是我三哥送给你的。送给我？对呀，这是我三哥亲自做的。他说为了感谢夫子对我的教导。感谢我爹，为啥不直接送给我爹？我也不明白。蓉儿姐姐，那我就先回去了。说完，大强将木匣子塞给蓉儿，一溜烟就跑掉了。蓉儿，你手里拿的什么？爹，这是大强的哥哥送给您的礼物，说是亲手做的，感谢爹爹对大强的教导呢。你确定这是送给我的？一只黑檀木发簪，怎么上面还雕了2朵花？蓉儿把小木匣递给他，赵行间打开后，整个人也是愣住了。对哦，他怎么送了一个发簪？送礼物也能送错，太粗心了吧？有没有可能，他本来就不是要送给我的呢？送给我的，可是他送礼物给我干啥？我跟他又不熟。看到自己女儿这副模样，赵行间也是一阵头痛。你马上就要及笄了，这脑壳咋就不开窍哩？我是爹的亲闺女，送给我跟送给爹爹没什么两样是吧？等我及笄那日，我就用这根簪子把头发挽起来。说着将簪子拿起来，还装作不经意的看了叶延安一眼。你这傻丫头，我会帮你退回去。
蓉儿姐姐，蓉儿姐姐。爹，没准又是送礼物给你的，我去看看。看着蓉儿远去的身影，赵行间只能无奈叹气。说出来也不怕大家笑话，蓉儿2岁时就没了娘，是我拉扯大的。今日我算是看出来了，是我这个父亲失职了。我倒觉得夫子把蓉儿教得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天真无邪的姑娘。我也喜欢蓉儿，懂事勤快不说，还心灵手巧。自从她来了后，厨房里乐趣更多了。这些方面她一直让人省心，可她其他方面怎么好像少了一根筋似的，真是愁死我了。我闺女还没及笄呢，这些人咋就这么急？乡下人讲的是先下手为强，哪里管得了这些？也是奇了个怪，之前一直都风平浪静的，今天怎么跟约好了似的？一旁的叶延安也是一直装作没听见，但心里却是五味杂陈。夫子如今虽在黑河村，但以夫子的身份，怎么会把独生女嫁给一个乡下人？还好我自己什么都没做，不然夫子一生气，肯定会搬出叶家。其实叶延安也喜欢赵蓉儿，但却一直不敢表现得太明显。那天晚上让洛秋月认蓉儿做干女儿这种话，就好像他这样做，自己就不会露馅了。二弟，蓉儿住在咱家，要送礼物也轮不上那些兔崽子，这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啊！老弟，这样你都能忍？又不关我事，让他们瞎忙活去吧。不是，你真不喜欢蓉儿？你们2个明明很适合。哥，你就别操心了，我想睡一会。叶延安连忙把延平推了出去，关上门。若我出身于世家大族，那该多好啊！什么？你们要搬去学堂住？我们总不能一直待在这，时间长了，我担心村里有人说闲话，对孩子们的名声不好。可是学堂连张床铺都没有啊！没事的，阿婶，学堂里有多余的桌子，拼几张在一起就能当成床了。你们也不用这么急，等村里把新房子盖起来，再搬走也不迟。蓉儿再过2个月就及笄了，终归还是不方便。叶家人沉默了，经赵夫子这么一说，他们也不知该如何开口挽留。就在这时，小团子开口了：“夫子不去哟。”小九是不让我们搬出去吗？为何？难道小九又做梦了？洛秋月突然紧张的语气，使在场所有人顿时面面相觑。夫子还是听小九的，还是不要急着搬走。爹，要不是小九让我不要去书院，我可能早就丢了性命。所以夫子一定要听小九的。我自然听小九的。蓉儿，搬家这事，那就等你及笄后再说吧。来到县城这边，爱民如子，两袖清风。县令大人，您看看，可还满意？之前的县令把我们平民百姓当小偷似的防着，只有县令大人您把我们当人看，看我们生活艰难，还想方设法让我们多挣银钱，就连产个血都讲银子。是啊，之前那些当官的只知道盘剥百姓，县令大人您却用自己的银子来打赏我们，当官当到这份上，真是史无前例第一人呐！对于历任县令，这8个大字是求而不得的荣誉。可周怀宁一个京城的纨绔，从未想过当好县令，如今却误打误撞。不知道为啥，来贤川县后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歪打正着了。我一个京城纨绔，竟然在这里受到吹捧。我们听说县令大人心忧乡下灾民，是想去黑河村那一带瞧瞧。县令大人如此为民着想，我们自然要为县令大人分忧。没想到这些百姓挺有眼力劲的。师兄，我来了。你们说，师兄见了我是高兴还是会哭？公子，你是希望赵大人哭？这问题问的刁钻，我自然是不愿意，可我心里又忍不住有点小小的期待。很快道路被疏通，大年初4，雪化了起来。四处无人的乡间小路上，一辆豪华大马车往黑河去。一个小小的村庄，居然还有着城墙。少爷，前面那高高的城墙，想必就是黑河村了。可以啊，黑河村这城墙建的有些水平，想必也是师兄教他们的。不用，你说这黑河村会不会有养鸡？少爷，灾荒多年，没有多少人家养得起鸡，好大一只鸡。周怀民只要一想到尖尖的动物，他都会没来由打个寒战。可没等吴勇说到一半，突然双眼圆睁，一只大母鸡毫无征兆地扇动着翅膀飞了出来。公子，你怎么了？就在这时，又一大群人赶过来了。吴勇愣了一下，刚下马车，人群中就有人喊道：“各位，光天化日之下，你们竟然要拦路抢劫！你们知道马车里是谁吗？快交出来，我们都看到了。我们管你马车里是谁，快把东西交出来！”为了打探消息，吴勇只能暂且先忍着怒意询问：“我们只是来黑河村找人的，村里有没有一位姓赵的外乡人？他之前在县衙当过师爷的。”有，不过听说赵夫子住的屋子在雪灾第2天就塌了。赵大人他……吴勇身体摇晃了一下，身躯差点没稳住。你先把马车里的东西交出来。
那是我们的，你别想跟我们抢。真是岂有此理，诚心弄月。吴勇话音刚落，2名少女从车厢里飞掠而出。马车里面的人不是你们可以招惹的，听我一句劝，速速离去。你们坐得起这么好的马车，怎么连一只鸡都要跟我们抢啊？看着村民们突然被吓得一把鼻涕一流，吴勇3人顿时面面相觑。你们要的东西是鸡，不然嘞，那鸡是我们的。你们要鸡就早点说嘛，弄得我以为你们是来抢劫的。以为我们是抢劫的，原来是一场误会。我们不要鸡，鸡是你们的。吴勇也是哭笑不得，原来是场误会。周怀宁醒过来，吴勇把村民的话给他复述了一遍，殊不知没打听清楚的他，将会闹出一场大乌龙。少爷，赵大人他确实在黑河村，但雪灾第2日，赵大人住的房子就塌了。你说什么？少爷节哀。原来是小九大人的鸡，怪不得这么能跑。你们这是干啥？这是要去群殴谁？李正看着他们全副武装的样子，忽然这时一道大哭声传了过来。李正吃惊，是我的错呀，师兄，是我来迟了，是我对不住你呀。这大过年的，谁哭得这么伤心？不认识，好像是来找赵夫子的。找赵夫子就好好来找，大过年的在村口哭成这样，算啥子事？吴勇，进村，我要接师兄回家。你们懂不懂规矩？大过年在黑河村村口哭啥？吉利懂不懂？李正抱着小九走了过来，周怀宁抹了一把眼泪。你管我是谁？小爷我想哭就哭，再说我上你家哭去。老人家，敢问黑河村庄李正何在？我们找他有些事。我就是，你们找我有事。黑河村是不是有一个姓赵的夫子？是的，我家公子是赵夫子的好友，今日过来是来接他回家的。原来是赵夫子的朋友，哭得如此激动，一定是和夫子很久没见面了。确实有2年多未见了。原来如此，这样就说得过去了。我师兄他现在何处？周怀宁之前就听县城中的人说，冬天在雪灾死去的人是没办法安葬，只能暂时埋在雪里。一想到这，他双唇顿时就颤抖着，把李正看得一愣一愣。你们可有妥善待他？黑河村人人都敬重夫子，只是无奈村民家贫，还是让夫子受了一些委屈。只是一些委屈？我的师兄啊，你们怎么能让他住的房子塌了呢？李正看了一眼小团子，夫子的朋友连这都知道，这是替夫子叫起来了。说起来，以夫子的才学和能力，在黑河村确实是委屈了，确实是我们疏忽了，说给夫子建房子来着，还没来得及建，雪灾就来了。小团子看着李正道歉，连忙当腔：呐，福吉家虽然没了，但福吉可开心了。开心？庄李正，你救了这么多的人，你这个李正很不一般啊！这是全村的功劳，不是我的功劳。李正其实并不想透露太多，而一旁的小团子激扬起来。周怀宁也是被吓得跟杀猪一样。这是我家公子怕鸡，怕鸡？这富人家的公子哥还真是名堂多，竟然连鸡都怕。这时，一个妙龄少女走了出来。蓉儿姑娘，不用，还有宁叔叔，你们怎么会在这？蓉儿太好了，你没事，是宁叔叔来晚了，宁叔叔没脸见你。宁叔叔为何这么说？能在黑河村见到你们，简直不可思议，跟做梦似的。受苦了，蓉儿，带宁叔叔去见你爹爹。好，不过要稍微等我一下，因为我和爹爹是借住在这的，我要跟主人家说一声。蓉儿性格比较活泼，转身还扮了个鬼脸。吴勇看着蓉儿的背影，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少爷，这看着不像是死了爹爹的样子啊！死里逃生，却失去至亲，心里悲苦到极点，就是如此。看着周怀宁叹息，李正终于听出不对来。不是，你们到底在说啥？谁死里逃生，谁失去至亲了？这人是有病吧？宁叔叔，快进来吧，爹爹要是知道你来了，一定高兴极了。是我来晚了。不晚不晚，爹爹今日早上还在说宁叔叔怕鸡呢，没想到宁叔叔马上就出现在这里。你说什么？早上？周怀宁和吴勇同时停下脚步，几乎异口同声道：是啊，就是今日早上啊。爹爹说他有一个朋友害怕一切尖嘴的动物，说的不就是宁叔叔你吗？所以你爹爹他没有？我爹爹他没有啥。蓉儿困惑的眨了眨眼。周怀宁目瞪口呆，此刻他终于明白过来，恨恨的指着吴勇：你给我等着！你们住的房子不是雪灾第2天就塌了吗？是塌了没错啊，我和爹爹因祸得福，搬来叶家，这个冬天过得可开心了。听完的吴勇恨不得给自己扇上一个大嘴巴。我听到房子塌了，还以为赵大人他。你们不会以为房子塌了，爹爹他，怪不得你们眼睛红红的。
柔儿笑什么呢？听说我有客人。我现在这副模样，怎么见师兄？慌乱之间，小团子放出手里的大马戏，周怀宁整个人也是直接给吓晕了过去。我帮你哟。这混世魔王怎么跑到黑河村来了？看不见我，看不见我！赵晴天此刻只能心里默念，不料下一秒衣襟就被人扯。柔儿快放开电，趁着那魔王晕了，我暂且出去避一避。赵大人，不是你家少爷晕了，你不去好好照看，跑来拉住我做什么？小的是不是怕赵大人跑了嘛？少爷和大人一追一逃的戏码，我看得还少嘛。你还挺了解我。赵大人，少爷为了见您，这一趟吃了不少苦头，单说今日就被击吓晕了2回。赵大人若不见少爷，少爷一定会很难过的。不见他，他难过；见了他，我难过。怎么弄得如此狼狈？衣裳上全是泥巴，眼泡都给打肿了。是哭哭的哟。小宝，你说他哭了？坐在地上哭哭呢。还坐地上哭？为谁哭的？是不是相好的抛弃他了？那个相好就是赵大人你。这倒霉孩子，他什么时候能醒？要不去我房间床上躺一躺？应该快了，应该没那么快，只能借赵大人卧房一用。吴勇刚要开口，周怀宁一个眼刀飞来，他立马改了口。周怀宁正在心中窃喜时，突然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夫子，他醒了。”不，我没醒。行了，别装了。演技连小娃娃都骗不过，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是不是在京城犯事儿了？周怀宁被说的貌似一脸受伤。师弟，我是那种人吗？你说呢？师兄，你这么说就伤我心了。我已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了。我还不是因为念着师兄，才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的。你这胡闹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这么严重的血灾，你不好好在京城待着，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万一路上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你爹交代？我爹才没空管我。师兄，先别说这些，马车就在村口，收拾收拾，随我走吧。随你走，走去哪？去县城啊，总好过待在这山沟沟吧。蓉儿，快去收拾收拾，我们马上出发。您说说，爹爹就是从镇上搬来黑河村的，我们可不想再回镇上了。还是蓉儿懂我。你们这是迷上乡野生活了，真的不跟我进城吗？不去，我已经离不开黑河村了。师兄就住在别人家里，不觉得不方便吗？没有不方便，过得从未有过的开心。以师兄的性子，怎么过得惯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我没骗你吧？小娃娃，你告诉我，这地方有什么好？我没发现有什么特别啊。有我哟。这么小就这么自恋，跟小有我有的一拼。既然来了，随我去见一见主人家。确实应该见一见，这户人家收留了师兄和蓉儿，我应该好好谢谢他。你在外面等一等，我进去说一声。见一个农夫而已，还需要这么讲究？延平爹，延平爹，这称呼真够土的。进来吧。师兄那么骄傲的一个人，对这家主人的态度，还真是让人看不懂。怀宁，这位是叶先生，想问叶先生好。乡下人果然不懂礼仪，连起身迎客都不懂。小爷我好歹也是师兄的朋友，京城来的贵客。大话刚说完，在视线触及的那一刻，周怀宁突然浑身一震，眼珠子瞪得溜圆。你是？师兄，我真的见过他。周怀宁今年才20出头，出生那会儿正好是摄政王出事的时候。赵行间怎么也想不到，他居然认得叶不韦。怀宁，不得无礼，你怎么可能见过叶先生？我真的见过，跟我家画像上的人长得一模一样，只不过画像上的人更年轻，我对他太熟悉了。那你可知画像中的人是谁？我自然知道，画像中的人是已故的摄政王。那你觉得我就是摄政王？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且不说摄政王都去世20年了，单说摄政王的天人之姿，哪是你这种乡野村夫可以比拟的？你再敢口出狂言，小爷我就要翻脸揍你了。说着说着，周怀宁还撸了撸袖子。哎，这倒霉孩子，早知道不带他来了。怀宁，你不要激动。师兄，我知道这个叶先生对你有恩，但是已故摄政王是我爹的好友，我怎能容忍别人对他不敬？年轻人，我是听到你说我与画像之人长得一模一样，这才开口一问。你长得跟摄政王一丁点都不像，你们两个，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连给他提鞋都不配。师兄，你是见过摄政王的，你现在亲口告诉他，他是不是连摄政王的一根脚趾头都不如？此时的赵行间已经无语到不想说话了。你自己作死就罢了，好端端的拉我下水干嘛？师兄，你说。其实我觉得叶先生确实长得像摄政王，俩人简直一模一样，没啥区别，不存在天上地下一说。赵行间的解释也是让周怀宁直接无语凝噎。师兄，你好端端的，你拆我的台干嘛？
我难道不知道是一模一样吗？关键是咱不是不能让他嘚瑟吗？哈哈，好了，年轻人，既然来了，留下来用饭吧。赵行坚看着叶不为不但不生气，反而心情还很不错。不了，我周怀宁锦衣玉食惯了，对农家饭菜不感兴趣。叶先生收留了我师兄，这些银子算是我的谢意。哈哈，我与赵夫子交情颇深，不需要周公子给银票。这可是好几千两银子，足够你家。周怀宁看着手中的银票，有点词穷。身为纨绔的公子哥，他对物价完全没有概念，思来想去也想不出几千两银子到底可以干啥。这时，小团子吧嗒吧嗒跑过来，足够吃肉呢。对，足够吃肉了，应该够你们吃几个月的肉了。你瞧瞧，还是小娃娃实诚。说着，周怀宁将银票一股脑塞进小团子的小兜兜里，拿去让家里买肉吃。谢谢哟。你确定不留下来吃饭？确定，师兄你是知道的，我素来挑食。什么味道？怎么这么香？突然一阵诱人的香味扑面而来，周怀宁吸动着鼻子，不由自主吞了吞口水。这应该是干锅鸡的味道。干锅鸡？我怎么没听说过这道菜？你没听过不奇怪，叶家芸娘擅长烹饪，做出的菜式胜过京城最好的酒楼，让人欲罢不能。赵行坚说到这里突然顿了顿，原本也不想他住下，后面干脆也不说了。师弟，那我就不留你了，这里出大门后左拐就可以出村了。不是，师兄我刚才想了一下，我好不容易才见到师兄，这顿饭怎么都应该陪着师兄吃。不行啊，你挑食，你吃不惯。没事的师兄，我可以试一试，厨房是在那边吗？那怎么行？这农家饭食始终与你的身份不符，这种苦还是让师兄替你吃。一顿饭后，周怀宁吃得直呼过瘾，作为厨师的芸娘也是被夸得都不好意思了。哥，京城来的人怎么好像没吃过东西似的？他至于这么激动吗？看来京城也没啥好的，说不定还真比不上咱黑河村嘞。叔叔，周公子是在叫我吗？是啊，叔叔就不要叫我周公子了，跟师兄一样，叫我怀宁就行。我看叔叔家的房子建得挺大，房间也挺多。你想说什么？不关师兄的事，我跟叔叔聊天呢。叔叔，你们家一定还有空房子吧？空房子当然有。太好了，那我能在您家住几日吗？我不会白住，我给银子。周怀宁灼热的目光看得大家瞬间都愣住了，叶不为一下也是犯了难。秋月，家里还有多余的床铺吗？之前搬家匆促的很，要是有多余的床铺，延安和延顺也不用挤在一间房了。意思是我住不成了？你住不成了，你还是赶紧去县城住客栈吧。看着周怀宁泄气的模样，赵行坚倒是有些幸灾乐祸。我不去，我可以跟师兄一起住。想都不要想。你可以住的哟。小奶娃，你说我可以住下？小九，家里真的没床铺了。洛秋月急了，其他人也纷纷道：对呀，小九，咱家真没办法让周公子留宿。有办法呢。哎，你们有钱都不知道赚哟，没有条件可以创造条件搭嘛。啊，果然还是小娃娃实诚。你们不想留我就直说，何必找这种借口？师兄，就让我这个可怜的外乡人，在这人生地不熟的他乡，无处可去，到处流浪吧。不是啊，周公子，我们真的没有骗你，我们可以带你去看。我只信小娃娃说的。娃娃，你说他们是不是在骗我？没有哟，我家都记好银，不骗银的。那就是你在骗我了。我记好宝宝，也不骗银哟。你们都没骗我，那我到底是能住还是不能住？我办戏，你放心呐。你们家大人都办不成的事，你却让我放心。随后，小团子拉着他刚走出饭厅门口，床单、被子、枕头，一张截然不同的大床猝然出现在他面前。不对啊，凭空出现这么大一张床，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刚才进来的时候都没有的。你管那么多干啥？有你住的就行了。为了不露馅，延安决定背起这口锅。周公子，其实这床是我做的，我一直喜欢发明一些新奇玩意，本想给大家一个惊喜，不成想被小九儿发现了。原来如此，你还挺有才的。师兄，这么好的东西从哪里来的？除了黑河村，还能从哪来？叶家老二也太厉害了，简直就是天才啊！夫子在里面吗？夫子，我家狗蛋是不是跟你在一起？周怀宁正激动时，门外突然传来一道妇人的声音。赵行坚脸色一变，脚底就像抹了一样，跑到隔壁房间，一把将门关上。就说我不在。哟，这不是夫子的朋友吗？长得可真俊。莫非师兄在黑河村还建下情债了？你是哪位？找夫子有什么事？我是狗蛋的娘，狗蛋是夫子的学生。夫子人呐，我找他有急事。他刚刚跟我说他不在。哎呦，
夫子真是幽默。夫子，你干嘛总躲着我？我又不会吃了你。对呀，师兄你出来嘛。周怀宁一边看着热闹，一边不嫌事大，急得赵行间在里面咬牙切齿。周怀宁，你快让他出去！哎呦，夫子，你对别人可不是这样的，我可真伤心了。公子能不能帮帮小女子？我家弟弟不见了，我好生担心呀。什么弟弟？我又不认识你弟弟。要不，公子你看我一眼，自然就知道我弟弟是什么样子了。周怀宁一愣，这才认真看向水河。公子，人家都说了，只能看一眼，你怎么一直看？你这样一直盯着我，行，羞死了。你有毛病吧？看你一眼你就羞死了，含羞草都没你矫情。去，别打扰小爷看热闹。自从叶连安那件事之后，他如今的处境尴尬的不行。今日听说赵夫子远在京城的朋友来了，水和娘俩特意赶来的。戏文里都写着，这些有钱人家的公子哥最是风流倜傥，只要能攀附上这个公子哥，即使只做一个妾室，也算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公子，小女子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脸皮薄不会说话，还请公子不要见怪。公子，你就帮帮我嘛。行了，你忙你的去，别烦小爷。水河一愣，他对自己的容貌还是颇有信心的，更是对自己的手段深信不疑。今天他实在不明白，眼前这人为什么如此不解风情。娘，是不是觉得小爷我人傻钱多？公子你在说什么呢？听不明白，那我说的再明白一些。像我这种有身份有地位的公子哥，从来都不会喜欢主动往上扑的女人。不过嘛，你想往上爬，想改变命运，倒也算不上什么错。我教你一招，想要吸引我这种人，你最不应该做的就是主动投怀送抱。你可以去小河边换衣，或者去小溪边洗头，在我的目光看向你的那一刻，你红着脸怒斥一声臭流氓，冲过来一巴掌呼我脸上，然后扭头便走。够独特，这才能成功引起我的注意。像今日这样散发着劣质浓香，用拙劣的借口贴上来，真的让人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快走吧，姑娘，试试我刚才教给你的方法，去找你的下一个目标吧。祝你早日成功。水河傻了，即使他脸皮再厚，也受不了这种不留情面的嘲讽，当即恨跺脚，哭着冲了出去。今日来骚扰夫子是假，给水鹤创造机会才是真。万万没想到，还没开始动作，居然被这个公子哥气跑了。张寡妇随即眼一转，抬脚也跟着往外跑，还一边跑一边喊：不好了，乡亲们快来啊！你今日这是非要讹上小爷我？反正我家闺女刚才是哭着出去的，想必村里总有人瞧见。你这个京城来的公子哥见色起意，意图欺负我闺女。你要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就按照我说的做。你说说看，小爷我倒是很想听。这是容易，我们也不求大夫人的位置，你让我闺女做你的偏房，把她带回京城。你倒是有自知之明，不过你闺女真的不是我的菜。说的难听点，让她做偏房，都把小爷我的档次拉低了。你张寡妇瞬间气得眼睛瞪圆。那你就给银子，不然我就出去喊了。银子是小事，但小爷我平生最讨厌被人威胁了。正好闲来无事，不如陪你玩玩。周怀宁也不等张寡妇反应过来，就率先边跑边喊：快来人啊，过来帮帮忙啊！公子，出什么事了？你们村的狗蛋不见了，大家快去帮忙找找。公子，你刚来我们村，怎么就认识狗蛋了？我不认识啊，这不是狗蛋的姐姐来学堂，硬着让我帮她找弟弟吗？周怀宁无奈摊了摊手，村民们顿时都明白。公子，你不用理他，这人就是想攀高枝。我就纳闷了，我都不认识什么狗蛋鸭蛋的，可那姑娘说跟她长得一模一样，让我瞧瞧她的样子就知道了。让陌生男子瞧自己，这水河怎么这么不要脸？咱黑河村的脸可算是被他丢尽了。说句实话，这种事情在京城简直闻所未闻，你们黑河村的姑娘竟然如此彪悍，可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周怀宁一脸吃瓜的表情，村民们一听顿时就急了，连忙争先恐后解释：公子你误会了，他之前也是勾三搭四，已经出过一回丑了，没想到还是不知悔改，想着勾搭公子。黑河村也就他们家不要脸而已。怪不得看他一路哭回去，我们心里正纳闷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公子也是太心善了，像他这种不要脸的，你直接拿棍子打出门就行了。我可不敢，他娘好像是个狠角色，连你们的夫子听到他的声音后，都吓得躲在房中不敢出来了。还有这回事？原来你们都不知道啊！那个妇人这回就在学堂里，赌我师兄呢。我师兄不善交际，哪里受得了这种围追堵截？他说了，黑河村这个夫子，他怕是做不成了。什么？夫子要走？这不是被逼的没办法了吗？
俗话说，好男不跟你斗，他惹不起还躲不起嘛。你们还是尽早请新夫子吧，我师兄肯定是不愿意留了。村民们听说夫子要走，以后孩子们又要没书读了，这下算是彻底怒了。我们这就去帮夫子解决。这个哒哒哒的，连夫子都不放过，难道村里那些歪瓜裂枣还不够他霍霍的吗？妇人们冲进去，见到张寡妇，一言不发就着头发就开打。你们干啥？我最近可没招惹你们的男人，为啥要打我？师兄，师弟我一来就帮你斩断了烂桃花，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哟？没有你，张寡妇根本不会这么明目张胆的进来，被你差点害死了。在古代，牛是劳动力的象征，普通人家根本买不起，一般的地主、权贵才能拥有。而眼前这个小女孩，居然要带领全村去捉牛。小九大人，你刚刚说去哪里捉？珊珊有。看着小团子指着野熊岭的方向，大家瞬间愣住了。去野熊岭捉牛。是的，珊珊有牛哟。村民们心里清楚，野熊岭野兽是不少，但牛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虽说心里在嘀咕，却不敢说话。大伙只能找叶延平求救。延平，野熊岭是不可能有牛。你看这，闺女，爹爹进去过野熊岭好多回，那里面真的没有牛。的，有的，你们敢说不去，我就哭呢。说着说着，小团子嘴巴就嘟了起来。好，有，我闺女说有，那就一定有。对，去。村民们即使心里疑虑，此刻他们面对小九，也说不出拒绝的话。那走吧。现在就这样去。是的。那里可是野熊岭啊！毫无心理准备的众人瞬间懵了。爹爹听小九的，爹爹来带路。即使闺女要天上的月亮，我也会给小九摘。区野熊岭捉牛算得了什么？叶延平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人群顿时寂静。寒冬才过去，那些冬眠的野兽应该都出来了。他们饿了一个冬天，这个时候进入野熊岭，无异于主动送肉上门呐。咋的，都不愿意去？不是不愿意去，就是这个季节进山有点怕。对呀，之前进野熊岭是没法子，如今抓牛的话，也不是的非去不可。大家放心，有我开路，咱不去林子深处。小九大人说野熊岭有牛，有需要的人就跟着延平进山捉牛。小九大人都开口了，那我就去吧。李正看着大家低头不敢接话，也是直接直奔主题。铁头爹也是第一个站了出来，最终却只有45人愿意跟着叶延平进野熊岭。李正只能似笑非笑。乡亲们，这次进山是给村里找耕牛的，咱村100多户，只有45户报名。为了公平起见，我看不如这样，今日进山要是找到了耕牛，这牛就是这45户的，其他人不能。我操！你们有没有意见？说完这句话，底下那些没报名的人有些犹豫了。干啥？这40多户辛辛苦苦进山，你们可是什么都没干，难不成你们只想占便宜？的，我也去哟。闺女，你也要去？呐，我不去，你们去哪里捉牛哟？一句话说得他们面红耳赤。小九儿今日之所以要大家进山，其实是空间里多出了很多牛，只是没想到李正会借机发挥，想给那些不相信小九的人一些教训。黑子，去把老牛喂饱，接下来这1个月，他可是没得一点空闲了。知道了，我本来打算跟大伙一起进山的，娘，你干啥不让我报名？你进山去干啥？咱家又不是没牛。这不是为村里找牛吗？那么多人都去了，我觉得咱家也该去。别人去找牛那是他们没有牛，你去凑啥子热闹？再说了，找到牛对咱家有啥好处？村里有牛了，那咱们家的牛还能接到活吗？咱靠啥挣钱？你是不是傻？咱家的牛已经很老了，本来就干不动全村的活了。今年村里还要开荒，老牛累死也干不完那么多活。我巴不得他们捉到牛，让老牛也能歇一歇。三黑子养了那么多年的牛，在心里其实早就将牛当成家人了。还真是个傻小子，你当那么多人为啥不肯去？这事成不了，一个不小心命都要搭上。可小九大人从不说没有把握的话。菩萨都有打盹的时候，何况小九大人是这么小的奶娃娃，也就你们这些人肯信。牛要是那么容易捉，就不会这么金贵了。刚说完，这时门外就传来一阵牛叫声。黑子，咋回事？老牛叫啥呢？娘，不是咱家的牛叫，是乡亲们捉到牛了。哄谁呢？我活了几10年，就没听说过有人去山上捉到牛的。黑子娘从厨房出来，见到眼前的一幕，直接震惊到话都说不出来了。这野熊岭即使有牛，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牛吧？
还刚好一人一只，像分配好了似的。你们咋捉到这么多牛的？说来话长，我们可是使出了9牛2虎之力，差一点就回不来了。看着他们明明很高兴，却要硬生生压抑住。不过很显然，这些谎言是骗不了人。可是你们头发没乱，衣服没破，甚至一滴汗都没有，不像是经历了危险呀。对呀，你们2个时辰不到就回来，算上路上花费的时间，捉牛好像根本没用啥时间嘛。你们确定要听实话？没事，你们说，反正已经气死了。你们猜对了，我们确实没花力气。我们去的时候，这些牛就在山坳里吃草，好像在那里等我们去捉似的。等着你们去捉？是啊，所以说你们为啥不去啊？天上掉馅饼还要弯腰去捡，可这牛捡的连腰都不用弯。这一刻，留守党们的心纷纷碎成渣渣。这山里还有牛吗？没有了吧？不过你们可以去碰碰运气。小祖宗位46头牛，这是要把天捅破呀！李正预想的是，能捉1头牛回来都不错了，做梦都没想到，居然变成了1人捉了1头。在当权者眼里，这牛可是比人还要珍贵的多了。没戏的，可以卖掉牛。卖牛？呐，换钱。闺女，把牛卖掉了，咱村岂不是又不够牛了？得笨呐，我们不卖光光。闺女，你意思是只卖掉一部分牛，余下的牛几户人家合着养的意思？是的。这下大伙都听明白了。经过商量后，最终决定留下5头牛，其余的全部卖掉。至于为什么只留5头，是因为大家觉得共同养1头牛会比较轻松。只是这41头牛要咋卖？恐怕整个咸川县都也吸纳不了这么多牛吧。黑河村出售了他们抓来多余的牛，换来了600多两银子，这笔财富平均分配，每一个家庭都能感受到那份沉甸甸的温情。几两银子虽微不足道，却足以绘就一世温馨的蓝图。然而，村民们并没有急于用这些银子来装饰自己的家，而是选择了在小九的引导和激励下，用心耕耘每一寸土地。经过辛勤耕耘，它承载着村民们对未来无限美好的期待。夫子，您快歇一歇吧，我一个人就行。延安，你这样客气做什么？我听蓉儿说，你把之前乌金挣到的银钱，硬是要跟他5分。原本就是他应得的，是蓉儿做出了造型，才让乌金卖得这么好。蓉儿打小跟我在一起，过惯了漂泊的生活，对她来说，有屋子住有饭吃就行。这孩子对银钱没有什么追求。对了，夫子，你们会一直留在黑河村吗？应该会吧。其实我是想说，你爹去哪，我就去哪。好嘞，那夫子歇一歇，我给夫子倒茶水去。赵行健心里虽这么想，但口中始终还是没说出来。进了厨房，恰好又碰上了蓉儿。蓉儿，夫子说你们会一直留在黑河村，这是真的吗？延安哥哥今日怎么有空跟我说话了？我就想问问。延安愣住了，蓉儿心里委屈。自从来到叶家，叶延安对所有人都很是热情，唯独对他就是不冷不热。平日里碰到就是不拿正眼看他，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个喜欢的人。可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总感觉延安很讨厌他。看着蓉儿这副模样，延安顿时有点不知所措。蓉儿，其实我很想说的话到了嘴边，最后还是没能说出口。你其实怎样？之前明明对我很好，要是不愿意看到我，其实不用这么为难，我尽快搬走就是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叶延安突然脱口而出，可后半句支支吾吾了半天，愣是说不出口，只定定看着蓉儿。可你明明连看都不想看我一眼，现在说这些，我怎么觉得你这人很是言不由衷呢？我非得说吗？是。那你能不能答应我？我万一说了你不爱听的话，你一定不要生气，就当作无事发生好不好？叶延安想表明心意，可想着如果表明之后蓉儿不喜欢他，一气之下搬出叶家，那他以后岂不是就连最简单的见面都做不到？那又该怎么办？双方明明都喜欢着对方，可有时候就是因为自己的胆怯，让彼此的误会越来越深。蓉儿也是一愣，她也害怕听到他不喜欢的答案，立马阻止。算了，你还是不要说了，我不想听了，我会走的，你且委屈几日。也是，他本来就讨厌我，爹爹又占用了他的卧房，他心里肯定烦透了。看来他本就对我无意，我又何必强行将他留下，徒增难堪呢？唉，这都是啥？我蹲这么久，就蹲了这个。晚饭时间，虽然延安和蓉儿尽量装出一副没事的样子，但大家还是发现了他们的不对劲。你们俩怎么了？没有，这是吵架了。安，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你是男子汉，
让蓉儿哭就是你不对，立马给蓉儿道歉。我知道了，爹。延安哥哥，你没错，是我的错。我和爹爹商量好了，明日就搬到学堂去住。什么时候商量的？我怎么不知道？明明不是说等蓉儿及笄后再说搬家的事吗？怎么突然又要搬走了？延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怎么说？难道要告诉大家我喜欢蓉儿，但蓉儿不喜欢我，所以要搬出去？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面对众人的质问，延安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赵行间也急了，而一旁的洛秋月则是：臭小子，你知道我有多喜欢蓉儿吗？我本来打算在她及笄那日认她做义女的，你到底怎么惹她了？快说，不然我揍你了呀！这么好的姑娘住进家来，这傻小子却对人家越来越冷淡。罗秋月现在完全有理由怀疑，他这个傻儿子肯定还惦记着那水河。这个时候，小团子走到延安面前，凑到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你说蓉儿其实是喜欢我的？说不通啊！蓉儿如果喜欢我，为何老说要搬走的话？叔叔，再不说，蓉儿姐姐就真的走呢。上回已经帮粗粗你把她留下来呢，可你啥都没干成。哎，我真是愁得慌哟。看着小团子那恨铁不成钢的眼神，叶延安只能咬牙索性豁出去了。娘，我不准你认蓉儿做义女。所有人惊讶地看着叶延安，大家都知道他对蓉儿冷淡，但当面这样明目张胆的反对，真的很适应。我今日不打死你，我就不叫洛秋月。延平娘，你不要激动，有话好好说。娘，你不要气坏了身子。你们都让开，我忍他好久了，他不准，他凭啥？我的事他也要管，我认蓉儿做义女招他惹他了。娘，请听我把话说完。我先提醒你，你要是再敢说混账话，我绝不饶你。我喜欢蓉儿。我之所以表现得对蓉儿不冷不热，是因为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我自卑，我离她越近，就越发喜欢她。我只能刻意跟她保持距离，我不敢暴露我的心事，我害怕被嘲笑，我不想蓉儿因为害怕我而远离我，我想每天都能看到她。叶延安一字一顿大声道，说出来的这一刻，他突然不怕了，心里像卸下千斤大石般轻松。接下来不管如何，他都坦然接受了。粗粗，你最棒了。我本来打算将这份喜欢当成永远的秘密埋藏在心底，但我却发现我的愚蠢伤害到了蓉儿。事到如今，我什么都顾不上了。接下来要打要骂，是杀是剐，爹娘父子，你们请便吧。大家震惊到语塞，小团子向叶延安竖起大拇指，赵行间也是立马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延安，你先起来，喜欢一个人又有什么错？夫子，您不怪我？为何要怪你？夫子不怪我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只是一个农夫，没有任何功名在身。我对蓉儿的喜欢不是太过唐突，太自不量力了吗？延安，你也不用如此妄自菲薄。可是爹，咱家本来就配不上夫子家吗？真是傻小子，小小年纪竟这么世俗，也不知道在哪学的。夫子，要不就把这事定了。延平殿，我岂敢高攀？惊喜来得太突然，赵行间只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过去的事就不要提了，都是老百姓，有什么高攀不高攀的？不过我们不得问问蓉儿的意见吗？蓉儿，这里没有外人，你说句实话，你是想做叶家的闺女，还是叶家的媳妇？爹爹，好了，我已经知道答案了。那夫子同意吗？我同意。那咱去正屋商量商量。对，是要商量。看着蓉儿捂着脸，羞得差点要哭出来。一瞬间，一屋子的人全都出去了，只留叶延安和蓉儿两个。烛火摇曳，四周静悄悄的，只有正屋那边隐约传来的说笑声。蓉儿，你先说。你额头痛不痛？不痛。蓉儿，你不生我气了吗？我倒是想生气，可我不敢，因为你傻乎乎的，万一又让你会错意了，伤心的还是我。蓉儿，对不起，是我太怯懦，让你伤心了。我真的不知道你也喜欢我，要是知道，我就不用每日都那么难过了，也不会惹得你也难过。谁说喜欢你了？你不讨厌我就行。蓉儿，我真的很喜欢你，没有一刻是不想你的。我希望每天都跟你在一起。蓉儿的心漏跳了半拍，脸上更红了。你现在倒是敢了。我若还不敢，只怕粉丝要骂我了。在古代，不管是名门望族，定亲都需要3书6礼，讲究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找来一个媒婆。殊不知，一场麻烦也随之来临。不是来说媒的吗？咋还哭上了？秦媒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今日是请你来说媒的，你带的是这什么人？还懂不懂规矩了？哎呦，冤枉！我是诚心诚意来做媒的。我们一家在避难所住了那么久，你们都是我的恩人，我感激都来不及，怎么会做出对不起你们的事？眼前哭闹的人名叫阿香，是霍大年的妹妹，之前去景湾村打水，被村民打了，想着秦媒婆跟霍家关系也不好，这才把她请来，没想到这么一请，还请出麻烦来了。二助理是，你们俩真是过分！叶家今日说亲，是大喜事，你们哭个什么劲？我带你们进来，你们却砸我招牌！走走走，马上滚出村，回你们自己家哭个够去！姑姑，我们也不想哭的，可是实在控制不住。这小娃娃长得实在太像我家小妮儿了。说起来，小妮儿要是没被人抱走的话，正好就是这么大了。你胡说八道啥？小九大人是何等尊贵，怎么会像你家的小妮儿？实在对不住，他们不是故意的。说起来，我这侄儿也是可怜，2年前生了一个闺女，不成想生出来没几日就被人抱走了。被人抱走了？可不就是被抱走了？也不晓得是哪个混蛋的干出这种缺德事。娃娃刚生下来就不见了，爹娘的心哪有不痛的？即便过去了2年，他们还是忘不了。这不，看到小九大人跟他家娃娃年纪差不多，就禁不住要流眼泪。众人一听，看向两人的目光顿时带着怜悯。话是这么说没错，但今日是叶家向赵家提亲的日子，你们就是有1万个理由，也不该在这里哭。你们出村吧。实在对不住，我能不能抱着娃娃？我实在太想我闺女了，抱一下我就走。不可以，娃娃怕生，你们请回吧。李氏一边抽泣一边盯着小九，小团子看着泪眼婆娑的李氏，也是瘆得慌。恰好这时，霍阿香又搭话：“等一等，先不要急着走。表哥表嫂，你们刚才说小九大人长得像你家的小妮儿？是的，确实像，相貌长得像也就罢了，就连年纪也差不多，所以我们才忍不住伤心落泪。这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表弟媳，你想说啥？小九大人其实不是叶家亲生的，是我那个死去的弟媳妇捡来的。啥？这么说的话，小九没准就是我家的娃娃呀！”秦二柱和李氏突然激动地大叫起来，一语既出，众人皆惊，不由自主担忧地看向叶家人。好啊，秦媒婆，我让你来做媒，你却想着抢我家娃娃。不是的，我都不晓得小九大人不是你们家亲生的，这事跟我没关系啊！秦氏一副急得要哭的样子，而霍阿香却是装作一脸愧疚的样子。都是我的错，要怪就怪我。我哥跟我说过小九大人是叶延兰捡回来的事，我刚才一个没忍住就说出来了。表弟媳，你有啥错？这事你必须要说啊！你忍心看我们家骨肉分离吗？骨肉分离？说的小九真是你生的一样。小九不是叶家亲生的，但也绝对不是你家生的。你怎么知道不是？如果不是我生的，咋可能跟我家娃娃长得一模一样？你家娃娃刚出生没几日就被人抱走了，还没出月的娃娃跟豪氏的一身毛，能看出长啥样？你们一开口就说小九跟你家娃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太假了？我的意思是，娘，让我来问问他好不好？就在这时，芸娘站了出来。洛秋月见她脸色苍白，知道她心里也急，于是便点了点。那我问你，你家娃娃是在哪里丢的？我家院子里。这就对不上了。叶妍兰说了，小九是在马车里被他抱走的，而你家娃娃是在院子里丢的，所以他们不是同一个人。你这么说不对，没准是坐马车的人偷走了我家小妮儿，后来又被叶妍兰从马车里抱走了。那你家住镇上？是啊，我家刚搬来镇上不久。就在这时，芸娘又问出最关键重要的问题。那你家娃娃被偷走的时候，你家也住镇上？赵氏也是在京城捡到小九的，所以小九肯定是在京城出生的。只要秦二柱的答案跟京城扯不上关系，这件事就可以结束了。我们当时不住镇上，我们当时在京城。芸娘原本以为按照这种特意避开答案的问题，对方一定会露出马脚，没料到听到答案后的芸娘只觉双腿一软，脑里嗡嗡一阵巨响，竟然对上了。难道说小九的亲生父母真的找上门来了？在京城捡到小九这件事，我除了叶家之外，其他人一概没说过。眼前两人说谎的可能性很小，若这对夫妇没有说谎，小九倒真有可能就是他们丢失的孩子。秦二柱观察着叶家人的神情，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怎么样，还有问题要问吗？这么说吧，你们问再多我都不怕，事实摆在眼前，小九一定就是我的亲闺女。胡说，
就凭你说的这些，根本不能证明小九跟你们有关。对，你说你闺女是在京城丢的，娃娃咋会山重水远跑到咸川县来？就是，你要真想找你闺女，就应该去京城找，黑河村不是你发疯的地方。村民们立马附和。如今的他们哪里舍得小九被人认走，从此离开黑河村，他们的日子才刚刚过好一点。要是小九走了，以后还有谁来庇护他们？此刻的他们也是认定这两人就是来碰瓷的。要我说，都先别急着吵吵，是不是亲生的？来个滴血验亲不就行了吗？好主意，我同意滴血验亲。你们叶家敢不敢让我和小九试试？可以，试过之后，如果不是，你给我们爬出黑河村。可以，如果不是，我爬；但如果是，你们不能阻挠我带走小九。老叶还真的让他滴血验亲。一片吵嚷声中，洛秋月看着叶不为。本来我心里不确定，但现在我觉得这两人极有可能是有问题的。想必夫子也看出来了吧？我也是刚刚看出来。说到滴血验亲，秦二柱的反应太过笃定，有一种志在必得的得意之色。所谓近乡情更怯，越接近自己盼望已久的真相，人只会越胆怯。秦二柱这个时候应该是极度紧张和忧虑才对。可是如果他是假的，他为啥主动提出滴血认亲？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只怕这两人是有备而来的。不要扎我，不要扎我，好痛痛！小团子大哭起来。当血液落入碗中，与秦二柱的血快速相融的瞬间，所有人呆若木鸡，惊得说不出话来。怎么样？我就说我不可能认错。小九是我秦二柱的亲闺女，其他人都要靠边站。小九大人竟然是我的侄孙女。小九，我的闺女，娘终于找到你了。秦二柱得意大笑，殊不知洛秋月已经看出来了。小九如今是我的了，我可是他的亲娘，快还给我！我现在就要带他回家。说完，李氏一把扑了过来，洛秋月则是一把将他推。即使是你闺女，叶家对她也有养育之恩，岂是你现在说带走就带走的？老天爷啊，这世上还有没有天理了？叶家黑心肝的这是想霸占我闺女，你们黑河村名声在外，怎么不见有人说句公道话？你倒是恶人先告状，倒打一耙了。你说叶家霸占你闺女，可小九与你根本就半文钱的关系都没有。哼，这种拙劣的小把戏，也好意思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你说这话是啥意思？小九的血跟我的血相融了，这么多人看着，你想耍赖不成？延安年，虽说你家对我有恩，但我还是要说句公道话。纵使你们再舍不得小九大人，那也得放手不是？小九大人终究是我秦家的种啊。对啊，延平娘，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了。滴血验亲这事是错不了的。洛秋月还没等阿香说完，将他像小鸡仔一样薅了过来，只见手指瞬间就被扎了一个窟窿，血滴也融入碗中。他只不过说了该说的大实话。延安娘，你这是做什么？哎呀，秦媒婆，只怕你搞错了吧？阿香咋做得了你儿媳妇？阿香都嫁进我秦家10年了。大伙都瞧瞧，霍阿香的血跟秦二柱的血也相融了。霍阿香原来是秦氏的闺女。秦二柱看起来40岁的样子，霍阿香20来岁，年龄对得上。所以秦二柱跟霍老太之间，这霍老太可是比他大了20多岁啊，这样都下得去嘴。众人皆惊，不约而同看向秦二柱，目光顿时也变得意味深长起来。不是的，阿香是我表弟媳，不是我闺女。秦媒婆，你家好乱啊！你竟然让你的亲侄孙女嫁给你儿子，你们秦家这是赤裸裸的乱伦呐，真是让大伙开眼了。伤风败俗，罔顾人伦，禽兽不如。这种没脸没皮的人，咋还能做媒婆给人牵线搭桥？此起彼伏的比声萦绕耳边，秦氏脸色煞白，乱伦罪在祖大，那可是要进猪笼的。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荒唐事，去把景湾村冯里正叫连，秦二柱，你倒是说话啊！事到如今，说啥都没有用。这乱伦的罪名，你家是别想逃了。不用等冯里正了，我朝律法规定，乱伦者人人得而诛之。现在咱们就替天行道。村民们七嘴八舌，听得秦二柱也是彻底绷不住。大伙听我说，我跟霍阿香一点关系都没有，滴血验亲不能作数，那谁有问题？放屁！水能有啥问题？就是我家的水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们秦家就是乱伦，别想狡辩脱罪。李正，从哪个开始？我一棍一个，快得很。说着说着，
只见叶延平手里操着一根大木棒走了过来。叶家的水的确没问题，我姑在水里加了东西，不论是谁的血滴进去都可以相融。我真不是华香的爹。叶不韦和赵行间也愣住了。古往今来，不管是皇室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滴血验亲都是用来验明血缘关系的。眼见众人不信，秦氏也是连忙解释：水里的东西是我家的，这滴血验亲是骗人的。小九大人不是秦二柱的闺女，或阿香也不是，所以秦家没有乱伦。我是被阿香这个哒哒哒的怂恿了，我一时糊涂听信了。他极恨叶家用2两银子就买到了这个大便宜，才有今日这档子事。所以你们根本就没丢闺女，你们是盯上了小九大人，想将小九大人据为己有。谁给你们的狗胆？简直胆大包天，竟敢将主意打到小九大人身上！今日必须杀鸡儆猴，不然以后还有人效仿他们。没一会儿，他们就被村民打得鬼哭狼嚎。只要小九大人饶我们一命，让我们做啥都成。好的，感谢小九大人。秦氏几人暗暗松了口气，还在以为小孩子就是好伙食。只见小九拿出了一根锥子大小的针。阿奈，针，小心别扎到自己哟。小九大人，求求你放我们回去吧。给你。小九大人，给我针做什么？扎手啊！用这个扎我的手吗？这哪里是针？这一锥子下去，手指头还能用吗？秦媒婆，你磨蹭啥？一点诚意都没有，快点扎！村民们见他犹犹豫豫的，顿时就不乐意了。小九大人，让我先扎吧，我最有诚意了。阿香她是霍家人，为了活命，她必须表明态度。只听秦氏一阵杀猪般的凄厉叫声响起，霍阿香见状，人也是直接被吓哭了。我来了个豆，我的个乖乖，这么粗的针，扎牛还差不多。到你那，我呢？不是你自己抢着要吗？小九大人，我还是抽自己100个耳光吧，我不扎针。噼里啪啦的耳光声，看小团子小脑袋直摇摇。啊，霍家人真的好喜欢打击及耳光哟。你是如何得知白矾能让血液相融的？我之前在药铺里当伙计，是发现了这个秘密的。经过询问才知，原来这才知道这一切都是霍家惹的祸。也就是说，叶延兰其实一直都知道小九是从京城来的。那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吗？你们做出这种骗人的勾当，还想全身而退？把他们绑起来，送县衙见官。听说新来的县令大人是个清官，正好去试试。要不还是算了吧，放他们回去得了。去见官，叶家人肯定要到场，到时候被县令问来问去的，烦得很。而且这几个人最终都要弄死，何必这么麻烦？杀住！你们认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县令大人。村民们准备将眼前这3女一男送去见官，谁知这个老六身为县令，却不愿意承认。县令大人，您说啥呢？我们都是县城的，见过县令大人您不止一回了。那对，看着周怀宁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秦二柱顿时就有些疑惑。镇上那位是我的孪生兄长，你把眼睛给我瞪大点。就听周公子的，把他们放了吧。我觉得他们已经受到惩罚了。对呀，我们被你们打成这样，你们气也出了，总不能要我们的命吧？我们罪不至死啊！别一点小事就去见官了，官也是很忙的。其实洛秋月只是不想他们那么简单去见官，而一旁的周怀宁听到洛秋月的话，仿佛像是遇上知音了一样。婶婶，您说的太对了，衙门每天不是这家的钱丢了，就是那家的猪跑了，骨都要敲破了，烦死了。延安娘，你真是刀子嘴豆腐心，当真是菩萨心肠啊！还用你说，大家都这么认为。既然叶家愿意放你们一马，你们滚吧。4人见状也是灰溜溜跑了。眼见叶家也没在意，李正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小九，快让叔叔抱抱。粗粗，你终于来呢！真是个热情的小奶娃。叔叔给你带了礼物，可惜咸川县买不到什么好东西，你就先凑合着用用，吃的穿的玩的都有。谢谢叔叔。小九，叔叔的床铺还在吧？在的。真是叔叔的小乖宝，叔可喜欢你家的床铺了，松松软软的。周怀宁以前并不喜欢小奶娃，觉得麻烦，自从跟小九之后，就莫名的喜欢上了小团子。秋月，你早就知道秦二柱他们会在水里做文章。听到你说他们，我就认定一定有问题。我是有法子能让血相融，不过我还真不知道白矾有这功效。娘，蓉儿后天就要及笄了，齐媒婆，我们家肯定是不用了。定亲的事接下来咋弄？傻小子，现在知道急了。不是还有官媒吗？我明日去一趟镇上，请媒官过来把事儿办了，行不？谢谢娘，我去告诉蓉儿一声，免得她担心。
怀宁，师兄，我要跟小九玩，没空陪你说话。你哪里有什么孪生兄长？你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师兄，你小点声，这些话你就不能背地里偷偷跟我讲？一旦身份暴露，我以后还怎么好意思来叶家吃喝玩乐？看着周怀宁急得挤眉弄眼，赵行间深深叹了一口气。你还真打算一直一人分饰两角，就不怕的疯病？那能不能告诉我，你怎么还当上咸川县的县令了？你都不回京城，不理国事，问这些做什么？你的事是国事吗？我就不能单纯只是关心你？以师兄你的聪明才智，猜猜不就行了？你是武平侯的嫡子，以后是要袭爵的，可你如今却在大禹朝最穷的县当县令，这件事简直……现在明白我为什么不愿意说了吧？我如今都成京城笑柄了。就算有没有这件事，你也一直都是。师兄，你就不能安慰一下我？接下来就是安慰你的话。突然话锋一转，赵行间神情严肃。师兄觉得皇上这是盯上你家了，这是敲山震虎，只是想震慑一下你爹。不过目前看来，你们家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师兄，你猜错了，我来咸川县当县令，就是我爹亲自找皇上求来的。什么？此话一出，赵行间直接愣住。看来你爹已经感受到了危机，这是故意向皇上示弱的意思。师兄，你猜错了，我爹也就打架还行，他可没有这么好的脑子。他让我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不过是看我不顺眼，让我给他的数字让路罢了。总之我就是一个可怜人，我想念我的床了，记得吃饭的时候叫我。武平侯有一个爱妾，他也是早有耳闻，看着周怀宁离去的背影，陷入沉思，转头就回到正屋找叶不韦。延平殿，武平侯这事您怎么看？我认识的武平侯绝不是有勇无谋之辈，我觉得他让怀宁离开京城，只怕是为了保住周家的血脉。事态已经这么严重了吗？这只是我的猜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武平侯在京城的日子一定不好过。我担心的是武平侯会成为下一个您。我如今只是一介布衣，朝堂之事与我何干？默默看着叶不韦，有些事虽闭口不提，但他心中已然明了。忽然赵行间跪倒在地，言辞恳切道：可是当今朝廷乱象繁盛，皇帝庸碌无能，太后临朝摄政，大禹近百年基业已然岌岌可危，需要一个人来拨弄反正，力挽狂澜。这个人只可能是您。那个人终归不会是我。当年皇帝不过6岁，为了承诺，我亲手将他扶上皇位。可结果呢？人人盯着我手中的虎符，人人揣度我会谋权篡位。后来我死了，一切都太平了。这不就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吗？说到这，叶不韦释放出全身的威压。此刻的他是20年前的那个权倾天下、让人闻风丧胆的萧主任。脑包夫几，你们吵架呢？他们不是好的穿同一条裤子吗？怎么会吵架？延安，我看你的婚事只怕够呛。为什么这么说？你爹和我师兄吵架，你当因为谁？叶延安也是被吓得手一抖，周怀宁立马装出一副很懂的样子。定亲的时候，两家人是最容易闹翻的，他们一定是因为这门亲事吵起来的。不会吧？我和蓉儿的亲事是双方父母都满意的，不可能出差错。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两个吵架了，师兄肯定不会继续住在你家了。好了，不要乱想，我和夫子没有吵架。对，赵行间连忙点头。不是吧，叔叔，我这么小声说话你都听得见，怎么跟我爹一样？周怀宁也是惊的，嘴巴都合不拢。怀宁，县令当的可还习惯吗？被这么一问，周怀宁瞬间像双打的茄子一样。怎么可能习惯？不瞒叔叔说，咸川县虽不大，但乱七八糟的事情特别多，可我能力有限啊。最近我总是失眠多梦，心慌气短，要是有一个人在身边帮帮我，我也不至于这么孤苦无助。别打我主意，别以为我不知道。师兄，我说的是真的，我觉得知府有毛病，他居然让我去缴什么黑鸟寨的山匪。你说的是黑鹰寨，且不说黑鹰寨如今已改邪归正，现在去剿匪无异于逼人重操旧业。就说黑鹰寨的实力，也不是县衙里那几个官差可以剿灭的。这么说的话，如果我剿匪成功，是不是会让所有人大吃一惊？黑鹰寨不是一般的山匪，他们有上千号人，能人异士也不在少数，你千万不要被他缠上了。放心吧，师兄，我这样的懒人一定不会给自己找麻烦的。
才说不会，下一秒人员就已经安排就位。公子，我们的人有一个已经进去了山寨，才一个。公子能有一个进去都算很不错了。想进那黑鹰寨，必须要越过一道万丈深渊。咱们的人中，就一个人的轻功能越过那道天堑。100多号人就一个人有这种能耐，我爹给我的都是些什么人？公子确定要去？当然，好不容易找到点乐子，小爷我岂能错过？剿匪耶，想想就觉得刺激。进了山寨后，周怀宁就开始胡乱逛着，突然看到有一处窗户露出昏黄的灯光，眯缝着眼睛破了个洞，窗户纸往里面望去，只见屋里中央放着一个大浴桶，桶里雾气腾腾。哟好，山匪还挺爱干净的，这么晚还在洗澡。山匪屋里怎么有女人？是。姑娘，不要慌张，我其实什么都没看到。臭流氓，老娘今日非要挖了你的眼珠子喂狗。姑娘，你误会了，我是咸川县县令，今晚来剿匪的。你是被山匪劫来此地的吗？我一定会救你出去。县令真是大言不惭，黑鹰寨地势险要，你是怎么进来的？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不过一道天堑而已，难不倒小爷我。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黑鹰寨里有上千名山匪，而且个个心狠手辣，我担心你们不是对手，到头来让我白欢喜一场。你放心，我们的人虽然不多，但都是从京城过来的高手，个个以一当十，对付这群乌合之众不在话下。你太小看黑鹰寨了，我不跟你走。我能活到现在，是因为表现出对寨主的忠诚。寨主要是发现我想逃跑，一定会杀了我的。我懂你的处境艰难，你且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莫让山匪把你当作人质来要挟我们。等到我们大获全胜的时候，你再出来。那公子，快进来吧，免得被人发现了。只见门突然打开，一个容貌艳丽的女子站在眼前，使得周怀宁一瞬间有些恍神。你怎么都没想到，才刚一进门，后脑勺就传来一阵剧痛。我怎么这样的大傻子也敢来黑鹰寨？你是谁？刚刚那个女的去哪了？小爷我好心救她，她竟然对我使阴招。我的女人你也敢惦记，还想着英雄救美呢？就凭你，她可看不上你这种小白脸。我跟你说，小爷我身娇肉贵，你不要动我啊！都给我停下！谁再动一下，我就割断他的脖子。公子，让你的手下撤出黑鹰寨。听他的，都撤出黑鹰寨。你们全部撤走，我会将这小白脸毫发无损还给你们。我说到做到，但你们若想耍什么把戏，我一定毫不犹豫割断他的喉咙。黑鹰寨，你们不要乱来！我家公子是咸川县的县令，你们如今劫持朝廷命官，可是掉脑袋的大罪！快把我家公子放了！哟呵，没想到你还真的是县令。鱼肉乡里横行霸道的人那么多，你不去管，偏偏来黑鹰寨找存在感。周怀宁怎么也想不明白，风流倜傥的他，怎么就比不上这个满脸胡腮的糙汉子匪首了？金玉本来想威风一把，不成想被一个女人骗了。你们都回去吧，谅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鹰眼，我们现在可以出寨去，你什么时候放我们公子？等到明天天亮，我们要排查完整个山寨，确保你们的人全部都走了，就会放了他。侍卫们没有其他办法，自家公子如今被人捏在手里，他们除了撤出了黑鹰寨，别无选择。我说大哥，我的手下都走了，你放开一些，别误伤了我。鹰眼没有理他，而是将他绑在床头的柱子上，一股悠悠的冷香钻进周怀宁的鼻尖。看什么看？小心挖了你的眼睛！你身上的味道怎么跟娘们一样香？老子每日美人在怀，身上有点女人香，很奇怪吗？倒是眼福不浅，那今晚我睡哪里？你如今不过是黑鹰寨的阶下囚，还想睡觉？我好歹是县令，你得罪我有什么好处？我看你的床够大，收拾的还算干净，所以小爷我就委屈一下，将就和你同睡一张床，如何？想都不要想。怎么会？黑鹰寨如今不打家劫舍了，他们怎么会来村里抓走周公子？不是在村里抓走的。吴勇正在当场，只能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出来。什么？你家公子是主动送上门的？我昨日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他咋就不听？公子说日子太过无聊，想要找点乐子，剿匪才够刺激。胡闹！你不但不劝说，也跟着他一起胡闹，现在倒是刺激了。赵大人，救救我家公子吧！万一在山匪窝里有什么闪失，我可帮不了忙。黑鹰寨只听小九的话。黑鹰寨，
雪灾之后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周怀宁叔叔被黑鹰寨的人抓起来了，等着你去救呢。这样不行的哦，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不可以打架哟。喂，天亮了，快放我走！吵什么吵？别以为你是县令，我就不敢打你。虽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我还是要告诉你，小爷我你最好不要惹。谁愿意惹你？这不是你这傻帽自动找上门来的。你说谁傻帽爱呢？你。被绑了一晚没睡的周怀宁，原本就已经在心里向鹰眼的祖宗18代问候了个遍。此话一出，周怀宁嘴都气歪了。由于身形高大，只见用力一挣，床单便倒塌了，恰好又压在鹰眼身上。绑得像个粽子一样的周怀宁双目圆睁，胸脯之下传来的触感让他脑中灵光一闪，忍不住看了看。滚开！你是女人，你就是昨晚打晕我的那个女人。你在胡说八道，老子割掉你的舌头！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男人的胸怎么会软软的？你给我闭嘴！老子是男是女你都分不清，丢不丢人？别转移话题，你说你是男的，除非你把衣服解开给我看看。周怀宁顿时就露出一副贱兮兮的表情，看着鹰眼，身为娘生的他，这怎么能忍？有毛病吧你！你再乱说一句，就别想离开黑鹰寨了。我现在倒没那么想走了，我现在好奇，你说你一个女子怎么当上了土匪头子呢？什么？这世上有什么事是女人不能做的？所以你承认你是女的了？你再管不住你这张臭嘴，我就把你的舌头绞下来喂狗。大当家的，我进屋里有响动，你没事吧？没事儿，还没排查完吗？大当家的，这不是要仔细搜查，保证万无一失吗？众人头往屋里瞅了一眼，倒塌的床铺，凌乱的被褥，顿时瞳孔地震。这场面，大家愣在当场，看着两人眼神也逐渐变得意味深长起来。大当家的，原来好的是这一头，怪不得大当家的从来不肯要压寨夫人，原来喜欢的是这样的小白脸。大当家的，天还早，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你们继续。不是，你们什么意思？你们误会了，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来呢。是小祖宗来了。小祖宗，你是来看我的吗？小祖宗，你们认识？我被官府盯上了，我现在不能放下吊桥让你过来。小九，叔叔在这儿。粗粗，这个讨厌的男人怎么会是小祖宗的叔叔？粗粗，让他蒙走。山匪们脸色一变，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鹰眼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几分尴尬。小奶娃儿，他们是山匪，是贼，你怎么能让我们走呢？他们是我的朋友，粗粗也是我的朋友，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叶延平见双方都僵持不肯退让，当即决定做个和事佬，毕竟两边他都认识。鹰眼，放周公子过来吧，周公子确实是叶家的客人。啊，小祖宗说的，我都答应。周公子，你要保证你的侍卫不会在吊桥放下的时候趁虚而入。所有人都站在原处，不要动，听到没有？是，公子。滚吧。你放心，你的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不要逼我在这么多人面前揍你。行吧，这回就当做不打不相识，下回再来看你。得的，我也要去。好，爹爹带小九上去。小九，三人刚相遇，密密麻麻的箭雨突然就朝对面的山匪射去。眼见鹰眼危险，危机关头，小九小手一挥，那些箭全部失去准头。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的太突然，不管是山匪还是侍卫，全部呆若木鸡。谁让你们放箭的？我不是说了让你们站在原地不要动吗？我们是在原地没动啊。嘿呦，这是如何做到的？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鬼？闺女，是你干的？就是他干的。我刚才看到他小手一挥，那些箭就全部掉下去了。我困了。小团子使用完空间，整个人就迷迷糊糊睡了过去。担心还会有第二人攻击的山匪们，也是快速退进山寨。狗官，你欺人太甚！你这是逼我们山寨重操旧业。你误会了，刚才放箭真的不是我的计划。你以为老子会信吗？今天若不是小九，我黑鹰寨将面临灭顶之灾。你攻打黑鹰寨在先，出尔反尔在后，这笔账我鹰眼记下了。周怀宁看着鹰眼离去的背影，心中怅然若失。公子受苦了，都是小的无能。谁让你们放箭的？我有说过让你们放箭吗？你们为什么要自作主张？是小人的错。
小的想着公子此行是来剿匪的，此举正好可以将山匪一举歼灭。小的不知公子计划有变，请公子责罚。回去领50个板子，带着你的手下给我滚回京城去。公子不肯，公子还是多赏小的一些板子吧。我们是来保护公子的，不能离开公子回去京城。你还要胡闹到什么时候？你们先回县衙去。公子，快滚！师兄，是吴勇去找你们的。别叫我师兄，你若是我的亲弟弟，我今天非得打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毫无部署就敢带着100多个侍卫来剿匪。你应该感激遇到的是黑鹰寨，若是真正的穷凶极恶之徒，你只怕都已经死了100回了。师兄，我知道此事是我太过鲁莽，但我也是想建功立业。建功立业？你若真想建功立业，早些年就该跟着你父亲去军中历练。如今做个副将岂是难事？何至于纵情于声色犬马之间，还让侯爷为你操碎了心？师兄，你以为我不想吗？我曾求过我爹，让他带我进军中历练，可他却说我天生胆小懦弱，莫说将帅之才，就连上阵杀敌都做不到。我能怎么办？我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做不好。周公子，虽然我不了解你的过往，但我知道你是个好县令。你倒是不必来笑话我。你是咸川县这么多年来最受百姓爱戴、口碑最好的一个县令，只要去到镇上，都会听到镇上的百姓对你交口称赞。那些傻子，我只不过把贿赂的人打了一顿，打发了一点银子让他们铲血，他们居然就感恩戴德。你刚才说的，在我这个普通百姓看来，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大好事。从来只有当官的贪墨受贿、盘剥百姓，哪里有当官的暴打行贿者，拿自己的银子奖励百姓劳作的？你打行贿者，让那些长期蒙冤的人看到了希望。你给百姓银子，对你来说可能不算什么，可对他们来说却是及时雨。你说你什么都没做，却已经胜过无数官员，在我看来，你就是好官。延平这点倒是没说错，你这个咸川县令倒是做得像模像样。所谓打一巴掌给颗甜枣，赵行间这是故意鼓励周怀宁的。县令大人是咸川县所有百姓的希望，求县令大人守护一方百姓。这些年来，大家真的太苦了。延平的一番言语让周怀宁知道了，原来自己也并非一无是处。我还有一些公务要处理，先回县衙去了。师兄，虽说你今日骂了我，但我很开心。周公子这性格确实不错，可我怀疑他有受虐倾向。回县衙。公子，你不是说后天才回去吗？倒是想后天回去，可是被叶延平那么一说，我哪里还有脸继续留在叶家偷懒？叶岩等人来到山脚下，发现周怀宁的马车已经逐渐运去。他不但是个受虐狂，他还是个小气包。不过说了他2句，连个马车都不愿意送我们一程。